轻点，孽徒，你想弄疼为师吗？一道压抑着羞耻与痛苦，却又酥软入骨的娇吟声，在烟雾缭绕的密室中回荡。苏浪满头大汗，双手正死死按住身下的娇躯。师尊，您忍着点，弟子的手法虽然粗暴了些，但这一招九阳推功必须力透肌理，才能压制您体内的寒毒啊！苏浪喘着粗气，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视线所及，是一片令人血脉喷张的风景。瑶光峰主冷清秋，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令无数正道修士仰望的冰山女神，此刻正衣衫半解地伏在寒玉床上。她那件象征着长老威严的月白色道袍早已凌乱不堪，大片雪白的背部肌肤暴露在空气中，因为体内寒毒发作，肌肤上泛着一层淡淡的粉红。晶莹的汗珠顺着那精致绝伦的脊柱沟缓缓滑落，最终没入腰际那不可描述的起伏曲线之中，简直是要了亲命了。苏浪咽了口唾沫，感觉自己的道心正在崩溃的边缘疯狂试探。穿越过来3天了，他原本以为自己拿的是废柴逆袭剧本，结果一睁眼就面临着地狱开局，师尊走火入魔，必须要纯阳之体的男子贴身渡气才能活命，而整个瑶光峰就他一个带把的。哼，若不是为师真气逆行，此时定要一掌拍死你这个犯上作乱的逆徒。冷清秋咬着红唇，那张倾国倾城的绝美脸庞此刻布满了红晕，眼神迷离，似嗔似怒。苏浪的手掌顺着他的脊背一路向下滑去，掌心滚烫的温度与他冰凉的肌肤形成剧烈反差，每一次按压都会引来冷清秋一阵难以自抑的颤栗。定，检测到宿主正在与气运之女冷清秋进行深度肢体接触，至尊红颜羁绊系统激活成功，当前接触部位背部，敏感度奖励修为点加50，悟性加1，由于对方颜值超过98分，触发角色暴击，额外奖励神级武技拈花指入门。苏浪脑海中突然响起的机械音让他手上一抖，差点按错穴位。系统外挂到账了，而且这名字这功能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呀！苏浪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只要摸摸就能变强，那他还修炼个屁啊！以后天天赖在师尊房里不就好了？怎么停了？身下忽然传来冷清秋带着一丝不满的低哼。苏浪回过神，眼神瞬间变得幽深起来。既然有系统加持，那他还客气什么？师尊，刚才只是前戏，只是预热，现在毒气已经逼到了腰眼位置，弟子要动真格的了。苏浪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故意为之的沙哑。你那里不行，那里是。冷清秋惊慌失措的想要挣扎，但体内的寒毒被苏浪的热气一击，瞬间化作酥麻的热流席卷全身，让他根本提不起一丝力气。师尊，医者父母心，在弟子眼中，您现在只是一个需要治疗的病人。苏浪义正言辞地说着，而且寒毒若是不排干净，日后落下病根，影响了师尊的绝世容颜，那可是修真界的一大损失。冷清秋再也忍不住，发出一声高亢的娇吟。他修长的天鹅颈高高扬起，一头如瀑的青丝随着他的动作疯狂摇曳，几缕发丝粘在他汗湿的红唇边，诱惑到了极致。太顶了！苏浪只觉得鼻腔一热，差点当场喷鼻血。定，接触部位升级，当前部位腰臀，敏感度奖励修为点加200，宿主境界突破至具气境1重，检测到目标情绪波动剧烈，羞耻、渴望、依赖，掉落稀有物品冷清秋的原位贴身SPA X1，系统空间自动存入。轰！一股暖流瞬间涌入苏浪的丹田，原本空荡荡的气海瞬间充盈起来。这修炼速度，这哪里是擦边，这是在修大道啊！苏浪食髓之味，看着师尊那因为羞耻而通红的耳垂，心中恶作剧念头骤起。他凑近冷清秋的耳边，温热的呼吸直接喷洒在他敏感的耳廓上。师尊，感觉如何？弟子的手艺，您可还满意？冷清秋羞愤欲绝，他堂元阴气大能，平日里清冷高傲，何曾被一个小小弟子如此亵渎？这种感觉好奇怪，却又好舒服。孽徒，待为师恢复，定要挖了你的双眼，砍了你的这双脏手。冷清秋虽然说着狠话，但声音软绵绵的，没有任何杀伤力，反而像是在撒娇。既然师尊都要杀我了，那弟子只能在死前多收点利息了。苏浪坏笑一声，整个人俯身压了下去，胸膛紧紧贴上了他光滑的后背。你要做什么？冷清秋感受到背上传来的强烈的男子气息，那是他从未接触过的炽热阳刚。慌乱中，他只能无助地抓紧了身下的寒玉床单，帮师尊彻底排毒啊！师尊，腰抬高一点，这个姿势虽然羞耻，但更有利于毒素下沉。我孽徒！烟雾氤氲的密室大床上，冷清秋的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调，带着浓浓的哭腔和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魅意。他整个人此时呈现出一个极其羞耻的跪趴姿势，原本庄严高贵的月白道袍，此刻已经滑落到了手肘处，露出2抹白的晃眼的香肩和那一截足以让任何男人发疯的极品水蛇腰。苏浪正站在他身后。师尊，您这里的寒毒淤积太深了，必须大力出奇迹啊！苏浪一脸大义凛然，手感觉了，这就是元阴期大能的身体素质吗？简直让人爱不释手。定，由于宿主手法过于独到，触发暴击按摩效果，获得修为点加500，熟练度加100，
宿主当前境界飙升至欲气境3重，检测到目标羞耻度爆表99%，掉落特殊技能碎片魅魔之眼1/10。听着脑海中不断炸响的提示音，苏浪嘴角的笑意根本压不住，爽，太爽了！不仅能光明正大的吃师尊豆腐，修为还能做火箭一样往上涨。按照这个速度，把师尊全身上下治疗一遍，他岂不是能直接原地飞升？混账东西！冷清秋死死咬着枕头，美眸中水雾弥漫。他想运功震开这个胆大包天的逆徒，可丹田内的真气刚一提起，就被那种异样的快感冲得七零八落。他可是瑶光峰主啊，是让魔教闻风丧胆的冰魄仙子，如今竟然在一个练气期的小徒弟身下。虽然是为了解毒，但这姿势，这动静，若是传出去，他还怎么做人？差不多了，够了，苏浪，你给为师滚下去！冷清秋终于找回了一丝理智，强忍着体内的躁动，羞愤欲绝地呵斥道。苏浪哪里肯放过这个刷经验的大好机会，他甚至还得寸进尺地将身体更紧密地贴了上去，在他耳边吹了口热气。弟子感觉到最后的一丝寒毒正躲在您的大腿内侧，那里绝对不行！冷清秋一声尖叫，整个人像是离水的鱼一样猛地弹了起来，随后无力地瘫软在床上，汗水已经湿透了他额前的秀发，凌乱地贴在潮红的脸颊上，诱惑的简直要人老命。定，疗程结束，恭喜宿主完成初次深度互动，结算奖励玄阶极品步法封神腿，气血值加1000，魅力值加10，解锁隐藏称号妇女之友。苏浪依依不舍地收回手，看着眼前这一幕活色生香的画面，心里遗憾地叹了口气，可惜了，寒毒居然真的压制住了，这毒怎么就这么不精致呢？哪怕再顽固个半小时也好啊。那个师尊，您感觉好些了吗？苏浪眨巴着眼睛，一脸纯良地问道，仿佛刚才那个疯狂揩油的禽兽不是他一样。冷清秋趴在床上缓了好一会儿，才感觉到体内那股折磨他数月的冰寒之气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暖洋洋的舒适感。只是冷清秋撑起上半身，想要坐起来，结果手臂一软，又重重地摔回了床上。他那件道袍早就松松垮垮，这一摔更是直接敞开了一大半，露出了里面绣着鸳鸯戏水的粉色肚兜。苏浪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原来高冷的师尊内心这么少女。粉色，再看为师把你眼珠子挖出来泡酒。冷清秋慌乱地拉起被子裹住自己，只露出一张红得快要滴血的俏脸，羞愤地瞪着苏浪，那眼神虽然凶狠，但配合他此刻眼角含泪的模样，怎么看都像是在调情。可，弟子不敢。苏浪连忙举手投降，只是目光依然很不老实地往那被子隆起的曲线上瞟。弟子这就去给师尊熬点补汤，刚刚流了不少水，得补补。滚！伴随着冷清秋恼羞成怒的咆哮，一个玉枕带着破空声狠狠砸了过来。苏浪嘿嘿一笑，脚下刚刚获得的封神腿瞬间发动，整个人如同一道残影般溜到了门口，极其风骚的回头抛了个媚眼。师尊好好休息，晚上弟子再来帮您巩固疗效。说完，他迅速关上石门，将那可能追杀出来的剑气隔绝在内。走出密室，外面的空气格外清新。苏浪深吸一口气，只觉得神清气爽，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仿佛还残留着那惊人的触感和悠悠的冷香。距气境3重，这升级速度简直离谱。苏浪握了握拳，感受到体内奔涌的力量。要知道，原来的苏浪可是有名的废柴，卡在淬体境好几年不得寸进，如今仅仅是给师尊搓了个背，就直接跨越了一个大境界。这就是吃软饭？哦不，这就是勤奋修炼的快乐吗？哟，这不是咱们瑶光峰的软脚虾酥师弟吗？就在苏浪还在回味手感的时候，一道阴阳怪气的讥讽声突然从前方传来。苏浪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着紫色华服、手摇折扇的青年正站在峰顶的松树下，一脸鄙夷地看着他。赵无极，天书峰真传弟子，也是一直在追求冷清秋的狂热舔狗之一。这货平时仗着修为高，没少找苏浪的麻烦。我说这瑶光峰怎么突然一股子酸味？原来是赵师兄来了。苏浪整理了一下自己有些凌乱的衣襟，特别是故意拍了拍腰带的位置，漫不经心地说道：怎么，赵师兄又是来给我家师尊送礼的？我都说了，师尊他老人家不喜欢这种俗物，你送再多，最后还不都是进了我的储物袋？赵无极脸色一黑，但随即目光落在了苏浪身后的密室石门上，眼神变得有些惊疑不定。你在青丘师叔的密室里待了整整1个时辰。赵无极的声音有些颤抖。孤男寡女，你在里面干什么？他可是知道冷清秋寒毒发作闭关，怎么会让这个废物弟子进去护法？苏浪看着赵无极那妇如临大敌的模样，心中恶趣味顿生。他走上前2步，故意凑到赵无极身边，装作一副极其疲惫的样子，捶了捶自己的后腰，叹气道：哎，别提了，师尊这寒毒太猛烈，非要让我贴身帮他暖身子，这不折腾了2个时辰，不仅衣服都湿透了，连我的手都酸得抬不起来。师尊他的皮肤太滑了，按不住啊。说着，苏浪还极其欠揍的把手伸到鼻尖闻了闻，一脸陶醉。师尊身上的味道果然是极品。你放肆！赵无极的脸瞬间绿了，绿得发光，脑海中瞬间脑补出无数个让他心碎的画面。他心中的冰山女神，难道真的被这个废物给？我要杀了你这个玷污师叔气律的畜生！赵无极怒吼一声，金丹期的恐怖威压瞬间爆发，
手中的折扇画做一道寒芒，直取苏浪的咽喉。来得好！苏浪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若是以前面对金丹期强者的寒怒一击，他只有等死的份。但现在正好拿你这个送上门的经验宝宝来试试小爷我刚到手的神级武技。恐怖威压如同泰山压顶，锁死了苏浪周围所有的退路。在这个世界，修真者的境界等级森严，不可逾越。修士入道，先需淬体打熬筋骨，再开脉通络，随后引气入体，进入聚气境，继而在丹田化作气海。只有将气海压缩至极点，凝结出一颗金丹，方能称得上是一方强者。赵无极身为天书峰真传，早已是金丹初期的修为，而苏浪满打满算也就是个刚刚靠着蹭师尊蹭上来的聚气境三重萌新。去死吧！下辈子投胎记得离青丘师叔远一点。赵无极面容扭曲，眼中满是嫉妒的火焰。赵师兄，火气别这么大嘛，容易肾虚的。苏浪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就在那恐怖的风压即将临身的刹那，他的身影突然诡异地晃动了一下。封神腿，第一式捕风捉影。虽然苏浪只有聚气境，但这封神腿可是系统出品的玄阶极品步法，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身随风动，无迹可寻。嗖！在赵无极难以置信的目光中，苏浪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片毫无重量的柳絮，不可思议地顺着他攻击的气流缝隙钻了出去。赵无极一击落空，轰隆一声巨响，将苏浪身后的几棵古松拦腰轰断，激起漫天烟尘。赵师兄，你这准头不行啊，是不是平时抖？可，平日里修炼过度，手抖了。苏浪的声音轻飘飘的从赵无极身后传来。赵无极猛地转身，只见苏浪正站在不远处的假山上，双手抱胸，一脸欠揍。找死！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躲！赵无极彻底被激怒了，浑身灵力暴涨，手中的折扇瞬间分化出数十道锋利的锋刃，如同暴雨般向苏浪覆盖而去。既然赵师兄这么热情，那师弟我也得回个礼不是？苏浪看着漫天袭来的锋刃，眼中金光一闪。正面硬刚肯定是刚不过的，毕竟境界差距摆在那里。但是谁规定打架一定要拼刺刀了？拈花指入门神级武技，虽然目前等级上低，无法伤人，但拥有必定命中和精准拆解的特殊效果。注：此指法专破一切花里胡哨，尤其是衣物纽扣、系带等脆弱部位。就是现在，苏浪不退反进，脚下封神腿运转到了极致，整个人如同一条鱿鱼般在密集的锋刃中穿梭。10米、5米、3米。就在赵无极狞笑着准备给苏浪最后一击时，苏浪突然伸出了右手食指和拇指，摆出了一个极其优雅且风骚的姿势。那动作就像是在花丛中轻拈花瓣的佛陀，又像是调戏良家妇女的登徒浪子。拈花指解一式。苏浪低喝一声，两根手指化作一道残影，竟然无视了赵无极身周那一层护体罡气，精准无比地捏住了赵无极腰间那条香玉的颈带。啪嗒一声极其轻微，但在此时却显得格外刺耳的断裂声响起。赵无极只觉得腰间一凉，紧接着那原本紧紧束缚着道袍的裤腰带断开了。在赵无极惊恐万分的注视下，他的外裤连同里面的衬裤以一种极其丝滑的速度滑落到了脚踝处，两条毛茸茸的大腿以及那一条为了本命年辟邪特意穿上的大红裤衩，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了瑶光峰清晨那明媚的阳光中。那红裤衩上甚至还绣着一个金灿灿的福字。风轻轻吹过，带来了一丝淡淡的忧伤。苏浪早已借势飘退到了10米开外，看着眼前这辣眼睛的一幕，故作夸张地捂住了眼睛。哎呀，赵师兄，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也没必要当众耍流氓吧？这也太不检点了。虽然大家都是男人，但你这红底金字品味是不是太独特了一点啊？他堂堂天书峰真传弟子，未来的宗门栋梁，竟然在心爱的女神道场门口被人当众扒了裤子。苏浪，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赵无极发出一声悲鸣，手忙脚乱的想要提裤子，却因为太过慌乱，反而被绊了个踉跄，整个人直接摔了个狗吃屎。搞什么？一道清冷中带着几分慵懒，威严中透着些许娇媚的声音缓缓从密室大门处传来。石门缓缓打开，冷清秋赤足踩在微凉的石阶上，他似乎并没有预料到外面会有其他人，穿得极其随意。那件月白色的道袍仅仅是松松垮垮地披在身上，领口大开，露出了大片细腻如羊脂白玉般的肌肤和那一抹惊心动魄的深邃沟壑。一头如瀑的青丝未经梳理，凌乱地散落在肩头，几缕发丝还贴在他潮红未退的脸颊上。这副模样，任谁看了都会联想到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这分明就是一副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运动后的慵懒姿态。师叔！正提着红裤衩从地上爬起来的赵无极，在看到这一幕的瞬间，彻底石化在了原地。心碎的声音这一次清晰可闻。如果说之前苏浪的话他只信了3分，那现在看到冷清秋这副模样，他已经信了12分。这潮红的脸色，这凌乱的衣衫，这慵懒的神态，而且那个苏浪刚才也是从里面出来的，还衣衫不整。完了！赵无极双目无神，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我的女神，脏了！赵无极，冷清秋此时也终于看清了眼前的状况。尤其是看到赵无极那只穿着红裤衩的猥琐造型，原本迷离的美眸瞬间变得冰冷刺骨，
一股恐怖的寒意从他身上爆发而出。这就是天书封教出来的真传弟子。光天化日之下，在我瑶光峰裸奔，成何体统？元婴期大能的气势如渊如玉，瞬间压得赵无极喘不过气来。不是的，师叔您听我解释，是苏浪他。赵无极想要辩解，但他的话在这种场合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滚！冷清秋只吐出了一个字，随后大袖一挥，一道澎湃的气浪直接卷起赵无极，连同他掉在地上的折扇，像扔垃圾一样直接扔出了瑶光峰。啊！苏浪，此仇不报，我是不为人。天空中传来了赵无极渐行渐远的惨叫声。苏浪站在一旁，看着那化作星星消失在天际的赵无极，忍不住吹了声口哨。啧，赵师兄飞得真高。然而下一秒，他感觉后背一凉，转过头，正好对上冷清秋那双似笑非笑的美眸。看够了吗？冷清秋拢了拢胸前的衣襟，一步步向苏浪逼近。每走一步，那股独有的幽香就浓郁几分。没，可，师尊风华绝代，弟子哪怕看上1万年也看不够啊！苏浪立刻开启彩虹屁模式，身体往后退去，直到后背抵上了冰冷的石壁。冷清秋单手撑在苏浪耳边的石壁上，那张绝美的脸庞几乎快要贴到苏浪的鼻尖，吐气如兰。刚才你说什么？流了不少水。冷清秋那种高高在上的女王气场更强了，形成了一种致命的反差诱惑。流了不少汗水。苏浪此时被师尊身上那股甜腻的体香包围，脑子都快要宕机了。特别是从这个俯视的角度看去，林口内的风景简直深不见底。冷清秋轻哼一声，伸出纤纤玉指，轻轻挑起苏浪的下巴。我看你是想败坏为师的名声，好让为师嫁不出去，只能便宜了你这个逆徒吧。苏浪心脏砰砰直跳，既然师尊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若是再怂，那就不算是个男人了。那师尊愿意便宜弟子吗？苏浪眼神瞬间变得火热，不仅没有躲闪，反而大胆地迎上了冷清秋的目光，右手更是鬼使神差的抓住了冷清秋撑在墙壁上的那只玉手，十指紧扣。叮！检测到宿主正在主动撩拨师尊，触发随机任务师尊的惩罚or奖励。选项 A 立刻跪地求饶，奖励绿毛龟称号1个。选项 B 强吻上去，告诉他谁才是主人，奖励神秘大礼包1份。选项 C 用语言反向调戏，维持暧昧拉扯，奖励身法进阶卡 X1。冷清秋好感度+5。看着眼前的选项，苏浪咽了口唾沫。强吻，怕不是会被当场打死。他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大拇指轻轻摩挲着冷清秋那滑嫩的手背，凑到他耳边，用一种充满了磁性的低音炮说道：毕竟师尊体内的毒还没排干净呢，弟子随时准备着为师尊鞠躬尽瘁。鞠躬尽瘁。冷清秋的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温热的气息打在他的颈窝处，那种酥麻感顺着神经末梢疯狂逃窜。他原本是用壁咚的姿势震慑这个逆徒，结果现在他感觉自己撑在墙壁上的手臂都在微微发软，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骨头，重心不稳。苏浪的大拇指还在不紧不慢地摩挲着他的手背，让这位久居高位的冰山峰主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慌意乱。你放肆！冷清秋终于找回了一丝理智。嗡！一股柔和却无法抗拒的灵力猛地从他体内爆发，将苏浪轻轻推开了3尺距离。冷清秋转过身，背对着苏浪，双手慌乱地拢紧了胸前大开的衣襟，语气中带着几分慌乱和强装的镇定。既然毒已减，你就给为师滚去修炼。半个月后的宗门大比，若是拿不到前3，为师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消！一道紫金色的流光随着他的声音抛了过来。苏浪伸手接住，入手温润，还带着一丝残存的体温和那熟悉的冷香。这是一块紫金色的令牌，上面刻着瑶光2字。这是……苏浪眼睛一亮，这是瑶光峰的亲传令，持有此令，宗门内的灵雾温泉和藏经阁顶层你皆可去得。冷清秋的声音越来越小，身影也已经化作一道流光，冲进了密室深处。还有，这几天别来烦我，为师要闭关稳固境界。砰！石门重重关上，紧接着里面传来了几道复杂的禁制落锁声，仿佛是在防贼。师尊这是害羞了呀！苏浪把玩着手中还带着体温的令牌，放到鼻尖，深吸了一口气，一脸陶醉。奶香味的，师尊果然是极品。叮！恭喜宿主完成选项 C 反向调戏，奖励已发放身法进阶卡 X1，以自动强化封神腿至大圆满。冷清秋好感度+5，当前25/100，状态又爱又恨。系统提示：由于刚才师尊赠送令牌时附带了浓烈的情绪，羞涩，令牌已自动转化为羁绊性物，佩戴此令牌修炼，灵气吸收速度提升50%，这就大圆满了。苏浪感觉双腿一热，一股清灵之气贯通涌泉穴。如果说之前他的速度像风，那现在他感觉自己就是风本身。别说金丹期，就算是元婴期大能想要抓他，恐怕也得费点功夫。灵雾温泉，苏浪看着令牌，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刚出了一身汗，正好去洗洗，顺便试试这封神腿。灵雾温泉，玄印宗的修炼圣地，这里引的是地底万年灵脉的活水，常年云雾缭绕，不仅能洗精伐髓，还能滋养神魂。苏浪手里拿着峰主的亲传令，一路畅通无阻，直接来到了温泉的最深处，那是只有长老级别才能享用的天际池。
这里四周是一片茂密的紫竹林，云雾比外面浓郁了数倍，视线只能看清5米内的景物，简直是天然的作案现场。这就是天极池，果然够隐蔽，够刺激。苏浪3下5除2把自己扒了个精光，正准备跳下去享受一番，突然系统的警报声在他脑海中炸响。叮！检测到前方10米处有高危能量反应，检测到极品美女出没，颜值评分99分，警告目标极度危险，建议宿主立刻冲上去。极品美女。苏浪刚迈出去的脚瞬间收了回来，99分。要知道师尊冷清秋那种级别的也才评分98加，这个99分是什么概念？他屏住呼吸，运转封神腿大圆满带来的隐秘效果，像一只幽灵般拨开了前方的竹叶。前方一块光滑的青石上，正坐着一个身穿前粉色薄纱裙的少女。少女看起来不过16、17岁模样，五官精致的像个瓷娃娃，特别是那一双桃花眼，即便是在发呆，也仿佛含着一汪春水，勾魂摄魄。她此时正赤着双足踢着池水，晶莹的水珠顺着她的小腿滑落，画面美得让人窒息。最要命的是，她身上的纱裙湿了大半，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虽不夸张但绝对完美的曲线，透着一股子纯欲到了极致的味道。目标扫描完成，姓名姬红叶，身份合欢宗圣女，伪装身份外门弟子，境界金丹初期，伪装境界具气境5重，当前状态媚骨天成，副作用发作中，急需阳气压制，特殊体质天生媚骨，不仅能吸人修为，还是顶级的双修顶炉。合欢宗圣女，那个专门吸干男人的魔门。苏浪心中一惊，随即狂喜，送上门的经验包啊！如果是普通修士遇到合欢宗妖女，恐怕早就吓得腿软了，毕竟被吸干变成人干的传说太恐怖。但苏浪是谁？他可是有系统的挂逼。系统，他的吸取能力对我有用吗？叮，本系统为至尊红颜羁绊系统，等级碾压一切花里胡哨的媚术，他吸不动宿主，反而会被宿主反向掠夺情绪值和修为。妥了，苏浪嘿嘿一笑，整理了一下发型，然后故意弄出一点动静，踩断了一根枯枝，咔嚓。谁？少女猛地回头，眼神瞬间变得凌厉无比，但在看到苏浪的一瞬间，那股杀意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楚楚可怜的惊慌。呀，这位师兄，你是谁？这里不是只有我有令牌吗？姬红叶缩了缩身子，双手抱膝，尽量遮住自己美好的曲线，那腹怯生生的模样，足以激起任何男人的保护欲和施虐欲。他心中却是冷笑连连，正愁体内魅毒发作难受，找不到宣泄口，没想到老天这就送来了一个药引子。虽然这个男人看起来只有具气劲，但胜在长得俊俏，而且那一身精壮的肌肉吸起来应该口感不错。师妹别怕，我是瑶光峰苏浪。苏浪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极其自然地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条大裤衩穿上，然后一步步向姬红叶走去。原来是苏师兄。姬红叶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粉色光芒。苏师兄，人家的脚好像扭到了，好疼呀，你能帮我看看吗？说着，他轻轻抬起那只晶莹剔透的玉足，脚踝处果然有一处微微的红肿。他故意将裙摆稍稍拉高了一些，露出更多雪白的肌肤。哎呀，师妹怎么这么不小心？苏浪一脸焦急地冲了过去，半跪在姬红叶面前，一把就握住了那只足以让足控当场暴毙的小脚。叮，检测到对方正在释放天魔魅术，系统自动防御开启，反向转化开始，修为点加100，加100，加100。师兄，姬红叶刚想运转功法吸取苏浪的精气，却突然感觉一股霸道无比的热流直冲而上啊！那种感觉太奇怪了。师妹，你这脚伤得不轻啊，肿块都有些发硬了。苏浪一脸震惊，大拇指精准地按在他的脚底，狠狠一揉。师兄学过推拿，这就帮你疏通一下经络，忍着点，可能会有点胀。别按那里，我有。我不疼了。师兄快放手！姬红叶慌了，彻底慌了。她可是合欢宗圣女啊，越男无数，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可这个只有具气劲的小子，怎么手法如此诡异？他感觉自己体内的真气变得不受控制，全都在欢呼雀跃的向着那只大手涌去，就像是那是他们渴望已久的归宿。别动，这可是治疗的关键时刻。苏浪哪里肯放手，他另一只手也没闲着，顺势搭上了姬红叶的小腿肚。师妹，你的皮肤怎么这么烫？是不是发烧了？来，师兄帮你检查一下身体。你无耻！姬红叶美眸含泪，她是真的想哭了。平时都是她调戏别人，今天怎么反过来被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家伙给调戏了？而且最可怕的是，她发现自己竟然推不开他，只要那个男人的手贴在自己身上，她就浑身发软，只能任由那股滚烫的热流在她体内肆虐。师妹，这就冤枉我了，我是看你媚毒，哦不，看你虚火旺盛，特意帮你去火呢。苏浪凑近姬红叶那张精致的小脸，两人鼻尖几乎相触，他能清晰地看到对方瞳孔中倒映出的自己那张坏笑的脸。你知道他看出了自己中了媚毒？不可能，他的伪装连元婴期长老都看不透，这个巨气劲的小子怎么可能？嘘！苏浪伸出食指，轻轻按在了他柔软的红唇上，打断了他的惊呼。师妹，咱们做个交易吧。苏浪眼中的笑意更浓了，那是一种吃定了对方的眼神。你的媚术似乎有点漏气，
刚才要不是师兄我帮你堵住，你现在恐怕已经控制不住当场脱衣服跳舞了吧？如果你不想让整个玄印宗的人都看到合欢宗圣女在这里跳脱衣舞。苏浪的手指顺着她的脸颊滑落，轻轻勾起她下巴，声音低沉而充满诱惑。那就乖乖听话，让师兄好好帮你堵一下漏洞。叮！检测到姬红叶心态崩坏、羞耻、震惊、恐惧、掉落物品、天阶媚术、欢喜禅、残卷，修为点加1000。恭喜宿主，境界突破至聚气境5重。堵一下漏洞。姬红叶的大脑出现了短暂的宕机。身为合欢宗圣女，她自幼修习媚术，对于男女之事虽然并未实战过，但理论知识丰富的足以写出一本3000界风流考。哪怕是那些正道的老古董，在她面前或是满口仁义道德，或是暗地里流着哈喇子，可从未有一个人把如此虎狼之词说的这般清新脱俗，甚至还带着一种我在为你着想的正义感。特别是那根抵在她唇瓣上的手指，不但没有移开，反而顺势轻轻摩挲着她那饱满的下唇，指腹上粗糙的纹理带起一阵触电般的战栗。怎么，师妹不愿意？苏浪眉毛一挑，眼神中的笑意逐渐变得危险。既然师妹讳疾忌医，那师兄也不勉强，只是可惜了，这媚毒反噬若是爆发出来，不出半刻钟，师妹就会啧。说着，他做事要收回手，甚至站起身来大喊：大家快来看啊，这里有个女疯子要脱！不要！姬红叶吓得魂飞魄散，原本因为媚毒而潮红的脸颊瞬间煞白。她现在的身体状况，她自己最清楚。她苦修多年的媚气，如今失控反噬，如果得不到疏导，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若是真在这里出了丑，别说潜伏任务，她这辈子都别想再修真界魂了。我治，师兄帮我！姬红叶带着哭腔，伸出那双软弱无力的小手，死死抓住了苏浪的衣角。这就对了吗？师妹要乖。苏浪满意地点了点头，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灿烂无比，像极了诱拐小白兔的大灰狼。他反手握住姬红叶的手腕，稍一用力，便将这位身体瘫软的魔教圣女拉到了身前。此时两人都身处温泉池畔的青石之上，四周紫竹林立，云雾缭绕。姬红叶身上的粉色薄纱裙本就湿透了，此刻紧紧贴在她曼妙的娇躯上，勾勒出那一抹惊心动魄的弧度。师兄，我们要怎么治？姬红叶颤声问道，那双原本勾魂摄魄的桃花眼中，此刻满是羞耻的水雾。简单，你的媚术是因为功法运转出了岔子，导致阴阳失衡，虚火上涌。苏浪一本正经地胡扯着，右手却已经毫不客气地覆盖上了他平坦紧致的小腹，那是丹田气海的所在，也是修真者最敏感最私密的命门。在苏浪手掌触碰的一瞬间，姬红叶整个人剧烈一颤，修长的脖颈猛地后仰，发出一声令人脸红心跳的鼻音。滚烫炽热！苏浪的手掌仿佛带着某种奇异的魔力，那种热度透过湿漉漉的纱裙，直接烙印在了他的肌肤上，甚至渗透进了他的丹田里。叮！检测到关键部位接触丹田敏感度，系统正在全功率运转，开始通过双修转化功能抽取目标体内暴走的媚气。修为点加200，获得特殊属性加成，精神力加5。爽！苏浪心里乐开了花，这哪里是在治病，这分明是在这人形充电宝上插了根快充线啊！而且这手感真不愧是练过媚术的，肌肤简直嫩得能掐出水来。师妹，气沉丹田，不要抗拒师兄的灵力。苏浪声音低沉沙哑，另一只手也没闲着，顺着姬红叶光洁的脊背缓缓上滑，每经过一个穴位就轻轻按压一下。这里堵住了，这里也不通啊，那里好酸。姬红叶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原本在她体内肆虐的痛苦热流，竟然真的在苏浪的引导下变得温顺起来，甚至转化成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异快感。那种快感顺着脊椎爬升，让她浑身酥麻，脚趾紧紧扣住身下的青石，原本紧绷的理智防线正在一点点崩塌。她可是要采捕别人的魔女啊，怎么现在反而像是被人采捕了一样？师兄，灵力流转得太快了。姬红叶面色潮红，眼神迷离地望着苏浪，那妇人君采撷的模样，足以让圣人破戒。男人不能说不行，女人也不能说太快。苏浪坏笑一声，突然加大了力度。师妹，这是最后一步，要把最深处的毒素逼出来。叮！触发暴击吸取，目标处于失神状态，掠夺成功，获得玄阶极品媚术战技红鸾心动大圆满。注：此技能可让人在瞬间对指定目标产生极强的好感与依赖。恭喜宿主，境界突破至聚气境6重！恭喜宿主，境界突破至聚气境7重！连升2级。随着最后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入体内，苏浪只觉得浑身毛孔舒张，而对面的姬红叶则是娇躯猛地一僵，随后彻底失去了所有的力气，软绵绵地瘫倒在苏浪的怀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神涣散。他感觉自己被掏空了。呼，这就是治疗吗？过了许久，姬红叶才找回了一丝意识，虚弱地问道。虽然累得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但他惊讶地发现，困扰他许久的媚毒反噬竟然真的暂时消失了，而且体内原本驳杂的媚气也变得纯净无比。这个男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明明只是聚气境，手段却如此通天。当然是治疗，师兄我可是正经人，童叟无欺。苏浪此时也是神清气爽，
他极其自然地搂着怀里软玉温香的娇躯，根本没有放手的意思，反而手指无意识地卷着姬红叶的一缕湿发把玩着。怎么样，师妹现在是不是感觉通体舒泰，神清气爽？姬红叶发现根本挣不开，只能羞愤地把脸埋在苏浪的胸口，闷声道：“多谢师兄，既然治好了，那你能不能先放开我？”放开？那可不行。苏浪摇了摇头，语气突然变得玩味起来：“师妹啊，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我帮你治好了病，诊金还没算呢。”姬红叶身子一僵，抬起头警惕地看着他：“你想要什么？我有零食，还有丹药，谈钱多伤感情啊。”苏浪伸出手指，再次轻轻点在他的鼻尖上：“以后每隔3天，你要向我汇报一次魔教的动向，而且如果有修行上的疑难杂症，必须第一时间来找师兄我治疗，不许找别人，懂吗？这哪里是找内线，这分明是圈养。你做梦，我可是圣女。”姬红叶刚想炸毛：“哦，圣女啊！”苏浪慢悠悠地从怀里掏出一块流影石，在手里抛了抛。刚才治疗的过程太过精彩，师兄我忍不住用流影石记录了一下，师妹那叫声真是听得人心都要酥了。要是这段影像传回魔教，或者传遍正道，你无耻下流卑鄙！姬红叶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堂堂魔教小魔女，今天竟然栽在了一个无名小卒手里，而且还栽得这么彻底。骂吧，打是亲骂是爱，苏浪毫不在意，反而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重亲了一口。这是盖章，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记住了，叫主人。哦不，还是叫师兄比较有情趣。姬红叶捂着额头，整个人都傻了，他竟然敢亲本圣女。就在姬红叶处于极度震惊和羞愤交加，甚至有点想咬人的时候，紫竹林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听说瑶光峰苏浪拿着封主令牌来了天极池。哼，那个废物凭什么进天极池？走，我们去看看。有人来了。姬红叶脸色大变，他现在这副模样，要是被人看到，那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有人来了，怎么办？姬红叶慌乱地看向苏浪，苏浪却是淡定无比，他一把拦住姬红叶的细腰，将她往身后的温泉水里一按，扑通，水花四溅，躲在水里别出来，看师兄给你表演个大变活人。苏浪迅速穿好衣服，整理了一下仪容，然后大马金刀地坐在青石上，手里还拿着那块紫金色的瑶光令。下一秒，几个穿着天书峰服饰的弟子气势汹汹地拨开竹叶闯了进来。苏浪，果然是你！领头的一个弟子满脸横肉，指着苏浪喝道：“这天极池乃是宗门重地，你一个废物也配在这里享用？还不快滚下来！”苏浪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低头看着面前清澈的泉水。水面下，姬红叶正闭着气躲在里面，因为角度原因，苏浪能清晰地看到水下那曼妙的曲线，以及那一双正死死盯着他的幽怨大眼睛。他心中恶趣味顿生，既然要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苏浪不动声色地脱下了鞋袜，将那双脚缓缓伸进了水里。水下的姬红叶看到那一双大脚伸下来，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一只脚踩在了他的胸口上。水面上冒出几个细小的气泡，苏浪脸上却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对着那几个气势汹汹的弟子淡淡一笑：“几位师兄火气这么大，要不要下来一起洗洗？”3个身穿天书峰服饰的弟子成品自行站立，领头的一人身材魁梧，满脸横肉，正是天书峰的外门一霸，名为王猛。此人有着聚气境7重的修为，平日里仗着跟赵无极魂，没少在宗门里作威作福。此刻，这3人正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盯着苏浪。一起洗洗。王猛冷笑一声，手中的长剑挽了个剑花，带起一阵凛冽的寒风。苏浪，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吧？这里可是天极池，若是被执法堂知道你擅闯禁地，轻则废除修为，重则逐出宗门。识相的，赶紧跪下来磕3个响头，然后从这里爬出去。或许爷心情好，还能当没看见。面对王猛的叫嚣，苏浪不仅没有丝毫慌乱，反而舒服地向后仰了仰身子，双手撑在身后的青石上，摆出了一个极其惬意的姿势。磕头，爬出去。苏浪视线看似随意地扫过面前平静的水面，实际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别人看不见的水下风景上。此时此刻，清澈温暖的泉水中，合欢宗圣女姬红叶正闭着气，她那原本就湿透的薄纱裙在水中随着波纹荡漾，如梦似幻地缠绕在她雪白的肌肤上，长发如海藻般散开。那张精致绝伦的小脸上写满了羞愤与紧张，而最要命的是，那只脚并不老实。水面上极其细微地冒出了几个小气泡。姬红叶死死瞪大了眼睛，隔着荡漾的水波看着岸上那个一脸道貌岸然的男人。这个混蛋竟然用脚羞辱她堂堂圣女，而且为什么她体内的真气又开始有些不听话的躁动起来了？叮，水下互动持续中，检测到接触部位极品胸怀，敏感度，目标情绪极度复杂，羞耻、愤怒、莫名的刺激感，奖励暴击，修为点加300，加300，加300。听着脑海中悦耳的提示音，苏浪嘴角的笑意更深了。王师兄，你说让我爬出去？苏浪漫不经心地动了动脚趾。不过很不巧，师弟我今天腿脚有点不方便，恐怕不能爬。既然你不识抬举，那就别怪师兄替赵师兄教训你了。王猛眼中凶光一闪，
听说这小子早上还让赵师兄吃了瘪，正好借此机会讨好赵无极。上，把这小子给我扔进蛇窟里去！随着王猛一声令下，身后的2名跟班立刻狞笑着扑了上来。这2人也都有具气境6重的修为，左右夹击，拳风呼啸，显然是动了真格的。小心啊！水下的姬红叶看到这一幕，心中竟然下意识地闪过一丝担忧。虽然他恨不得咬死苏浪，但毕竟2人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是苏浪被打败了，他躲在水里的事肯定也会曝光。然而下一秒，他的担忧就变成了震惊。苏浪坐在青石上纹丝不动，就在那2个跟班的拳头即将砸到他脸上的瞬间，他放在身侧的右手突然动了。他极其随意地向着身前的温泉水面猛地一拍，哗啦！原本平静温和的泉水在这一瞬间仿佛被注入了狂暴的龙魂。封神腿第3式暴雨狂风。苏浪将封神腿的劲力完美地融合在了这一掌之中，刹那间数十道水柱如利剑般冲天而起，每一滴水珠都被裹挟着凌厉的劲风化作了无坚不摧的暗器。砰砰砰！凄厉的惨叫声响起，那2个扑上来的跟班还没碰到苏浪的衣角，就被这漫天的水箭射成了筛子。虽然苏浪手下留情没要他们的命，但那强劲的冲击力直接将他们身上的衣服炸裂开来。2个人倒飞而出，重重地砸进了后方的紫竹林里，半天爬不起来。正准备看好戏的王猛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一巴掌拍水就把2个具气境6重的秒了。看来你们也不太惊喜啊！苏浪收回手，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地甩了甩手上的水珠，一脸嫌弃。现在的年轻人身体素质真差。说着，他水下的那只脚似乎是为了庆祝胜利，又在姬红叶的胸口上恶意地蹭了蹭。咕噜噜！这一次姬红叶再也忍不住了，羞耻，太羞耻了！这个混蛋竟然一边打架一边还在玩弄他。他在水下猛地张开樱桃小口，一口狠狠咬在了苏浪的脚踝上。嘶！苏浪脸上的笑容猛地一僵，那酸爽的感觉差点让他当场跳起来。苏浪，你死定了！王猛虽然震惊，但他毕竟是具气境7重，而且此时已经骑虎难下。他怒吼一声，体内灵力疯狂运转，手中的长剑泛起一层青色的光芒，青云剑诀断流。这一剑带着斩断流水的威势，直取苏浪的眉心。他不信苏浪坐在那里不动还能接下他这一剑，真烦人！没看到我正忙着吗？苏浪忍着脚踝处传来的那又痛又麻的奇异触感，眉头微皱，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他现在确实很忙。水下那个小妖女不仅咬着他不放，2只小手还抱住了他的小腿，似乎想把他拽下水去同归于尽。这种时候还要应付这个大块头，确实有点分身乏术。既然如此，那就速战速决。红鸾心动，魅惑之瞳。苏浪双眼猛地亮起一道诡异的粉色光芒，这是刚刚从姬红叶那里白嫖来的技能，虽然是个残缺版，只能对付境界不高于自己的人，但用来对付一个心智不坚的具气境绰绰有余。正处于冲刺状态的王猛视线刚好与苏浪那双妖异的粉色眸子对上，王猛只觉得脑海中一阵轰鸣，眼前的景象瞬间变了。王师兄快来啊，人家等你好久了。美人！王猛原本凶神恶煞的表情瞬间变得呆滞，随后涌上一股痴汉般的傻笑，手中的长剑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张开双臂，撅着嘴，做出了一个极其猥琐的求抱抱姿势，朝着苏浪身旁的一根粗大的紫竹扑了过去。嘿嘿嘿，美人，亲一个，木马！在苏浪嫌弃的目光中，王猛一把抱住那根紫竹，在那粗糙的竹皮上疯狂猛亲。咦，真恶心！苏浪搓了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看来这就是红鸾心动的效果，有点变态啊。苏浪摸了摸下巴，对这个新技能表示非常满意。他从怀里掏出那块紫金色的瑶光令，直接扔到了正在疯狂输出竹子的王猛脚边。当啷，清脆的金属撞击声让陷入幻境的王猛稍微清醒了一点。他迷迷糊糊的低头一看，当看到那个刻着瑶光2字的令牌时，整个人瞬间像是被浇了一桶冰水，彻底从幻境中吓醒了。亲传令！王猛浑身颤抖，脸色惨白如纸。剑令如见封主，持有此令者，在瑶光峰的地位等同于长老亲临。他刚才竟然想杀一个手持亲传令的人，而且这令牌上还残留着冷清秋那恐怖的元婴威压。完了，踢到铁板了！王猛看着依然坐在那里似笑非笑的苏浪，又看了看自己刚才疯狂亲吻的那根竹子，只觉得人生一片灰暗。还不滚，是想留下来给这竹子生个孩子吗？苏浪冷冷地说道。滚，我这就滚！王猛哪里还敢停留，连滚带爬地拽起那2个昏迷的跟班，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出了紫竹林。苏浪长舒了一口气，轻轻拍了拍水，出来吧，人都走了，还想在下面咬多久？虽然我很享受这种足浴服务，但咬破了可是要赔钱的。哗啦，水花翻涌，姬红叶猛地从水里钻了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她此刻的样子简直诱人到了极点，湿漉漉的长发紧紧贴在脸颊和脖颈上，那张原本白皙的小脸因为长时间憋气和羞愤长得通红，一双美眸中含着盈盈水光，不知道是被呛的还是被气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剧烈起伏的胸口，上面似乎还隐约残留着一个淡淡的脚印红痕。苏浪，我要杀了你！姬红叶刚一喘匀气，就张牙舞爪地扑了上来，
那架势简直恨不得把苏浪生吞活剥了。她堂堂圣女，哪怕是在魔教内部，也是被人捧在手心里的存在。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被人踩着胸口踩了半天。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哦，不对，你刚才已经动口了。苏浪眼疾手快，一把按住他光洁的脑门，利用手长的优势将他死死抵在一臂之外。师妹，做人要讲良心，刚才要不是我把你藏在水里，你现在可就被那3个大汉围观了。你不以身相许就算了，怎么还恩将仇报呢？你那叫藏吗？你那是羞辱。姬红叶2只小手在空中乱挥，却怎么也够不到苏浪，气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好了，别闹了。苏浪突然收起嬉皮笑脸，指了指他的胸口。师妹，虽然我很想继续跟你深入交流，但你再不运功把衣服弄干，执法堂恐怕就要到了。姬红叶一惊，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此时的状态依然是半透明诱惑版。哼！他狠狠瞪了苏浪一眼，体表粉色灵光一闪，瞬间将衣物烘干，恢复了那副清纯可人的外门弟子打扮。今天的屈辱，本圣我姬红叶记下了。说完，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浪，眼神复杂至极。苏浪，你给我等着，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跪在我的石榴裙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留下一句毫无威慑力的狠话，姬红叶身形一闪，化作一道粉色流光，消失在竹林深处。那逃跑的背影怎么看都有些狼狈。这丫头脾气真大。苏浪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第一步计划通吃正魔2道达成，不过刚才那脚感确实不错。苏浪回味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成功击退强敌并调教魔女，完成隐藏成就祖佑逢源，奖励结算修为点加500，气血加200。特殊道具师尊的梦境钥匙 X1。注：使用此钥匙可在他入睡时潜入其梦境，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灵魂交流。梦境钥匙。苏浪眼睛瞬间亮得吓人，那岂不是说今晚又能加班了？师尊，弟子来帮您检查梦境了。苏浪吹了个响亮的口哨，重新跳进温泉里。这一次是真的打算好好洗个澡，为晚上的梦境大冒险做准备了。与此同时，瑶光峰主殿密室内，正在盘膝打坐的冷清秋突然没来由的打了个寒战，绝美的脸上露出一丝困惑。奇怪，寒毒明明已经解了，为何还会有一种被脏东西盯上的感觉？夜色如墨，瑶光峰上只有偶尔传来的虫鸣和远处瀑布的轰鸣声。苏浪并没有像其他弟子那样勤奋修炼，而是早早的回到了自己的洞府，并且开启了防御阵法，还在门口挂了个闭关勿扰的牌子。开玩笑，修炼哪有开挂爽？他盘坐在石床上，掌心中静静躺着那枚散发着悠悠粉色光芒的梦境钥匙。这钥匙造型奇特，顶端是一颗爱心形状的水晶，握在手里还有一种温热的触感，仿佛是活物一般在微微跳动。师尊的梦境啊！苏浪喉结滚动了一下，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白天冷清秋那副衣衫半解、满脸潮红的诱人模样。现实中的师尊虽然偶尔会流露出小女人的娇羞，但大多数时候还是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冰山女神。再过分一点，说不定真会被他一掌拍死。但是在梦里就不一样了，梦境那是潜意识的投影，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真实、最没有防备的地方。嘿嘿，师尊，既然你不让我在外面检查身体，那我就只能去梦里跟你深入交流了。苏浪坏笑一声，毫不犹豫地将灵力注入手中的钥匙。嗡！粉色水晶瞬间爆发出璀璨的光芒，化作一道漩涡，将苏浪的神魂瞬间吸入其中。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当苏浪再次睁开眼时，周围的景象已经完全变了。这里不再是冰冷的石室，而是一座极尽奢华与暧昧的粉色宫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腻到让人心醉的香气，四周挂满了粉色的轻纱帷幔，随着微风轻轻飘荡。地上铺着厚厚的白色兽皮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而在大殿的中央摆放着一张巨大无比的云床，这是师尊的梦境。苏浪目瞪口呆，他原本以为像冷清秋这种修炼寒冰功法的冰山美人，梦境应该是一片冰天雪地，或者是一座孤寂的寒宫，可眼前这场景简直就是古代帝王藏娇的金屋啊！看来师尊平日里压抑的太狠了，内心深处其实极其渴望温暖和某种不可描述的浪漫。热，好热！就在这时，那层层叠叠的帷幔深处传来了一道压抑着痛苦与渴望的娇吟声，那声音熟悉无比，却又比白天更加软糯，更加肆无忌惮。苏浪心中一跳，连忙轻手轻脚地拨开帷幔走了进去。下一秒，他的呼吸猛地停滞了。只见那张巨大的云床之上，冷清秋正毫无形象地在上面翻滚着。此时的他哪里还有半点瑶光峰主的威严？他身上竟然穿着一件极其大胆的红色嫁衣，那嫁衣似乎是特制的，布料极少，大红色的丝绸紧紧包裹着他傲人的身段，开叉一直到了大腿根部。随着他的动作，那双修长笔直、白得晃眼的大长腿毫无保留地暴露在苏浪的视线中。最要命的是，他似乎觉得很热，两只纤手正无意识地拉扯着自己的衣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领口被他扯得大开，露出了那一片足以让佛陀动凡心的雪白腻色，以及那深不见底的沟壑。这是恨嫁。苏浪感觉鼻腔一阵温热，
差点当场喷血。师尊竟然在梦里想结婚，而且看着难受的样子，似乎还缺个新郎。是谁？似乎是察觉到了外人的气息，床上的冷清秋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他的眼神迷离涣散，眼角带着媚意横生的桃红，显然已经彻底沉沦在了梦境的潜意识中。当他看到站在床边的苏浪时，并没有露出惊讶或愤怒的表情，反而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伸出了那双如玉般的藕臂。你是谁？是心魔吗？冷清秋喃喃自语，声音软得像是一滩水。既然是心魔，那就过来帮帮我。心魔？苏浪一愣，随即心中狂喜。对啊，在修真者的认知里，梦境中出现的旖旎场景通常都是修炼时产生的心魔幻境。既然是幻境，那发生什么都是假的，都是考验。所以师尊这是把自己当成那是来乱他道心的心魔了。既然师尊这么给机会，那弟子要是拒绝，岂不是显得很不专业？苏浪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十分配合地压低了嗓音，装出一副蛊惑人心的语气。不错，我就是你内心深处最渴望最恐惧的心魔，美丽的仙子，你需要我怎么帮你？一边说着，他一边缓缓走向床边，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冷清秋的心跳上。我身上好痒，好空虚。冷清秋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在梦境逻辑的支配下，他只想摆脱那种深入骨髓的空虚感。他主动抓住了苏浪的手，猛地用力将他拉倒在自己身上。扑通，苏浪整个人直接扑进了那团香软的温玉满怀之中，鼻尖充斥着他身上那股浓郁的幽香，脸颊更是直接贴在了那惊人的柔软之上，那种触感比现实中隔着衣服按压要刺激10000倍。被苏浪这么一压，冷清秋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喟叹，双腿更是像八爪鱼一样下意识地缠上了苏浪的腰，整个人如同水蛇般在他怀里扭动摩擦。你的身体好凉快，好舒服。冷清秋闭着眼，一脸享受地在苏浪胸口蹭着，那副贪婪的模样就像是久旱逢甘霖。定，梦境互动达成，检测到接触面积90%。由于处于梦境状态，目标防御心理降至最低，获得双倍灵魂羁绊值，羁绊值加500。当前关系心魔劫，极度暧昧，获得特殊奖励神魂滋养，宿主的灵魂强度提升1倍。爽！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爽，更是灵魂上的战力。苏浪能清晰地感觉到，随着两人的接触，一股精纯无比的魂力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识海，壮大着他的精神力。这哪里是心魔劫，这分明是发福力啊！既然觉得舒服，那要不要更舒服一点？苏浪此时也有些上头了，他看着身下这张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看着那微微张开吐气如兰的红唇，心中的野兽彻底觉醒。反正是在梦里，又不犯法，更舒服。冷清秋迷离地望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渴望。可以吗？心魔不是都要吃人的吗？我不吃人，我只吃别的。苏浪坏笑一声，大手极其霸道地探入了那红色的嫁衣之中。啊！冷清秋猛地扬起下巴，如天鹅濒死般发出一声高亢的尖叫，身体剧烈颤抖，双手死死抓住了苏浪的肩膀，指甲几乎嵌入了他的肉里。那是……嘘，别说话，用心感受。苏浪低下头，一口含住了他精致小巧的耳垂，舌尖轻轻挑逗着。在这个梦里，没有什么瑶光风烛，也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你只是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而我是你唯一的主人。苏浪的话语如同魔咒，一遍遍冲刷着冷清秋残存的理智。主人。冷清秋眼神迷茫了一瞬，随即像是打开了某种奇怪的开关。在现实中，她是高高在上的女王，但在潜意识的梦境里，在那被压抑的另一面，她似乎并不排斥这种被征服的感觉。主人，轻点。这一声主人喊得苏浪骨头都酥了，他感觉自己现在的战斗力直接爆表，别说金丹期，就是化神期来了他也敢硬刚。真乖。苏浪奖赏般的在他唇角亲了一口，手上的动作更加放肆，开始在那完美的娇躯上四处点火。既然叫了主人，那就要听话，张开。冷清秋羞耻的满脸通红，紧闭着双眼，睫毛颤抖个不停，但身体却极其顺从的照做了。那红色的嫁衣下是最极致的风景。苏浪看着眼前这一幕，感觉自己作为男人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谁能想到，那个在宗门大殿上冷若冰霜，一个眼神就能吓退无数追求者的冰魄仙子，此刻竟然在他的身下乖巧的像一只求欢的小猫咪。这梦境要是简直是神器啊！苏浪心中感叹，正准备进行下一步的深度探索，突然冷清秋的身体猛地一僵，随后开始剧烈发烫。不对！冷清秋猛地睁开眼，原本迷离的眼神中突然闪过一丝挣扎的清明。这种感觉太真实了，根本不像是幻境。心魔幻境虽然逼真，但触感往往是虚幻的。可现在苏浪带给他的感觉太强烈了，那种从灵魂深处泛起的酥麻和快感，甚至比白天解毒时还要清晰100倍。你是谁？你不是心魔！冷清秋突然惊恐地大叫起来，虽然身体还在本能的迎合，但他的神魂已经开始剧烈波动，整个粉色宫殿开始出现了裂痕，仿佛随时都要崩塌。不好，要醒了！苏浪心中一惊，如果让师尊在梦里认出自己，那等他醒来，自己怕是要被打断第3条腿。必须稳住！我当然不是心魔！
苏浪脑子转得飞快，不仅没有慌张，反而突然变得无比深情。他捧住冷清秋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强行与他对视，眼中满是化不开的温柔。我是你未来的夫君啊，傻瓜，我们已经成亲了，今晚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你忘了吗？夫君。冷清秋被这突如其来的深情告白给整懵了，梦境的逻辑再次占据了上风。看着周围的大红帷幔，看着自己身上的嫁衣，再看看眼前这个英俊潇洒、眼神拉丝的男人，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原来我已经成亲了吗？冷清秋眼中的清明再次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名为幸福的傻笑。对不起，夫君，我刚才睡糊涂了。没关系，为夫会让你清醒过来的。苏浪松了口气，暗道好险，既然剧情已经被掰到了洞房花烛，那就不客气了。他再次俯身，这一次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吻上了那两片诱人已久的红唇。冷清秋瞪大了眼睛，随即慢慢闭上，双手笨拙而热烈地回应着，两条手臂死死搂住了苏浪的脖子，仿佛要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这个吻，天雷勾动地火，在这梦境世界中，两人的灵魂毫无保留地交融在一起。达成成就，梦中定情，灵魂契合度达到100%，恭喜宿主获得特殊体质奖励纯阳圣体初级。警告，由于灵魂交融过于激烈，梦境空间即将无法承受，请宿主在30秒内撤离，否则将随梦境一起破碎。系统的警报声像是催命符一样响起。靠，关键时刻掉链子。苏浪依依不舍地松开那已被吻得红肿的唇瓣，看着身下眼神迷离，满脸期待等待下一步的冷清秋，心中那叫一个恨啊，就差最后一步了呀。夫君，怎么了？继续啊。冷清秋拉着他的衣领，媚眼如丝地催促着，声音里带着浓浓的不满。娘子，良宵苦短，但天要亮了。苏浪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体内的邪火，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乖，等下次为夫一定会保你。说完，他不再犹豫，神魂化作一道流光，强行冲出了即将崩塌的梦境。不要，别走，夫君！身后传来冷清秋撕心裂肺的呼唤声，听得苏浪心都要碎了。现实世界，瑶光峰主殿，夫君！一声惊呼猛地划破寂静的黑夜。密室中正在打坐的冷清秋猛地睁开双眼，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都被香汗湿透了。他剧烈地喘息着，胸口剧烈起伏，那件单薄的道袍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完美的曲线。是梦。冷清秋眼神有些恍惚，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那里似乎还残留着那种滚烫的触感，还有那种直击灵魂的酥麻。那个男人是谁？他捂着自己狂跳不止的心脏，脸色红得像火烧云。虽然梦里的那张脸有些模糊，但那种气息，那种霸道中带着温柔的感觉，竟然让他该死地怀念。特别是最后那个吻，让他这颗沉寂了100年的道心，此刻竟然如同小鹿乱撞般平静不下来。难不成我真的想男人了？冷清秋羞耻地咬着下唇，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那因为某种反应而有些异样的身体，羞愤欲绝地将脸埋进了双膝之间。太丢人了，冷清秋啊，冷清秋，你可是元婴老祖，怎么能做这种春梦？而且为什么那个男人的气息感觉有点像那个孽徒？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他狠狠掐灭了。不可能，那个孽徒只是个小屁孩，怎么可能有那种让人腿软的霸道气势？肯定是错觉，对，一定是最近被他气昏了头。就在这时，阿嚏！不远处的偏殿洞府里，刚刚回归肉身的苏浪狠狠打了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看了一眼窗外微亮的天色，又看了看自己那此时正处于擎天一柱状态的身体，露出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笑容。师尊这梦境劲儿真大呀，看来今天这晨练是没法做了。苏浪盘膝坐好，感受着体内刚刚觉醒的纯阳圣体带来的磅礴力量。纯阳圣体再加上师尊的好感度，半个月后的宗门大比。苏浪眼中金光爆闪，赵无极还有那个什么天书峰，你们准备好迎接这来自 LSP 的愤怒了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瑶光峰上，驱散了昨夜的几分凉意。咔嚓，苏浪推开洞府的石门，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该去看看师尊起床了没。苏浪整理了一下衣襟，嘴角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坏笑，迈步向主殿走去。刚走到主殿门口的广场上，就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正从偏殿走出来。冷清秋，今天的他换上了一袭极其保守的高领道袍，领口扣到了最上面一颗，将那修长的天鹅颈遮得严严实实，甚至还特意披了一件厚厚的雪狐披风。但这依然遮掩不住他那绝世的风姿，反而因为这层层叠叠的包裹，更让人产生一种想要一层层剥开的破坏欲。只是苏浪敏锐地发现，平日里走路带风步步生莲的师尊，今天的步态竟然有些虚浮，每走一步，他的双腿似乎都在微微打颤，时不时还要伸手扶一下旁边的汉白玉栏杆。师尊早啊！苏浪眼珠一转，立刻换上一副关切的表情，快步迎了上去。听到这个声音，正在下台阶的冷清秋娇躯猛地一僵，脚下一个踉跄，差点当场踩空。哎呀，师尊小心！苏浪眼疾手快，一个闪身冲到他身旁，原臂一伸，极其自然地揽住了他那盈盈一握的纤腰，入手之处软弹惊人。
即便隔着厚厚的道袍，苏浪依然能感觉到那细腻的腰线在自己的掌心中微微颤抖。你放开！冷清秋像是触电了一般，慌乱的想要推开苏浪，但是熟悉的气息传来，让他分了神。那是纯阳之气。昨晚梦境中那种被这种气息支配的恐惧和快乐瞬间涌上心头，他的脸疼的一下红透了，甚至连耳根都在发烫，不敢抬头看苏浪的眼睛，只能低着头用一种蚊那般的声音说道：叶图，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师尊，天地良心，弟子只是怕您摔着。苏浪不仅没放手，反而还得寸进尺的将他往怀里紧了紧，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到了负数，彼此的呼吸都清晰可闻。他低下头，凑到冷清秋那滚烫的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的问道：不过师尊，您堂元阴气大能，怎么走个路都腿软啊？难道是昨晚没睡好，还是做了什么特别累的运动？轰！冷清秋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昨晚梦里那个把他折腾的死去活来的夫君，以及最后那令人羞耻的求欢画面。最要命的是，眼前这个孽徒身上的味道跟梦里那个男人简直一模一样。闭嘴，不许说！冷清秋羞愤欲绝，猛地抬起头瞪着苏浪，美眸中水雾氤氲，咬着银牙道：昨晚为师只是在修炼神魂秘术，出了点小岔子而已。哦，神魂秘术啊！苏浪故意拖长了尾音，视线极其放肆的在他的俏脸和那因为羞愤而剧烈起伏的胸口上扫过。那这秘术的副作用还挺大的，看来以后弟子得经常帮师尊调理一下才行。你敢！冷清秋气得想打人，但身体却很诚实的软在苏浪怀里，那种浓郁的阳气让他体内的寒毒后遗症极其舒适，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想要就这样赖在他怀里不起来的冲动。定检测到冷清秋对宿主产生极度复杂的依赖情绪，羁绊值加200，当前好感度30-100，状态想打又想抱。触发特殊互动纯阳磁场，宿主此刻对冷清秋的吸引力提升1000%。既然系统都这么给力了，苏浪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师尊，您的手好凉。苏浪突然握住他按在自己胸口的那只手，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调戏，而是极其认真地输入了一缕精纯的纯阳灵气。冷清秋轻哼一声，那股暖流顺着掌心钻入经脉，瞬间抚平了他神魂中的躁动和疲惫。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变得正经且温柔的少年，他的心跳再次不争气低落了半拍。这孽徒有时候还挺贴心的。师尊，你也不想昨晚，可你也不想那神魂秘术出了岔子的事情被其他长老知道吧？苏浪突然话锋一转，脸上的温柔再次变成了那种欠揍的坏笑。如果被他们知道，高冷的瑶光封主竟然会在梦里……一只微凉的小手慌乱地捂住了他的嘴。别说了！冷清秋眼眶都红了，这哪里是徒弟，这简直是他的冤家债主。那有奖励吗？苏浪眨巴着眼睛示意。冷清秋读懂了他的眼神，羞愤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像是做贼一样左右看了看，确定周围没有其他弟子后，才飞快地从储物戒里掏出一本泛着金光的古籍，塞进了苏浪怀里。这是九转金身诀的残篇，拿去给本座闭嘴。说完，他猛地推开苏浪，红着脸冲进了主殿。这几天你去宗门广场把宗门大比的名给报了，别赖在风里烦我。砰！殿门再次紧闭。看着那落荒而逃的倩影，苏浪拿开捂在嘴上的手，忍不住放在鼻尖深深嗅了一口，真香。随后他拿起怀里的那本古籍看了一眼，九转金身诀，这可是传说中的天阶炼体功法，虽然是残篇，但也价值连城啊。师尊出手果然阔绰，看来以后的多去他梦里逛逛，这致富经部就来了吗？苏浪美滋滋的将功法收好，心情大好的哼着小曲，向着山下的宗门广场走去。玄印宗宗门广场作为方圆万里内最顶级的修仙宗门，今日的玄印宗格外热闹。半个月后的宗门大比，不仅关乎着弟子们的排名和资源分配，更是决定了谁能代表宗门进入后续开启的上古天宫秘境。因此，不管是外门还是内门，所有的弟子都在摩拳擦掌，报名处更是排起了长龙。听说了吗？天书峰的赵无极师兄放话了，这次大比他要拿第一，谁敢挡路就废了谁。切，赵师兄那是针对瑶光峰那个苏浪吧？听说昨天赵师兄在瑶光峰，裤腰带断了，丢了好大的人。嘘，小声点，你想死啊？赵师兄今天一大早就来了，脸色黑得像锅底，正在那边找人撒气呢。苏浪双手插兜，悠哉悠哉地走在人群中，凭借着那出众的颜值和那股懒散却自信的气质，引得周围不少女弟子频频侧目。这就是苏浪师兄吗？好帅呀！听说他是瑶光峰唯一的男弟子，肯定有过人之处。可惜了，得罪了赵无极，这次大比恐怕要惨了。苏浪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径直走向报名点。然而，就在他即将走到登记台的时候，一道如同铁塔般的身影挡住了他的去路。站住！一声暴喝如同平地惊雷，苏浪停下脚步，挡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高足有2.5米的巨汉，浑身肌肉如同花岗岩般隆起，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煞气。在他身后还站着几个天书峰的弟子，一个个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容。是蛮牛泰山，赵无极手下的小弟。完了，
这泰山可是去气境九重巅峰，力大无穷，据说能生司虎豹。苏浪被他拦住，不死也得脱层皮。周围的弟子见状，吓得纷纷后退，瞬间空出了一大片场地。泰山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苏浪，眼中满是轻蔑，瓮声瓮气的说道：“你就是苏浪，那个软饭男。赵师兄说了，这个报名点，狗与苏浪不得入内。”此话一出，全场死寂。苏浪挑了挑眉，不仅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一个十分灿烂的笑容。他上下打量了一眼泰山，然后又看了一眼不远处正坐在高台上冷笑的赵无极，摇了摇头叹息道：“哎，赵师兄还是这么沉不住气啊！昨天裤子掉了不够，今天这是又想把里子也丢了吗？”说完，他看向面前的泰山，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摇了摇：“大块头，我不喜欢跟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动手，容易拉低我的智商。我数3声，好狗不挡道，找死！”泰山勃然大怒，他最恨别人说他没脑子，给我趴下！轰！泰山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直接一拳轰出，拳头带着恐怖的风压，直奔苏浪的面门。周围的女弟子甚至吓得捂住了眼睛，不敢看接下来血肉模糊的画面。啪！一声清脆的响声，并非骨头碎裂的声音，而是手掌包裹住拳头的声音。全场瞬间鸦雀无声。苏浪依旧单手插兜，他仅仅是伸出了左手，五指张开，轻描淡写地接住了泰山那毁天灭地的一拳。那足以开山裂石的力量，在他掌心中仿佛泥牛入海，没有激起半点波澜。怎么可能？泰山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他感觉自己的拳头像是打在了一座巍峨的神山上，无论他如何用力，竟然都无法撼动对方分毫。力量不错，可惜有点虚。苏浪嘴角微扬，纯阳圣体在体内悄然运转。下一秒，一股恐怖到让人窒息的纯阳之力从他掌心爆发。跪下！苏浪轻喝一声，手腕轻轻往下一压，咔嚓！啊！伴随着骨骼错位的脆响和惨叫声，那个2.5米的巨汉如同被泰山压顶一般，双膝重重地跪在了地上，将坚硬的石板地面都砸出了2个大坑。我说过，好狗不挡道。苏浪松开手，嫌弃地拍了拍并没有灰尘的衣袖，在泰山痛苦的哀嚎声中，优雅地跨过他的身体，走向了已经呆若木鸡的登记长老姚光峰。苏浪报名，姚光峰，偏殿洞府内。苏浪赤裸着上半身，盘膝坐在石床之上，精壮完美的肌肉线条在夜明珠的柔光下散发着古铜般的质感。而在他对面，刚刚被迫随叫随到的姬红叶正气喘吁吁地瘫坐在地上，那张精致如瓷娃娃般的小脸上满是汗水。外门弟子服饰此刻有些凌乱，领口微敞，露出一抹细腻的桃红。半个时辰前，苏浪刚刚参悟了从师尊那里而来的九转金身诀残篇。这门天阶功法果然霸道，讲究的是破而后立，需要通过不断的外力打击来淬炼皮磨筋骨，再辅以至阳之气重塑精神。如果是普通人，只能去撞大树或者跳瀑布，苦逼的自虐。但苏浪是谁？他可是有着纯阳圣体和专属经验包的挂逼。于是还在外门做任务的姬红叶就被他一道传音符给召唤了过来，理由很充分，如果不来，就把昨天的刘影石在宗门广场循环播放3天3夜。喂，别装死啊！苏浪伸展了一下手臂，一脸不满地看着姬红叶，让你用尽全力打我，你是没吃饭吗？苏浪，你这个变态！姬红叶简直要疯了，他咬着银牙，从地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你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让我打你？他本以为这个无耻之徒又要对他做什么羞羞的事情，结果这家伙竟然脱了衣服，让他用灵力轰击他的身体。虽然这要求很贱，但正合他意。既然你想死，那本圣女就成全你。姬红叶美眸中闪过一丝狠厉，体内金丹中期的灵力疯狂运转。合欢掌，催心。这一次他没有使用媚术，而是实打实的杀招。粉色的灵力在掌心凝聚，化作一道凌厉的劲风，狠狠印向苏浪的胸膛。砰！一声闷响，苏浪仅仅是身体微微晃了一下，胸口处泛起一阵金色的涟漪，随后那股粉色的灵力就像是被吞噬了一般，瞬间消失不见。定，承受金丹期攻击。九转金身诀运转中，伤害转化率100%。纯阳圣体自动护主，将魅魔灵力转化为纯阳气血，肉身强度加50%，精神进度5%。嘶，舒服。苏浪闭着眼，发出了一声极其销魂的声音。这一掌力道不错，有点按摩那味了。继续，别停，往这里打，这里有点酸。他指了指自己的腹肌，甚至还挑衅地挺了挺腰。你，姬红叶看着眼前这个不但没受伤，反而一脸享受的男人，心态彻底崩了。这可是他的全力一击啊！这个只有具气劲的家伙，到底是什么做的？皮这么厚，我不信！再去死！姬红叶彻底被激怒了，双手化作漫天掌影，如同狂风暴雨般轰击在苏浪身上。砰砰砰砰，沉闷的撞击声在洞府内回荡，不知道的还以为里面在进行什么激烈的肉搏战。半晌之后，呼呼，姬红叶累得双手抽筋，整个人再次瘫软在地，体内的灵力已经被榨干得一滴不剩。反观苏浪，此时他浑身皮肤泛着一层淡淡的淡金色光泽，原本就棱角分明的肌肉显得更加紧致有力。定，经过爱的鞭挞，恭喜宿主练成九转金身诀，第一转铜皮铁骨，肉身防御力提升500%。
当前肉身可硬抗金丹中期，全力一击而不破防。恭喜宿主境界突破至具气境9重巅峰，这升级速度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恐怕得羞愧的当场自尽。苏浪感受着体内奔涌如江河的力量，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睁开眼，看向地上那只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的小绵羊，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苏浪缓缓起身，迈步走到姬红叶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要干什么？”姬红叶看着那双就在眼前的赤足，心中警铃大作，下意识的想要往后缩，却发现身后已经是冰冷的石墙。师妹辛苦了，帮我练功练得这么累，身为师兄，怎么能不给你一点奖励呢？苏浪蹲下身，伸出手指，轻轻挑起他汗湿的下巴。此时的姬红叶因为灵力透支，媚骨的副作用再次隐隐发作，那双桃花眼中水雾弥漫，脸颊绯红，呼吸急促，看上去就像是一颗熟透了人人采摘的水蜜桃。我不要奖励，我要回去。姬红叶声音软软糯糯的，一点气势都没有。那可不行，这奖励可是独家定制的。苏浪眼神幽深，大拇指轻轻摩挲着她柔软的红唇。刚才你打了我那么多下，现在该轮到我了吧？什么？姬红叶瞳孔猛地收缩，下一秒她感觉腰间一紧，整个人被苏浪霸道地揽入怀中。既然灵力空了，那就帮你补补。苏浪没有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低头吻上了那张喋喋不休的小嘴。姬红叶瞪大了眼睛，脑海中一片空白，一股精纯至极的纯阳之气顺着唇齿瞬间涌入他的体内。原本干涸的经脉如同久旱逢雨，疯狂的贪婪地吸收着这股阳气。那种灵魂深处的战力感让他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抵抗力，双手无力地抓着苏浪坚实的臂膀，整个人化作了一滩春水。定检测到深度接触，接吻。羁绊对象姬红叶，合欢宗圣女。由于宿主身具纯阳圣体，对合欢宗功法具有绝对压制效果，获得姬红叶归属感加持，当前状态身不由己，逐渐沉沦。良久，唇分，一条晶莹的银丝在两人之间拉长，暧昧到了极点。姬红叶眼神迷离地靠在苏浪怀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原本苍白的脸色此刻红润的像是要滴出血来。他体内的灵力不仅恢复了，甚至比之前更加精纯，隐隐有了突破金丹后期的迹象。怎么样，师兄，这人肉充电桩的效果还满意吗？苏浪舔了舔嘴唇，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你滚开！姬红叶羞愤地推开苏浪，手忙脚乱地整理好衣服，然后像是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冲向洞府大门。就在他即将冲出去的时候，身后传来了苏浪悠悠的声音：“对了，3天后就是宗门大比，记得把你们魔教潜伏在其他几峰的名单整理一份给我。”姬红叶脚步一顿，回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想得美！出卖同门的是本圣女，绝不会做。”苏浪耸了耸肩，从怀里掏出那块流影石抛了抛：“是吗？那这段圣女洞府娇喘的影像给你，明天给你行了吧？”姬红叶悲愤地大喊一声，头也不回地逃走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苏浪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冷峻。赵无极。苏浪握了握拳，感受着掌心中那几乎要爆炸的力量。距气境9重，金身一转，再加上纯阳圣体和拈花指，这次大比，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不仅要杀人，还要诛心。时光飞逝，转眼间3天已过。玄印宗演武广场，今日的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宗门大比乃是玄印宗3年一度的盛事，不仅七脉首座旗帜，甚至连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掌门真人也端坐在云端高台之上，无数弟子摩拳擦掌，眼神狂热。而在广场最中央矗立着10座巨大的擂台，快看，那是天书峰的队伍，领头的果然是赵无极师兄。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只见一行人浩浩荡荡而来，为首之人正是赵无极。此时的他早已换上了一身崭新的紫金道袍，玉冠束发，意气风发，手中折扇轻摇，仿佛完全忘记了那日在瑶光峰丢脸的一幕。只是细心的人会发现，他的眼神阴鸷的可怕，时不时扫向瑶光峰的方向。哼，那个废物苏浪还没来吗？不会是吓得尿裤子不敢来了吧？跟在赵无极身后的一个狗腿子大声嘲讽道，引来周围一片哄笑。就是那天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偷袭了泰山师兄，真以为自己能上天了。依我看，他今天要是敢来，赵师兄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他。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咚一声沉闷的钟声响起，那是大比开始的信号。瑶光峰苏浪何在？第1轮抽签已定，若再不到场，视为弃权。负责主持的执法长老面无表情的高声喝道。全场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瑶光峰的席位，那里空空荡荡，只有一把孤零零的椅子。我就说吧，那小子肯定是当缩头乌龟了。赵无极忍不住放声大笑，心中的一口恶气终于出了一些。然而就在他的笑声还没落地的时候，谁说我要弃权？一道懒洋洋的声音突兀地从天际传来，众人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只见半空之中一道青色的旋风裹挟着漫天花瓣，不知道哪里来的，如同谪仙将士般缓缓飘落。苏浪一身圣雪白衣，发丝飞扬，脚尖轻点虚空。抱歉，起晚了。苏浪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目光似笑非笑地穿过人群，
精准地落在了脸色铁青的赵无极身上。毕竟昨晚太过操劳了，你们懂的。一边说着，他还一边十分做作地揉了揉自己的腰。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一出场就骚气冲天的家伙。操劳，懂的，这信息量有点大呀。而在云端高台上一直闭目养神的姚光峰竹冷清秋，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那长长的睫毛猛地颤抖了一下，绝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可疑的红晕。这个孽徒！第一轮第一场，姚光峰苏浪对阵天书峰刘飞燕。随着执法长老那浑厚的声音响彻云霄，演武广场上的气氛瞬间被推向了高潮。刘飞燕，那是赵无极师兄的表妹啊，听说已经是半步化海境的修为了。完了完了，这苏浪刚开局就要碰到这种硬茬子，看来赵师兄是特意安排过的呀。在高台之上，赵无极摇着折扇，苏浪能死在飞燕的灵蛇边下，算是你的福气。擂台上，苏浪依旧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懒洋洋地站在那里，眼神却在对面那个穿着火红色紧身皮甲的女子身上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不得不说，这刘飞燕确实有几分资本，那皮甲极其贴身，将她火爆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特别是那两条被皮裤包裹的大长腿，充满了狂野的力量感，手里握着一条布满倒刺的长鞭，更添几分女王般的凌厉。你看什么？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刘飞燕被苏浪那仿佛带钩子的眼神看得浑身不自在，那种感觉就像是被剥光了一样，不由得怒斥一声：师姐这身打扮真是别致啊！苏浪吹了个口哨，视线停留在她腰间那根勒得紧紧的皮带上。这皮衣这么紧，师姐呼吸顺畅吗？要是缺氧了，记得跟师弟说。师弟虽然没什么本事，但在人工呼吸这方面还是略有研究的。无耻淫贼，去死吧！刘飞燕俏脸涨红，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手腕一抖，啪！空气中爆出一声脆响，那条赤红色的长鞭宛如一条出动的毒蛇，带着灼热的气浪，刁钻无比的抽向苏浪的下三路。这一招若是中了，苏浪下半辈子的幸福可就交代了。啧啧，师姐好狠的心，这一上来就要断了师弟的香火。苏浪脚下一错，封神腿瞬间发动，他的身影变得虚幻起来，那凌厉的鞭影几乎是贴着他的衣角擦过，狠狠抽在擂台的地面上，留下一道深不见底的焦痕。躲，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刘飞燕冷哼一声，手中长鞭舞得密不透风，漫天鞭影如同红色的罗网，将苏浪所有的退路全部封死。灵蛇狂舞，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攻击，苏浪眼中金光一闪，欺身而上。他在漫天鞭影中穿梭，就像是在花丛中散步的闲人。据气境九重巅峰的修为全力爆发，配合纯阳圣体带来的恐怖爆发力，他的速度竟然比那鞭影还要快上几分。什么？刘飞燕只觉得眼前一花，那个原本还在远处的男人竟然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近在咫尺，两人甚至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师姐，鞭子可不是这么玩的。苏浪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右手快如闪电的探出，竟然无视了那长鞭上的倒刺和护体灵气，精准无比的一把抓住了鞭子的中段。拈花指，擒龙式，你给我松手！刘飞燕大惊失色，下意识的想要抽回鞭子，却发现那鞭子像是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来而不往非礼也，师姐既然过来了，那就别走了。苏浪猛地往怀里一拽，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刘飞燕根本控制不住重心，惊呼一声，整个人直接朝着苏浪怀里撞去。砰！阮玉温香爆满怀，那火爆的娇躯狠狠撞在苏浪坚实的胸膛上，带来一阵惊人的弹性反馈。刘飞燕发出一声闷哼，刚想挣扎，却发现苏浪的一只大手已经极其自然地扣住了她那纤细而充满韧性的腰肢，那是毫无隔阂的接触，一股霸道至极的纯阳气息顺着苏浪的手掌瞬间冲进了他的经脉之中。对于修炼火系功法的他来说，这股纯阳之气简直就是最致命的春药。刹那间，刘飞燕只觉得浑身发软，原本凝聚的灵力瞬间溃散，整个人像是被抽了骨头一样瘫软在苏浪怀里，连抬起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你对我做了什么？刘飞燕声音颤抖，那张原本英气逼人的脸庞此刻布满了红霞，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一种莫名其妙的渴望。定，检测到深度肢体接触，拥抱加搂腰，目标刘飞燕，半步化海境，触发纯阳压制效果。对方火系功法被宿主完美克制，产生身体发软、心跳加速的副作用，获得修为点加300，火属性抗性加10。检测到对方此时处于极度羞愤状态，掉落黄阶极品鞭法灵蛇9变。苏浪低头看着怀里这个已经失去战斗力的小辣椒，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苏浪并没有急着把人推开，反而凑到刘飞燕通红的耳边，用一种极其暧昧的姿势，在外人看来仿佛是在亲吻她的脸颊。师姐，你的心跳好快啊，是不是对师弟动心了？胡说，快放开我！刘飞燕感觉自己快要疯了，台下可是有几千双眼睛看着呀，她堂堂天书峰的女魔头，竟然被一个只有具气劲的软饭男当众调戏，而且最丢人的是，她竟然觉得苏浪身上的味道很好闻。放开，那可不行，师姐还没认输呢。苏浪的大手在她腰间轻轻摩挲了一下，甚至还坏心眼的往上移了几分，触碰到了皮甲边缘那一抹细腻的肌肤。啊！
刘飞燕浑身一颤，发出一声令人想入非非的娇喘。这一声通过擂台周围的扩音阵法，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演武广场，全场死寂。随后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议论声。卧槽，苏浪在干什么？那是比武还是调情啊？这就报上了。刘飞燕师姐怎么不反抗？还叫得那么销魂，牛逼！我愿称苏浪为情圣，连母老虎都能驯服。高台之上，赵无极手中的折扇咔嚓一声被捏得粉碎，脸色黑得像锅底。而另一边，坐在主位上的冷清秋，那张绝美的脸庞上仿佛覆盖了一层寒霜，她的一双美眸死死盯着擂台上那对紧紧相拥的男女，特别是看到苏浪那只放在别的女人腰上的手，这个混蛋孽徒，好，很好，看来昨天还是打得太轻了。虽然他不想承认，但那种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碰了的感觉让他极其不爽。擂台上，苏浪突然感觉到背后一凉，一股凛冽的杀气直冲天灵盖。他下意识地往高台看了一眼，正对上师尊那双仿佛要杀人的美眸。可完大了！苏浪心中一凛，师尊，您吃醋了。苏浪突然低头，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语气中带着一丝笃定。谁吃醋？你也配？冷清秋眼神慌乱的躲闪，脸上刚刚褪去的红晕再次爬了上来，甚至比刚才还要红。没吃醋？那师尊的心跳怎么这么快？苏浪直接抓起他的手，不由分说地按在了他自己的胸口位置，那里心跳如雷，正在疯狂撞击着胸腔。放肆！冷清秋刚要呵斥，却被苏浪接下来的动作打断了。苏浪没有松手，反而变本加厉，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搂住了他那盈盈一握的腰肢，就像刚才在擂台上抱刘飞燕一样，但更加紧密，更加霸道。师尊，您刚才不是嫌弃我抱过别人吗？苏浪的声音变得低沉沙哑，带着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磁性。那现在弟子把自己洗干净了，专门给您抱，好不好？你哪里洗干净了？冷清秋的声音软得一塌糊涂，双手无力地抵在苏浪胸口，却根本没有推开的意思，反而像是欲拒还迎。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苏浪身上那股浓郁的纯阳气息，正在疯狂地侵蚀着他的理智，唤醒着昨晚梦境中那股蚀骨的记忆。这里，还有这里。苏浪拉着他的手，在自己身上缓缓游走，最后停在了自己的腹肌上。师尊，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别人的味道，如果有，弟子甘愿受罚。苏浪坏笑一声，突然将他整个人抱了起来，直接压在了休息室那张铺着软垫的贵妃榻上。是不是该给赢得比赛的弟子一点小小的奖励？冷清秋躺在软榻上，如墨的青丝散落开来，那双往日里威严无比的凤眸此刻水光潋滟，贝齿轻咬红唇，看着压在身上的苏浪，终究是没能说出一个不字。只许亲一下。他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颤抖着，那副任君采撷的模样，简直是在引人犯罪。一下可不够。苏浪轻笑一声，俯下身去，定检测到休息室私密互动，奖励结算中。吱呀！姚光峰专属休息阁楼的大门被人从里面推开，苏浪一脸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接着十分做作地整理了一下微微有些凌乱的领口，回头对着阁楼内的曼妙身影极其温柔且大声地说道：“师尊，您好好休息，腰酸的话就别硬撑着了，弟子去就回，晚点再来帮您深度按摩。”滚！苏浪嘿嘿一笑，反手关上门，心情大好。定，恭喜宿主完成师尊的亲密互动，获得冷清秋好感度加10，当前40-100，状态逐渐沦陷。获得被动技能软饭硬吃，当有女性角色在场围观时，宿主全属性提升20%，宿主当前境界飙升至化海境3重。这技能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苏浪感受着体内再次暴涨了一截的力量，目光投向远处的演武广场。此时第2轮比试的钟声已经敲响，接下来的几场比试对于整个玄印宗的弟子来说，简直是一场刷新3观的视觉盛宴，或者说是一场噩梦。第2轮，苏浪对阵开阳峰女弟子，名叫林秀儿，使得一手好剑法，人长得也是清秀可人。原本大家以为会是一场激烈的剑术对决，结果，哎呀师妹，你这剑法太刚猛了，容易伤肝，来，师兄帮你顺气。擂台上，苏浪施展封神腿，如同鬼魅般欺身而上，2根手指轻轻一夹，不仅夹住了对方的长剑，顺势还极其不小心地碰到了林婉儿手腕上的麻筋。紧接着，就在林婉儿浑身酥软的一瞬间，苏浪极其绅士地揽住了她的腰，顺便在对方耳边说了一句土味情话。林婉儿当场脸红得像个番茄，直接羞晕了过去，被苏浪公主抱着送下了台。第3轮，对手是个5大3粗的男弟子，既然不是妹子，苏浪就没那么客气了。拈花指，火力全开，不到3个回合，那名男弟子的腰带崩断，护甲扣子崩飞，整个人提着裤子在擂台上狼狈逃窜，最后为了保住最后的贞操，哭着喊着跳下了擂台认输。就这样，苏浪一路过关斩将，所过之处，女弟子羞红脸，男弟子捂裤裆。仅仅半天时间，苏浪就多了2个响亮无比的称号：姚光峰第1深情和全宗门第1变态。终于，夕阳西下，将整个演武广场染成了一片血红。决赛时刻到了，最终决战，姚光峰苏浪对阵天书峰赵无极。随着执法长老的一声高喝，整个广场的气氛瞬间凝固到了极点，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
这不仅是本次大比的冠军之争，更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的宿敌之战。轰！一道紫色的身影如同流星般砸落在擂台上，激起漫天烟尘。赵无极手持一柄极品灵器紫电青双剑，周身缭绕着恐怖的金丹气威压，眼眸赤红，死死盯着苏浪，那眼神仿佛要生吃了他。这半天里，他看着苏浪在擂台上各种调戏女弟子，出尽风头，心中的嫉妒之火早就烧穿了天灵盖。特别是想到之前冷清秋对苏浪的态度，他更是恨不得将苏浪碎尸万段。苏浪！赵无极声音森寒，手中的长剑发出嗡嗡的剑鸣。今日我就要在全宗门面前把你这个只会旁门左道的废物踩进泥里。苏浪慢悠悠地走上擂台，目光极其欠揍地在赵无极腰间扫了一圈。赵师兄，这次裤腰带换成了玄铁打造的，挺有安全感吗？闭嘴！赵无极被戳中痛处，额头上青筋暴起，只会逞口舌之力。我看你等会儿还能不能笑得出来？比试开始！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去死吧！紫电惊雷！赵无极没有任何保留，一上来就是天书风的阵风绝学。他手中长剑挥舞，引动天地灵气，凭空召唤出了一道道紫色的雷霆。滋啦！雷光耀眼，宛如一条狂暴的雷蛇，铺天盖地的向苏浪轰杀而去。这一击的威力甚至已经接近了金丹中期的全力一击。台下的观众惊呼一片，好强！不愧是赵无极师兄，这雷霆之力太恐怖了。苏浪这次怕是连衣服都要被劈成灰。然而处于雷霆中心的苏浪脸上却没有丝毫惧色。完雷，你这火候还差点意思。苏浪深吸一口气，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纯阳圣体开，九转金身诀转。嗡！一道璀璨的金光瞬间从苏浪体内爆发而出，在他的皮肤表面凝聚成一层流动的金色薄膜。他竟然迎着漫天雷霆一步踏出，给我散！苏浪低喝一声，没有任何花哨的招式，直接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这一拳纯粹是肉身的力量，却因为纯阳圣体的加持，裹挟着一股至刚至阳、焚尽万物的恐怖热浪。轰隆！拳风与雷霆在半空中狠狠撞击，那漫天的紫色雷蛇在碰到苏浪那金色拳风的瞬间，竟然像是遇到了烈日的冰雪，瞬间消融瓦解。什么？赵无极满脸骇然，他这可是引动天地之力的剑招啊，竟然被这小子一拳给打散了。这小子的肉身是金铁浇铸的不成？还没完呢！烟尘未散，苏浪的身影已经如同鬼魅般冲破了雷网，瞬间出现在了赵无极面前。那张帅气逼人的脸庞上挂着一抹让赵无极心惊肉跳的坏笑。赵师兄，借你个火！苏浪右手成爪，拈花指再现，咔嚓啊！赵无极只觉得手腕上传来一阵异样，手中的极品灵气竟然拿捏不住，直接脱手而飞。苏浪顺势接住长剑，在手中挽了个漂亮的剑花。好剑，可惜跟了个废物主人。苏浪点评了一句，随后毫不客气的反手一剑背，狠狠抽在了赵无极的屁股上。啪！这一剑是替那些被你欺负过的外门弟子打的。啪！又是一剑背，抽在了另一边屁股上。这一剑是替我家师尊打的，谁让你用那种猥琐的眼神看他？啪！啪啪！这几剑纯粹是我看你不爽，想听的响。整个演武广场，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台上这滑稽而又残暴的一幕。堂堂天书峰真传金丹期强者，此刻竟然被苏浪按在地上疯狂打屁股，这哪里是比武，这简直就是公开处刑啊！苏浪，我要杀了你！赵无极趴在地上，羞愤欲绝，那两半屁股上传来的火辣辣剧痛让他眼泪都飙出来了。从小到大，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啊？赵无极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双目瞬间变得赤红如血，一股狂暴且不祥的黑色气息突然从他体内爆发出来，他的皮肤开始皲裂，血管凸起，整个人如同充气一般膨胀了一圈。原本金丹初期的气息竟然开始疯狂飙升，金丹中期、金丹后期，那是禁药爆灵丹。高台之上，有眼尖的长老惊呼出声：不对，那不是普通的爆灵丹，那气息里有魔气。一直在闭目养神的冷清秋猛地睁开了双眼，美眸中寒光乍现，身形一晃就要冲下高台救人。苏浪，逼我吃下魔血丹，你也足以自傲了。此时的赵无极浑身散发着黑色的魔气，面容扭曲如恶鬼。现在给我去死吧！他猛地一掌拍出，一只巨大的黑色魔爪凭空凝聚，带着腐蚀一切的恶臭和毁灭气息，朝着近在咫尺的苏浪狠狠抓下。这一击足以秒杀任何金丹期修士。苏浪避无可避，看着那迎面来的恐怖魔爪，苏浪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魔气，魔教的狗腿子！如果是别的属性，我可能还要费点劲，但魔气在我纯阳圣体面前就是地中地啊！苏浪不退反进，丹田内的气海疯狂旋转，那一缕在梦境中与冷清秋双修得来的本源纯阳之气，终于被彻底引爆，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光！苏浪浑身金光大盛，整个人如同化作了一轮行走在人间的小太阳。给爷净化！师尊，轻点，疼！忍着，刚才逞能的时候怎么不知道疼？现在知道叫唤了。但是师尊，您摸的是弟子的胸肌，那里没有经脉啊，而且您的手是不是伸得太进去了？闭嘴！为师
这是在用灵力探查你的心脉是否被魔气侵蚀。若是留下了后遗症，以后怎么修炼？那也不用掐着那一点不放吧？都有反应了。演武广场废墟般的擂台之上，烟尘散去，原本紧张肃杀的气氛，此刻却变得极其诡异。数千名玄印宗弟子以及高台上的长老和首座，一个个张大了嘴巴，眼神呆滞地看着废墟中央的那2道身影。只见那位平日里高冷如冰山的瑶光峰竹冷清秋，此刻正半跪在地上，怀里抱着衣衫破碎的苏浪。他那一双美眸中满是焦急与关切，原本用来施展杀招的纤纤玉手，此刻正极其仔细地在苏浪那充满男性荷尔蒙的胸膛和腹肌上来回游走，美其名曰检查伤势。而我们的当事人苏浪一脸痛苦地躺在师尊香软的怀里，嘴里哼哼唧唧，脸上却挂着一种想让人冲上去踩2脚的享受表情。咳，终于一道威严中带着几分尴尬的咳嗽声从天而降，打破了这份旖旎。掌门真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带着几位首座落在了擂台旁。冷清秋娇躯一僵，像是触电般缩回了手，那张绝美的脸庞瞬间红到了耳根，连忙站起身来，恢复了一贯的清冷姿态，只是那眼神飘忽不定，根本不敢看掌门。那个掌门师兄，你也看到了，苏浪为了宗门声誉，不惜透支身体与那魔教妖人搏斗，伤势极重，本座只是例行救治。极重？掌门真人嘴角抽搐了一下，看了一眼此时已经生龙活虎的站起来，甚至还顺手理了理发型的苏浪。这小子面色红润，气血如龙，哪里像是有伤的样子？反倒是另一边，众人的目光看向不远处的深坑，原本不可一世的赵无极，此刻正如同一只被拔了毛的死狗，浑身漆黑，口吐白沫，双眼翻白，身上那件道袍早就被苏浪的净化之光烧成了灰烬，整个人清洁溜溜的躺在那里，还在时不时的抽搐2下。最离谱的是，他脸上的戾气和魔气全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仿佛大彻大悟般的傻笑。嘿嘿，光，好大的光，好温暖。赵无极流着哈喇子，显然已经被净化傻了。魔教渗透，事关重大。执法长老面色凝重，上前一步查探了赵无极的状况，沉声道：此子体内魔气虽已被净化，但经脉中残留的药力却是魔血丹，无疑天书峰竟然出了这种败类，必须严查。天书峰首座此刻脸色苍白，冷汗直流，扑通一声跪在掌门面前：掌门师兄，老夫失察，绝不知晓这孽徒竟然勾结魔教啊！掌门挥了挥手，示意将人带下去严审，随后目光复杂地看向苏浪。苏浪，此次你揭穿魔教阴谋，又在大比中夺魁，说吧，你想要什么奖励？全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苏浪身上。天阶功法、极品灵气，还是长老之位？苏浪微微一笑，上前一步，竟然极其自然地再次牵住了冷清秋还没来得及收回去的手。掌门，功法灵气什么的，弟子都不缺，弟子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苏浪目光深情地看着身旁因为当众被牵手而浑身紧绷的师尊。瑶光峰年久失修，特别是师尊的寝宫隔音效果不太好，不是阵法有些老旧了，弟子希望能拨一笔款项为师尊修缮一下寝宫，最好是那种能隔绝一切探查，无论里面动静多大，外面都听不见的顶级阵法。不知掌门可否应允？全场死寂，随后是一片卧槽的心声。隔音阵法，动静多大都听不见，你小子到底想在师尊寝宫里干什么？就连掌门真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骚操作闪了腰，愣了好半天，才淡笑2声。咳，尊师重道，乃是我辈楷模，准了，本座亲自批示，用最好的材料，多谢掌门。掌门大气。苏浪笑得灿烂无比。冷清秋此刻已经羞得快要晕过去了，他狠狠地掐了一下苏浪的手心，那眼神仿佛在说：孽徒，回去再收拾你。苏浪却反手挠了挠他的掌心，回了一个极其暧昧的眼神：弟子等着师尊收拾，最好是用鞭子。人群中，伪装成外门弟子的姬红叶死死地盯着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男人，双腿不受控制的并拢，轻轻摩擦着。刚才苏浪那化身小太阳的一拳，不仅轰碎了赵无极的魔爪，仿佛也轰进了他的灵魂深处。那种至刚至阳的气息，对于他这种修炼媚术的魔女来说，简直就是最致命的毒药，也是最渴望的救赎。这个变态竟然这么强！姬红叶咬着红唇，眼中水雾弥漫。那我以后岂不是要被他玩坏了？想到昨晚那个带着霸道纯阳气息的吻，他只觉得浑身发软，一种名为臣服的种子在心底疯狂生根发芽。夜幕降临，瑶光峰主殿，说是庆功宴，其实偌大的主殿里只有2个人。啪！殿门被重重关上，紧接着是一连串繁复的禁制被开启。冷清秋转过身，背靠着朱红色的大门，胸口剧烈起伏，那双平日里清冷的眸子，此刻却像是燃烧着2团火焰，死死盯着苏浪。苏浪，你今天在广场上简直胆大包天，谁让你牵我的手了？谁让你跟掌门要那种不知羞耻的奖励了？虽然嘴上是在斥责，但他的声音却有些发颤，更像是在撒娇。师尊，您这可是过河拆桥啊！苏浪将外袍随手扔在地上，一步步向他逼近。今天为了给咱们瑶光峰争气，弟子可是连命都豁出去了。那赵无极的魔爪那么臭，弟子为了净化它，可是牺牲了大量的阳气。说到阳气2字，他
他刻意加重了语气，眼神变得极具侵略性。现在弟子感觉身体被掏空，急需补充。苏浪走到冷清秋面前，双手撑在门板上，将他圈在自己怀里。这就是传说中的门东。师尊，您之前可是答应过的，只要弟子赢了，就给我奖励。冷清秋看着眼前这个充满了男子气概的徒弟，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此时的苏浪刚刚经过大战，身上那股纯阳圣体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如同一轮烈日，疯狂地烘烤着他那颗早已动摇的道心。我是说给你奖励，没说那个。冷清秋眼神慌乱，想要推开他，却发现双手软绵绵的，根本使不上劲。哪个？苏浪坏笑着凑近，是指像昨晚梦里那样叫我夫君。最后这句话彻底击溃了冷清秋最后的心理防线，他猛地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苏浪。你知道？虽然之前苏浪暗示过，但他一直自欺欺人的以为那只是巧合，或者是这孽徒在诈他。既然师尊都知道了，那弟子也就不装了。苏浪一把搂住他那盈盈一握的腰肢，低头含住了那晶莹剔透的耳垂，含糊不清地说道：摊牌了，那个师尊的心魔就是我。敏感点被袭击，冷清秋发出一声令人骨头酥麻的轻吟，整个人彻底瘫软在苏浪怀里，一种终于不用再压抑的解脱感和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孽徒，我要清理门。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浪堵住了嘴。叮，检测到与高气域女主冷清秋进行深层负距离接触预演，羁绊值暴涨，当前好感度60，情根深种，纯阳圣体渴望爆发。检测到冷清秋体内寒毒因情绪激动而复发，建议宿主立即进行全身心治疗。冷清秋眼神迷离，脸颊酡红，大口喘息着，哪里还有半点元婴大能的样子。师尊，你也不想寒毒发作变成冰雕吧？苏浪的声音沙哑到了极点，大手顺着他的背脊缓缓下滑。弟子为您好疏通一下经脉。去床上。冷清秋将头埋进他的胸口，声音细若蚊蝇。别在这地凉。听到这句暗示性极强的话，苏浪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直接将他拦腰抱起，大步流星地走向内殿那张巨大的床。遵命，我的女王大人。瑶光峰内殿，此刻那张据说由万年玄冰打造，足以冻结凡人灵魂的寒玉床上，却涌动着一股令人面红耳赤的热浪。不孽徒，师尊，您这寒毒积压太久了，已经深入骨髓，如果不把这些堵塞的经脉全部揉开，弟子的纯阳之气怎么进得去呢？苏浪跪坐在床榻边，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此时的冷清秋褪去了平日里那层高不可攀的冰冷外壳，只穿着一件被汗水浸透的中衣，趴在寒玉床上。那玲珑有致的曲线在湿透的布料下若隐若现，特别是那节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纤细腰肢，白的晃眼，软得让人心惊。可是你的手……冷清秋把脸埋在枕头里，声音颤抖，羞耻的脚趾都扣紧了床单。这孽徒说是疏通经脉，可他的手掌就像是带着火一样，从他的后颈一路向下，经过脊背，现在竟然……师尊忍一忍，这里是尾闾关，是寒气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弟子要用力了。苏浪深吸一口气，掌心中金色的纯阳灵力轰然爆发，他一掌按下去，冷清秋浑身猛地一颤，整个人像是离水的鱼一样挺起了身子，随后又重重地瘫软下去。一股肉眼可见的黑气从他体内被逼出，瞬间消散在苏浪霸道的纯阳金光之中。与此同时，一股从未有过的轻松感席卷全身，仿佛卸下了背负多年的枷锁，但伴随而来的还有一股酥麻的感觉。叮，成功为气运之女冷清秋元婴期进行深度推拿排毒，获得暴击奖励修为点加5000。九转金身诀熟练度正10%，宿主境界突破，化海境3重，化海境4重，化海境4重，化海境5重。呼，爽！苏浪感受着体内再次暴涨的力量，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舒爽的叹息。这种不仅能摸到女神，还能变强的感觉，简直比嗑药还上头。师尊，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通透多了？苏浪收回手，看着眼前这具娇躯，眼神中满是欣赏。此时的冷清秋全身皮肤泛着一层诱人的粉红色，双眼紧闭，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呼吸急促而紊乱，显然已经累得连手指头都动不了了。滚！过了许久，他才从牙缝里挤出这一个字，只是那声音软绵绵的，毫无威慑力，反而更像是在撒娇。遵命，弟子这就滚，不打扰师尊休息了。苏浪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今天这波操作已经把好感度和羞耻度拉满了，再继续下去，恐怕师尊真的要恼羞成怒。他极其贴心地帮冷清秋盖好颈背，顺便还在他那光洁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师尊晚安，明天见。说完，这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只留下冷清秋一个人裹在被子里，感受着额头上残留的温度，心中五味杂陈。走出内殿，夜风微凉，苏浪伸了个懒腰，正准备回自己的洞府，脚步却突然一顿。他看向大殿门口的一根柱子后面，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出来吧，躲在那里不累吗？我的小奴婢。柱子后面一道粉色的身影磨磨蹭蹭地走了出来，正是姬红叶。此时的这位合欢宗圣女状态看起来相当糟糕，她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
脸色苍白中透着不正常的潮红，双腿紧紧并拢，看着苏浪的眼神充满了幽怨，还有一丝难以启齿的渴望。天知道他这一晚上经历了什么。苏浪那个变态在里面给冷清秋疗伤，弄出的动静简直大得离谱，哪怕隔着重重禁制，他凭借着特殊的听觉秘术，还是能听到里面传来的那些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对于刚刚尝过纯阳之气滋味的他来说，这简直就是满清10大酷刑。哟，这不是我们的圣女大人吗？怎么听了一晚上的墙角还没听够？苏浪走到他面前，伸手挑起他的下巴，坏笑着问道：谁听墙角了？我是在尽职尽责的守夜。姬红叶嘴硬的反驳道，但身体却诚实的向苏浪靠近了几分，贪婪的嗅着他身上那股浓郁到爆棚的纯阳气息。守夜守的腿都软了。苏浪瞥了一眼他那打颤的双腿，行了，别装了，看在你今晚还算听话的份上，赏你点夜宵。说完，苏浪伸出一根手指，凝聚出一缕精纯的纯阳灵力，轻轻点在了姬红叶的眉心。姬红叶娇躯一颤，发出一声满足的呻吟。那缕阳气如同甘霖般瞬间滋润了她干涸燥热的经脉，让她整个人都仿佛飘在了云端。定，给予姬红叶合欢宗圣女少量纯阳之气，获得好感度+5，当前5500，状态逐渐驯服。多谢主人。姬红叶眼神迷离，声音软糯地喊出了那个羞耻的称呼。乖。苏浪满意地拍了拍她的脑袋，就像是在逗弄一只小猫。回去睡吧，明天还有任务交给你。就在这时，哟，好一出郎情惬意啊！一道慵懒成熟的女子声音突然从半空中传来。苏浪和姬红叶同时一惊，只见月光下，一道丰腴妖娆的身影踏空而来。她穿着一袭紧身的紫色高开叉旗袍，将那熟透了的身材勾勒得惊心动魄，胸前那惊人的弧度仿佛随时都会裂衣而出，随着她的步伐微微颤动，荡漾出令人眩晕的波纹。一头波浪卷的长发随意披散，手中拿着一根细长的烟斗，红唇轻吐，烟雾缭绕中，那双勾魂摄魄的桃花眼正似笑非笑地打量着苏浪。仅仅是站在那里，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成熟女人的风韵，就足以让无数男人血脉喷张。丹堂首座，柳兰。姬红叶瞳孔一缩，下意识地躲到了苏浪身后。这位可是玄印宗出了名的妖女长老，虽然是正道中人，但行事作风却比魔教还要大胆，而且是出了名的喜欢调戏年轻俊杰。见过柳师叔。苏浪不卑不亢地行了一礼，眼神却极其老实地在对方那傲人的胸怀上扫视了一圈。确实大，比师尊的还要大1号。定，检测到新的高颜值目标，姓名柳兰，丹堂首座5品炼丹师，颜值95分，成熟御姐，极致风韵，境界金丹大圆满，卡在瓶颈多年，体质火灵之体，变异，当前状态丹火攻心，常年炼丹导致体内火毒淤积，每晚燥热难耐，急需至阳至寒之物调和。攻略建议他是火，你是光，你是他唯一的药，别犹豫，软饭硬吃的时候到了。苏浪心中一动，好家伙，又来一个送经验的，而且这症状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小家伙，眼神挺放肆嘛。柳兰吐出一口烟圈，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苏浪面前。一阵浓郁的丹香混合着成熟女人的体香扑面而来。她伸出一根涂着丹扣的手指，轻轻划过苏浪的胸膛，最后停在他的下巴上，眼神中带着一丝审视和毫不掩饰的火热。白天你在擂台上的表现，本座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纯阳圣体，这可是传说中的体质啊！柳兰舔了舔红唇，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株绝世灵药。苏浪微微一笑，不仅没有后退，反而顺势抓住了他那根手指，指腹在他手背上轻轻摩挲。师叔谬赞了，弟子那只是雕虫小技。不过弟子观师叔印堂发红，呼吸虽然平稳，但内息燥热，是不是最近炼丹太过操劳，导致火气太旺，难以入眠啊？柳兰娇躯微微一僵，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小子竟然一眼就看穿了他的隐疾。哦，看来你不仅打架厉害，医术也不错。柳兰眼波流转，身体更加前倾，那惊人的柔软几乎要贴在苏浪的手臂上。既然你看出来了，那有没有办法帮师叔降火呢？若是治好了师叔丹房里的那些极品丹药，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说到最后，他在苏浪耳边轻轻吹了一口热气，甚至想吃点别的也不是不行哦。这赤裸裸的诱惑，躲在后面的姬红叶气得牙痒痒，这老妖婆竟然当着他的面勾引他的主人。但苏浪却笑得更灿烂了，送上门的富婆哪有往外推的道理？既然师叔都这么说了，那弟子自然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苏浪反手握住柳兰的手腕，指尖悄悄在她掌心的劳宫穴上按了一下，渡过去一缕纯阳之气。柳兰猝不及防，只觉得一股清凉又霸道的气流瞬间钻入体内，压制住了那躁动已久的丹火，让她忍不住发出一声娇喘。那感觉太舒服了。她看着苏浪的眼神彻底变了，从原本的调戏和好奇变成了真正的渴望。小坏蛋，你对本座做了什么？只是个见面礼罢了。苏浪凑到他耳边低声道，若是师叔想要彻底根治，今晚恐怕是不行了。弟子刚给师尊交过公粮，现在有些虚，不如明日弟子亲自去丹堂为您深入治疗。柳兰闻言，美眸中闪过一丝失望，
但随即又是更加浓烈的兴趣。好，一言为定，明天你要是不来，本座就亲自来瑶光峰抓人。说完，他深深地看了苏浪一眼，又充满敌意地瞥了一眼内殿的方向，转身扭着水蛇腰离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苏浪搓了搓手，炼丹长老，啧，这可是个大金库啊！有了他的丹药支持，我这纯阳圣体就算再能吃，也能给喂饱了。定，触发新任务，攻略炼丹长老柳兰。任务目标：帮助柳兰解决丹火反噬，并将其好感度提升至60。任务奖励：神火红莲火种。苏浪眼睛一亮，神火，这可是炼丹师和火系修士梦寐以求的神物啊！看来明天又是一场硬仗啊！苏浪感叹了一句，然后回头看向还处在震惊中的姬红叶，还愣着干嘛？把地扫了！若是明天师尊起来看到有一粒灰尘，我就把你屁股打肿。姬红叶，这日子没法过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洒落在瑶光峰那终年不化的积雪上。苏浪伸了个懒腰，从自己的洞府里走出来。虽然昨晚为了给师尊排毒耗费了不少精力，但他现在的状态却出奇的好，不仅腰不酸腿不疼，反而觉得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牛劲。这就是纯阳圣体的霸道之处，越是操劳回血越快，简直就是永动机。这就是化海境五重的感觉吗？空气都清新了不少。苏浪握了握拳，感受着掌心那澎湃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此时内殿的阵法依旧紧闭，显然那位平日里高冷威严的师尊大人，因为昨晚那羞耻度爆表的深度治疗，此刻正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根本不好意思出来见人。也好，给师尊一点缓冲的时间，毕竟今晚还要继续继续修缮阵法。苏浪摸了摸下巴，转身看向山下的方向，那里有一座终年缭绕着赤红色烟霞的山峰，丹顶峰，也是那个熟透了的妖女长老柳兰的地盘。富婆的软饭，我来了。丹顶峰作为玄印宗最有钱的堂口，这里的画风与瑶光峰完全不同，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宫殿，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药香和焦糊味。当苏浪那标志性的白衣身影出现在丹顶峰广场时，原本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了3秒，紧接着爆发出了比炸炉还要猛烈的议论声。卧槽，快看，那就是苏浪，就是那个在擂台上当众调戏师姐、暴打赵无极，还敢牵风主小手的猛人。嘘，小声点，听说他现在有个外号叫少女杀手，只要被他看一眼，怀孕，哦不，动心几率高达100%。真的假的？那我得离他远点，我还要为师兄守身如玉呢。苏浪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反而极其骚包地甩了甩头发，对着一群看傻了眼的女弟子抛了个飞吻，引发一片尖叫后，径直朝着山顶那座最宏伟的红色宫殿走去。首座阁，这里是柳兰的私人炼丹重地，平日里除了他的亲传弟子，连只公苍蝇都飞不进去。但今天门口的2个守卫弟子显然早就得到了吩咐，看到苏浪走来，两人非但没有阻拦，反而用一种夹杂着同情与羡慕的眼神看着他。苏师弟，师尊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其中一个女弟子红着脸说道：“师尊吩咐了，你来了直接进去，不用通报。不过师尊今天的火气有点大，你自求多福吧。”火气大？苏浪挑了挑眉，正好，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灭火。说完，他大步迈入殿门，轰！刚一进门，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便扑面而来，仿佛直接走进了一个巨大的烤箱。大殿中央立着一尊足有2人高的赤红色炼丹炉，炉底燃烧着熊熊的地脉之火，将整个大殿映照得一片通红。而在丹炉旁的一张贵妃榻上，正侧卧着一道慵懒至极的身影。今天的柳兰穿得比昨晚还要过分，或许是因为炼丹太热的缘故，她身上只披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绯红色纱衣，里面是一件黑色的抹胸和短裙，大片雪腻的肌肤在红色的火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那双修长圆润的大长腿随意交叠着，脚尖挂着一只红色的绣花鞋，有一搭没一搭的晃悠着，简直就是在勾引人的视线犯罪。此时她正闭着眼，眉头紧锁，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那张成熟妩媚的脸蛋上带着一丝不正常的潮红，呼吸显得有些急促和沉重。小冤家，你终于来了。似乎是察觉到了苏浪的气息，柳兰缓缓睁开那双仿佛能滴出水来的桃花眼，声音沙哑慵懒，带着一股子让人骨头酥软的魅意。本座还以为你被你家那个冷冰冰的师尊给榨干了，下不了床呢。师叔说笑了。苏浪关上殿门，顺手打了个静止，然后笑眯眯地走过去。弟子的存货多得很，别说是一个师尊，就算是再加上师叔您，也完全喂得饱。哼，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柳兰轻哼一声，却并没有生气，反而坐起身来，故意挺了挺那傲人的胸脯，那薄纱下的波涛汹涌，瞬间让苏浪的视线有些发直。他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既然来了，那就别废话。本座现在的感觉很不好，这该死的丹火，昨晚被你那一指头压下去后，今天反弹得更厉害了，像是要把本座从里面烧成灰一样。说到这里，他咬了咬红唇，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痛苦和难以忍受的燥热。苏浪心中暗笑，脸上却是一副一本正经的医者模样。他走上前，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先开启了系统扫描。定，接触目标柳兰，状态分析，丹火严重反噬，体内郁结的火毒已经汇聚于山中穴与丹田，导致全身经脉滚烫，
神志处于半清醒半沉沦状态。治疗方案以纯阳之气为引，通过肢体接触将火毒强行吸出并转化。师叔，您这火确实有点旺啊。苏浪伸手，指尖轻轻触碰了一下他滚烫的肩膀，滋啦，竟然发出了一声类似水滴落在烙铁上的声音。柳兰浑身一颤，像是触电般缩了一下，随即却更加渴望地向苏浪的手掌贴过来。凉，好凉快！他无意识地呢喃着，眼神迷离。苏浪身上的纯阳气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就像是沙漠中快要渴死的人看到了清泉。师叔，得罪了。苏浪不再犹豫，直接坐到榻边，双手齐出，一只手按在他的后背灵台穴，另一只手则极其大胆地覆盖在了他那剧烈起伏的胸口上方山中穴的位置。虽然隔着一层薄纱和抹胸，但那种惊人的柔软和弹跳力，还是让苏浪的手掌陷了进去。柳兰猛地仰起头，修长的脖颈拉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发出一声高亢入云的娇喘。别那么用力，好奇怪的感觉。他双手死死抓着身下的软垫，想要推开苏浪，身体却又不受控制的想要更多。师叔，这里是火毒的核心聚集点，必须要要运功化开才行。苏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手上的动作却一点没停。他掌心喷吐出金色的纯阳灵力，如同无数把温柔的小刷子在柳兰的经脉中游走，一点点将那些狂暴的红色火毒包裹吞噬。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让柳兰整个人都在颤抖。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块正在被反复揉捏的面团，所有的骄傲和矜持都在这一刻化为了乌有。小冤家，你这是在治病，还是在要本座的命？柳兰眼角泛红，泪水打湿了睫毛。那副被欺负狠了的熟女风情，简直要命。深层接触持续中，成功吸取变异丹火之毒，九转金身诀受到火毒淬炼，熟练度正5%，肉身强度加50%，获得柳兰好感度加5，当前20/100，状态渴望更深一步。这才哪到哪？苏浪感受着掌心滚烫的触感，眼神幽深。但是师叔，下面的火好像更旺了。他的视线顺着那深邃的事业线往下，落在了柳兰那平坦紧致的小腹上。那里一团更加浓郁的红光正在跳动。丹田气海乃是修仙者的根本，也是火毒积淀最深的地方。不行，那里不行。柳兰似乎意识到了他想干什么，慌乱的想要用手挡住。那里太私密了，你是晚辈，不可以。医者眼里无男女，师叔，你也不想这火毒毁了您一身修为吧？苏浪极其霸道地抓住他的双手，将其按在头顶，整个人顺势压了下去，形成了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姿势。两人的身体紧紧贴在了一起。轰！这一下彻底点燃了火药桶。柳兰只觉得一股充满了雄性荷尔蒙的气息将自己完全包裹，那种安全感和压迫感让他瞬间大脑一片空白。你别动，我要开始了。苏浪的手缓缓覆盖在了他的丹田处。呀！柳兰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整个人紧绷成了一张弓。忍着点，可能会有点烫。苏浪低喝一声，全力运转九转金身诀和纯阳圣体。嗡！一道金色的漩涡在他掌心形成，疯狂地抽取着柳兰丹田内的火毒。随着火毒的抽出，苏浪只觉得一股庞大的热流涌入体内，那是极其精纯的火系能量。吸收到高品质火灵力，检测到宿主体内拥有纯阳之气，正在尝试融合成功，获得新能力纯阳神火。未成型。治疗的过程持续了整整1炷香的时间，在这期间，那张可怜的贵妃榻一直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伴随着柳兰那压抑不住的如同哭泣般的破碎呻吟声。大殿内，一切终于归于平静。苏浪大汗淋漓地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贴在身上显露出完美的肌肉线条。而在贵妃榻上，柳兰此时已经彻底没脾气了，她软塌塌地瘫在那里，眼神涣散，嘴角挂着一丝满足的嗤笑。那一身薄纱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揉成了一团，露出大片大片粉红色的肌肤。她体内的火毒虽然没有完全根除，但那股折磨了她10几年的燥热感，此刻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是的，空虚。当苏浪的手掌离开的那一刻，他竟然有一种想要把他抓回来继续按着的冲动。小混蛋！柳兰费力地抬起一只脚，轻轻踢了踢苏浪的肩膀，那涂着红色丹蔻的脚趾顺着他的手臂滑下，充满了挑逗意味。你这手法是跟谁学的？该不会经常在别的女人身上练吧？师叔这是哪里话？这种独门绝技，除了师尊，您可是第一个享受到的。苏浪抓住那只作怪的脚丫，捏在手里把玩着，手感极佳，如同暖玉。第一个。柳兰眼睛一亮，心情莫名好了不少。算你有良心，今天的治疗本座很满意。他慵懒地翻了个身，侧对着苏浪，单手撑着脑袋，那姿势更加凸显了那惊心动魄的腰臀曲线。架子上的丹药你可以随便拿，不过他话锋一转，媚眼如丝地看着苏浪，如果你愿意留下来，今晚陪本座彻夜长谈的话，本座可以把那朵珍藏了100年的红莲火种送给你哦。红莲！苏浪心头猛地一跳，若是能吞噬它，自己的纯阳圣体绝对能进化到一个恐怖的程度。这富婆不仅给钱，还给命根子啊！苏浪刚想开口答应，突然一声巨响，
首座阁那厚重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化作无数碎片飞了进来。漫天木屑中，一道周身散发着凛冽寒气，眼神比万年玄冰还要冷的白色身影，正手持长剑站在门口，是冷清秋。此时的师尊哪里还有半点羞涩的样子，简直就是一尊刚刚出关的杀神。他那双死寂的眸子，先是扫了一眼衣衫不整、满脸潮红躺在榻上的柳兰，又看了一眼正握着柳兰脚丫子的苏浪，最后定格在苏浪那只手上。空气瞬间降到了0度。好，很好。冷清秋怒极反笑，手中的长剑发出嗡鸣声。为师在峰上等你修缮阵法，你却在这里给人揉脚。苏浪，看来昨天给你的奖励你很不喜欢啊。苏浪，卧槽，完犊子，这就是传说中的修罗场现场捉奸版。看着师尊那仿佛要毁天灭地的眼神，苏浪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凉，下意识的想要松开柳兰的脚。但柳兰是谁？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儿，他非但没收回脚，反而顺势往苏浪怀里蹭了蹭，还故意发出了一声极其销魂的“阿冷师姐，你吓到人家了。”苏师之刚才弄得人家好舒服的呢。争，剑气纵横。苏浪只想仰天长啸，两位大佬打架，能不能别带上我这个小卡拉米啊？争，凌厉的剑气连空气中的热浪都切成了两半。冷清秋手中的双寒古剑直指柳兰那张风情万种的脸，剑尖距离对方那挺翘的鼻梁只有 0.01 公分。柳师妹，你的玩笑是不是开得有点过火了？冷清秋的声音比这丹顶峰终年不息的地火还要灼人，却又带着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而在剑锋之下，柳兰非但没有丝毫惧色，反而慵懒地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弹了一下剑身，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响。咯，师姐这是干什么？这么大的火气！柳兰笑得花枝乱颤，那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薄纱随着她的动作更是险象环生，大片雪白的肌肤晃得人眼晕。本座不过是请师侄来帮个小忙，顺便探讨一下医术。怎么，师姐连这点醋都要吃，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帮忙！冷清秋目光下移，落在柳兰那只此时还若有若无的勾着苏浪裤腿的脚丫上，眼中的杀气几乎要凝成实质。瑶光峰的弟子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帮忙，尤其是帮一些不知廉耻的长辈。不知廉耻！柳兰眼神一冷，随即又化作更浓烈的媚意。她故意当着冷清秋的面，再次向苏浪抛了个飞吻。本座可是付了报酬的，倒是师姐你把这么个宝贝徒弟藏着掖着，独吞好处，才是真的自私吧？你眼看着两位就要在丹顶峰上演一场拆迁大战，夹在中间的苏浪冷汗直流。这特么哪里是修罗场，这分明就是火葬场。那个，两位师长，冷静，一定要冷静。苏浪知道，这种时候如果不拿出点不要脸的精神，今天恐怕是没法活着走出去了。他猛地挣脱了柳兰那勾人的脚丫，然后以一种极其夸张的姿态，瞬间扑到了冷清秋的身边，一把抱住了师尊那纤细紧致的腰肢。师尊，您终于来救徒儿了！苏浪这一嗓子嚎的那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仿佛刚才在那享受足底按摩的人不是他一样。您不知道，柳师叔他太热情了，徒儿拼死抵抗，宁死不从，时刻谨记着身心都是属于师尊的，这才勉强保住了清白啊。柳兰，大殿门口偷看的两个女弟子，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但冷清秋显然很吃这一套，听到苏浪那句身心都是属于师尊的，他原本凛冽的杀气瞬间消散了一大半，取而代之的是耳根处泛起的一抹粉红。哼，算你还有点良心。冷清秋冷哼一声，手中的剑缓缓放下，顺势反手揪住了苏浪的耳朵。虽然动作看着凶，但力道却轻得像是在调情。既然清白还在，那还不快跟为师回去，留在这里等着被人当下酒菜吗？是，弟子这就滚回去。苏浪点头如捣蒜。慢着！柳兰坐直了身子，也不恼，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苏浪，又看了一眼冷清秋，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人你可以带走，但来日方长。冷师姐，你身上的寒毒和我身上的火毒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你应该最清楚，这种病只有他能治。这根毒苗，你一个人真的吃得下吗？冷清秋娇躯猛地一僵，没有回头，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那就不劳师妹费心了。瑶光峰的事，本座自有分寸。”说完，他一把抓住苏浪的衣领，脚下生云，直接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消失在丹顶峰的上空。云端之上，罡风凛冽，但被冷清秋护在灵气护罩里的苏浪却感受不到丝毫寒意，只有那一阵阵从师尊身上传来的幽兰香气。此时的冷清秋背对着他，衣袂飘飘，宛如九天玄女，但苏浪能感觉到师尊的心情很复杂。师尊，苏浪试探性的喊了一声，甚至还得寸进尺的从后面环住了他的腰。冷清秋颤抖了一下，却没有推开，只是悠悠的叹了口气。苏浪，你知道为什么柳兰堂堂丹堂首座会有那种难以启齿的隐疾吗？甚至为什么为师身为元婴大能，却会被这寒毒折磨的痛不欲生？苏浪收起了嬉皮笑脸，神色微正，是因为修炼出了岔子？不是修炼的问题。冷清秋转过身，美眸深深地注视着苏浪，仿佛在看一件绝世珍宝。是因为这个天道病了？天道病了？苏浪一愣。万年之前，9天十地曾发生过一场浩劫，导致天道法则残缺。冷清秋的声音带着一丝苍凉和无奈。
从那以后，世间阳气崩塌，阴气却异常昌盛，这也导致了在这方世界，女子修炼的速度远超男子。各大宗门、圣地、皇朝的掌权者90%以上皆为女性。苏浪瞪大了眼睛，怪不得他穿越过来就发现，这玄印宗里也是女强男弱，厉害的长老几乎全是富婆，男弟子大多只能干苦力或者是吃软饭。原来是世界观设定就是阴盛阳衰，但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冷清秋继续说道，眼中闪过一丝痛楚。女子虽修炼极快，但体内积累的阴气因为没有足够的纯阳之气调和，修炼境界越高，副作用就越恐怖。为师修的是冰系功法，所以副作用是极寒蚀骨，每逢月圆之夜便如坠冰窟。柳兰修的是火系丹道，她的副作用便是丹火攻心，每夜燥热难耐，欲火焚身。还有皇朝那位女帝，听说已经修炼的浑身僵硬如石，成了真正的石女。说到这里，冷清秋看着苏浪的眼神变得异常炽热。这些万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解决之道，哪怕是用尽各种天才地宝，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直到你的出现，他伸出微凉的手指，抚摸着苏浪的脸庞。纯阳圣体，那是传说中上古时期才存在的完美体质。你的身体，你的灵力，对于这世间所有受苦的强大女修来说，就是唯一的救命解药。现在你明白了吗？柳兰为什么勾引你？因为你是药，是这9天10地唯一的活药。苏浪听得目瞪口呆，随后心中狂喜。好家伙，原来我不只是软饭王，我是整个世界的刚需啊！全世界的富婆都得了缺阳病，而我是唯一的药引子。这剧本我喜欢。那师尊，苏浪反手握住冷清秋的手，眼神深情款款。既然我是唯一的药，那这味药只想给师尊一个人吃，哪怕被师尊吃到渣都不剩，弟子也心甘情愿。油嘴滑舌，冷清秋嗔怪地瞪了他一眼，但那眼角的笑意却怎么也藏不住。行了，别贫了，回风，今晚你不仅要修缮阵法，还得帮为师彻底根除一下这几天积累的寒气。说到根除2字，他的声音明显低了8度，带着一丝无法言喻的羞涩气概。回到瑶光峰，冷清秋立刻钻进了内殿，并且开启了比平时多3倍的防御阵法，显然是在为今晚的大事做准备。苏浪则趁机回了一趟自己的洞府，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系统出来干活了。苏浪盘膝坐在床上，换出了那个淡粉色的透明面板。宿主苏浪，境界化海劲五重，体质纯阳荒古圣体，2阶阳气如火，稍微碰一下就能让异性面红耳赤。当前绑定羁绊对象：1冷清秋，好感度60，情根深种；2姬红叶，好感度55，逐渐臣服；3乐有兰，好感度25，虎视眈眈。系统，刚才师尊说这个世界的女人都有病，是不是真的？定，回答宿主，此乃世界底层逻辑，正因如此，本系统的存在才有意义。检测到宿主与核心女主冷清秋好感度已突破60，特此发放好感度功能说明书。随后，一大段金色的文字浮现在苏浪眼前：至尊红颜羁绊系统功能进阶表，当前阶段好感度0-50，肢体接触收益功能，通过牵手、拥抱、接吻等接触，随机掉落修为、悟性、技能碎片。评价只是蹭蹭，怎么能变强？第2阶段好感度50解锁，双修空间已开启。功能，宿主可随时拉取好感度达标的女主神魂，进入系统构建的虚拟双修空间。特性1，时间静止，空间内无论过去多久，外界只是一瞬。特性2，无损耗，在空间内进行任何高强度的双修演练都不会消耗体力，且感觉与现实100%同步。特性3，蹦境成真，空间内修炼所得的感悟境界完全反馈给肉身。评价，想练功，想解锁新姿势，想360度无死角辅导，这里就是你的天堂。第3阶段好感度80解锁，天赋掠夺复制未开启，功能可完美复制羁绊对象的特殊体质或核心天赋，如冷清秋的冰肌玉骨，姬红叶的天生媚骨。评价，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第4阶段好感度100解锁，灵魂共生未开启，功能生命共享，只要宿主不死，羁绊对象即可无限复活，反之亦然，且开启后宫合击技。评价，这才是真正的生死相依，永不分离。看完说明书，苏浪的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尤其是那个双修空间，时间静止，无损耗，100%真实感，这简直就是修炼者的作弊神器啊！也就是说，我现在就可以把师尊拉进空间里，进行各种功法探讨。苏浪看了一眼冷清秋的头像，那个好感度60的数字此刻正闪闪发光。定，是的，是否立即开启双修空间？不急，苏浪按捺住内心的躁动，现实里的肉还没吃到嘴呢，虚拟的先放一放。今晚可是掌门特批的修缮阵法之夜，现实里的互动才是增加羁绊值的关键。师尊，弟子来了。苏浪整理了一下发型，换上了一身显身材的白袍，喷了点特制的灵草香水，然后一脸视死如归地朝着内殿走去。瑶光峰内殿，数10颗夜明珠散发着暧昧的暖光。冷清秋正坐在那张宽大的寒玉床上，看似在打坐，实则耳朵一直竖着，听着外面的动静。他已经换下了一身道袍，
穿上了一件从未在人前展示过的天蚕丝睡裙。这睡裙极薄，呈半透明的淡蓝色，如同月光编织而成，贴在她那完美的娇躯上，随着她的呼吸勾勒出令人血脉喷张的起伏。那个孽徒怎么还不来？冷清秋有些焦躁地抓了抓床单，心中既紧张又期待。他知道今晚过后，他和苏浪的关系恐怕就要彻底变质了。什么师徒，什么伦理，在那种深入骨髓的温暖面前，都见鬼去吧！就在这时，叩叩叩，门口传来轻轻的敲击声。进来。内殿里传出的声音虽然依旧清冷，但若是细听，那尾音里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颤抖和期待。苏浪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反手便将殿门重重关上，顺便激活了早已布置在门口的18道防御禁制。咔嚓咔嚓咔嚓，随着一连串击阔咬合的脆响，整个寝宫瞬间与世隔绝。殿内数十颗极品夜明珠散发着暧昧的暖橘色光晕，将原本清冷空旷的宫殿映照得格外旖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幽兰香气，那是冷清秋身上独有的体香。只不过此刻这香气中似乎还夹杂着一丝因紧张而分泌的甜腻。苏浪的目光穿过层层轻纱帷幔，最终定格在那张巨大的寒玉床上。尽管早已在脑海中预演了无数次，但当亲眼看到这一幕时，苏浪还是没忍住吸了一口气，感觉体内的纯阳之血像是被泼了一桶热油，瞬间沸腾。冷清秋侧卧在床榻之上，他早已褪去了那一身象征着威严与禁欲的月白道袍，取而代之的是一件薄如蝉翼、近乎透明的天蚕丝睡裙。那淡淡的冰蓝色布料紧紧贴在他身上，将那 S 型的完美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修长的脖颈、精致的锁骨、盈盈一握的柳腰，以及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惊心动魄的弧度。最要命的是，他那一双平日里藏在道袍下的1.2米大长腿，此刻正毫无遮掩地暴露在空气中，肌肤胜雪，泛着温润的光泽，脚踝处甚至还极其反差地带着一根红绳，更衬得那足踝纤细如玉。这就好比一尊供奉在神坛上的高冷观音，突然走下神坛，化作了魅惑众生的妖精。看够了吗？似乎是感受到了苏浪那极具侵略性的目光，冷清秋有些不自在地拉了拉裙摆，试图遮住那双无处安放的大长腿，脸上早已染上了一层醉人的酡红。看够了就开始干活。干什么活？苏浪明知故问，步步逼近，嘴角挂着那一贯的坏笑。当然是修缮阵法。冷清秋咬着银牙，强撑着师尊的威严，但那闪烁的眼神早已出卖了他内心的慌乱。你不是跟掌门说要给为师修一个动静再大也听不见的阵法吗？材料都在这了，还不快动手？他指了指床边放着的一堆极品灵石和阵盘。师尊，您这就不懂了。苏浪走到床边，单膝跪上寒玉床，双手撑在冷清秋的身侧，将他整个人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之下。这修缮战法讲究的是因地制宜，人阵合一。咱们瑶光峰最大的阵眼，其实就是师尊您啊。若是师尊体内的寒毒不除，经脉不通，就算外面修得再好，那也是虚有其表。所以苏浪低下头，鼻尖轻轻蹭过冷清秋那滚烫的耳垂，声音低沉沙哑，带着无尽的蛊惑。今天的修缮工作必须先从师尊的内部入手。你歪理邪说。冷清秋被他那一句内部撩拨的浑身酥麻，刚想反驳，苏浪的大手已经极其霸道地覆盖在了他的小腹之上，也就是丹田所在的位置。轰！滚烫的纯阳灵力如同决堤的江水，瞬间冲破了那层薄薄的布料，涌入他的体内。冷清秋娇躯猛地一挺，发出一声令人面红耳赤的娇吟，那久违的深入灵魂的温暖感瞬间驱散了他体内积压了一整天的寒气。那种感觉就像是冻僵的旅人突然泡进了温暖的温泉，每一个毛孔都在欢呼雀跃地张开。师尊，您的阵眼好凉啊！苏浪感受着掌心传来的冰冷触感，眼中闪过一丝心疼，随即加大了灵力的输送。看来今天工程量浩大，弟子得加倍努力才行。别说话。冷清秋羞耻地闭上眼睛，双手无力地抓着苏浪的肩膀，指甲几乎嵌入了他的肉里。他能感觉到苏浪的手并不老实，那只带着火热温度的大手在输送灵力的同时，还在他的腰腹间缓缓游走，每一次指尖的触碰都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点燃了一把火。这里是气海穴，堵得有点厉害，得揉开。苏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手指在他的肚脐周围画着圈。这里是带脉，也不通畅，难怪师尊最近腰酸。他的手顺着腰线滑向两侧，指腹轻轻按压着那紧致而富有弹性的肌肤。还有这里。苏浪的目光变得幽深，手掌缓缓上移，越过了平坦的小腹，向着那更为险峻的山峰进发。师尊，心脉乃是阵法枢纽，更是重中之重，若是这里寒气淤积，可是会影响到心的。不，那里不可以。孽徒！冷清秋猛地睁开眼，想要推开他，但体内那股舒适到极致的懒洋洋感觉让他根本提不起一丝力气。师尊，讳疾忌医可不是好习惯。苏浪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准确无误地覆盖在了那两处寒气最重的枢纽之上。啊！这一瞬间，冷清秋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灵魂仿佛都要出窍了。太刺激了！这纯阳圣体简直就是作弊，那种阳气与寒气激烈碰撞产生的化学反应，根本不是普通接触能比拟的。
如果说之前的治疗是涓涓细流，那现在简直就是火山喷发。定，检测到超高浓度的肢体接触，正在进行深度寒毒拔除。目标冷清秋，元婴中期，当前状态意乱情迷，身心防线全面崩塌。恭喜宿主，冷清秋好感度突破70，情定3升，获得大量纯阴元气反馈，修为暴涨中。苏浪只觉得一股极其精纯凉爽的能量从师尊体内反哺而来，与自己的纯阳灵力完美融合，在经脉中疯狂运转。化海境5重，化海境6重，化海境7重，这软饭吃的真香。师尊，您的心跳好快。苏浪低下头，看着身下那个平日里高高在上，此刻却面若桃花，眼神迷离的绝美女子，心中的征服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是寒毒太厉害了吗？还是因为弟子？闭嘴！你这个坏胚！冷清秋大口喘息着，声音软糯的仿佛能滴出水来，眼角甚至还挂着几滴生理性的泪珠。明明就是在占便宜，还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弟子若是坏胚，那师尊是什么？苏浪坏笑一声，突然俯下身，在他那滚烫的红唇上轻轻啄了一下。师尊那天在梦里可是叫人家好夫君的，还求着弟子用力一点呢。轰！这句话就像是一颗深水炸弹，彻底炸毁了冷清秋仅存的理智、羞耻感、刺激感，还有那种压抑了许久的爱意，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你不许说！冷清秋羞愤欲绝，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竟然猛地一翻身，将毫无防备的苏浪反压在了身下。此时的他青丝凌乱，衣衫半解，香肩半露，那双平日里冷冰冰的凤眸此刻却燃烧着熊熊的火焰。既然你是我的心魔，既然你是唯一的解药。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苏浪，双手按在他的胸膛上，声音虽然颤抖，却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决绝。那就彻底治好我，别像之前那样半途而废。说完，这位高冷的瑶光峰主竟然笨拙而青涩的低下了头，主动吻上了苏浪的嘴唇，甚至他那只颤抖的小手还极其大胆地伸向了苏浪的腰带。卧槽！苏浪震惊了，师尊这是逆推？这还是那个连牵个手都要脸红半天的冰山女神吗？这简直比魔教妖女还要猛啊！果然，老话说得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变态。师尊压抑太久，这一爆发简直要命。既然师尊有命，弟子敢不从命？苏浪反客为主，猛地扣住他的后脑勺，加深了这个吻。一时间，寒玉床上春光无限，衣衫纷飞，灵力激荡，整个内殿的温度在这一刻急剧升高，就连那万年不化的寒玉床，此刻表面都蒙上了一层细密的水珠。然而，就在两人即将突破最后那一层窗户纸，进行真正的生命大和谐运动时，叮！系统警告：宿主当前肉身强度化海境7重，尚未达到承受元婴期元婴之力的完美临界点。若此刻强行结合，极大概率会导致宿主经脉受损，且师尊体内的极寒本源可能会反噬宿主纯阳根基。建议方案：开启双修空间进行神魂交融，利用空间特性缓冲能量，待宿主突破金丹期后再进行肉身结合。苏浪动作一僵，心里有1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系统你大爷，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虽然很不爽，但苏浪知道系统从不坑爹，现在自己毕竟还是太弱了。元婴期大佬的第一次，那可是核弹级别的能量，搞不好真能把自己撑爆。呼！苏浪强行压下体内的邪火，看着身上那个已经情动到极致、眼神迷离，等待着下一步动作的师尊。师尊！苏浪的声音沙哑的可怕。怎么了，夫君？冷清秋下意识地喊出了那个称呼，那声音酥得让人骨头都化了。现在的我还太弱了。苏浪深吸一口气，捧着他的脸颊，眼神极其认真。若是现在就要了师尊，恐怕会伤到你的根基，也会伤到我。冷清秋眼中闪过一丝迷茫和失落，原本燃烧的火焰瞬间暗淡了几分。你是不想要我吗？怎么可能？我做梦都想。苏浪连忙解释，随即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不过肉身虽然不行，但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别的办法？师尊闭上眼，放松神识，不要抵抗。苏浪的声音带着一股奇异的魔力。冷清秋虽然不解，但出于对他的绝对信任，还是乖乖闭上了眼睛。系统开启双修空间，拉取目标神魂。叮！双修空间已开启，目标冷清秋，神魂拉取成功。下一秒，两人只觉得天旋地转。当冷清秋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竟然不在那个熟悉的寝宫了。这里是一片粉色的云海，四周漂浮着无数桃花瓣，空气中弥漫着让人心神荡漾的甜香。而在云海中央，有一张巨大无比柔软至极的云床。这里是冷清秋震惊地看着四周，这里是弟子的本命神通极乐世界。苏浪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在这个空间里，苏浪发现自己竟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一切。他心念一动，身上的衣服瞬间变成了一套极具诱惑力的现代款浴袍。别问为什么，问就是系统牛逼。而冷清秋身上的天蚕丝睡裙也变成了一套更加大胆的类似旗袍但开叉到腰部的黑色蕾丝纱裙。呀，这衣服！冷清秋惊呼一声，羞得想要捂住身体，却发现这衣服虽然布料少，但该遮的地方都遮了，只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比没穿还要诱人1万倍。
师尊，在这里，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会有副作用，而且感觉比外面还要真实100倍哦。苏浪像个大灰狼一样步步逼近，眼神中闪烁着绿光。而且在这里时间是静止的，就算我们在里面待上1年，外面也只是一瞬间。所以苏浪一把将还在发猛的师尊拉进怀里，倒在云床上。师尊，关于九转金身诀的第72种修炼姿势，弟子有些不解，今晚还请师尊言传身教。冷清秋看着眼前这个霸道又邪魅的徒弟，感受着那无比真实的体温和触感，心中的最后一丝防线彻底崩塌。在这个没有伦理束缚，没有寒毒困扰，只有他们2个人的世界里，那就放纵一次吧。冤家，他勾住苏浪的脖子，主动送上了香吻。要是教不好，为师可是会惩罚你的。粉色的云海翻涌，桃花瓣如雨般落下。这里是系统构建的双修空间，一个独立于现实之外的法则境地。师尊，感觉如何？此时的冷清秋双目紧闭，长长的睫毛颤抖着，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极致的舒展状态。这种神魂层面的结合，远比肉体的接触要刺激100倍。在现实中，他还会因为师徒名分和羞耻心而有所保留，但在这里，在灵魂赤裸相对的状态下，他内心深处所有的渴望、压抑、爱意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苏浪面前。苏浪，太长了，神魂药。冷清秋的神魂发出断断续续的意念波动，那是极致愉悦带来的失神。苏浪紧紧拥着他的神魂，运转九转金身诀中关于神识修炼的秘法，将自己那磅礴浩大的纯阳魂力源源不断地注入师尊那因为常年受寒毒侵蚀而显得有些阴冷的识海之中。师尊，您的冰心诀之所以一直无法突破，就是因为这股寒意已经冻结了您的神魂本源。苏浪的声音直接在他的灵魂深处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现在苦儿就用这把纯阳之火，把这些万年坚冰统统化开。轰！随着苏浪神魂的最后一次强力冲击，2人的灵魂仿佛融为了一体，化作了一个完美的太极圆融图案。一股璀璨的蓝金双色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粉色空间。啊！冷清秋的神魂猛地仰起头，发出一声响彻云霄的长啸。那困扰了他数十年的寒毒枷锁，在这一刻被彻底冲碎。与此同时，一股极其精纯的元阴魂力顺着连接处倒灌入苏浪的体内。叮！恭喜宿主完成首次神魂双修，获得奖励结算：1. 宿主神魂强度提升100%，神识范围扩大至10里；2. 获得冷清秋大量元阴魂力反补，修为瓶颈破碎；3. 冷清秋好感度提升至78，状态灵魂打下烙印，此生非你不可。外界瑶光峰内殿，时间仅仅过去了一个呼吸。呼！寒玉床上的2人同时睁开了眼睛。现实中，2人依旧保持着之前的姿势，但此时冷清秋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那种高冷和疏离感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后的慵懒与艳足，眼波流转间竟是掩不住的风情。他看着苏浪，就像是在看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孽徒！冷清秋声音沙哑的厉害，像是含着一口热沙。你刚才在那个空间里折腾了为师多久？1年。虽然现实只是一瞬，但在神魂感官里，他感觉自己仿佛和苏浪缠绵了整整1年，每一个念头都被他填满了。师尊若是喜欢，下次咱们在里面待上100年。苏浪坏笑着凑过去，帮他理了理凌乱的鬓角。想得美，身体受得了，心也受不了。冷清秋脸红得快要滴血，他推了推苏浪的胸膛，虽然很不想分开，但他现在的状态很特殊。苏浪，我要闭关了。神魂突破带来的感悟太庞大，如果不立刻消化，恐怕会损伤根基。而且为师感觉元婴中期的壁垒已经松动了。说到这里，他眼中闪过一丝激动。要知道，到了元婴期，每进一步都难如登天，这次双修简直就是天大的机缘。好，那弟子就在外面给师尊护法。苏浪也知道轻重，并未纠缠，他翻身下床，整理好衣服，又深深地看了师尊一眼，这才转身向外走去。等等，身后突然传来冷清秋的声音。苏浪回头就看到师尊那只光洁如玉的脚丫从被子里伸出来，轻轻晃了晃。怎么了师尊？没什么，就是想告诉你。冷清秋把头埋进枕头里，声音细若蚊蝇。下次能不能轻点？真的很酸。苏浪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这还是那个杀伐果断的冰山峰主吗？这反差萌简直要命啊！走出内殿，关上重重禁制，殿外依旧是深夜，月朗星稀。对于苏浪来说，仿佛过了一生一世，但对于外界来说，确实只过了短短片刻。苏浪刚一转身，就看到一道粉色的身影正蹲在门口的柱子旁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正在地上疯狂的画圈圈。画个圈圈诅咒你，快枪手！3秒难，怎么突然没声音了？是不是不行了？姬红叶碎碎念着，耳朵却竖得像天线一样，用特殊的偷听法门死死贴着阵法护照。之前他明明听到了里面传来冷清秋那令人面红耳赤的啊的一声惨叫，那是内部修缮刚开始的时候，可紧接着里面突然就没声了，这让他很难受。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结束了，还是那个变态师尊用了什么隔音符？喂，小奴婢，在背后编排主人，
可是要被打屁股的。苏浪懒洋洋的声音突然在他头顶响起。哇！姬红叶吓得直接跳了起来，手里的树枝都扔飞了，一脸见鬼的看着苏浪。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他下意识的看了一眼天色，这么快？姬红叶的眼神瞬间变得古怪起来，带着一丝怜悯和嘲弄，视线不由自主地飘向苏浪的腰部下方。原来主人你也只是个银样蜡枪头啊，才这么一会儿就那个了。苏浪他额头上青筋直跳，双修空间里1年，现实里1瞬间，这他妈怎么解释？哼，我是怕师尊身体吃不消才中场休息的。苏浪没好气地敲了一下他的脑门，倒是你刚才听到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听到，真的，我没听到师尊喊不行了，也没听到你说什么从内部入手。姬红叶连忙捂住嘴，一双大眼睛无辜地眨着。苏浪被气笑了，这合欢宗圣女确实有特别的偷听法门。行了，别废话。苏浪感受到体内那因为神魂双修而溢出的庞大能量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了。我要在这里打坐片刻，你给我护法，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进来，我也为你试问。说完，苏浪直接盘膝坐在大殿门口的台阶上，九转金身诀运转，他体内的气息开始疯狂暴涨，化海境7重，化海境8重，化海境9重，化海境巅峰。短短几个呼吸间，苏浪周围就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姬红叶看得目瞪口呆，这就是和元婴大能双修的好处吗？这升级速度也太离谱了吧！他酸了，彻底酸了。明明是我先来的，明明是我先被主人看上的。姬红叶咬着衣角，看着苏浪那越来越强大的背影，心中的臣服感和占有欲交织在一起，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下次一定要轮到我。一夜无话，当第一缕晨曦刺破云层，照耀在瑶光峰上时，苏浪缓缓睁开双眼，两道金光如利剑般射出，刺破虚空。呼，一口浊气吐出，化作败炼，久久不散。化海境巅峰，距离金丹期只差那一层窗户纸了。苏浪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那仿佛无穷无尽的力量。现在的他虽然境界还在化海，但凭借纯阳圣体和强大的神魂，就算是金丹后期的修士，他也有信心一拳打爆。恭喜主人神功大成！旁边传来姬红叶酸溜溜的声音，他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显然是一夜没睡。表现不错。苏浪心情大好，正准备给他一点阳气作为奖励，就在这时，轰隆隆，瑶光峰平静的护山大阵突然遭到了一股极其狂暴的火焰力量的冲击，整个山峰都晃了3晃。苏浪，你个负心汉，给老娘滚出来！一道充满了怨气、怒火，还有极致焦躁的女声，如同炸雷般响彻云霄。紧接着，一股浓郁的药香混合着焦糊味扑面而来。只见山门处，一道红色的身影硬生生撞开了外围的迷雾，带着一身滚滚热浪，杀气腾腾地冲了上来。正是丹堂首座柳兰，只不过今天的柳兰状态看起来相当恐怖。她那一身原本精致的紫色旗袍，此刻显得有些凌乱，头发披散，双眼赤红，眼角带着媚意与痛苦交织的泪痕。最可怕的是她周身的温度高得吓人，所过之处，瑶光峰的积雪瞬间融化成水，又蒸发成雾。柳兰，姬红叶吓了一跳，连忙躲到苏浪身后。这柳长老怎么疯了？苏浪也是眼皮一跳，这架势不像是来求医的，倒像是来索命的呀！苏浪，柳兰瞬间冲到苏浪面前，带起的一阵热风差点把苏浪的眉毛给撩了。他一把揪住苏浪的衣领，将那张美艳却扭曲的脸凑到他面前，咬牙切齿地吼道：你昨天对本座做了什么？你把本座体内的火毒引出来了一半，却又不彻底吸走。昨晚本座回去后，火毒反噬，比平时猛烈了10倍不止。本座整整一夜都在水里泡着，却还是觉得像是在岩浆里洗澡。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啊！柳兰显然是快被折磨疯了，本来习惯了的痛苦突然被苏浪缓解了一下，结果还没爽完就停了。那种反弹后的空虚和加倍的灼烧感，足以让人发狂。可，柳师叔，冷静，冷静！苏浪感受着他身上那惊人的高温，以及那毫不掩饰贴上来的柔软，连忙举起双手。昨天那是不可抗力啊！师尊突然回来，把我抓走了，我也是受害者啊！我不管！柳兰根本听不进解释，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灭火。他那双桃花眼里满是疯狂的渴望，死死盯着苏浪，就像是在看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丹顶峰！如果今天不能把本座治好，本座就直接把你这纯阳之体炼成人体大丹，一口吞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苏浪能感觉到柳兰体内的那一朵红莲火种正在暴走，如果再不引导，恐怕他真的会自爆，拉着整个瑶光峰陪葬。好，我去，我现在就去！苏浪当机立断，这不仅是救人，更是吞噬神火和突破金丹的最佳时机。小叶子，看好家，师尊出关前别打扰他。苏浪飞快地吩咐了一句，下一秒，他就被已经急红了眼的柳兰拦腰抱起，化作一道赤红色的流星，火急火燎地朝着丹顶峰的方向砸去。看着两人消失的方向，姬红叶愣在原地，手中的扫帚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又是别的女人，昨晚是师尊，早上是柳兰，我这个圣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排上号啊？瑶光峰上回荡着姬红叶悲愤的呐喊，风声呼啸，热浪滚滚，被柳兰夹在腋下的苏浪
只觉得两边的景物如同流光般倒退，脸上被迎面而来的劲风刮得生疼。但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紧贴着自己脸颊的那团惊人的柔软与滚烫。此时的柳兰就像是一座正在喷发的活火山，隔着衣物都能感受到她肌肤上那足以烫熟鸡蛋的高温。柳师叔，慢点，慢点啊！弟子的发型要乱了。苏浪艰难地从那团令人窒息的绵软中探出头来，大声抗议：“闭嘴！”柳兰根本没有心思理会他的调侃，双眼赤红，咬着牙底吼道：“本座现在感觉就像吞了1万根烧红的烙铁，要是再不把你带回去灭火，本座就在这里把你给办了！”感受到他那几乎失去理智的疯狂，苏浪识趣地闭上了嘴。看来这红莲神火的反噬确实非同小可。丹顶峰首座阁，作为整个玄印宗炼丹师心中的圣地，这里平日里也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今天所有人都被天上掉下来的那一幕惊掉了下巴。只见一道赤红色的火光如同陨石坠落，轰然砸在首座阁前的广场上，激起漫天烟尘。那是首座大人！天啊！首座大人怀里抱着的那个男人是谁？好像是瑶光峰的苏浪，那个传说中的软饭王。我的天！首座大人竟然这么狂野，直接把男人抢回封了，这是要强民男？在一众弟子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柳兰根本没有半分停留，抱着苏浪直接撞碎了首座阁的大门，冲进了专属炼丹房。砰！厚重的青铜大门重重关上，紧接着一层层红色的禁制光幕升起，将整个炼丹房彻底封死。这里的温度比外面高了不知多少倍，中央那尊巨大的九龙赤火炉正喷吐着熊熊地火。刚一落地，苏浪还没站稳，就被柳兰一把按在了一张由千年火暖玉打造的宽大云榻上。快给我！柳兰此时已经彻底抛弃了作为首座的尊严和矜持，她体内的火毒与红莲火种产生了共鸣，正在疯狂灼烧着她的经脉和理智。撕拉一声裂帛脆响，柳兰贤身上的旗袍碍事直接动手撕开了领口，露出了大片大片泛着粉红色的雪腻肌肤，以及那件被汗水浸透几乎变成透明的黑色鸳鸯肚兜。那剧烈起伏的波涛就在苏浪眼前晃动，散发着熟透了的诱人甜香。师叔，您这也太不见外了吧！苏浪咽了口唾沫，虽然嘴上花花，但眼神却瞬间变得凝重起来。他能清晰地看到，在柳兰的小腹处，也就是丹田的位置，有一朵妖艳至极的红色莲花印记正在若隐若现，每一次闪烁，柳兰的脸上就会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少废话，昨天那个纯阳之气，快给本座输进来！柳兰跨坐在苏浪身上，双手死死按着他的肩膀，那双原本妩媚动人的桃花眼，此刻蒙上了一层水雾，带着祈求和命令。你要是不给，本座就吸干你！啧，这就是求医的态度吗？苏浪嘴角勾起一抹坏笑，突然反手扣住了他那纤细却充满了爆发力的手腕，猛地翻身，天旋地转，两人的位置瞬间互换。苏浪居高临下的看着身下这个风情万种的成熟尤物，眼神中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柳师叔，治病这种事还得让我这个神医来主导才行，而且既然火气这么大，那就得用猛药。话音未落，苏浪的一只手已经极其霸道地覆盖在了他那滚烫的小腹上。纯阳荒古圣体全功率开启，轰！如果说昨天那一只是涓涓细流，那现在苏浪掌心喷涌而出的就是长江大河，浩浩荡荡的纯阳金光带着至刚至阳，镇压一切邪祟的霸道气息，蛮横地冲进了柳兰的体内，直奔丹田那朵作乱的火莲而去。啊！柳兰猛地仰起头，修长的双腿紧紧绷直，脚背弓成了一道诱人的弧线，脚趾用力蜷缩着，一声足以让任何男人热血沸腾的高亢尖叫，响彻整个炼丹房。痛、痒、爽，三种截然不同的感觉瞬间冲击着他的大脑。那股纯阳之气就像是一把金色的巨剑，强行劈开了他体内那滚烫的火毒，所过之处，原本如岩浆般灼烧的经脉瞬间变得清凉舒爽，灵力进得太深了。柳兰意乱情迷地抓着苏浪的手臂，指甲在上面留下了几道红痕，嘴里说着拒绝的话，身体却向上挺起。师叔，这才刚开始呢。苏浪眼神幽深，盯着他丹田处那朵正在疯狂抵抗纯阳之气的红色火莲。定检测到红莲神火，该火种正在试图反噬宿主，建议方案利用纯阳圣体的吞噬特性，配合九转金身诀，强行将其炼化，同时利用柳兰的火灵之体作为熔炉，可大幅提高成功率。正合我意。苏浪眼中金光一闪，他猛地低下头，在柳兰震惊的目光中，直接吻上了他那张微微张开还在喘息的红唇。柳兰瞪大了眼睛，这小子竟敢强吻本座！但下一秒，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苏浪不是在占便宜，而是在掠夺。一股恐怖的吸力从两人接触的双唇间传来，柳兰只觉得体内的那朵红莲火种竟然不受控制地顺着经脉上涌，穿过胸口，穿过咽喉，最后被苏浪硬生生地吸进了嘴里。咕嘟，苏浪喉结滚动，竟然真的把那朵狂暴无比的火种给吞了下去。你疯了！纯分！柳兰顾不得羞耻，一脸惊恐地看着苏浪，那可是红莲神火，就算是我也不敢直接吞，你会炸体而亡的。然而预想中苏浪爆体而亡的画面并没有出现，相反，苏浪的身体表面突然燃起了一层金红色的火焰，整个人宝相庄严，
如同浴火重生的神之嗝。苏浪打了个带着火星子的饱嗝，舔了舔嘴唇，一脸意犹未尽的看着身下早已酥软如泥的柳兰，味道有点辣，不过劲儿挺大。柳师叔，火种我是收了，但我现在好像有点上火了。吞噬神火带来的庞大热量，让苏浪此时也处于一种即将爆发的状态。他体内的灵力已经达到了化海境的极限，正在疯狂冲击着那层壁垒，想要凝聚金丹。而此时此刻，身下这个拥有极品火灵之体，又刚刚被他疏通了经脉的熟透了的大美人，无疑就是最好的冷却液。你想干什么？柳兰看着苏浪那双仿佛在燃烧的金色瞳孔，心里莫名的慌了一下。师叔不是说只要治好了你，就什么都答应我吗？苏浪俯下身，滚烫的胸膛紧紧贴着他那还在颤抖的娇躯。现在我要借师叔的身体，助我结丹。借？怎么借？当然是这样借。苏浪不再废话，再次吻了下去。这一次不再是掠夺，而是给予。纯阳之气裹挟着刚刚炼化的红莲神火，在两人体内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轰！整个炼丹房内的灵气瞬间暴动，化作一个巨大的漩涡，疯狂涌入两人体内。云踏摇晃，红浪翻滚。柳兰只觉得今天的自己就像是一叶在怒海中飘摇的小舟，被苏浪这股狂暴的浪潮一次次送上云端，又一次次抛入深渊。他引以为傲的修为，在这个只有化海境的后辈面前，竟然完全溃不成军，只能在那霸道的攻势下发出一声声求饶般的呜咽。冤家，你是要弄死本座吗？轻点，本座叫你师兄行不行？不知过了多久，随着苏浪体内发出一声仿佛蛋壳破碎般的清脆响声，一颗圆润无瑕、表面缠绕着9条金龙纹路的金色内丹，在他的丹田气海中缓缓凝聚成型。定！恭喜宿主成功吞噬红莲神火，升级为纯阳神火，9转金身诀突破第2转，境界突破金丹境一重，9龙至尊丹。恭喜宿主成功攻略柳兰丹堂首座，获得柳兰好感度加40，当前70，状态心服口服，甚至还想再来一次。风雨初歇，炼丹房内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气息。苏浪盘膝坐在云榻上，看着自己手中那团跳动的金红色火焰，嘴角笑得快要咧到耳根了。这不赚大了，不仅白嫖了神火，突破了金丹，还顺手拿下了一个极品富婆。而柳兰此时正蜷缩在被子里，露出一截布满红痕的香肩，眼神迷离地看着这个夺走了他身心的男人。喂，小没良心的！他声音哑得不成样子，伸脚踹了踹苏浪的腰。以后常来丹顶峰，本座这里的丹药随你吃。苏浪回过头，抓住那只脚丫亲了一口，笑眯眯地说道：丹药就算了，我比较喜欢吃炼丹的人。啐，不知羞！柳兰红着脸啐了一口，心里却是甜滋滋的。就在这时，苏浪的传音玉简突然震动起来，接通后，里面传来姬红叶焦急万分的声音：主人，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宗门外来了好多人，打着大周皇朝的旗号，说是要来接您进京，去给那个使女皇帝治病，而且世尊他出关了，正提着剑往山门去呢。苏浪手一抖，差点把玉简给摔了。大周皇朝女帝，这就是传说中的刚出狼窝又入虎穴。而且师尊要是知道我又在外面沾花惹草，这回怕是真的要把我腿打断吧。柳师叔，借个后门走走，我有急事。苏浪二话不说，抓起衣服就往身上套。柳兰看着他狼狈的样子，咯咯直笑。怎么，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苏神医也有怕的时候？怕？我这是战略性转移。苏浪嘴硬的回了一句，随后化作一道金光，直接撞破窗户，溜之大吉，只留下身后一世春光和一位笑得花枝乱颤的美艳手作。一道金色的流光狼狈地从丹顶峰后山窜出，在空中划过一道并不优美的弧线，直奔瑶光峰而去。苏浪一边飞一边疯狂地往嘴里塞着清心丹和除味散。完蛋！柳兰那个疯女人身上的香味太浓了，简直就是腌入味了呀！苏浪嗅了嗅袖口，那一股成熟的甜腻香气混合着红莲神火的焦灼味，简直比任何证据都更有力。这要是被师尊闻到，后果不堪设想，腿打断都是轻的，搞不好要被没收作案工具。然而还没等他飞回瑶光峰，远远地就看到玄印宗的山门外悬浮着一艘巨大无比的金龙宝船。那宝船通体由赤金打造，长达100丈，金旗蔽日，上面绣着一只腾飞的5爪金龙，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皇家威严。而在宝船下方，2拨人马正在对峙，一边是姬红叶带着几个瑟瑟发抖的瑶光峰杂役弟子，另一边则是数十名身穿金甲的禁卫军，领头的是一位身穿大红蟒袍的中年太监，手里拿着一卷金灿灿的圣旨，鼻孔朝天，一脸的不耐烦。咱家再说最后一遍。那红袍太监尖着嗓子，声音中裹挟着半部元音的阴柔凌厉，震得姬红叶等人耳膜生疼。女帝陛下有旨，宣玄印宗弟子苏浪即刻随咱家进京面圣，不得有误。若是耽误了陛下的病情，别说是你一个小小的瑶光峰，就算是整个玄印宗也担待不起。姬红叶虽然害怕，但还是咬着牙挡在前面，手里紧紧攥着苏浪给他的传音玉简。这里是瑶光峰，不是你们大周皇朝。苏师兄正在闭关，谁也不能闯。红袍太监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厉色。信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他不出来，那咱家就亲自进去把他抓出来。说着，他猛地一挥手中的拂尘，
轰！一股阴毒的劲气如同毒蛇出洞，直接卷向姬红叶。我看谁敢动他！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金红色的火光从天而降，如同陨石坠地，狠狠地砸在姬红叶面前。砰！烟尘散去，苏浪单手插兜，神火在他指尖跳动，竟然直接将那太监的劲气焚烧成了虚无。主人！姬红叶看到那个熟悉的背影，眼眶一红，差点哭出来。这个混蛋总算是在关键时刻赶到了。咦呦，这不是宫里来的公公吗？苏浪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目光玩味地打量着那个红袍太监。不在宫里伺候女帝，跑到我这荒山野岭来撒野，怎么？女帝陛下是寂寞了，派你来找乐子的？大胆！红袍太监气得浑身发抖，兰花指着苏浪：“你就是那个苏浪，油嘴滑舌！咱家乃是御前总管王公公，奉女帝之命接你入宫诊治，你竟敢口出狂言，亵渎圣上！诊治？”苏浪挑了挑眉：“如果是看病，那就得有求医的态度。你这一上来就喊打喊杀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抄家的呢。少废话！陛下病情危急，刻不容缓。”王公公显然不想跟苏浪废话，大手一挥，把此人给咱家绑了，押上龙舟。是。数十名金丹期的金甲卫士齐声怒喝，就要冲上来抓人。苏浪眼睛一眯，刚准备动手给这些看门狗一点教训，突然一股比寒冬腊月还要冷冽千百倍的寒气瞬间笼罩了整座山门，天空之中竟然飘起了鹅毛大雪。原本气势汹汹的金甲卫士们动作瞬间僵硬，眉毛和铠甲上迅速结起了一层厚厚的冰霜，修为低一点的直接被冻得嘴唇发紫，连灵力都运转不畅。好大的威风！一道清冷至极的声音仿佛从9天之上传来，众人惊恐抬头，只见一道白衣胜雪的绝美身影脚踏虚空，一步步走来。他手中并未持剑，但整个人就像是一柄出鞘的绝世神兵，锋芒毕露。每走一步，脚下的虚空便生出一朵冰晶莲花。正是刚刚得知苏浪又跑去丹顶峰鬼混的瑶光峰主冷清秋。此时的他虽然面容依旧绝美，但那双凤眸中蕴含的怒火和醋意足以冻结整个世界。本座的弟子，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群烟狗来指手画脚了？冷清秋目光冰冷地扫过王公公，仅仅是一个眼神，就让这位半步元婴的御前总管如坠冰窟，膝盖一软，差点当场跪下。元婴期大圆满。王公公牙齿打颤，惊骇欲绝。师尊！苏浪看到救星来了，立刻收起刚才的嚣张。滚！随着这一个字吐出，一股恐怖的冰雪风暴骤然爆发，直接将那数十名金甲卫士连同王公公一起像扫垃圾一样轰飞了数千米远，连那艘巨大的金龙宝船都被冻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坨子，打着旋儿飞出了玄印宗的地界，全场死寂。这就是元婴大圆满的恐怖实力。做完这一切，冷清秋这才慢条斯理地收回手，转过身，那双仿佛能杀人的眸子死死地盯着苏浪。外人赶走了，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了。他伸出2根纤细的手指，精准地捏住了苏浪腰间的软肉，然后180度旋转。嘶！苏浪倒吸一口冷气，疼得五官都扭曲了。身上的胭脂味挺重啊，柳师妹的滋味如何？是不是比为师还要销魂？冷清秋的声音很轻，却透着一股让人头皮发麻的温柔。师尊，冤枉啊！那是柳师叔强迫弟子的。苏浪求生欲爆棚，连忙举手发誓，而且弟子是为了突破金丹，才不得不去借个火。您看，弟子现在已经是金丹期了，这都是为了能够早日达到和师尊肉身双修的标准啊！听到肉身双修4个字，冷清秋的脸颊瞬间红了一下，手上的力道也不自觉地松了几分。这孽徒总能精准地戳中他的软肋。哼，油嘴滑舌！冷清秋松开手，傲娇地整理了一下衣袖。不过，既然那个萧宁双派人来找你，说明他的石化病已经到了晚期，这倒是个机会。机会？苏浪一愣，宗门收到消息，大周皇朝即将开启乾隆秘境，里面有天道法则的碎片。冷清秋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为师要去为你争取一个名额。既然女帝有求于你，那你便去一趟皇都，一来去把那不可一世的女帝治得服服帖帖，扬我瑶光峰威名；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他突然凑近苏浪，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把那一身柳兰的味道给本座去洗干净，在外面玩够了，记得早点回来交公粮。若是敢带别的野女人回来。”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姬红叶，又看了一眼苏浪的下三路，威胁之意不言而喻。苏浪咽了口唾沫，只觉得裤裆凉飕飕的。是，弟子遵命，弟子一定守身如玉。看着冷清秋化作流光返回主峰的背影，苏浪擦了一把冷汗，好险好险，差点就变成了太监神医。他转头看向还处于震惊中的姬红叶，看什么看，还不快去收拾行李？苏浪恢复了那副慵懒的模样，弹了一下姬红叶的脑门。既然师尊发话了，那咱们就去一趟大周皇都。听说那位女帝陛下是个冷艳的使女，专治疑难杂症的苏神医，这回又有活干了。姬红叶捂着额头，看着苏浪那副2眼放光的模样，心中无奈叹息。完了，大周皇朝怕是要变天了。还有一个可怜的女帝，正洗干净了脖子，等着这个大魔王去祸害呢。看着冷清秋那决绝离去的背影，苏浪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但随即又嗅了嗅自己的衣领，脸色一苦。这柳兰留下的水蜜桃味确实太浓郁了，不仅香，
还带着一股子那种事后的暧昧甜腥味。也难怪师尊会发飙，这简直就是把偷吃2个字写在了脑门上。看什么看，还不快过来伺候本少爷更衣沐浴。苏浪转头看向旁边一脸幽怨的姬红叶，伸手在他那挺翘的鼻尖上刮了一下。要是洗不干净，等我回来，师尊非得把我这2条腿给卸了不可。哼，活该！姬红叶虽然嘴上骂着，但身体却很诚实地跟了上去。刚才苏浪从那个死太监手里救下他的那一幕，还在他脑海里回放。不得不承认，这个平日里没个正形的混蛋主人，在关键时刻真的很帅。瑶光峰偏殿浴池，氤氲的热气升腾，水面上漂浮着几瓣从紫竹林顺来的灵花。苏浪舒舒服服地靠在池壁上，双臂展开，一脸的大艳模样。而在他身后，堂堂合欢宗圣女，魔教无数男修梦寐以求的女神姬红叶，此刻正挽着袖子，露出2截白生生的小臂，拿着一条毛巾，一脸嫌弃却又无比认真地帮他擦背。用力点，没吃饭吗？苏浪懒洋洋地指挥道。特别是后腰那里，昨晚跟柳师叔昨晚练功过度，有点酸。苏浪，你不要太得寸进尺！姬红叶气得牙痒痒，手里加大了力度，恨不得搓下一层皮来。你昨晚和今早到底在丹顶峰干了什么？为什么你会突破到金丹期？而且我看柳兰那个样子，就像是被你灌了迷魂汤一样。她也是修媚术的，自然能看懂柳兰那种眼神，那是彻底被征服，身心都沦陷的眼神。小孩子别打听大人的事。苏浪反手一把抓住他湿漉漉的手腕，猛地一拉，啊！姬红叶惊呼一声，脚下一滑，直接跌进了浴池里，溅起大片水花。湿透的粉色纱裙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那惊心动魄的 S 型曲线，特别是胸前那2团因为惊吓而剧烈起伏的柔软，在水中若隐若现，诱惑力爆表。他刚想挣扎，却被苏浪极其霸道地按在了怀里。既然你也想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苏浪凑到他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敏感的脖颈上，声音低沉沙哑。那这次去大周皇朝的路上，我有的是时间慢慢教你，毕竟漫漫长路，若是没个知冷知热的人暖床，岂不是太寂寞了？姬红叶浑身一僵，随即软了下来，脸红的像是煮熟的虾子，把头埋进苏浪胸口，不再说话，算是默许了。虽然很不甘心排在师尊和柳兰后面，但至少轮到他了，不是吗？半个时辰后，换了一身骚包白衣的苏浪，带着换回了侍女装束的姬红叶，站在了瑶光峰的山门前。系统调出大周女帝的资料，苏浪在脑海中下令，既然要去看病，那自然的先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定，资料调取成功。攻略目标香凝霜，身份大周皇朝女帝，95之尊，掌控亿万生灵，修为元婴后期，因病症导致实力下滑，颜值98分，威严霸气，冰山玉姐，龙气加深，特殊体质真龙皇体，变异。当前病症石化症，晚期。病因强行修炼皇室禁忌功法黄极经世书，体内积聚了过量的黄道龙气，因龙气至刚至阳，而女帝身为女子属阴，阴阳冲突导致肉身逐渐僵硬石化。症状目前脖子以下已基本失去知觉，坚硬如极品灵石，不仅无法动弹，甚至连生理期都停了。治疗方案急需活体纯阳之气进行深入引导，中和龙气，软化肉身。我去，这也太惨了吧！看完资料，苏浪都忍不住咂舌，脖子以下全是石头，这还怎么当皇帝？难怪要派人来抢亲，哦不，抢医生。苏浪摸了摸下巴，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软化这个过程，听起来就很有操作空间。把一个硬邦邦的冰山女帝，一点点柔软，变成一滩春水，这简直就是手艺人的终极挑战啊！走，出发！苏浪大手一挥，从储物戒里挤出了一艘粉红色的小型非洲，这是刚才从柳兰那里顺来的，据说是他的备用座驾，名为合欢舟。虽然名字不正经，但速度极快，而且里面的床很大很软。这船，姬红叶嘴角抽搐，也太骚包了吧！这就叫格调。苏浪一把搂住姬红叶的腰，直接跳上了非洲。目标大周皇都，去给女帝松松土。大周皇朝，皇都天津，这座雄踞在中州腹地的巨城，繁华程度远超玄印宗下辖的任何凡人城池。高耸入云的城墙由黑色的玄铁浇筑而成，城内龙气缭绕，街道宽阔如广场，无数修士商贾往来穿梭，热闹非凡。但此刻皇宫深处气氛却压抑到了极点。养心殿内，这里的温度比外面低了10几度，并不是那种寒冷的冰冻，而是一种死寂的僵硬感。一道金色的珠帘后，隐约可见一张巨大的龙榻，榻上正坐着一位身穿明黄色龙袍的绝美女子。她头戴9流冕冠，眉心一点朱砂，五官精致的如同上天最完美的杰作。只是那张脸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甚至透着一种诡异的灰白质感，就像是一尊毫无生气的玉雕。她就那样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姿势僵硬怪异，甚至连眼珠的转动都显得有些迟缓。陛下，一名心腹女官跪在地上，声音颤抖。王总管传信回来了，说他在玄印宗被打伤了，那个苏浪有冷清秋护着，没能带回来。空气仿佛凝固了许久，珠帘后才传来一道仿佛2块石头摩擦般沙哑生硬的声音：没用的东西。仅仅是说了这5个字，那女帝的嘴角竟然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纹。
陛下息怒，陛下千万别动气啊！女官吓得魂飞魄散，连忙磕头。不过王总管也说了，冷清秋虽然赶走了他们，但已经命令那个苏浪自行前来黄兜了。算算时间，应该快到了。听到这话，榻上的石像眼中的死灰之色才稍微褪去了一点点。来了就好。萧凝霜心中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他快要撑不住了。这种意识清醒却被困在石头躯壳里动弹不得的绝望，比死还要可怕。如果那个苏浪真的拥有传说中的纯阳圣体，哪怕是要以此生为代价，只要能让他重新动一下手指，重新感受一下温度，他也愿意付出一切。2日后，黄兜上空，一艘极其辣眼睛的粉红色飞舟正大摇大摆地穿过护城大阵。这就是皇都，这龙气有点意思。苏浪站在船头，在他眼里，整座皇城都被一条巨大的金色巨龙虚影盘踞着。但这条巨龙此刻看起来病恹恹的，身上缠绕着无数灰色的死气，而这些死气的源头正是皇宫大内。看来女帝病得不轻啊，阴气都快把龙气给噎死了。苏浪舔了舔嘴唇，转头看向身后已经换上了一身清凉舞女装的姬红叶。小叶子，准备干活了。咱们这次不走寻常路，直接把船开到皇宫顶上去。我要来个闪亮登场。姬红叶在人家皇帝头顶上停车。主人，你是嫌命长，还是嫌这皇都太平了？别愣着，加速！苏浪一声令下，粉色飞舟尾部喷出一道骚气的红光，如同一颗粉红色的流星，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嚣张无比的朝着那象征着最高皇权的养心殿撞了过去。轰隆！大周皇都，这座承载着千年龙气的雄城，在今日遭遇了有史以来最荒诞的一次空袭。只见一艘骚气冲天的粉红色飞舟，裹挟着长长的红色尾焰，精准无比地砸穿了养心殿那覆盖着琉璃金瓦的穹顶。哗啦啦，碎瓦横飞，金梁断裂。漫天尘土中，那艘名为合欢舟的座驾极其嚣张地插在了大殿中央，距离那张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龙塔仅有3丈之遥。护驾！护驾！有刺客！该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顷刻间，养心殿周围乱成一锅粥，数十道强横的气息冲天而起，数不清的金无畏如同金色的潮水般涌入大殿，手中的长戈闪烁着森寒的光芒，将那艘粉红飞舟团团围住。而在龙塔之上，那位原本正沉浸在绝望中的女帝萧凝霜，此刻虽然动弹不得，但那一双原本死灰色的眸子里却燃起了足以焚烧苍穹的怒火。可，那个降落姿势稍微有点狂野了，见谅见谅。烟尘散去，一道带着几分欠揍的声音从飞舟上传来，紧接着一只手推开了舱门。苏浪一身圣雪白衣，发丝微扬，单手负后，踩着飞舟的船舷，以一种重轻平身的姿态俯瞰着下方那群杀气腾腾的金无畏。在他身后，姬红叶捂着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人了，真的太丢人了！堂堂魔教圣女，跟着这个疯子主人，竟然真的干出了空投皇宫这种事！大胆狂徒，竟敢擅闯进宫，给咱家拿下！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正是之前在玄印宗被冷清秋吓破了胆的王公公，手里拂尘一甩，就要指挥金无畏动手。慢着！苏浪慢条斯理地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那是冷清秋给他的瑶光峰主令，上面还残留着一丝恐怖的元婴大圆满剑气。本座乃玄印宗瑶光峰亲传大弟子苏浪，奉我家师尊之命，特来给女帝陛下送温暖。哦，不是治病。若是你们耽误了治疗时机，导致女帝陛下彻底变成一块石头，啧，这9族还要不要了？苏浪晃了晃令牌，眼神玩味地扫过王公公。王公公脸色一僵，感受到那令牌上的剑气，昨天的心理阴影瞬间爆发，膝盖一软，硬生生止住了冲势。都退下！就在这时，一道沙哑生硬的声音从龙塔方向传来，虽然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帝王威压。所有的金无畏动作整齐划一地顿住，随即缓缓退向两旁，让出了一条通往龙塔的道路。苏浪挑了挑眉，哟，还能说话，看来还没彻底凉透。他收起令牌，一步跃下飞舟，大摇大摆地朝着龙塔走去。随着距离的拉近，他终于看清了这位传说中的大周女帝。不得不说，系统给出的98分颜值评价绝对没有掺假。萧凝霜端坐在龙椅上，身穿明黄色的九龙地袍，头戴地冕，五官精致立体，带着一种混血般的深邃感。特别是那双淡金色的瞳孔，充满了与生俱来的高贵与霸气。只可惜，此时的她真的就像是一尊精美的玉雕，从脖子往下，整个身体僵硬地保持着一个坐姿，唯有那双眼睛还在转动，但也显得极为迟缓。你就是苏浪？萧凝霜死死盯着走到面前的这个男人，英俊邪魅，而且身上散发着一股让他体内沉寂已久的血液都开始躁动的气息，那是纯阳之气。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那些已经凝固的黄道龙气，在感受到这股气息的瞬间，竟然发出了一丝畏惧而又渴望的哀鸣。正是草民。苏浪虽自称草民，却连腰都没弯一下，反而凑近了些，几乎是贴着萧凝霜的脸在观察。陛下，您这病情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啊！放肆，竟敢直视龙颜！旁边的王公公刚要呵斥，闭嘴，让开。苏浪突然转头，眼神一冷，那股金丹气的威压混合着纯阳神火的炽热，直接让王公公闭上了嘴。随后，苏浪转回身，极其大胆地伸出一根手指，
戳了戳萧凝霜那张绝美的脸颊。陛下，您这脸皮硬度堪比灵气啊！苏浪一脸感叹。萧凝霜如果眼神能杀人，苏浪现在已经死了800回了。被一个男人当着满朝侍卫的面用手戳脸，还评价硬度不错，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你若治不好，朕诛你9族！萧凝霜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定，接触目标：你弟萧凝霜，接触部位：脸颊。检测结果：体内黄极经式龙气失控，已完全侵蚀经脉与血肉，导致肉身晶体化。若不及时疏通，3天内将彻底变成一尊没有意识的雕像。治疗方案以宿主纯阳圣体为钻头，可为引导，注入纯阳之气，中和龙气，软化经脉。诛我9族！苏浪笑了，笑得肆无忌惮。他突然俯下身，双手撑在龙椅扶手上，将萧凝霜整个人圈在自己怀里，两人的鼻尖几乎要碰在一起。陛下，现在能救您的，这天上地下只有我一人。您这态度可不像是求医，倒像是逼婚啊！大胆！周围的金无畏就要冲上来，都给朕滚出去！萧凝霜拼尽全力发出一声嘶吼，他知道苏浪说的是真的，他没时间了。3天，如果这3天不能解决问题，大周皇朝就真的要变天了。为了活下去，为了皇位，这点屈辱他忍。是。王公公和一众金无畏面面相觑，虽然担心，但皇命难违，只能1步3回头地退出了养心殿，并顺手关上了大门。大殿内顿时只剩下苏浪和萧凝霜，还有正在旁边看戏的姬红叶。好了，无关人员都走了。苏浪直起身子，活动了一下手指，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陛下，咱们开始吧。怎么？治？萧凝霜眼神警惕。这石化症根源在于龙气太硬，阴气太弱，阴阳失调，所以必须要用我的纯阳之气深入陛下的体内，将那些硬邦邦的龙气一点点打碎、揉开、中和。说着，他的视线不怀好意地在萧凝霜那僵硬却依然显得波澜壮阔的胸前扫了一圈。鉴于陛下现在全身都是石头，经脉闭塞，隔空输气是没用的，臣必须贴身治疗。贴身？萧凝霜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对，哪里硬就按哪里。苏浪嘿嘿一笑，搓了搓手。我看陛下现在全身上下就没有软的地方，所以臣得从头按到脚，一寸都不能放过。放心，臣的手艺可是经过我家师尊和柳兰师叔双重认证的，保证让您欲仙欲死。哦不，是药到病除。你……萧凝霜刚想拒绝，但一阵强烈的眩晕感突然袭来，来不及了。苏浪收起玩笑的神色，一把抓住萧凝霜那只冰冷僵硬的玉手，入手处冷硬如铁，甚至带着一种粗糙的磨砂感。小叶子，过来把女帝陛下的龙袍脱了。苏浪头也不回地吩咐道。啊，我……姬红叶指了指自己，一脸懵逼，在这里脱龙袍？废话，隔着这么厚的衣服，我怎么找穴位？苏浪翻了个白眼，快点！要是女帝陛下挂了，你也别想活。姬红叶无奈，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颤颤巍巍地解开了萧凝霜那繁复华丽的地面腰带。萧凝霜死死闭上眼睛，她堂堂大周女帝95之尊，今日竟然在自己的寝宫里被一个男人命令脱去绒袍。随着那一层层明黄色的锦缎滑落，露出里面那虽然僵硬却依然拥有完美轮廓的贴身衣物。苏浪的手掌已经带着滚烫的纯阳神火，毫不客气地按在了他那如同花岗岩般坚硬的肩膀上。忍着点，陛下，第一下可能会有点疼。轰！金色的火焰瞬间包裹了萧凝霜的半边身子。一声压抑在喉咙深处的闷哼从女帝那紧闭的齿缝间溢出，那坚硬如石的肩膀在纯阳神火的灼烧和苏浪的大力揉捏下，竟然发出了一阵咔咔声，就像是冰层正在破裂。紧接着一丝久违的知觉，哪怕是疼痛，也让萧凝霜感到了一种想哭的冲动。他能感觉到疼了，有效果。苏浪眼睛一亮，手中的力道加大了几分，指法如同疾风骤雨般在他僵硬的背部游走。陛下，您的背太硬了，得大力出奇迹啊！咔嚓咔嚓，伴随着脆响，治疗正式拉开序幕。而在旁边看着的姬红叶只觉得头皮发麻，这哪里是治病，这分明就是在打铁啊！不过姬红叶看着女帝那原本灰白的皮肤上，随着苏浪的按压逐渐浮现出一抹正常的红润，心中也不由得暗暗心惊。这个变态主人虽然手段下流了点，但本事好像是真的很大。砰砰砰！大周皇宫养心殿内此刻正回荡着一种沉闷巨响，每一声落下，整座大殿似乎都会跟着颤抖一下。哼！伴随着那暴力的敲击声，还夹杂着那位平日里威严无双的女帝陛下带着痛楚却又莫名有些销魂的闷哼声。陛下，忍着点，这才刚开始呢。您这身子骨硬的跟1000年的王八壳，哦不，跟万年玄铁似的，不使点劲儿怎么行？苏浪挽着袖子，正气跨在龙榻的一侧，那只修长白皙却蕴含着恐怖爆发力的手掌，裹挟着金色的纯阳神火，朝着萧凝霜那僵硬的背脊拍下。没有什么怜香惜玉，主打的就是一个大力出奇迹。咔嚓！随着苏浪一记势大力沉的9转金身掌拍在萧凝霜的后心位置，那原本呈现出灰白色十字纹理的背部肌肤
竟然真的像是被打碎的瓷器一般，裂开了一道道细密的纹路。萧凝霜虽然脖子以下无法动弹，但那张绝美的脸庞此刻已经长得通红，不知是疼的还是羞的。她感觉身后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凶兽，每一次手掌落下，都会有一股滚烫的仿佛岩浆般的热流，蛮横无理地撞开他体内那些淤积堵塞的经脉，痛，撕心裂肺的痛。但在这剧痛之后，却又泛起一股让他灵魂都在颤栗的酥麻感，那是久违的属于活人的知觉。苏浪嘿嘿一笑，指尖跳动着金色的火焰，顺着那些裂开的石纹轻轻一挑，哗啦，一块巴掌大小的灰色石皮竟然真的从萧凝霜的背上脱落下来。下一秒，一抹惊心动魄的雪白在那灰败的石刻下显露出来，那新生的肌肤白里透红，嫩得仿佛能掐出水来，在周围灰色石质的衬托下显得尤为刺眼，更带着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随着石皮脱落，一股浓郁的白色热气瞬间升腾而起，带着少女独有的幽香，瞬间充斥了整个龙榻。陛下，看来臣看走眼了。苏浪夸张地吸了一口那香甜的热气，手指在那块刚露出来的嫩肉上轻轻打转，原来这硬邦邦的石头壳子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副水做的身子，这手感比我家师尊也不遑多让啊，甚至还要更软糯几分。混账，把你的脏手拿开！萧凝霜浑身一颤，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异样感觉顺着背脊直冲天灵盖。她堂堂女帝，这辈子连男人的手都没碰过，何时被人这样轻薄过？更何况这男人还在拿她和别的女人做比较。拿开，那可不行！苏浪脸色一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陛下体内积压的龙气太盛，刚才只是打开了一个缺口，必须乘胜追击，把这些陈年老火都给泄出来。小叶子，别在那看戏了，过来按住陛下的腿啊！哦，一旁早就看傻了眼的姬红叶如梦初醒，连忙跑过来。他看着龙榻上那一片狼藉的碎石屑，还有那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女帝此刻衣衫半解、香汗淋漓的模样，心中不由得对自家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准备好了吗，陛下？苏浪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双手猛地按在了萧凝霜那僵硬无比的腰肢两侧。定，检测到高纯度黄道龙气核心聚集点，建议使用纯阳神火进行高频震荡，将其震碎。高频震荡，我懂。苏浪眼神一凝，掌心中的火焰瞬间由金转红。给爷碎！拍击声如同雨打芭蕉，清脆悦耳。不，太快了！萧凝霜终于绷不住了，那种感觉像是一团烈火在腰间燃烧，眼角竟然不自觉地溢出了泪水。随着苏浪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萧凝霜身上大片大片的石壳开始崩解脱落，原本僵硬的身体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软化下来，大量的汗水从他体内涌出，瞬间打湿了那一身明黄色的肚兜，将那曼妙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真就是水做的。轰！就在这时，似乎是感受到了宿主的危机，萧凝霜体内那股被压制的黄道龙气终于不再蛰伏，猛地爆发出一声愤怒的龙吟，一条肉眼可见的金色小龙虚影狰狞咆哮着从他的后背冲出，张开大口，想要将这个胆敢冒犯龙威的男人一口吞下。小心！姬红叶惊恐尖叫，那可是大周皇朝积攒了数千年的龙气，反噬，就算是经丹期修士，稍微沾染一点也会爆体而亡。然而苏浪眼底闪过一丝不屑，叫什么叫？再叫把你炖了喝汤！他胸口猛地亮起一道璀璨的金光，纯阳荒古圣体全开，一股比那黄道龙气更加霸道、更加古老、更加至高无上的纯阳气息，如同一头从太古走出的洪荒巨兽，瞬间降临。嗷！那条原本气势汹汹的金色小龙，在这股气息面前，瞬间像是见到了祖宗的蜥蜴，悲鸣一声，直接缩成了一团金光。苏浪张开嘴，像是吃糖豆一样，直接将那团龙气吸入了口中，咕嘟吞下。定，获得龙气淬体，肉身强度微幅提升。哥，苏浪打了个饱嗝，吐出一口金色的烟圈，咂了咂嘴，味道有点冲，不过挺补的。萧凝霜感受着那股一直折磨着自己的恐怖力量，竟然瞬间消散了大半，整个人都傻了。他吃了，他竟然把差点害死朕的黄道龙气给吃了，这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好了，背面的工程算是竣工了。苏浪拍了拍手上的石屑，看着眼前虽然还有些红肿，但已经恢复了白皙软嫩的背脊，满意地点了点头。此时的萧凝霜就像是一只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软脚虾，浑身大汗淋漓，发丝凌乱地贴在脸颊上，眼神迷离，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哪里还有半点女帝的威严？陛下，翻个身吧。苏浪俯下身，在他耳边吹了口热气。背面是通了，但这正面，特别是这心口和丹田的位置，才是龙气淤积的重灾区啊！他的目光毫无遮掩地落在了萧凝霜那即便趴着也被挤压出惊人弧度的胸口，以及那依然覆盖着一层薄薄石壳的小腹。若是不把这两处打通，陛下这病可就只能好一半了。萧凝霜身子一颤，终于找回了一丝力气，他艰难地转过头，那双淡金色的眸子里，此刻哪里还有半点杀意？朕自己翻。他咬着嘴唇，声音沙哑的不像话，试图调动那刚刚恢复知觉的手臂，但手臂软绵绵的，根本使不上劲。看来陛下还是没力气啊！身为医者，自当代劳。苏浪坏笑一声，
不由分说，双手直接穿过她的腋下和膝弯，起一个标准的公主抱，直接将这位大周女帝给翻了过来。哗啦啦，随着这一翻身，原本残留在前面的石屑纷纷掉落，那被压抑了许久的宏伟景象瞬间弹跳而出，晃得人眼晕。咕嘟，这次不仅仅是苏浪，连旁边的姬红叶都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好家伙，这也太大了，这真的是石头里能蹦出来的东西吗？苏浪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躁动，眼神却变得有些危险起来。他缓缓伸出手，指尖悬停在萧凝霜那还在剧烈起伏的上方，声音变得低沉而富有磁性。陛下，接下来这一步可能会有点刺激，臣要用独门秘技来引导您心口的这团玉气，若是忍不住想叫，千万别憋着，毕竟这养心殿的隔音效果应该还不错吧。萧凝霜看着那只越来越近的大手，瞳孔骤然收缩，呼吸几乎停滞。他有种预感，只要这只手落下来，他这辈子可能就再也逃不出这个男人的掌心了。苏浪，陛下有何吩咐？轻点，轻。陛下，这种时候要是轻了，那可就前功尽弃了。苏浪看着身下那双因为羞耻而紧闭上的凤眸，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双手裹挟着滚烫的纯阳神火，对着那依然覆盖着一层薄薄石壳的宏伟之处按了下去。啊！一声足以让闻者酥麻入骨、见者气血翻涌的高亢尖叫，瞬间刺破了养心殿内的旖旎空气。那不是痛苦的惨叫，而是一种积压了数年的沉闷突然被打破，如同洪水决堤般的释放感。石屑纷飞，如同落英缤纷，那一瞬间的画面简直足以让圣人流鼻血，让佛陀动凡心。只见那原本灰白僵硬的曲线，在石壳破碎的刹那猛地弹跳而出，荡漾起令人眼晕的惊人波澜，白得发光，白得耀眼。苏浪吸了一口气，手掌传来的触感软糯到了极致，带着惊人的弹性，甚至在微微发烫。这就是大周女帝的资本吗？恐怖如斯！混账！萧凝霜整个人都攻成了虾米状，那张绝美的脸蛋此时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但金色的眼眸中蓄满了水雾，迷离而涣散。她死死咬着嘴唇，试图忍住那从灵魂深处涌上来的羞耻感。就在刚才那一瞬间，她感觉那股一直像大山一样压在她胸口，让她喘不过气来的石头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苏浪手掌上那仿佛能烫化灵魂的温度，顺着那2点敏感至极的核心，蛮横地钻进了他的心房。陛下，别急着骂臣。苏浪的手并没有离开，一本正经地说道：“这里的经脉虽然通了，但龙气还淤积在里面没散出来呢。”说着，他体内的9转金身诀疯狂运转，掌心的纯阳神火化作一丝丝金色的细线，疯狂地钻入萧凝霜的体内，追逐吞噬着那些四处乱窜的灰色龙气。别，那里太酸了。萧凝霜的理智在崩溃的边缘疯狂试探，那种感觉太奇怪了，明明是在被轻薄，明明是在被亵渎，可是身体却诚实的可怕。他感觉到一股暖流流遍全身，那些原本僵硬麻木的肌肉竟然开始有了知觉，甚至泛起了一阵阵让人腿软的快意。主人，你能不能稍微遮一下？旁边姬红叶捂着眼睛，指缝张得老大，一脸的面红耳赤。这也太大了，哦不，太不雅了。遮什么遮？医者眼中无男女。苏浪头也不回地斥责了一句，随即眼神一凝，目光下移，丹田那里依然覆盖着一层最后最坚硬的黑色石壳，甚至隐隐能看到石壳下有一团金黑交织的光芒在疯狂跳动，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看来这就剩最后的老巢了。苏浪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丹田乃是修士的根本，这团变异的黄道龙气显然已经有了灵智，感觉到了外面的威胁，此时全部龟缩在丹田里，准备做殊死一搏。陛下，最后一步了。苏浪深吸一口气，再次俯下身，这次他的脸几乎贴在了萧凝霜的小腹上。这团龙气太狡猾，单纯靠手可能逼不出来，臣得用点特殊手段。萧凝霜此时已经软成了一滩春水，听到这话，勉强睁开迷离的双眼，声音颤抖的不成样子。什么手段？吸出来。苏浪指了指自己的嘴唇，露出2排洁白的牙齿，笑得像是一只即将偷腥的狐狸。吸。萧凝霜瞳孔地震，在这个位置用嘴不行，绝对不行。朕宁愿死。那可不行，您死了谁付我诊金？苏浪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按住他那不安分扭动的胯骨，将他整个人固定在龙榻上。随后他直接张开嘴，对准丹田处那块黑色的石壳低下头去。嗡！接触的瞬间，苏浪体内的纯阳圣体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吸力，滋滋滋，仿佛是烧红的烙铁放入了冰水中。那块黑色的石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紧接着一股极其狂暴霸道的金色气流从萧凝霜的丹田深处喷涌而出，直接冲进了苏浪的口中。萧凝霜猛地仰起头，修长的天鹅紧绷紧成一道完美的弧线，那一瞬间的刺激直接冲破了他所有的防线。他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那个男人给吸走了，丹田内那股折磨了他数年的胀痛感瞬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快乐。咕嘟，苏浪喉结滚动，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那股变异龙气。
啊！随着萧凝霜最后一声高亢且颤抖的长吟，他那紧绷如满月的身体猛地一阵痉挛，随后彻底瘫软在龙榻之上。而在他的小腹丹田处，苏浪缓缓抬起头，嘴角还挂着一丝晶莹的金线，那是浓郁到液化的黄道龙气。呼，收工！苏浪抹了一把嘴，满意的看着眼前的杰作。原本那个硬邦邦的石头美人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一寸都散发着惊人弹性和热力的完美娇躯。萧凝霜双眼失神，胸口剧烈起伏，晶莹的汗珠顺着她那绝美的锁骨滑落，流淌进那深不见底的沟壑之中。她感觉自己像是死过了一回，又像是刚刚重生，那种全身毛孔都舒张开来，每一根神经都在欢呼雀跃的感觉，让她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些贪恋。叮！恭喜主人成功完成女帝破壳成就。检测到海量黄级真龙本源已入体，正在转化为精纯修为。警告：能量过于庞大，请主人立刻引导吸收，否则可能补得流鼻血。苏浪只觉得腹部腾起一股难以想象的热流，那不仅仅是经验值，更是大周皇朝积攒了数千年的国运龙气精华。苏浪盘膝而坐，直接运起了功。这一刻，他周身金光大作，身后隐隐浮现出一尊模糊的金色巨人虚影，与那还在殿内盘旋的淡淡龙威相互呼应。轰！体内传来一声闷响，金丹境2重破。然而这股力量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金色的丹丸在丹田内疯狂旋转，鲸吞着那股龙气，表面甚至出现了一道道玄奥的龙纹。轰轰，又是2声轰鸣。金丹境3重，金丹境4重，直到一口气冲到了金丹境4重巅峰，那股狂暴的龙气才勉强被消化干净。呼！苏浪缓缓睁开眼，双眸中射出2道如实质般的金芒，整个人的气息比之前深邃了数倍不止。这升级速度要是让师尊知道，怕是又要骂我作弊了。苏浪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而在旁边，姬红叶已经看傻了，他小嘴微张，手中的毛巾掉在地上都浑然不觉。金丹4重，这才多久？就在床上摸了几下，亲了几下，就连升3级。他虽然知道自家主人是个变态，但这也变态的太离谱了吧？要知道，修士迈入金丹大道后，每一步都如登天梯。普通的金丹修士想要提升1重小境界，哪个不是闭关苦修3-5年，甚至10年8年？就算是那些绝世天骄，靠着丹药堆积，1年突破1重也是极限了。可苏浪倒好，喝口茶的功夫连破3重，这还有天理吗？这还有王法吗？咳。这时龙榻上传来一阵虚弱却带着震惊的咳嗽声。萧凝霜艰难地撑起上半身，随手抓过一件被撕扯得有些凌乱的龙袍，遮住乍泄的春光。那双刚刚恢复神采的淡金色眸子死死盯着苏浪。身为元婴后期大能，他比姬红叶更清楚其中的含金量。你刚才是在借助朕的龙气修炼？萧凝霜声音沙哑，却难掩心中的震撼。金丹之道在于打磨圆润，感悟天地。你如此鲸吞豪夺，就不怕根基不稳，将来无法碎丹成鹰吗？他当年从金丹圆满突破至元婴期，足足用了20年，那是何等的艰难！要在金丹内部孕育出神魂，感悟天地法则，经历9死1生的心魔劫雷，稍有不慎就是生死道消。这世间9成9的金丹修士，终其一生都卡在那道门槛上，含恨而终。元婴，那是真正踏入大能行列的分水岭。可眼前这个男人，他那颗金丹气息浑厚的简直像是一座压缩的金山，哪里有半点虚浮的样子？根基不稳，陛下多虑了。苏浪翻身下床，极其自然的伸手帮萧凝霜拢那滑落肩头的龙袍，顺便在那光滑如玉的肩膀上开了一把油。臣的根基那是硬得很。倒是陛下，这元婴后期的修为虽然还在，但经脉枯竭太久，想要恢复巅峰，恐怕还得臣多辛苦几次。听到多辛苦几次，萧凝霜身体本能的一颤，脸上浮现出一抹不自然的红晕。刚才那种羞耻到极点却又快乐到极点的感觉再次浮现在脑海。他咬着嘴唇，眼神复杂的看着苏浪，你确实有几分本事。既然朕的病已除，那你想要什么赏赐？终于到正题了。苏浪神色一正，不再嬉皮笑脸。他拉过一把椅子，大马金刀的坐在龙榻对面，目光灼灼。陛下是个爽快人，臣也不绕弯子。第一，这大周皇朝既然有天道法则碎片的消息，我要知道具体位置。第二，听说再过半月，皇家掌管的乾隆秘境就要开启，我要进那个秘境的名额。就这2件事。萧凝霜闻言并没有立刻回答，他缓缓靠在床头，恢复了几分女帝的威严，只是那张因为潮红未退而显得格外娇艳的脸庞，让这份威严大打折扣。乾隆秘境的名额朕可以给你，甚至可以直接封你为大周国师，让你拥有随意进出的特权。至于天道法则碎片，萧凝霜顿了顿，眼神变得凝重起来。消息确实在秘境之中，但那里不仅有法则碎片，更是镇压着上古魔气的一处封印点。朕之所以会染上这身怪病，就是因为5年前曾强行进入秘境深处，试图镇压松动的封印，结果被泄露的魔化龙气反噬。说到这里，他深深看了一眼苏浪。苏浪，你的体质很特殊，纯阳圣体，或许真的是那个封印的克星，但是现在的局面比你想的要复杂。复杂？苏浪挑眉，哼。萧凝霜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杀意。你以为那个王公公
真的只是一个听话的奴才吗？朕病重的这几年，朝堂之上早已暗流涌动，朕的那位好皇叔摄政王萧天策早就对这个位置垂涎3尺了。这次王公公去抓你，表面上是朕的旨意，实际上恐怕是想半路截杀，断了朕最后的生路。若非你师尊冷清秋护短，你现在怕是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苏浪眼睛微微眯起，又是截杀，又是夺权，这剧情怎么这么耳熟？不过陛下是想说，有人不想让你好起来。苏浪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那现在臣把你治好了，岂不是坏了某些人的好事？没错。萧宁霜点了点头，目光直视苏浪，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所以你现在想走，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了。现在整个皇宫，除了这座养心殿还在朕的掌控之中，外面怕是已经被摄政王的人包围了。苏浪，你虽然金丹4重，战力不俗，但面对千军万马，还有元婴期的摄政王，你有几分胜算？旁边的姬红叶脸色一白，刚出狼窝又入虎穴，这大周皇宫竟然比魔教还要凶险。然而苏浪却笑了，他站起身，走到龙榻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萧凝霜，突然俯下身，双手撑在他的身体两侧，再次形成了一个极其暧昧的床东姿势。陛下，您这是在吓唬我，还是在求我留下来保护你？萧凝霜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俊脸，心跳再次加速。这个男人怎么在这个时候还能这么不正经？朕是在陈述事实。他强撑着嘴硬，我们可以合作，你帮朕铲除奸佞，稳固皇权，朕给你想要的一切资源，祝你早日遂丹成荫。甚至他咬了咬牙，像是做出了什么巨大的牺牲，声音细若蚊蝇，如果你表现得好，这龙床也不是不能分你一半。哪怕是苏浪这种老司机，听到这话也是心头一跳，分我一半龙床，这暗示不对，这已经是明示了吧？这就是女帝的格局吗？爱了，成交！苏浪打了个响指，笑容灿烂的像朵花。这种造福百姓、匡扶正义的好事，臣义不容辞。不过陛下，现在外面既然都被包围了，咱们是不是得演一出戏？演戏？萧凝霜一愣，对啊。苏浪坏笑着指了指地上的碎瓦和一片狼藉的龙榻。摄政王既然以为陛下快死了，那咱们就让他高兴高兴。待会儿我就对外宣称，陛下病重，急需一种特殊的药引，而我苏浪就是那个唯一的药引。从今天起，我就住在这养心殿了。陛下负责装病，我负责治疗。萧凝霜瞪大了眼睛，住在这，这是他的寝宫，是女帝的深闺，这要是传出去，他还要不要做人了？怎么，陛下不愿意？苏浪一脸无辜，不愿意也行，那我现在就杀出去。只是这非洲有点漏风，万一把今天的事给漏出去。闭嘴！萧凝霜气急败坏的吼道，随即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把头埋进被子里，闷声道：朕允了，只要不让那些乱臣贼子得逞，随你便。得嘞！苏浪心满意足，他转头看向还在发呆的姬红叶，心情大好。小叶子，别愣着了，快去把门堵上。从今天开始，咱们要在皇宫里过上一段没羞没臊，哦不是惊心动魄的日子了。与此同时，养心殿外数百丈外的一座高楼之上，一个身穿蟒袍的中年男子正负手而立，目光阴冷地盯着那破了一个大洞的养心殿。在他身后，王公公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王爷，那苏浪不仅进去了，还把所有人都赶了出来，而且里面刚才传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摄政王萧天策冷笑一声，手中的玉扳指瞬间化为粉末。那个将死之人还能有什么动静？看来那个苏浪是想用什么邪门歪道续命。传令下去，封锁养心殿，只许进不许出。本王倒要看看他能给本王交出一具什么样的尸体。苏浪，你别得寸进尺！萧凝霜紧紧抓着领口的衣襟，那张绝美的脸庞上满是羞愤。朕答应让你留下来，是让你护驾，不是让你……事情，陛下想多了。苏浪双手枕在脑后，翘着二郎腿，眼神在萧凝霜那即便裹着宽大龙袍也遮掩不住的玲珑曲线上扫了一圈，戏谑道：现在的陛下身子骨刚好了一半，虽然手感不错，但要想事情怕是还经不起折腾。你行了，别你我的。苏浪收敛了笑容，指了指屋顶那个还在漏风的大洞，又指了指殿门外，压低声音道：陛下是元婴修士，难道感觉不到吗？这养心殿外至少有5道神识正在死死地锁着这里。摄政王那老狐狸既然怀疑你快死了，那咱们就得给他点信心。萧凝霜神色一凛，他自然感觉到了那几道神识带着毫不掩饰的窥探之意，显然是萧天策手下的死士隐卫。那你要朕怎么做？萧凝霜咬牙问道。简单。苏浪嘴角勾起一抹坏笑，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萧凝霜的手腕。呀！萧凝霜惊呼一声，身体失去平衡，直接跌进了那个充满了阳刚气息的怀抱里。嘘！苏浪一根手指按在他的唇瓣上，眼底闪烁着恶作剧的光芒。陛下现在的角色是一个病入膏肓、痛苦挣扎的垂死之人，既然是痛苦，那就得叫出来。叫出来！萧凝霜大脑一片空白，感受着隔着薄薄衣衫传来的滚烫体温，整个人都僵住了。对，越惨越好，越销魂，越虚弱越好。苏浪凑到他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那敏感的耳垂上。要是叫不出来，臣可以帮您。
话音刚落，苏浪那只作恶的大手便极其熟练地顺着他的腰肢滑了下去，精准地按在了他腰窝处的一处穴位上。苏浪指尖微吐一丝纯阳电流。啊，哼！萧凝霜根本没有任何防备，只觉得一股电流瞬间击穿了脊椎，整个人猛地一颤，一声根本压抑不住的带着浓浓鼻音的娇哼瞬间从喉咙里溢了出来。这声音又媚又软，像是猫爪子挠在人心尖上。旁边的姬红叶听得腿一软，差点跪地上。好家伙，这是痛苦的惨叫，这分明是那啥时候的动静吧？啧，陛下这嗓音天赋异禀啊！苏浪赞叹一声，手上的动作却没停，反而变本加厉的在那柔软的腰肢上揉捏起来。不过声音太小了，外面的影卫可能听不清。来，大声点，告诉摄政王你现在有多痛苦。混蛋，你放手。萧凝霜眼角含泪，想要挣扎，但苏浪的手法太过刁钻，每一次按下都正好点在他体内经脉刚刚疏通的节点上。酸、麻、胀、痒，种种感觉交织在一起，化作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冲击着他可怜的理智。对，就是这个调调。苏浪一边在那滑腻如丝绸的肌肤上攻城略地，一边还要分心指导演技，语气要再凄惨一点，带点绝望，带点求饶。小叶子，别发呆了，弄点动静出来啊！哦，姬红叶回过神，看着在纳龙榻上纠缠在一起的两人，心里那个酸啊！但主人的命令不能不听，他只好拿起旁边的一个玉制花瓶，啪的一声摔在地上。陛下您撑住啊！呜，好多血，太惨了！姬红叶一边假哭，一边还要配合着节奏摔东西。砰啪哗啦，一时间养心殿内娇喘声、求饶声、摔打声、哭喊声响成一片。养心殿外阴影处，几名身穿黑衣的影卫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老大，这动静听着好像不太对劲啊！一名影卫吞了口唾沫，怎么感觉女帝陛下像是在被人施暴？领头的影卫皱着眉头，仔细听了半晌，最后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你懂什么？这是回光返照前的最后挣扎。你听听陛下那叫声，凄惨中带着无力，绝望中带着颤抖，这分明是被折磨的痛不欲生啊！看来王爷猜的没错，女帝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种痛苦的惨叫，装是装不出来的。几名影卫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确实，那种直击灵魂的叫声，听得他们都有些腿软。要是这都是装的，那女帝不去唱戏，简直可惜了。殿内差不多了，苏浪松开手，看着怀里已经彻底瘫软成一滩烂泥的萧凝霜，有些意犹未尽地搓了搓手指，手感真好，不愧是黄道龙气滋养出来的身体，这弹性，这细腻程度，简直是人间极品。呼，萧凝霜此时衣衫凌乱，那象征着帝王威严的龙袍早就不知道滑落到哪里去了，身上只剩下一件被汗水打湿的贴身肚兜，大片雪白的肌肤裸露在空气中，上面还残留着几个暧昧的指印。他双目无神地看着帐顶，眼角挂着泪痕，胸口剧烈起伏。刚才那一炷香的时间，对他来说简直比在炼狱里走了一遭还要漫长，太羞耻了。他堂堂大周女帝，竟然在一个男人的怀里叫出了那种不知廉耻的声音。但是身体深处那股因为常年石化而枯竭的本源，竟然在这个混蛋的揉捏下重新焕发出了生机，甚至还有一种渴望。看来陛下对臣的服务很满意。苏浪侧躺在他身边，单手支着脑袋，目光肆无忌惮地欣赏着这幅美人春睡图。滚！萧凝霜声音沙哑，有气无力地吐出一个字。别这么绝情嘛！苏浪伸手帮他把脸颊上一缕湿漉漉的发丝拨到耳后。刚才这一通治疗，可是帮你把心脉附近的淤血都给震散了。不信你运功试试。萧凝霜一愣，他下意识地运转黄极经释经，通了。原本心口处那如同巨石压顶般的滞涩感，竟然真的消失了。灵力在经脉中奔腾，虽然还不算巅峰状态，但至少已经恢复了70%。你，萧凝霜看着苏浪，眼中的神色变得极为复杂。这个男人虽然是个无赖，是个色狼，是个趁人之危的小人，但他的医术真的是神乎其技。怎么样，臣没骗你吧？苏浪嘿嘿一笑，既然身体好了，那咱们是不是该谈谈正事了？正事？萧凝霜警惕地拉过被子盖住胸口。什么正事？当然是乾隆秘境的地图，还有那块法则碎片的线索。苏浪收起了嬉皮笑脸。摄政王既然在外面等着给你收尸，那咱们就得赶在他动手之前，先把好东西拿到手。只有你恢复了实力，甚至更进一步，才能真正镇得住这帮乱臣贼子。萧凝霜沉默了片刻，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浪，然后缓缓坐起身。地图就在朕的身上。身上？苏浪眼神一亮，目光瞬间变得雷达般敏锐，在他身上来回扫描。在哪？难道是藏在肚兜里？流氓！萧凝霜脸一红，狠狠瞪了他一眼。是纹身。大周皇室的秘密历来口口相传，而乾隆秘境的核心地图则是用特殊的龙血纹在了历代女帝的背上，只有在龙气运转到极致，身体发热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说完，他像是下了什么巨大的决心，缓缓转过身，背对着苏浪。接着那双颤抖的手慢慢解开了脖梗后的系带，哗啦，最后一件遮羞的肚兜滑落，一具如同羊脂白玉般的背脊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苏浪面前。
而随着萧凝霜运转功法，那白皙的背脊之上竟然真的浮现出了一幅极其繁复的图案。那是一条盘旋的金龙，而在龙爪抓射的位置，赫然标注着几个古老的符文坐标。好一幅江山设计图！苏浪喉结滚动了一下，他的目光在那迷人的腰窝和那幅神秘的地图之间游离，最后停留在了一个最显眼的红点上。那个位置正好在萧凝霜的尾椎骨上方，也就是臀儿微微上翘的起始点。苏浪，你看清楚了吗？萧凝霜的声音有些发颤。看是看清楚了。苏浪凑上前，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在了那个红点上。不过陛下，这地图上的字太小，臣眼神不好，能不能凑近点看？你啊！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在他脑海中欢快的炸响。叮！恭喜主人成功解读乾隆秘境图，检测到地图位置过于刁钻，触发特殊互动。恭喜主人获得额外奖励神级瞳术破望金瞳，可看破一切虚妄、阵法以及衣物。女帝萧凝霜好感度加10，目前好感度30，又爱又恨的边缘疯狂横跳。苏浪心中狂喜，这乃是看地图啊，这分明就是送福利啊！大周女帝果然全是宝。砰砰砰！养心殿那2扇厚重的紫檀木大门被人拍得震天响，一股阴冷而霸道的元阴气威压毫无顾忌地透过门缝，让原本旖旎暧昧的空气瞬间降至冰点。陛下，萧天策听闻陛下病危，特带宫中御医前来问诊，还请陛下开门，莫要讳疾忌医，寒了天下百姓的心啊！门外一道中气十足却透着森然寒意的声音响起，虽然嘴上说的是问诊，但那语气中的咄咄逼人，分明就是来逼宫甚至验尸的。龙榻之上，萧凝双娇躯一颤，原本还带着几分潮红的俏脸瞬间苍白了几分，下意识地抓紧了苏浪的手臂。是他，萧天策，他竟然直接闯进来了。金无畏呢？金无畏！苏浪嗤笑一声，漫不经心地帮女帝拉好那件已经滑落到手肘的龙袍，遮住那一抹惊心动魄的血腻。陛下，您那些金无畏，怕是早就改姓萧了吧？而且他凑近萧凝霜的耳边，看着那张因惊慌而显得格外楚楚动人的脸蛋，坏笑道：陛下现在的样子，衣衫不整，面若桃花，眼神拉丝，若是让摄政王看见了，怕是比看见你死了还要精彩。你还说风凉话！萧凝霜气结，想踹他一脚，却发现自己现在浑身酸软，根本使不上劲，那种酥麻入骨的感觉到现在还没散去，导致他现在连站起来都费劲。放心，有臣在。苏浪拍了拍他的手背，随即将他按回龙榻上。陛下既然是病危，那就得有个病人的样子，躺好，装死，哦不，装虚弱会吧，剩下的交给臣来处理。说完，苏浪理了理自己有些凌乱的衣襟，转身走向殿门。小叶子，开门，迎客。吱呀，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站在门外的摄政王萧天策正准备发难，却见大门突然开了，不由得微微一愣。他身后跟着4名气息阴沉的影卫，以及几名战战兢兢的御医。此时正是正午，阳光刺眼。萧天策眯起眼睛，看着那个大摇大摆从殿内走出来的年轻男子，白衣胜雪，剑眉星目，嘴角挂着一抹看似温和实则欠揍的笑容。你就是那个苏浪？萧天侧负手而立，眼神如鹰隼般锐利，上下打量着苏浪。本王听说你是冷清秋的徒弟。苏浪懒洋洋地靠在门框上，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枚鲜红欲滴的灵果，咔嚓咬了一口，含糊不清道：我这是奉旨，那啥，奉旨行医。倒是王爷您这么大岁数了，还带着一帮人趴在侄女的房门口听墙根，这要是传出去，怕是连说书的都不敢这么编啊！放肆！王爷火气别这么大嘛！苏浪随手丢掉果核，拍了拍手，依旧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但眼神却冷了下来。陛下刚服了我的猛药，正在歇息。刚才那动静您也听见了，陛下叫得那么惨，咳，那么痛苦，现在身子虚得很，受不得惊扰。猛药！萧天策目光越过苏浪，看向殿内深处那层帷幔，冷笑道：苏浪，你当本王是3岁小孩吗？今日无论如何，本王都要见到陛下。来人，给我冲进去，我看谁敢！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殿内突然传出一道虚弱却透着无上威严的女声，紧接着一只洁白如玉的手缓缓掀开了帷幔。萧凝霜在姬红叶的搀扶下艰难地走了出来，她脸色苍白如纸，额头上还挂着细密的虚汗，那一身宽大的龙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显得格外惹人怜惜，但那一双淡金色的眸子却依旧冰冷如刀。皇叔，你是盼着朕死吗？萧凝霜靠在姬红叶身上喘息着说道，每一个字似乎都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陛下！萧天策看到萧凝霜竟然真的还活着，而且还能站起来，眼底闪过一丝不可置信和失望，他瞬间收敛了杀意，脸上换上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直接单膝跪地。陛下言重了，臣这是关心则乱啊！听闻殿内惨叫连连，臣还以为这苏浪行刺陛下，这才冒犯天颜。既然陛下安好，那臣便放心了。既然皇叔放心了，那就退下吧。萧凝霜有些厌恶地摆了摆手，朕需要静养，没有朕的旨意，任何人不得靠近养心殿半步。这萧天策并没有起身，反而站了起来。陛下静养自然是大事，
不过还有半月便是乾隆秘境开启之日，按照祖制，若是陛下身体抱恙无法主持，那这开启秘境的钥匙是否该暂由老臣代为保管？萧凝霜脸色一变，刚想发怒，却因为气血攻心，身子一软，险些摔倒。小心！一只有力的手臂稳稳地揽住了他的纤腰。苏浪极其自然地将女帝搂入怀中，甚至还当着萧天策的面捏了捏她的腰肢。陛下，臣说了多少次了，您的身子现在是水做的，得宠着，得哄着。至于什么秘境钥匙，苏浪转过头看向萧天策，脸上露出一抹极其欠揍的笑容。王爷怕是不知道吧？陛下已经封我为御前带刀，哦不，御前贴身神医。这次乾隆秘境将由我陪同陛下亲临。至于陛下的身体能不能行，苏浪低头在萧凝霜耳边吹了口气，声音不大，却正好能让全场听见。只要我每日按时给陛下注入一些纯阳精华，保证到时候陛下能生龙活虎，其在马上都不带喘气的。你！萧凝霜满脸通红，这话一出，萧天策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好好好！萧天策怒极反笑，连说了3个好字。既然陛下有如此神医相助，那臣就拭目以待了。只是这乾隆秘境凶险万分，苏神医这细皮嫩肉的，可别到时候没治好人，先把自己的小命给搭进去了，这就不用王爷操心了。苏浪耸了耸肩，我的命硬得很，不仅命硬，哪儿都硬。倒是王爷您印堂发黑，近日必有血光之灾啊！出门记得看黄历。萧天策深深地看了一眼两人，猛地一甩衣袖，走，带着一群手下，气势汹汹地转身离去，直到那群人的背影彻底消失。呼，萧凝霜这才长舒一口气，紧绷的身体彻底放松下来。他刚想推开苏浪，却发现这个混蛋的手还紧紧搂着他的腰，甚至还在往下滑。苏浪！萧凝霜咬牙切齿，人已经走了，你还想抱到什么时候？这就走了？苏浪有些遗憾地松开手，看着女帝那张即使生气也美得惊心动魄的脸，嘿嘿一笑。臣这不是入戏太深吗？刚才王爷那眼神你也看见了，咱们要是不演得像一点，怎么骗得过那只老狐狸？萧凝霜冷哼一声，整理好衣衫，恢复了些许高冷。我看你是假戏真做上瘾了吧？刚才那些污言秽语若是传出去，朕的清誉全被你毁了。毁了就毁了呗，反正陛下也不打算嫁别人。苏浪小声嘀咕了一句，随即神色一正。好了，不开玩笑了，摄政王既然敢在这个时候逼宫，说明他对这次秘境事在必得。那里面到底藏着什么让他这么疯狂的东西？萧凝霜沉默了片刻，转身走回殿内，在一张案几前坐下。他拿起笔，在一张宣纸上快速勾勒起来。除了那天道法则碎片，秘境深处还埋藏着大周开国皇帝留下的一具真龙骸骨。萧天策修炼的乃是邪门魔功吞天式地诀，他是想吞噬那具龙骨，借此突破化神期，真正谋朝篡位。真龙骸骨，苏浪眼睛一亮，好东西啊，听起来就很补。如果让自己的纯阳圣体吸收了，那还不直接起飞？看来这次秘境之行，不仅要当保镖，还得当的强盗了。苏浪摸了摸下巴，陛下，这活儿我接了。不过嘛，你也知道，对付元婴大圆满，还要抢龙骨，这消耗可是很大的。咱们是不是该提前预支一点车马费？说着，他的目光又开始在萧凝霜身上不老实地游移起来。萧凝霜身体一僵，下意识地捂住胸口，警惕地看着他。你又想干什么？朕刚才不是已经让你看了地图吗？地图是看了，但有些细节臣记得不太清楚，想再复习复习。苏浪搓着手，一步步逼近，每日都要注入纯阳精华。这天色尚早，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先把今天的量给补上。你别过来，苏浪，你这是欺君啊！小叶子，关门，放帘子。是，主人。养心殿内，层层叠叠的明黄色帷幔缓缓落下，将外界窥探的视线彻底隔绝。殿内的空气中还弥漫着刚才那一番激烈治疗后留下的旖旎香气，以及尚未散去的暧昧余温。苏浪，你可以放开朕了。萧凝霜背靠着柔软的龙榻，双手抵在苏浪的胸膛上，那张平日里威严冷艳的俏脸，此刻红得几乎能滴出血来。刚才为了骗过萧天策，这混蛋的手可是没少在他身上攻城略地，尤其是腰窝和那几处羞人的穴位，现在还残留着滚烫的触感，酥酥麻麻的，让他2条修长的美腿有些发软，根本合不拢。放开！苏浪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得寸进尺的往前压了一分。他那双带着侵略性的眸子居高临下的盯着眼前这位衣衫不整的女帝，嘴角勾起一抹坏笑。陛下，刚才您可是亲口当着摄政王的面说了，我是您的贴身神医，既然是贴身，那自然是要贴着身子了。说着，他故意挺了挺胸膛，那属于纯阳荒古圣体的炽热阳刚之气，隔着薄薄的衣料，源源不断的烘烤着萧凝霜敏感的神经。那是权宜之计。萧凝霜呼吸急促，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的强烈荷尔蒙，心跳快得像肋骨。现在人已经走了，你给朕下去。我不。苏浪拒绝得理直气壮，甚至还顺势踢掉了脚上的靴子，身子一歪，直接在那宽大柔软的龙榻上躺了下来。他双手枕在脑后，舒服地叹了口气，还特意拍了拍身边的空位。这龙床不愧是皇家的宝贝，又是千年暖玉，又是天蚕丝被的，睡起来就是舒服。
陛下，别在那杵着了，过来躺会儿。刚才演戏那么累，咱们该休息休息，顺便探讨一下那一半龙床的使用权归属问题。苏浪、萧凝霜看着这个鸠占鹊巢的无赖，气得胸口剧烈起伏，那本就松垮的肚兜细带摇摇欲坠，大片雪腻的肌肤晃得人眼晕。这是朕的寝宫，是天子的龙榻，你这是大不敬，这可是你要杀头的罪名。杀头！苏浪侧过身，单手支着脑袋，眼神放肆地在他那曼妙的曲线上游走，最后停留在他平坦光洁的小腹上，戏谑道：陛下，您现在体内的龙气刚刚疏通，还需要我这个药引子每日温养。要是杀了我，您这刚刚解封的身体恐怕又要变回那冷冰冰的石头了，到时候别说杀头了，您怕是连翻个身都难。而且苏浪顿了顿，声音突然压低，带着一丝诱惑的磁性。萧天策虽然走了，但并没有走远。如果您现在把我赶出去，您猜猜那只老狐狸会怎么想？一旦被他识破，咱们刚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萧凝霜闻言，娇躯猛地一僵，他咬着红唇，眼中闪过一丝挣扎。虽然知道这混蛋是在强词夺理，是在趁火打劫，是在耍流氓，但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该死的有道理。如果不表现得亲密无间，根本骗不过生性多疑的萧天策。可是真的要和一个男人同榻而眠吗？这也太羞耻了。小叶子！就在萧凝霜犹豫不决的时候，苏浪突然转头看向一直躲在角落里尽量降低存在感的姬红叶。啊，苏公子！姬红叶吓了一跳，像只受惊的小兔子。过来！苏浪勾了勾手指。姬红叶下意识地看向女帝，见女帝没有反对，这才磨磨蹭蹭地挪到了床边。公子有什么吩咐？苏浪伸出手，一把抓住姬红叶纤细的手腕，稍一用力，呀！姬红叶一声惊呼，整个人旋转着扑倒在龙榻上，正好倒在苏浪的另一侧。既然陛下害羞，那咱们就折中一下。苏浪嘿嘿一笑，左手揽住姬红叶柔软的腰肢，右手拍了拍自己和萧凝霜中间的位置。这龙床够大，睡3个人绰绰有余。小叶子睡最里面负责暖床，我睡中间负责警戒和提供阳气，陛下睡最外面负责貌美如花，这样既安全又保密，还能顺便练功。怎么样？我这个提议是不是很天才？姬红叶趴在床上，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身子瑟瑟发抖，却根本不敢挣扎，甚至心里还有一丝隐秘的期待。被那滚烫的纯阳气息包裹着，他感觉自己体内的媚骨都要酥了。萧凝霜看着这一幕，气得银牙咬碎。好一个折中，好一个天才，这分明就是想左拥右抱，甚至还把他的贴身侍女也给算计进去了。你简直无耻至极！萧凝霜羞愤地骂道。多谢陛下夸奖。苏浪照单全收，还故意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哎呀，好困啊！既然陛下不愿意，那我可就抱着小叶子先睡了。反正小叶子也是极品媚骨，虽然比不上陛下的黄道龙气，但凑合也能当个抱枕。说着，他竟然真的侧过身，将脸埋在姬红叶散发着幽香的颈窝里，蹭了蹭，一副准备入睡的模样。哼，公子别！姬红叶发出一声甜腻的轻哼，身体软成了一滩水。这声音在寂静的寝宫里显得格外刺耳，也格外撩人。萧凝霜站在床边，看着两人苟且的样子，心里莫名涌起一股强烈的酸意和委屈。那是朕的龙床，这个混蛋明明刚才还对自己动手动脚，转眼就抱着别的女人睡得这么香，把自己这个大周女帝当什么了？空气吗？一种莫名的胜负欲压过了理智和羞耻。你给朕让开点！萧凝霜深吸一口气，像是奔赴刑场一般，猛地踢掉那双绣着金凤的鞋子，然后他一咬牙，掀开那床明黄色的天蚕丝被，带着一股好闻的帝王幽香，气呼呼地钻了进去。哦，苏浪嘴角微翘，转过身看着躺在自己身边，身体僵硬的像块木头，紧闭着双眼，连睫毛都在颤抖的女帝。陛下这是想通了？闭嘴！萧凝霜紧紧裹着被子，只露出一张绝美的脸蛋，恶狠狠地低吼道：朕是为了大局，还有你不许过界，中间要留一条缝，你要是敢乱碰朕，朕就处死你！放心，我有职业操守的。苏浪笑眯眯地凑近，直到两人的鼻尖几乎碰到一起，那一瞬间，两人的呼吸交缠，阳刚炽热与幽冷清香在被窝这狭小的空间里剧烈碰撞。不过陛下，苏浪的手在被子底下悄悄伸过去，准确无误地握住了萧凝霜那只冰凉柔弱无骨的小手，十指相扣，纯阳灵力瞬间顺着指尖涌入他的四肢百骸。咱们既然要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今晚咱们来玩个好玩的游戏，叫谁先睡着谁是小狗。萧凝霜娇躯一颤，想要抽回手，却发现自己早已没了力气。那股暖流太舒服了，就像是寒冬腊月里的一盆炭火，让他贪恋，让他沉沦。流氓！他骂声变得软绵绵的，毫无威慑力。在这昏暗暧昧的笼帐之中，女帝那高傲的冰壳正在一点点被这滚烫的温度融化，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苏浪感受着左右两侧传来的温软触感，心里乐开了花。果然，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女帝，只要上了床，只要挤在一张床上，那距离就只剩下负数了。这才是穿越者该有的生活啊！不过就在这时，苏浪的怀里的传讯玉简突然极其不合时宜的疯狂地震动了起来。
那是师尊冷清秋的专属频率。苏浪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要死！师尊杀到哪了？养心殿内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那不断震动的传讯玉简像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在苏浪怀里跳得欢快。那是师尊冷清秋独有的夺命连环呼，怎么不接？萧凝霜原本羞愤的表情微微收敛，那双淡金色的美眸微微眯起，透出一丝危险的光芒。还是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怕被朕或者传讯玉简那头的人知道？女帝的直觉有时候比那些修仙者的神识还要可怕。可，怎么可能？苏浪干笑一声，冷汗顺着鬓角滑落。这要是让师尊知道自己钻进了女帝的被窝，左边搂着圣女，右边是女帝，哪怕她是纯阳圣体，怕是也要被师尊剁成纯阳肉丁。嘘！苏浪竖起一根手指，神色变得无比严肃。是援兵，对，是我请来的超级援兵。陛下，为了大局，待会儿千万别出声，要是泄露了咱们在同床共枕的情报，那萧天策可就得逞了。说完，他不等萧凝霜反应，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嗓音，按下了接通键。喂，师尊啊！声音甜腻，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虚弱和思念。苏浪，玉简那头传来冷清秋那标志性的清冷嗓音，哪怕隔着万水千山，都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寒气。你在哪？听说大周皇宫刚才塌了半个养心殿，是不是你干的？还有，为什么会有喘息声？苏浪心脏骤停，该死！师尊您误会了。苏浪大脑飞速运转，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他的求生欲爆发到了极致。那是徒儿在给女帝治病呢。您是不知道，这大周女帝病得太重了，徒儿为了救她，那是殚精竭虑，耗尽了灵力，现在累得连手指头都抬不起来了。一边说着，他那只抬不起来的手却极其不老实地在被窝里动了动，好死不死，正好捏在萧凝霜那柔软的腰之上。萧凝霜娇躯一颤，下意识的就要叫出声，却被苏浪眼疾手快地捂住了嘴巴。他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满嘴谎话的混蛋。明明刚才还生龙活虎地把他折腾得浑身酥软，现在竟然跟那边的女人装可怜，一种莫名的酸意和胜负欲在心底炸开。好啊，怕那个女人误会是吧？朕偏要让她误会。萧凝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突然张开小嘴，狠狠一口咬在了苏浪捂着他嘴的手掌上。苏浪倒吸一口凉气，痛呼出声。怎么了？玉简那头冷清秋的声音瞬间拔高8度，带着一丝紧张。你受伤了？是谁？没谁。苏浪看着怀里那只正用挑衅眼神看着自己的女帝，咬牙切齿地笑道：是被一只不听话的小野猫挠了一下。师尊放心，徒儿皮糙肉厚，扛得住。哼，野猫！冷清秋冷笑一声，我看是狐狸精吧。少废话，为师已经到了大周皇都城门外，那些不长眼的禁卫军竟然敢拦本座！轰！玉简那边隐约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和惨叫声，显然是某位暴躁的女剑仙正在讲道理。苏浪，你在养心殿等着，本座这就杀进去。若是让本座看到你少了一根头发，或者是多沾了一丝别的女人的味道，你就给我在瑶光峰跪断搓衣板！嘟嘟嘟，通讯挂断，养心殿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苏浪维持着拿着玉简的姿势，僵在原地。完了，杀过来了，真的杀过来了，而且还是暴力闯关，这就是你说的援兵？萧凝双松开嘴，看着苏浪手上那2排整齐的牙印，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听起来倒像是个来捉奸的正房夫人呢。怎么，朕这个大周女帝就这么让你拿不出手，还得编瞎话骗她？这语气酸的简直能腌制10坛老陈醋。可，陛下言重了。苏浪讪笑着把手缩回被窝，顺势将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2人稍显暧昧的姿势。师尊他脾气不太好，而且极度护短，若是让他知道咱们现在这种睡法，他怕是会直接把这养心殿给拆了，到时候陛下你也没面子不是？拆朕的养心殿？萧凝双柳眉倒竖，刚想发作，但转念一想，刚才玉简里传来的那股令人心悸的威压和轰鸣声，元婴大圆满，甚至半步化神。他动了动身子，感受着那紧贴着自己后背的滚烫胸膛，俏脸再次染上一层红霞。你能不能往那边挪？挺着朕了，挪不了，那边是小叶子，再挪它就要掉下去了。苏浪闭着眼睛耍起了无赖。陛下，这可是您自己钻进来的。再说了，臣这是在给你输送纯阳之气，助你巩固境界，这可是正经的疗程，别乱动。说着，他体内的9转金身诀微微运转，一股温热醇厚的纯阳之力顺着2人紧贴的肌肤缓缓渡入萧凝霜的体内。原本还想挣扎的萧凝霜只觉得浑身一暖，那种仿佛泡在温泉里的舒适感瞬间冲淡了心头的羞耻和醋意。常年受石化病痛折磨的身体对于这种温暖有着本能的贪恋。下不为例。萧凝霜轻哼了一声，身子却很诚实的往后缩了缩，更紧密的贴合在苏浪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如果那个凶巴巴的女人来了，他闭上眼睛，声音变得有些慵懒。朕护着你便是，这是朕的皇宫，还轮不到别人来撒野。苏浪闻言心中一动，低头看着怀里这位傲娇的女帝，嘴角忍不住上扬。啧，看来这只金凤凰已经开始护食了呀。左边是柔弱五谷身带异香的极品魔女，整晚都缩在他怀里，
像只乖巧的小猫，时不时还用那饱满的柔软蹭蹭它。右边是高贵冷艳、肌肤胜雪的傲娇女帝，虽然嘴上说着不要，但身体却像是八爪鱼一样缠着她吸取纯阳之气。夹在中间的苏浪，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块被烤化的夹心饼干。定与气运之女萧凝霜女帝同榻而眠，深度接触，获得修为加5000，获得黄道龙气洗礼。定与特殊体质姬红叶圣女肢体交缠，获得修为加3000，获得技能碎片魅魔之体2/10。轰！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彻底打破了皇宫的宁静。那是皇宫南门被暴力轰碎的声音。紧接着，一道裹挟着漫天寒霜的白色倩影，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踩着虚空，一步步向这养心殿逼近。所过之处，无论是禁卫军还是隐藏的影卫，统统被冻成了冰雕。苏浪，给本座滚出来！清冷的声音响彻云霄，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养心殿内，萧凝霜猛地睁开双眼，那双淡金色的眸子里瞬间迸射出一股属于帝王的威严。放肆！他一把掀开被子，甚至顾不上此时衣衫凌乱，直接从龙榻上坐起。哪里来的疯婆子，竟敢拆朕的皇宫大门？苏浪，给朕穿衣！朕倒要看看是谁敢跟朕抢人！苏浪看着眼前这一幕，嘴角疯狂抽搐。左边是怒气冲冲，准备为了面子死磕的大周女帝，外面是提着剑杀上门，明显是来捉奸的暴力师尊，还有一个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尽量降低存在感的魔教圣女。这特么真的是修罗场啊！好的，老板啊，不，陛下。苏浪认命的叹了口气，抓起旁边的龙袍，动作熟练地披在萧凝霜那诱人的娇躯上。他的手指无意间划过女帝那如天鹅般修长的脖颈，那里还留着治疗时留下的一颗淡红色的草莓印。苏浪眼皮一跳，完了，这要是被师尊看见，自己这辈子怕是别想下床了。苏浪的手指还停留在萧凝霜那雪白修长的脖颈处，正手忙脚乱地帮他扣着龙袍最上面的一颗盘扣。快点，别磨蹭！萧凝霜咬着红唇，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慌乱和羞恼。那个疯女人身上的寒气已经渗透进来了，朕感觉好冷，能不冷吗？苏浪心里暗暗叫苦，整个养心殿的温度此时已经降到了冰点。师尊这次是真的气炸了，陛下遮不住啊！苏浪看着萧凝霜脖颈侧面那一枚鲜艳欲滴的淡红色吻痕，在雪白的肌肤上显得格外刺眼。那是为了骗过摄政王的隐卫，两人演戏太投入时，他不小心情不自禁留下的。您这皮肤也太嫩了，稍微一碰就留印子。闭嘴！还不都是你这混蛋干的好事！萧凝霜狠狠瞪了他一眼，随即一把扯过旁边明黄色的丝绸围脖，胡乱地围在脖子上，欲盖弥彰地挡住了那一抹暧昧的痕迹。就在这时，轰！那扇原本厚重无比的紫檀木大门，在一声巨响中，直接化作了漫天木屑，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地洒下。一道绝美的白色倩影，逆着光，踏着漫天冰霜，一步一步走进了大殿。冷清秋，她今日依旧是一袭胜雪的白衣，身姿高挑冷艳，手中提着长剑，剑锋上还滴落着未融化的冰晶。只是那张平日里清冷如仙的绝美脸庞上，此刻却布满了足以冻结灵魂的寒霜。尤其是当他的目光扫过那张凌乱不堪的巨大龙榻，以及衣衫不整的女帝时，那双美眸中的杀气瞬间实质化。好，很好！冷清秋怒极反笑，声音清脆悦耳，却让人如坠冰窟。苏浪，为师让你下山历练，你倒好，历练到女人的床上来了，而且还是大周的女帝。说着，他手中的长剑微微抬起，直指萧凝霜的眉心。这就是你说的病人？我看他面色红润，眉含春情，气血旺盛的很，哪里像是快死的样子，分明就是一只发了情的狐狸精。放肆！被这一击，萧凝霜身为女帝的傲气也瞬间爆发。她虽然修为下滑不如冷清秋，但毕竟身负黄道龙气，又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其实势上怎能输人？萧凝霜一把推开苏浪，挺直了腰杆，那原本系好的龙袍领口因为动作太大又散开了一些，露出一抹惊心动魄的雪白。这里是大周皇宫，不是你的宗门。还有，萧凝霜微微扬起下巴，伸手挽住了苏浪的胳膊，整个人几乎贴在了他身上，宣示主权般的说道：朕与朕的贴身神医在寝宫内治病，关你何事？倒是你提着剑闯进来，是想造反吗？治病！冷清秋目光落在两人紧贴的手臂上，眼角狠狠抽搐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胸前那惊人的弧度剧烈起伏，显然是在极力压抑着砍人的冲动。好一个治病！苏浪，你自己说。冷清秋看向苏浪，眼神悠悠，你是要跟这只狐狸精在这一起治病呢，还是乖乖跟为师回妖光峰？我数3声，1，死亡倒计时开始了。苏浪头皮发麻，这一边是刚刚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且身娇体软的女帝，另一边是掌控着自己生死且有着深厚情谊的师尊，这特么选谁都是死路一条啊！但他苏浪是谁？那是吃软饭啊，不是靠才华吃饭的天才。师尊，您听我解释啊！苏浪猛地挣脱了萧凝霜的手臂，在女帝震惊和委屈的目光中，并没有跑向冷清秋，而是一步跨出，挡在了两个女人中间。他一脸悲壮，张开双臂，仿佛是在守护世界和平。其实徒儿这一切都是为了宗门，为了天下苍生啊！哈！
冷清秋和萧凝霜同时愣住了。苏浪趁热打铁，转过身背对着萧凝霜，面对着冷清秋疯狂的挤眉弄眼，随后一把抓住了冷清秋提剑的手，顺势摸了一把那冰凉柔滑的玉手。师尊，您有所不知，这大周皇宫如今危机四伏，摄政王萧天策意图谋反，还要独吞那乾隆秘境的宝藏。苦儿若是不牺牲色相，不牺牲小我，深入虎穴，以此来迷惑敌人，获取女帝的信任，咱们玄印宗怎么能拿到进入秘境的资格？怎么能阻止魔道的阴谋？说到这，苏浪脸上露出一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凄凉神色。我为了给女帝驱除体内的石化诅咒，徒儿几乎耗尽了本源纯阳之气。师尊您看，徒儿都瘦了。冷清秋闻言狐疑地打量了他一番，随即他美眸微微一缩，不对，这逆徒怎么不仅没瘦，反而气血比下山前更旺盛了，甚至连修为都金丹4重，这才几天不见，他竟然连破3级，耗尽本源。冷清秋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反手扣住了他的脉门。那为何为师感觉到你体内的阳气充沛的快要溢出来了，而且还混杂着一股精纯的龙气？苏浪脸色一僵，干笑道：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阴阳调和，大道至简吗？师尊您也知道，徒儿这体质特殊，越是那个修为长得越快，您也不想看着徒儿修为停滞不前，被人欺负吧？这一句阴阳调和，瞬间让冷清秋那张清冷的俏脸上飞起2朵红云。这逆徒，哼，油嘴滑舌，虽然嘴上还在骂，但手中的剑却不知不觉垂了下来。毕竟苏浪的修为提升是实打实的，而且这小子身上并没有那个女人的元婴气息，说明还没真正踏出那最后一步。既然是治病，那现在治好了吗？冷清秋冷冷地扫了一眼身后的萧凝霜，语气依旧不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苏浪赶紧点头，然后压低声音凑到冷清秋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师尊，其实徒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乾隆秘境里有真龙骸骨，对您的修行大有裨益，徒儿留在这就是为了帮您把那宝贝抢过来当聘礼啊，不，当孝敬礼。聘礼这2个字像是一道电流，瞬间击中了冷清秋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耳根瞬间红透了。大逆不道，真是太让人喜欢了。可冷清秋强装镇定，瞪了他一眼，休得胡言乱语，既然是为了宗门任务，那为师便暂且饶你这一次。说完，他转过身看向一脸懵逼且警惕的萧凝霜，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冰山女神模样。女帝陛下，本座乃玄印宗瑶光峰主冷清秋，这段时间本座会留在此处，亲自监督猎徒为你治疗，以免他学艺不精，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监督？萧凝霜和苏浪同时瞪大了眼睛，这哪是监督啊，这分明就是要在床边安个摄像头啊！不行，萧凝霜下意识的拒绝，这是朕的寝宫，除了朕的贴身神医，外人不得入内。哦，冷清秋眉毛一挑，手中长剑轻轻一震，轰！一股属于元婴大圆满的恐怖剑意瞬间笼罩了整个养心殿，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屋顶更是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陛下刚刚说什么？本座没听清。冷清秋淡淡的问道，语气中充满了和善。萧凝霜脸色一白，这女人简直是个暴力狂，而且若是真把她赶走了，凭自己现在的状态和苏浪，还真未必斗得过那个老奸巨猾的萧天策。正是说，萧凝霜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地挤出一个笑容。既然是苏爱卿的师尊，那自然是贵客，反正这龙床大得很，挤一挤也不是不行。说到最后，他还得寸进尺地看了苏浪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挑衅。好啊，不是要玩吗？那就大家一起玩。朕倒要看看，当着你师尊的面，你这混蛋还敢不敢对朕动手动脚？很好。冷清秋收剑入鞘，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他目光如电，射向一直缩在床角裹着被子装死的姬红叶。那么现在能不能请这位无关紧要的人把位置腾出来？本座赶了一路累了。姬红叶为什么要受伤的总是我？在2大女王级人物的死亡凝视下，姬红叶含泪裹着被子，连滚带爬地让出了那个原本属于她的温暖角落。然后冷清秋竟然真的没有客气，她轻轻一跃，姿态优雅地落在龙榻之上，直接占据了左边的位置。而萧凝霜也不甘示弱，立刻占据了右边的位置。这一次修罗场的等级从困难模式直接升级到了地狱模式，左边是冰山师尊，右边是傲娇女帝，2股截然不同的香气夹杂着2股截然不同的杀气，将他紧紧包裹。苏浪，冷清秋侧过身，单手支着脑袋，美眸微眯，为师乏了，过来给为师按按。苏爱卿。另一边，萧凝霜也伸出一只如玉般的脚丫，轻轻踩在苏浪的大腿上，媚眼如丝却带着挑衅。朕的腿还有些麻，你也得负责到底吧？苏浪看着左右两边同时伸过来的绝美娇躯，咽了口唾沫。这就是传说中的双倍快乐吗？他颤颤巍巍地伸出2只手，一手抓住了师尊的肩膀，一手握住了女帝的脚。定，检测到宿主正处于极度危险的修罗场中心，软饭硬吃技能触发，正在同时吸收2股顶级气运与灵运，修为加1000，加1000，加1000。听着脑海中悦耳的提示音，苏浪心中的恐惧瞬间烟消云散。去特么的修罗场，
这就叫富贵险中求。好的师尊，遵命陛下。今日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神之手。苏浪大喝一声，双手齐出，一时间龙榻之上娇哼连连，春光无限。姬红叶默默地蹲在角落里画起了圈圈。呜呜，明明是我先来的。清晨的阳光透过养心殿那破了的大洞的屋顶，肆无忌惮地洒在那张宽大的离谱的龙榻上。苏浪发出一声舒爽至极的呻吟，缓缓睁开了双眼。这绝对是他穿越以来睡得最沉重的一觉，真的沉重。左手边一张清冷绝尘的仙颜正紧紧贴着他的胸口，一条修长圆润的大长腿霸道地横跨在他的腰间，那是他的师尊冷清秋。右手边那位平日里威严不可一世的女帝陛下，此刻像只八爪鱼一样挂在他的胳膊上，脑袋枕着他的肩膀，嘴角还挂着一丝晶莹的口水，那是大周女帝萧凝霜。而被挤在最中间的苏浪感受着左右两边截然不同却同样惊人的柔软触感，修为暴涨，距离金丹境5重只差临门一脚，获得被动技能端水大师初级，在多位修罗场女主之间生存概率提升10%。呼，还活着，真好！苏浪感慨了一声，刚想偷偷把手从师尊的怀里抽出来，别动。两道清冷的声音同时响起，原本还闭着眼的冷清秋和萧凝霜几乎在同一时间睁开了眼睛，四目相对，空气中瞬间迸射出滋滋作响的火花。冷风主，天亮了。萧凝霜美眸微眯，带着一丝慵懒的挑衅，您还要在朕的龙榻上赖到什么时候？朕的胳膊都被你紧麻了。呵，陛下不也是一样？冷清秋冷笑一声，极其自然地收回那条压在苏浪身上的大长腿。身为一国之君，睡相如此豪放，若是让你的臣子看见了，怕是要自戳双目。你，萧凝霜俏脸一红，下意识地想坐起来，却发现自己不仅衣衫不整，而且苏浪的一只手竟然还极其顺手地放在他的那一团柔软之上。苏浪，女帝的羞愤瞬间转移了目标，别喊，出事了！苏浪眼疾手快，赶在女帝发飙之前，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神色变得无比严肃。他那双刚刚开启的破望金瞳，此刻正透过养心殿的墙壁，死死盯着皇宫中央的方向。那里一股冲天的血煞之气正在疯狂汇聚，甚至引动了地下的龙脉，发出一阵阵悲鸣。怎么回事？看到苏浪这副表情，两女也瞬间收起了玩笑的心思，各自抓起衣服迅速遮住乍泄的春光。萧天策那个老东西动手了，他没有等半个月，而是强行开启了祭龙台。他在用活人的鲜血祭祀，想要强行轰开乾隆秘境的大门。萧凝霜脸色巨变，顾不得整理仪容，赤着脚跳下龙床。祭龙台乃是大周国运所在，他若是强行血祭，朕的子民还有大周的气宇都会被他毁了。这个疯子！咚咚咚！就在这时，一阵沉闷而急促的战鼓声突兀地在皇宫上空炸响，紧接着一道浑厚而嚣张的声音夹杂着滚滚圆。萧天策瞳孔猛地一缩，手中的酒杯咔嚓一声被捏得粉碎。摄政王似乎很失望。非洲落地，苏浪率先跳了下来，极其绅士地伸出手将萧凝霜从非洲上扶了下来。那动作亲密的仿佛是一对刚刚度完蜜月的小夫妻。既然王爷这么喜欢祭祀，苏浪走到那些被绑缚的平民面前，手指轻轻一弹，嗖嗖嗖，数道金色的纯阳指力激射而出，瞬间割断了所有绳索。那不如……苏浪转过身，直视高台之上的萧天策，嘴角的笑容瞬间变得狰狞而狂野。用王爷您的血来祭这祭龙台如何？毕竟您的血比较脏，说不定真龙就好这一口呢。找死！萧天策怒吼一声，再也装不下去了，给我杀，一个不留！女帝被妖人附体，已非正统，杀无赦！轰！随着他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数十名金丹期死士以及3名元婴期的供奉瞬间暴起。这哪里是祭祀，这分明就是一场早已预谋好的伏杀！苏浪不屑地撇了撇嘴，他根本没有动手的意思，反而后退一步，极其自然地躲到了师尊和女帝的身后，大喊一声：“老婆们，阿布，师尊，陛下，点子扎手，咱们一起上！阿布，你们上，我给你们加 buff。”话音未落，冷清秋手中的长剑已然出鞘，吭！一道仿佛能冻结时空的恐怖寒光瞬间横扫全场。动我徒儿者死！大战一触即发。苏浪躲在2个绝世大美人的身后，双手极其不安分地分别抵在他们盈盈一握的柳腰之上，脸上却是一副为了正义耗尽心血的悲壮表情。萧天策这老狗人多势众，徒儿这就给你们注入正能量。闭嘴，少废话！冷清秋和萧凝霜几乎是异口同声地交斥道，虽然嘴上骂得凶，但2人的身体却在苏浪双手贴上来的瞬间猛地一颤，尤其是敏感点还残留着昨夜记忆的萧凝霜，那张威严的俏脸瞬间长得通红，双腿一软，险些在2军阵前给跪了。那股滚烫炽热的纯阳之气根本不像是什么正经的灵力传输，它就像是一条条灼热的小蛇，顺着后腰的命门穴钻进去，瞬间游遍4肢百骸，所过之处经脉酥麻，丹田滚烫。女帝紧咬银牙，还是没忍住从鼻腔里露出一声极具诱惑力的闷哼。在这杀气腾腾的战场上，这声音简直就像是点燃了火药桶的导火索，让对面的黑甲禁军们眼神都直了。萧天策站在高台之上，
见状更是气得胡子乱颤，大手一挥，杀！给本王把这对狗男女，不，把那3个人全都碎尸万段！轰！3名元婴期供奉联手打出的神通，化作满天雷火，如同末日降临般朝着苏浪3人头顶砸下。哼，雕虫小技！冷清秋美眸一寒，手中秋水剑发出一声清越的龙吟。在那股不正经 buff 的加持下，他感觉自己的灵力仿佛燃烧起来了一般，比平日里狂暴了数倍。冰封万里征，一剑挥出，没有花哨的剑招，只有极致的寒冷。那漫天的雷火在半空中瞬间凝固，化作绚丽的冰雕，随后咔嚓一声，碎成无数晶莹的冰渣，哗啦啦的落了一地。噗！那3名元婴供奉如遭雷击，齐齐喷出一口鲜血，惊恐地看着那个白衣胜雪的女人。一剑，仅仅一剑就破了3大元婴的联手一击，这真的是元婴大圆满吗？这怕是半步化神了吧？师尊威武，师尊霸气，师尊这一剑简直帅得徒儿合不拢腿。苏浪在后面疯狂输出彩虹屁，手上的动作却更紧了，甚至还得寸进尺地往下挪了挪。看来徒儿的奶量还是很足的嘛。师尊，要不要加大剂量？你要是再敢乱摸……冷清秋回过头，那双平日里冷若冰霜的眸子此刻却水汪汪的，带着一丝羞愤的媚意。等杀了这老贼，为师就把你的爪子剁了喂狗。虽然这么说，但他并没有挣开苏浪的手，因为那种源源不断的纯阳之力不仅在增幅他的战力，更是在滋养他那常年受寒毒侵蚀的神魂，舒服的让他甚至想在战场上发出羞耻的声音。陛下，你也别闲着呀！苏浪见师尊这边稳了，立刻把重心转移到右边的女帝身上，凑到他耳边吹了口气：“那老子要开门了，咱们得给他加点料。”萧凝霜浑身一激灵，差点把手里的地印给扔了。他羞恼地瞪了苏浪一眼，但感受到体内那澎湃欲出的黄道龙气，自信心瞬间爆棚。众将士听令！萧凝霜高举9龙地印，在那纯阳圣体的加持下，原本虚弱的龙气此刻竟化作一条100丈长的金龙虚影，盘旋在广场上空，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朕在此，谁敢造反？放下武器者，朕既往不咎；助纣为虐者，诛9族！嗡！黄道威压如山岳般降临，那些原本就被冷清秋一剑吓破胆的禁军，此刻看到真龙显圣，又听到女帝那中气十足的怒喝，一个个面面相觑，手中的兵器开始动摇。别听他的！萧天策见军心动摇，眼中闪过一丝疯狂，他猛地转过身，一掌拍在那巨大的祭龙台之上。既然你们找死，那就都别活了！以血为引，以魂为气，真龙秘境开！砰砰砰！随着他的一声怒吼，那些原本被苏浪救下的祭品虽然跑了，但萧天策竟然残忍地抓过身边的数十名亲信死士，直接捏爆了他们的身体。漫天血雾瞬间被那诡异的祭坛吸收，原本只是微微发光的石台，此刻突然变成了猩红的血色，上面的9条石龙仿佛活过来了一般，开始疯狂扭动，贪婪地吞噬着鲜血。咔嚓咔嚓！祭坛中央，空间如同镜面般破碎，一道漆黑深邃、散发着古老洪荒气息的巨大漩涡之门缓缓打开，并不在祭坛上，而是一条通往异度空间的通道。吼！一声比刚才女帝召唤出的金龙还要恐怖万倍的龙吟声从那漩涡深处传来，紧接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黑色魔气夹杂着狂暴的龙威，如同海啸般喷涌而出。不好！苏浪脸色一变，那双破望金瞳瞬间运转到了极致。在这一刻，他透过那层魔雾，清晰地看到了漩涡背后的景象。那不是什么遍地宝藏的仙境，那是一片埋骨之地。而在那入口处，根本没有所谓的真龙迎接，只有一层层乱流罡风。这萧天策用的血祭之法是错的，他不是在开门，他是在炸门！快退，这门要炸了！苏浪大吼一声，双手猛地发力，一左一右直接将冷清秋和萧凝霜揽入怀中，转身就要跑。想跑，晚了！萧天策此时已经彻底疯魔，他看着那打开的漩涡，以为自己成功了，眼中满是贪婪。真龙骨骸是本王的，只要吞了它，本王就能突破化神，到时候整个南荒都是本王的。他不顾那喷涌的罡风，竟然直接纵身一跃，朝着漩涡冲去。然而就在他即将触碰到漩涡边缘的瞬间，嗡！一道金色的屏障突然在漩涡口亮起，直接将萧天策弹飞了出去。噗！萧天策鲜血狂喷，满脸不可置信。怎么可能？本王明明已经血祭了，为什么进不去？白痴！已经退到非洲边缘的苏浪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停下脚步，回头嘲讽道：“你那是家门钥匙吗？你那是拿炸药包撬门锁。这乾隆秘境乃是上古龙族安息之地，其实你这点脏血能玷污的。”苏浪！萧天策披头散发，状若厉鬼，死死盯着苏浪。你知道进去的方法？快说，否则本王拉着整个皇都给你们陪葬。说着，他竟然掏出一枚漆黑的阵盘，做事要引爆皇城地下的护城大阵。急了急了！他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萧凝霜，嘴角勾起一抹坏笑。陛下，看来咱们得提前度蜜月了。什么？萧凝霜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苏浪抱得更紧了。师尊，抓紧我，要开车了！苏浪眼中金光大盛，脑海中的地图瞬间与眼前的漩涡重叠。他找到了，在那狂暴的能量乱流中，有一条极其隐蔽的生门路径。疯子，你们都是疯子！萧天策整个人都傻了。既然不想让我进去，那你们也别想活！萧天策怒吼一声，
手中阵盘猛地捏碎，轰隆隆，整个皇宫地面开始塌陷，无数道地煞之火喷涌而出，试图拦截苏浪。老婆们，就是现在，双剑合璧啊不，阴阳合璧！苏浪大喝一声，他猛地吻上了萧凝霜的唇。萧凝霜瞪大了眼睛，大脑一片空白。这还是在几万人面前啊！但下一秒，他就感觉到一股磅礴的龙气被苏浪引导而出，化作一道金色的光柱，直接射入了那个狂暴的漩涡中心。与此同时，苏浪另一只手紧握住冷清秋的手，将纯阳之力毫无保留地灌输给他。师尊，砍他！冷清秋虽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强吻画面给惊得心神失守，但本能的战斗意识让他瞬间挥剑斩。极寒剑气与黄道金光在空中交汇，竟然奇迹般的融合在了一起。咔嚓！那原本狂暴拒绝一切外来者的空间漩涡，在接触到这股力量的瞬间，竟然温顺地平息了下来。一条金光大道从漩涡中心扑射而出，直通非洲脚下。所有人都看呆了。苏浪松开面红耳赤瘫软在他怀里的女帝，得意地抹了抹嘴。走了，老东西，你就留在外面玩泥巴吧。嗖，粉色非洲化作一道流光，载着四人在萧天策绝望极度的目光中，潇洒地冲进了秘境大门。轰！大门关闭，只留下萧天策一个人站在废墟般的广场上。噗的一声，气得鲜血狂喷3声，仰天倒下。苏浪，本王是杀汝！进入秘境通道的瞬间，四周的光线瞬间消失，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和令人晕眩的失重感。非洲剧烈颠簸，仿佛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啊！姬红叶尖叫着失去了对非洲的控制。别慌，有我在。黑暗中，苏浪的声音显得格外可靠。如果他的手不是那么乱摸的话，苏浪，你的手放在哪呢？是师尊羞愤的声音。太黑了，师尊见谅，我以为是扶手。那是朕的胸。女帝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可，意外，纯属意外。为了保护大家嘛。还没等两女发作，咚！非洲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四人瞬间被甩飞出去，坠向那未知的黑暗深渊。抓住我！苏浪只来得及大喊一声，并在空中本能地伸出手，死死抓住了离他最近的2只手。温软滑腻，定检测到宿主进入特殊地图真龙埋谷地，当前环境极度缺氧，阴气极重，迷雾浓度高，警告前方高能预警，请宿主做好现身准备。无尽的黑暗与失重感仿佛要将人的灵魂都彻底吞噬，耳边是呼啸的罡风以及姬红叶那越来越远充满恐惧的尖叫声。该死！苏浪心中一紧，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那2只温软滑腻的小手，触感截然不同。左边的骨节分明，带着常年练剑的薄茧，却又细腻如玉，此刻冰凉中带着一丝不易察的颤抖，是师尊冷清秋。右边的柔弱无骨，五指纤长，肌肤光滑得像是上等的丝绸，此刻却因用力而紧紧抓着他，指甲都快嵌进了他的肉里，是女帝萧凝霜。抱紧我，要落地了！苏浪暴喝一声，丹田内的金丹疯狂运转，9转金身诀催动到极致，试图在空中稳住身形，将怀里的2个女人护住。然而这片空间似乎禁绝了一切灵力飞行。轰！伴随着一声巨响，苏浪感觉自己像是撞进了一团巨大且富有弹性的果冻里，极致的柔软卸去了大部分冲击力。紧接着3人便不受控制的在这片奇异的地面上连续翻滚了10几圈，才终于停了下来。一时间天旋地转，金星乱冒。苏浪晃了晃脑袋，第一个清醒过来，他发现自己正以一个极其暧昧的姿势被压在最底下，而他的师尊冷清秋和女帝萧凝霜则如同2只受惊的美女蛇，一左一右的死死缠在他的身上，那惊人的柔软与温香几乎让他窒息。可，两位可以先起来吗？我的腰快断了。苏浪艰难地发出声音。冷清秋和萧凝霜几乎是同时回过神来，当看清眼前这妇女上男下的羞耻画面时，2张绝美的脸蛋刷的一下全红了。孽徒，还不快放开为师！大胆，谁让你碰朕的！2人嘴上骂着，身体却像是触电一般，手忙脚乱的想要从苏浪身上爬起来。可就在这时，冷清秋撑着苏浪胸口的手臂突然一软，整个人又重新趴了回去，口中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轻吟。他感觉身体好热，一股前所未有的燥热感从小腹丹田处升起，瞬间传遍4肢百骸。平日里冰清玉洁的身体，此刻竟变得异常敏感，仅仅是隔着衣物与徒弟的肌肤摩擦，就让他一阵阵地腿软心慌，连神魂都开始悸动。朕也。另一边，萧凝霜的情况同样不妙，他刚想撑起身体，一股霸道的魅意直冲天灵盖，让他眼前一黑，那属于帝王的威严瞬间崩塌，身体软得像一滩春水，只能无力地依附在苏浪身上，大口地喘息着。怎么回事？苏浪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催动破望金瞳向四周看去，只见这片诡异的空间里到处都飘散着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淡粉色迷雾，而这些迷雾正化作无数细小的触手，疯狂地朝着冷清秋和萧凝霜的体内钻去。定，检测到高浓度上古龙族催情瘴气龙涎香，效果大幅度降低心房，引动潜意识欲望，对阴性体质有强制发情效果。警告：宿主的纯阳圣体对该气体有致命吸引力，
您现在就是一个人形的自走春药。苏浪，我靠，这开局也太刺激了吧！苏浪，冷清秋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那双清冷的凤眸此刻水雾弥漫，充满了无助。为师，好难受，身体里好像有蚂蚁在爬，抱紧我，快用你的纯阳之气！高冷师尊彻底破防了，在龙涎香和纯阳圣体的双重刺激下，他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如同火山般喷发了出来。苏爱卿，朕命令你！萧凝霜更是霸道，他残存的理智让他强行维持着帝王的尊严，但说出的话却已经完全变了味。快给朕解毒，就像上次那样，用你的嘴！他已经彻底把苏浪当成了自己专属的解药，感受着怀里2具滚烫的娇躯如同藤蔓般越缠越紧，苏浪感觉自己幸福的快要爆炸了，但理智告诉他，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小叶子还下落不明呢。两位冷静点，这是上古龙族的催情瘴气，不是毒。苏浪一边说着，一边艰难地运转功法，将2股精纯的纯阳之气分别从紧贴着他们的胸膛触渡了过去。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再帮你们疏导一下。不要停，再多给朕一点。然而这不输送还好，一输送就像是往干柴里丢了一颗火星。冷清秋和萧凝霜非但没有冷静下来，反而像是尝到了绝世美味的猫咪，更加疯狂地朝着苏浪的身体里钻，恨不得将他整个人都吞下去。完了，完脱了！苏浪看着2人已经彻底迷离的眼神，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怕是真的要被当场榨干了。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苏浪的脑海中灵光一闪，他想起了自己的被动神技端水大师。师尊，陛下，你们听我说。苏浪深吸一口气，猛地翻过身，将2个女人反压在身下，强行掰过她们的脸，让她们看着自己的眼睛。这瘴气越是抵抗，效果越强。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3人组成一个3才纯阳阵，我居中宫，作为阵眼，提供能量，你们分列左右，阴阳互济，共同抵御瘴气入侵。这套阵法需要我们神魂相连，气息相通。他一本正经地说着。3才纯阳阵，冷清秋和萧凝霜的脑子已经成了一团浆糊，根本无法思考。对，苏浪斩钉截铁地说道。事不宜迟，我们快开始。师尊，您在左边躺好，陛下，您在右边。说着，他便强行将2具滚烫的娇躯摆成了指定的姿势，左边是冰肌玉骨的师尊，右边是凤翼天下的女帝。阵法起！苏浪大喝一声，双手再次熟练地攀上了那2处最柔软的地方。现在感受我的纯阳之力，放空心神，跟上我的节奏。一时间，这片诡异的荧光蘑菇林中响起了3人时高时低、极度压抑又暧昧不清的呼吸声。沙沙沙！不远处，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伴随着一声充满怨念的悠悠女声突然响起。公子，你们在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啊？怎么不带上小叶子呢？苏浪浑身一僵，猛地回头看去，只见黑暗的迷雾中，一个娇小的身影缓缓走出，正是姬红叶。此刻的她衣衫有些破损，那张俏丽的脸蛋上挂着2行清泪，眼神却异常的明亮，甚至带着一丝病态的兴奋。而在她的身后，竟然还跟着一头体型巨大的、浑身长满黑色鳞片的远古凶兽。最离谱的是，那头凶兽的脑袋上还顶着一个巨大的蝴蝶结。他看着苏浪，竟然人性化的摇了摇尾巴，像一只见到了主人的哈巴狗。苏浪，姬红叶公子，小黑说他闻到了同类的味道，想过来一起玩。定检测到上古龙兽深渊舔食者，状态已被姬红叶的天生媚骨驯服。警告，该龙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和配偶独占欲。苏浪维持着将师尊和女帝压在身下的姿势，僵硬的扭过头，看着不远处那个一脸幽怨的少女。小叶子，苏浪咽了口唾沫，试图解释，如果我说我们在进行一种古老的驱毒仪式，你信吗？驱毒？姬红叶歪了歪头，原本清纯的桃花眼里此刻闪烁着一丝危险的红芒。可是公子，红叶也中毒了呀，这种好事公子怎么能厚此薄彼呢？说着，他松开了手中的锁链。吼！那头深渊舔食者发出一声兴奋的低吼，带着一阵腥风猛地扑了过来。孽畜，滚开！冷清秋虽然理智快被烧没了，但护食的本能还在。他猛地从苏浪怀里抬起头，那双平日里清冷的眸子此刻满是怒火和焦躁。蒸！秋水剑自动出鞘，一道极寒剑气斩出。然而砍在那怪物的鳞片上，竟然只溅起了一串火花。这里的规则压制太强，加上师尊现在状态极差，根本发挥不出实力。那是朕的药！萧凝霜也不甘示弱，他强撑着酸软的身体，竟然一口咬住了苏浪的肩膀，像是宣示主权的小母狮子，谁也不准抢。眼看场面就要从香艳治疗演变成血腥乱斗，都给我停下！苏浪大吼一声，纯阳之气轰然爆发，硬生生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他一把按住师尊乱挥的小手，又拍了一下女帝挺翘的背部，最后指着姬红叶和那头怪物：小叶子，你也给我过来！那头丑东西，给我死远点守门去！或许是苏浪身上的纯阳气息太好闻，又或许是那头怪物真的怕他，那深渊舔食者竟然真的呜咽一声，夹着尾巴乖乖退到了迷雾边缘，老老实实的趴在地上当起了看门狗。姬红叶见状，
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媚笑。他像是一只轻盈的蝴蝶，瞬间扑到了苏浪身上，钻进了那个原本就已经很拥挤的怀抱。公子身上好香啊！姬红叶深深吸了一口气，整个人像是没了骨头一样瘫软下来，小手不安分地在苏浪胸膛上画着圈圈。这就是解药的味道吗？苏浪倒吸一口凉气。3个人，整整3个顶级角色，左边是冰山融化的高冷师尊，右边是傲娇霸道的极品女帝，怀里还钻进来一个又纯又欲的魔教妖女。那个，我们要不换个阵法？苏浪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声音有些发颤。3才阵已经不够用了，现在得改用4象锁阳阵。什么是4象锁阳？萧凝霜此时已经彻底被龙涎香的药力侵蚀，她双眼迷离，脸颊酡红，龙袍凌乱地挂在身上，露出一大片雪腻的肌肤。只要能解毒，阵准了。就是咱们得再贴紧一点。苏浪咬了咬牙，豁出去了。只要胆子大，女帝放产甲，既然反抗不了，那就享受吧。师尊，抱紧我的左臂；陛下，抱紧我的右臂，贴住我的肩膀。小叶子，你别乱动，你负责抱住我的腿，不是那儿，是腿。一番手忙脚乱的调整后，4个人终于在这片充满暧昧荧光的草地上达成了一个异常和谐的姿势。纯阳逆转，吸！苏浪低吼一声，体内的9转金身诀疯狂运转。这一刻，他不再是被动的输送阳气，而是主动的吞噬他们体内的阴寒之气、黄道龙气以及天生媚骨的精华。与此同时，将经过转化的纯阳之力反哺回去，以此来中和那霸道的瘴气。定！由于宿主处于极度高能的修罗场中心，被动技能软饭硬吃效果提升至500%，正在吸收极寒剑体本源，修为加2000；正在吸收真龙黄气本源，修为加2000；正在吸收天生媚骨本源，修为加2000。3声截然不同却同样销魂的轻吟声在迷雾中此起彼伏，那种灵魂深处的颤栗感让3个女人几乎同时弓起了身子，痛并快乐着。苏浪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要被这3股庞大的力量撑爆了，但那种被柔软包围的触感又让他爽到了天灵盖。咔嚓，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在体内响起。轰！一道金色的光柱以苏浪为中心冲天而起，瞬间冲散了方圆100米内的粉色迷雾。恭喜宿主打破瓶颈，当前境界金丹境5重，还没完，经验值一出，金丹境6重。呼！随着光柱消散，苏浪长吐一口浊气。此时的他感觉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力气，哪怕是再来10个，这个还是算了。他低头看去，只见身边的3个女人瘫软在草地上，大汗淋漓，衣衫紧贴着曼妙的曲线，眼神迷离中带着一丝尚未褪去的余韵。尤其是师尊冷清秋，她那原本高高在上的发髻已经散乱，几缕发丝粘在被汗水浸湿的绝美脸庞上，胸口剧烈起伏，那双凤眸直勾勾地盯着苏浪，里面没有了杀气，只有如同蜜糖般拉丝的情意。逆徒！他伸出玉足，轻轻踢苏浪的大腿，声音软糯沙哑：“刚才那招叫什么？下次还要？”苏浪浑身一酥，差点给跪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打通任督二脉后的后遗症吗？那个叫大爱无疆。苏浪一本正经的胡扯，然后赶紧转移话题。既然大家都解了毒，恢复了力气，咱们是不是该办正事了？这真龙埋骨的古怪得很，刚才那动静估计引来了不少大家伙。话音刚落，吼！远处的迷雾深处突然传来了数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地面开始剧烈震动。那头负责看门的深渊舔食者像是受了惊吓，嗷呜一声夹着尾巴窜了回来，躲在了姬红叶的身后，瑟瑟发抖，连这大家伙都怕。苏浪面色一变，看来真正的危险来了。萧凝霜此时也恢复了几分女帝的威仪，虽然脸上还带着未退的红晕，但她迅速整理好了龙袍，站起身来。这迷雾里恐怕不只有迷雾，还有守护龙墓的尸龙。苏浪眼睛一亮，露出了一抹贪婪的笑容。那可是好东西啊，浑身都是宝。走！苏浪大手一挥，竟然直接跳到了那头瑟瑟发抖的深渊舔食者背上。小黑是吧？以后跟着哥混，哥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师尊，陛下，小叶子，上车，咱们去抄了那老龙的老窝。看着那个站在怪兽背上意气风发的男人，冷清秋、萧凝霜和姬红叶对视一眼，原本应该是情敌的他们，此刻眼中竟然闪过一丝莫名的默契。这家伙虽然是个混蛋，但确实有点让人着迷呢。嗖，3道倩影飞身而上，落在了宽阔的兽背上。苏浪极其自然地被夹在了中间。出发！驾！苏浪一拍怪兽的屁股，嗷呜！深渊舔食者委屈地叫了一声，但碍于苏浪身上那恐怖的纯阳气息压制，只能认命地迈开4条粗壮的大腿，像是一辆重型坦克，轰隆隆地冲进了迷雾深处。半个时辰后，龙墓核心区域，这里的迷雾已经不是粉色，而是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黑红色，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腐朽的气息。等等！苏浪突然抬手示意停车，他那双破望金瞳死死盯着前方的一座巨大如山的枯骨，那是一具长达1000丈的真龙骸骨，虽然已经死去了万年，但那股残留的龙威依然让人心惊肉跳。但让苏浪在意的不是这个，
而是在那龙头的眉心处，竟然长着一株通体血红、形状像极了人形的花朵。定，发现神级天才地宝龙血合欢花，年份3万年，功效极品大补，服下后可瞬间重塑肉身，并获得系统提示：此花有灵，已成精，且性格极奇。还没等苏浪看完介绍，那株妖艳的红花突然摇曳了一下，一道娇低低酥到骨子里的声音直接在四人的脑海中响起：哎呀，终于来了个带把的男人呢！这味道吸溜，简直是人家几万年来闻到过最美味的补品了。小哥哥别管那3个老女人了，快来让人家好好疼疼你！苏浪、冷清秋、萧凝霜、姬红叶，下一秒3道足以毁天灭地的杀气瞬间爆发。老女人，师尊手中的剑，女帝手中的印，圣女手中的铃铛，同时亮起了耀眼的光芒。苏浪3人异口同声，语气森寒：那个花妖，我们要活的，不管是征事主，必须让他把刚才的话吞回去。轰！真龙埋古地的核心区域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灵力波动。什么叫祸从口出？那株修炼了3万年，自以为有些道行的龙血合欢花，用他的悲惨遭遇完美诠释了这个成语。这不仅是挑衅，这是在排队申请自杀，还是加急的那种。极寒剑域，千刀万剐。冷清秋一马当先，手中的秋水剑化作漫天残影，每一道剑气都精准地避开了花瓣的核心药用部位，专门削它的叶子和触手。仅仅一息之间，那原本张牙舞爪的藤蔓就被削成了秃瓢。黄级镇世印，给镇砸！萧凝霜更狠，他虽然灵力未复原，但直接祭出了那方沉重的九龙地印，不需要什么花哨的技巧，就是单纯的物理攻击，那是把玉玺当板砖在用啊！砰砰砰，每一次砸下，大地都跟着颤3颤，那花妖发出惨绝人寰的尖叫，根部的泥土都被砸得翻了过来。摄魂铃，魔音贯脑。姬红叶摇晃着手中的铃铛，脸上挂着甜美却残忍的笑容，无形的音波化作利刺，疯狂攻击花妖的神魂。叫你不学好，叫你喊老女人，叫你勾引我家公子！苏浪坐在深渊舔使者的背上，手里甚至还不知从哪摸出了一把瓜子，一边嗑一边摇头感叹：啧，太残忍了，这哪里是战斗，这分明是单方面的霸凌啊！小黑，学着点，以后千万别惹女人，尤其是3个凑在一起的女人。身下的巨兽深以为然，地点了点硕大的脑袋，用2只前爪捂住了眼睛，不敢看前面那血腥的一幕。啊！别打了，别打了，奴家错了，奴家嘴贱，几位姐姐，不，几位仙女，姑奶奶，饶命啊！那株巨大的红花被打得花枝乱颤，原本妖艳的花瓣此刻凋零了一地。那个只有半截身子露在外面的花妖灵体，更是鼻青脸肿，哭得梨花带雨。他做梦也没想到，这3个看起来娇滴滴，身上甚至还残留着春毒未消的人类女性，打起架来竟然比深渊里的魔兽还要凶残。饶命！冷清秋冷笑一声，刚才不是还想尝尝男人的味道吗？怎么现在没胃口了，想尝男人？萧凝霜走上前，一脚踩在花妖露在外面的根须上，狠狠碾了碾。朕的男人也是你能觊觎的，信不信朕把你拔出来，泡进酒缸里做成标本？那个一直看戏的苏浪终于觉得自己该出场了，再打下去，这株神级药材怕是真的要被打烂了。那可是能重塑肉身的宝贝啊！3位女侠，且慢动手！苏浪拍了拍手上的瓜子皮，从兽背上一跃而下，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过去。怎么，你要替这个妖精求情？3女同时回头，眼神不善。怎么可能？苏浪义正言辞，这种不知廉耻嘴巴还毒的妖花，人人得而诛之。但是话锋一转，苏浪走到了那瑟瑟发抖的花妖面前，蹲下身子，用一种看食材的眼神打量着他。他毕竟是3万年的大补之物，若是直接打死了，药性流失，岂不是暴殄天物？师尊您的寒毒虽然压制住了，但还需要巩固。女帝陛下的身体也虚，小叶子，小叶子正长身体，也得补补。不如把它交给我，让我把它炼成丹药。听到炼丹2字，那花妖吓得浑身一哆嗦，那双水汪汪的粉色眸子死死盯着苏浪，突然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猛地扑向苏浪的大腿。公子，救命啊！奴家不想被炼丹，奴家也不想死，奴家愿意认主，奴家愿意给公子当牛做马，甚至是暖床。奴家可是龙血滋养长大的，身体很软很香的。说着，他那原本还是植物形态的下半身，竟然在一阵红光中化作了2条修长白嫩的人腿，整株花瞬间变成了一个身穿红色肚兜、长着妖精耳朵、大概只有1.5米左右的小萝莉。她抱着苏浪的大腿，那柔软的触感和扑面而来的异香，让苏浪的眼皮狠狠一挑。这特么是个极品啊！定，检测到特殊灵宠龙血花灵，品质神级，特性百变姿态，可大可小，直体型，隐藏功能，它的汁液是修仙界顶级的恢复药剂。苏浪还没来得及说话，3道杀气瞬间锁定了他的后背。暖床，冷清秋的声音如同九幽寒风，很软很香。萧凝霜的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软剑。公子，你该不会心动了吧？姬红叶手中的铃铛发出了危险的震动。可，胡说八道！苏浪一脚将那花妖小萝莉踹开，一脸正气地指着他：你把我苏浪当什么人了？我可是读春秋的，认主可以，
暖床免谈，我这人有洁癖，不睡植物。说完，他转头看向三女，一脸讨好。师尊，陛下，你们看，这小东西留着还有点用。前面就是龙木核心了，里面机关重重，让他去探路，送死总比咱们自己涉险强吧。而且他这龙血精华，如果不炼丹，每隔几天放点血给你们泡澡，那美容养颜的效果绝对比什么驻颜丹强10000倍。美容养颜这4个字对女人的杀伤力是核弹级别的，哪怕是元婴大能和帝国女帝也不例外。三女对视一眼，眼中的杀气瞬间消散了大半。既然徒儿这么说了，冷清秋收剑入鞘，淡淡道：“那就暂且留他一条狗命，不过必须签下主仆魂器，而且只能是个洗脚婢。”对，洗脚婢。萧凝霜和姬红叶难得统一战线，听到了吗？还不快谢谢3位主母不杀之恩！苏浪踢了踢还在发愣的花妖，谢主母，谢谢主人。花妖小萝莉如获大赦，赶紧磕头。同时，她极其乖巧地逼出自己的一缕本命魂血，融入了苏浪的眉心。叮！恭喜宿主收服神级灵宠龙血花灵，获得被动 buff 草木亲和，所有植物系妖兽对你好，感度加50，获得特殊技能枯木逢春，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快速回血。解决了花妖这个小插曲，一行几人终于来到了那具巨大的真龙骸骨面前。近距离观看，这具骸骨带来的震撼更是无以复加。它盘踞在黑暗的深渊之中，长达数千丈，每一根骨头都如同白玉般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荧光。而在那巨大的龙头眉心处，有一个黑黝黝的洞口，仿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这就是真正的乾龙秘境核心。萧凝霜捂着胸口，他体内的黄道龙气在这里受到了强烈的压制，但也产生了一种血脉相连的悸动。小心点！苏浪走在最前面，手里提着变成了巴掌大小的花妖小萝莉。小花，里面有什么？回主人。小花瑟瑟发抖，里面是老龙王的龙珠所在，但是有一股很可怕的邪气，奴家在这住了几万年，从来不敢进去。邪气？冷清秋眉头微皱，龙族乃是瑞兽，死后怎会有邪气？进去看看就知道了。苏浪开启破望金瞳，眼底金光流转，在他的视线中，那黑洞深处确实有一股浓郁的黑色气息在翻滚，那气息竟然有些熟悉，那是赵无极身上曾经出现过的魔气。走！苏浪一挥手，带头钻进了龙骨之中。通道内并不狭窄，反而宽阔的像是一条地下隧道，四周的骨壁上刻满了古老的龙族符文，虽然大部分已经风化，但依然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恐怖道韵。走了大约1刻钟，前方的视线豁然开朗，他们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圆形空间，这里是巨龙的颅骨内部，而在空间的中央悬浮着一颗足有磨盘大小的金色珠子，在那颗金色的龙珠之上，竟然缠绕着一条漆黑如墨的锁链，锁链的另一端连接着下方一个刻满了诡异血色符文的祭坛，而在祭坛之上盘坐着一具身穿玄印宗道袍的干尸。那道袍，冷清秋瞳孔猛地一缩，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那是500年前失踪的掌门师祖。什么？众人大惊。就在这时，一阵怪笑声突然从那具干尸的嘴里发出，干尸那原本紧闭的双眼猛地睁开，没有眼白，只有2团跳动的绿色鬼火。终于有人来了，纯阳圣体，黄道龙气，天生媚骨，还有一个极寒剑体。那干尸缓缓站起，骨骼发出咔咔的脆响，那双鬼火般的眼睛贪婪地扫过苏浪4人。妙啊，简直是太妙了！本座被困这龙墓500年，正愁无法夺舍重生，老天竟然一口气给本座送来了4具极品肉身。轰！一股属于化神期的恐怖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化神期？姬红叶下的小脸煞白，腿一软，直接抱住了苏浪。冷清秋和萧凝霜也是面色惨白，在这股威压下，他们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完了，这次真的踢到铁板了。苏浪虽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他的9转金身诀却在疯狂运转，死死抵御着这股威压。他上前一步，将3个女人护在身后，嘴角勾起一抹看似轻松实则慌的一批的笑容。喂，老东西，想夺舍我们？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就你那副骨头架子，能承受得住本公子这如同烈火般的热情吗？苏浪背在身后的手悄悄给3女打了个手势。你以为你是谁？师尊，用那招？哪招？冷清秋微微一愣，那双原本杀气腾腾的凤眸里闪过一丝茫然。就是那招啊，双剑啊，不，阴阳合体。苏浪根本没时间解释，身形一闪，撞进了冷清秋的怀里。得罪了师尊。他右手毫不客气地环住师尊那盈盈一握的柳腰，左手则一把扣住了他握剑的手腕。轰！纯阳荒古圣体全功率开启，那一瞬间，苏浪就像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核反应堆，将体内浩瀚的金色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强行灌入了冷清秋的体内。冷清秋娇躯猛地一颤，只觉得一股滚烫的热流瞬间冲刷过4肢百骸，那种灵魂交融的熟悉快感让他险些在阵前腿软。但紧接着他便惊骇地发现自己手中的秋水剑竟然在那股纯阳之力的加持下，由冰蓝色瞬间变成了耀眼的赤金色。极寒剑意与纯阳神火，这2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完美融合了。这就是你说的招？冷清秋美眸亮得惊人，
此刻的他感觉自己这一剑甚至能斩化神。嘿嘿，师尊别发呆，砍他丫的！苏浪贴着他的耳朵坏笑道，记得瞄准头。放肆！对面的干尸祖师爷，或者说是被魔气侵蚀的残魂，此刻也是被这对师徒的骚操作给整懵了，当着老祖宗的面搂搂抱抱成何体统？而且这小子的体质怎么这么眼熟？想杀本座？做梦！干尸发出一声刺耳的尖笑，那双鬼火般的眼睛猛地射出2道绿光，直冲两人的眉心。灵魂风暴，夺舍！小心！萧凝霜和姬红叶同时惊呼：师尊，挥剑！灵魂防御交给我！斩！冷清秋出于对徒弟那莫名的信任，没有丝毫犹豫，赤金色的剑气化作一条咆哮的火龙，瞬间吞噬了那具白玉般的骷髅架子。与此同时，那道足以让元婴修士魂飞魄散的绿色灵魂光束，毫无阻碍地钻进了苏浪的眉心。结，不知死活的小子，你的肉身是本座的了。干尸虽然身体被剑气斩碎，但那团核心的灵魂之火已经欢快地冲进了苏浪的识海。然而下一秒，苏浪的识海深处响起了一道没有任何感情的机械提示音：定，检测到高强度灵魂体入侵，检测到灵魂体携带上古魔修残魂及玄印宗祖师传承，正在进行反向吞噬，进度10%、50%、100%。不，这是什么鬼东西？系统，你竟然有半生系统？你是天外邪魔啊呀！我的魂力，我的记忆，那是本座3000年的积累啊！苏浪的脑海中，那个嚣张的老鬼发出了凄厉至极的惨叫，就像是一块掉进滚烫火锅里的肥牛卷，还没来得及挣扎就熟透了。现实中，苏浪翻了个白眼，身体晃了晃，他极其不雅地打了个饱嗝。这老东西味道有点馊啊！定，吞噬成功，获得完整版天阶极品功法九转金身诀，全本自动修炼至第3转金刚不坏，获得上古阵法精通宗师级，灵魂强度大幅提升，目前神魂境界堪比化神初期。随着老鬼灵魂的湮灭，那具原本坚不可摧的白玉骨架失去了力量支撑，在冷清秋的剑气下彻底化为了齑粉，只留下一枚古朴的储物戒指，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而那颗被锁链困住的巨大金色龙珠也发出了重获新生的嗡鸣。嗡，金光大盛，整个龙墓空间的魔气被瞬间净化。呼，冷清秋收剑而立，胸口剧烈起伏。刚才那一剑抽干了他和苏浪大部分的灵力，他腿一软，身子向后倒去。师尊小心！苏浪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揽入怀中。怎么样，徒儿这软饭啊不，这辅助给力吧？冷清秋无力地靠在他怀里，闻着那股好闻的阳刚气息，想要推开，却提不起一丝力气。逆徒，你刚才那是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因为我是祖师爷亲选的接班人啊！苏浪信口开河，然后指了指地上的那枚戒指。师尊你看，祖师爷感动的都把遗产留下来了。走上来的萧凝霜和姬红叶看着地上的骨灰和戒指，嘴角疯狂抽搐。感动？怕是不敢动了吧？这龙珠！萧凝霜目光火热地盯着那颗悬浮的金色珠子，他能感觉到这珠子里蕴含的磅礴龙气，足以让他那个只有空壳的大周皇朝再次拥有镇压一切的底蕴，甚至能彻底根治他体内残存的隐患，让他重回巅峰。想要？苏浪看了一眼怀里的师尊，又看了一眼眼神渴望却咬着嘴唇不说话的女帝，他突然咧嘴一笑，松开冷清秋，大步走到那龙珠面前。这玩意儿有点烫手啊！苏浪伸出手，在三女震惊的目光中，竟然直接将那颗足以称爆化神初期强者的龙珠像抓篮球一样抓在了手里。滋滋滋，纯阳圣体发动，他手中的金色火焰瞬间包裹了龙珠，将里面最后的一丝魔气炼化。好了，洗干净了。苏浪抛了抛手里的龙珠，转过身，笑眯眯地看着萧凝霜。陛下，咱俩之前的交易是给你治病加上秘境名额，这龙珠可是额外收获，想要的话得加钱。加钱？萧凝霜微微一怔，随即俏脸微红，咬牙道：你想要什么？国库里的宝物随你挑。切，谁稀罕？苏浪撇了撇嘴，一步步逼近女帝，直到将她逼到了龙骨的墙壁上。壁咚！陛下，国库里的东西哪有你好？他低下头，凑到萧凝霜的耳边，温热的呼吸让他浑身紧绷。我要的价钱是那个龙塔的一半使用权改成永久产权，如何？你！萧凝霜瞪大了眼睛，羞愤欲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混蛋是想让他把大周皇宫当成他的后宫吗？怎么不愿意？苏浪做事要收回龙珠，那这宝贝我可就送给小叶子，拿去当球踢了。姬红叶眼睛一亮，真的吗，公子？给朕拿来！萧凝霜急了，一把抓住苏浪的手臂，也不管什么女帝威严了，朕答应你就是了，但是只有晚上，白天不行。成交！苏浪哈哈一笑，极其爽快地将龙珠塞进了萧凝霜那原本就被撑得鼓鼓囊囊的怀里。拿好喽，陛下，这可是定情信物。那是……萧凝霜被那巨大的龙珠塞得胸口发闷，同时一股暖流顺着接触点蔓延全身，让他发出一声可爱的悲鸣。这也太大了，放不进去啊！看着这一幕，冷清秋站在一旁，手中的秋水剑再次发出了危险的嗡鸣声。苏浪，为师觉得这九转金身诀的抗揍能力，是不是需要为师帮你检验一下啊？
师尊不要啊！苏浪怪叫一声，赶紧躲到了浑身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女帝身后。陛下救我！这疯女人又要家暴了！你给我闭嘴！萧凝霜被他气得脑袋发晕，但拿了人家的手短，只能硬着头皮挡在前面。冷风主，先出去再说吧，这地方要塌了！轰隆隆，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随着龙珠被取走，祖师爷的骨灰被扬，整个真龙埋骨的失去了核心支撑，开始剧烈晃动起来。头顶的巨大龙骨发出断裂声。苏浪脸色一变，收起嬉皮笑脸，快上车！啊不，上兽！小黑，不想死就给老子跑起来！外面的深渊舔食者早已等候多时，听到召唤，立刻像推土机一样撞碎骨壁冲了进来。四人也不废话，再次跳上兽背，往哪跑？出口被封死了！姬红叶看着四周不断掉落的巨石，焦急地喊道：“谁说要走出口？”苏浪指了指头顶，那双破望金瞳闪烁着夺目的光芒。祖师爷的记忆里有条捷径，就在龙尾巴下面，那里直通大周皇陵。坐稳了，老司机要带你们钻后门了。三女听着这极其容易让人误会的虎狼之词，脸色齐齐一变，但还没等他们反驳，苏浪已经一拍兽臀，冲啊！深渊舔食者发出一声兴奋的咆哮，带着四人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冲向了那未知的后门。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在那龙珠被取走的祭坛之下，一缕淡淡的仿佛来自远古的粉色气息正悄无声息地附着在了萧凝霜的背上。那不是魔气，那是真正的龙性本营的诅咒。这就是你说的后门？萧凝霜紧紧抓着苏浪的腰带，为了防止被颠下去，整个人几乎是嵌在苏浪背上。此刻这位大周女帝的语气里满是嫌弃，怎么感觉这么潮湿，而且路越来越窄了？陛下忍一忍。苏浪坐在深渊舔食者的脖子上，无奈地抹了一把脸上不知是岩石渗水还是某种生物粘液的液体，这可是真龙生前的排泄通道，虽然后来化作了岩石，但这构造嘛，确实别致了点。哦，身后的姬红叶没忍住干呕了一声，别吐！苏浪大喊一声，随即拍了拍趴在他头顶的那个小小的红色身影。小花，亮一点，看不清路了。知道啦，主人。只有巴掌大小的龙血花灵小花，此刻正晃荡着两条白嫩嫩的小短腿，坐在苏浪的头顶当头饰。听到命令，他那一身鲜红的小肚都瞬间亮起粉红色的光芒。嗡！但这光芒一亮，四周那如同粉色肉壁般的岩石通道显得更加暧昧了。呀，这里有好浓郁的龙气哦！小花吸了吸鼻子，发出一声陶醉的叹息，那双大眼睛滴溜溜的乱转，而且怎么有一股骚骚的味道，好像是谁动情了。闭嘴，好好照路！冷清秋冷斥一声，但不知为何，在这粉色光芒的照耀下，他感觉自己的脸颊也有些微微发烫，确实有点热。萧凝霜的声音有些发闷，他此时只觉得怀里那颗硕大的龙珠变得滚烫无比，像是一块烙铁紧贴着他最敏感的心口。那股热量顺着经脉流窜，加上之前那缕不知何时渗入体内的粉色气息，正疯狂地冲击着他的理智防线。是不是这里太闷了？苏浪回头看了一眼，借助破望金瞳和小花的粉光，他发现萧凝霜的脸色红得有些不正常，那双原本威严的凤眸，此刻竟蒙上了一层水雾，看起来格外诱人。陛下，你没事吧？是不是缺氧？苏浪刚想伸手探查，别碰朕！萧凝霜像是受惊的小兽，猛地缩了一下，但抓着苏浪腰带的手却反而勒得更紧了。快出去！朕难受。前面就是出口了。苏浪眼神一凝，前方的通道骤然收缩，仅仅只有一个只容一人通过的洞口，且被一层厚厚的石膜封住。小黑，给我撞过去！嗷呜！深渊舔食者发出一声视死如归的咆哮，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颗炮弹，轰！那层石膜应声而碎。紧接着，一股清新的空气夹杂着淡淡的檀香味扑面而来。哎呦，我的老腰！苏浪龇牙咧嘴地爬起来，第一时间不是看环境，而是习惯性的回头看三个妹子有没有摔坏。只见冷清秋丽落地翻身而起，长剑出鞘警惕四周。姬红叶抱着小黑的大脑袋正在安慰受惊的狗狗，唯独萧凝霜，她跪坐在地上，双手死死捂着胸口，浑身颤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那一身原本庄重的龙袍，此时因为刚才的摩擦显得凌乱不堪，露出大片血腻的肌肤。这里是冷清秋环顾四周，眉头微皱。这里是一座巨大而庄严的地下宫殿，四周点着万年不灭的鲛人油灯，将空间照得通明。而在大殿的中央，整齐排列着数十座金丝楠木制成的灵位，以及几口看起来就很昂贵的棺材。大周列祖列宗灵位。苏浪走近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卧槽，陛下，咱们这是直接钻到你们家祖坟里来了，这捷径真是太阴间了。然而萧凝霜并没有回应他的吐槽。热，好热！他发出痛苦的低吟，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水浸透了发丝，贴在脸颊上。陛下！苏浪察觉不对，一步跨过去，伸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上。这一碰，苏浪脸色大变，烫，简直就像是摸到了一块烧红的炭。而且他体内的脉象乱成了一锅粥，那股纯正的黄道龙气此刻竟然变成了一种充满了狂暴和淫靡气息的粉色能量。是那个诅咒！头顶的小花突然跳了下来，
落在萧凝霜的肩膀上，用鼻子嗅了嗅，随即露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嘻嘻，主人，这可是好东西哦，这叫龙性本银。小花晃着手指解释道：老龙王的龙珠里虽然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但也藏着龙族最原始的本能。这位漂亮姐姐把她放在怀里，又处于极度虚弱状态，龙珠里的本能就把她当成配偶了。现在她是发情期的一条母龙哦。什么？冷清秋和姬红叶同时瞪大了眼睛。母龙发情？苏浪嘴角抽搐，看着地上已经开始无意识撕扯自己领口的萧凝霜。苏浪，萧凝霜此时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给朕！他猛地扑了上来，那力气大得惊人，竟然直接将苏浪扑倒在地。朕命令你熄灭这把火。陛下冷静，这可是你祖宗灵位面前。苏浪被压得动弹不得，尤其是胸口处传来的那份惊人柔软和滚烫，让他的纯阳圣体也开始蠢蠢欲动。祖宗又如何？萧凝霜此时霸气全开，那双迷离的眸子里满是疯狂的占有欲。朕是大周女帝，朕想要的东西谁也拦不住。撕拉！苏浪的衣领直接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我看谁敢动我的徒弟！冷清秋怒了，虽然是为了救人，但在这种地方，这种姿势，这种还要墙上的戏码，实在是有辱斯文。更重要的是，那是他的专属徒弟。争！秋水剑横在了两人中间，剑身散发出的寒气暂时逼退了萧凝霜的动作。师尊，别砍，他是病人。苏浪赶紧护住身上的女帝，大喊道：小花，有没有办法压制？有是有啦。小花坐在一旁的棺材盖上，晃着腿看戏。要么主人你牺牲一下，和他在这里行那鱼水之欢，把龙性引导出来。这可是大补哦，主人的纯阳圣体加上他的变异龙气，说不定能直接生出个小龙人呢。滚！苏浪和冷清秋异口同声。在这里，在祖坟里，先不说萧天策会不会追杀进来，单是这一排排祖宗灵位看着，苏浪就觉得有些消受不起。那只有第二个办法了。小花撇了撇嘴，用我的汁液，我是龙血养大的，我的汁液可以中和龙性。不过嘛，他坏笑一声，看着苏浪，我的汁液虽然能暂时压制他的欲望，但必须要有一个药引才能送进他体内，因为他现在全身经脉封闭，只有嘴是对外开放的，而且必须是充满阳气的嘴哦。苏浪，这特么不还是要亲吗？没办法了。苏浪看着身下已经快要被火烧晕过去的萧凝霜，一咬牙，小花，来点那个汁。好嘞，主人张嘴。小花手指一点，一滴散发着奇异异香的红色液滴飞入苏浪口中，瞬间一股清凉却又带着几分燥热的气息在口腔炸开。苏浪深吸一口气，猛地低头吻上了萧凝霜那两片滚烫的红唇。原本还在疯狂挣扎撕衣服的萧凝霜，娇躯猛地一僵，那滴带着龙血花灵药性的液体顺着两人的唇舌交缠，缓缓渡入他的口中，就像是一场甘霖，瞬间浇灭了他心头的些许邪火。但仅仅是压制住了最狂暴的那一部分，剩下那一部分转化成了更加绵长、更加蚀骨的柔情。苏浪，萧凝霜的眼神渐渐恢复了一丝清明，但身体却依旧软得像泥，双手本能地环住苏浪的脖子，声音软糯得能滴出水来。别停，朕还要个头啊！旁边的冷清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一把揪住苏浪的后领子，强行将两人分开。不，分开时甚至还发出了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既然死不了，就赶紧走。冷清秋俏脸寒霜，狠狠瞪了苏浪一眼，又看向瘫软在第一山不整的女帝，语气中带着几分酸意和威胁。陛下，若是想要找男人，等出去后朕不拦着，但在这里请你自重。哼！萧凝霜擦了擦嘴角的银丝，虽然身体虚弱，但气势上却丝毫不输。冷风主急什么？刚才可是你徒弟主动亲的朕，这笔账朕出去后再跟他算。就在这修罗场即将再次升级的时候，轰隆！皇陵大殿的石门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外面传来了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和萧天策那气急败坏的怒吼。给我搜，掘地3尺也要把那对狗男女找出来，我能感觉到人就在里面。糟了，追来了！姬红叶脸色一变，公子，我们被包围了，这里只有那个出口。苏浪整理了一下被撕坏的衣领，将还没恢复力气的萧凝霜扶起来，交给姬红叶搀扶。他转过身，看着那扇即将被轰开的石门，嘴角突然勾起一抹疯狂的笑容。包围，在这大周皇陵里，谁包围谁还不一定呢。他猛地回头看向大殿最中央的那口刻满了9条金龙的纯金棺椁，那不仅是开国太祖的棺材，在破望金瞳的注视下，苏浪看到那里面藏着这座皇陵最大的防御阵眼。师尊，借你的剑一用。陛下，借你的血一用。苏浪一把抓过萧凝霜的手指，也不管他愿不愿意，直接咬破，挤出一滴金色的帝王之血，然后反手涂抹在秋水剑的剑锋之上。老祖宗们，如果不孝子孙要造反，你们管不管？苏浪大喝一声，将染血的长剑猛地插在了那口黄金棺椁的锁扣之上。阵起，关门打狗！轰隆隆！随着那柄染了帝王金血的秋水剑狠狠插入黄金棺椁的锁扣，整座死气沉沉的皇陵地宫瞬间像是被注入了10万伏特的鸡血，活了过来。无数道金色的阵纹从地面、墙壁，甚至那些灵位上亮起，最终汇聚成9条威武霸气的凌厉金龙，盘旋在苏浪的头顶。这就叫专业。苏浪单脚踩在棺材盖上，一手握着剑柄操控阵眼，
另一只手则非常自然地环在萧凝霜那盈盈一握的腰肢上。来者何人？报上名来！苏浪深吸一口气，狐假虎威地大喝一声，轰！大殿那厚重的断龙石门被暴力轰碎，烟尘散去。萧天策满脸杀气地冲了进来，身后还跟着10几个黑衣死士。苏浪看到那个正站在自家祖宗棺材板上蹦迪，还搂着自家侄女的混蛋，萧天策气的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你这亵渎先祖的畜生，快给本王滚下来！那是太祖的灵柩，你怎么敢？嘘！苏浪竖起一根手指，极其欠揍地打断了他。皇叔，小点声，吵醒了老祖宗们睡午觉，这罪过你担得起吗？放肆！萧天策怒极反笑，手中的鬼头大刀猛地挥出，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给我上！不论死活！啧，看来皇叔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苏浪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低头看了一眼怀里微微颤抖的萧凝霜。陛下，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发动了哦。萧凝霜此时的状态其实非常不对劲，因为用了他的血做引子，这座护灵大阵不仅连接着地脉，还连接着他的神魂和血脉，每一次灵力的激荡都像是一股电流窜过他的全身，让他双腿发软，只能死死靠在苏浪怀里才没滑下去。快点结束！他咬着红唇，声音软糯的像是某种妖气。好嘞，这就给皇叔上大餐！苏浪大手一挥，握着秋水剑猛地一转，九龙护灵阵！嗷吼！半空中那9条灵力金龙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整齐划一的甩动了巨大的龙尾，啪一声清脆到极点的巨响，冲在最前面的那几个金丹期死士就像是苍蝇一样，直接被这一记神龙白尾给抽飞了出去，狠狠糊在了墙上。萧天策大惊失色，这阵法的威力怎么如此强悍？还没完呢！苏浪嘿嘿一笑，手指轻轻在萧凝霜的小腹位置点了一下。陛下，息气啊！萧凝霜被这一指点的娇躯剧烈一颤，忍不住扬起天鹅颈，发出一声极其销魂的高亢吟叫。嗡！随着这声叫喊，那9条金龙像是受了什么刺激，身形暴涨1倍，原本虚幻的龙爪瞬间实体化，带着泰山压顶之势朝着萧天策抓去。该死，这真的是护灵大阵吗？怎么感觉这么不正经？萧天策拼命挥刀抵挡，但这股力量太庞大了，那是大周历代先祖积攒下来的国运之力啊！砰！萧天策手中的极品法宝鬼头刀直接被一只龙爪捏成了麻花，另一只龙爪更是阴险，不去抓头，反而直奔他的下3路而去。卑鄙！萧天策吓得亡魂皆冒，哪里还有半点摄政王的威风？一个极其狼狈的驴打滚躲了过去，但屁股上的锦袍还是被撕掉了一大块，露出了里面大红色的本命年亵裤。皇叔好品味，今年是本命年啊！苏浪站在棺材上笑得前仰后合，冷清秋嘴角抽搐，若不是现在还要靠着逆徒主持阵法，他真想一脚把他踹下去。哪有这么打架的？还有，你的手在女帝身上摸够了没有？小花，给点力，把你那什么致幻花粉撒一点。苏浪觉得还不够刺激，拍了拍肩膀上的萝莉花翎，遵命主人。小花唯恐天下不乱，2条小短腿一蹬，飞到半空中，小嘴一张，呼，一大团粉红色的雾气顺着阵法的气流精准地覆盖了萧天策所在的区域。可，这是什么鬼东西？萧天策吸入了一口，顿时感觉脑袋一晕，眼前的景象变了，那9条原本狰狞的金龙，在他眼里竟然变成了9个没穿衣服的绝世美女，正搔首弄姿地朝他扑来。美人，嘿嘿，美人！萧天策眼神迷离，竟然丢掉了武器，张开双臂朝着那些金龙抱去。噗！下一秒，他就被一条粗大的龙尾狠狠抽在了脸上，整张老脸瞬间变形，几颗带血的牙齿飞出。啊！剧痛让他瞬间清醒，但已经晚了。苏浪抓住机会，眼神一凝，趁他病要他命。师尊，该你了！哼！冷清秋虽然嫌弃这一招太猥琐，但下手绝不含糊。争！一道凛冽至极的寒光划破大殿，冰河碎梦，咔嚓！还在懵逼状态的萧天策双腿瞬间被冻结在原地。陛下，最后的一击交给你了。苏浪凑到萧凝霜耳边，温热的气息吹得他耳根痒痒的，用你的帝王威严镇压他。萧凝霜此时已经快要被体内乱窜的阵法电流折磨疯了，他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好找个地方让这个混蛋帮他止痒。他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祭出了9龙地印，给朕跪下！轰！在阵法的加持下，那方地印瞬间化作一座金色的小山，带着无可匹敌的皇权意志，重重地砸在萧天策的头顶。不，我是摄政王，我是天命！噗！萧天策连一句完整的狠话都没说完，就被砸得整个人陷进了地里，只剩下一个脑袋露在外面，翻着白眼，生死不知。搞定，收工！苏浪松了一口气，刚想把手从秋水剑上松开，然而，嗡！原本应该停止运转的阵法突然爆发出更加刺眼的金光，那口黄金棺椁竟然剧烈震动起来，棺材盖缓缓移开了一条缝。卧槽，老祖宗这要出来了！苏浪吓了一跳，想要拔出剑，却发现秋水剑像是被强力胶水粘住了一样，纹丝不动。不仅如此，一股庞大的恐怖的吸力从棺材缝里传出，正在疯狂抽取他体内的纯阳之气。啊！萧凝霜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因为血脉相连，
这股吸力同样作用在他身上，他体内的龙气被强行抽取，整个人瞬间瘫软如泥，直接滑到了地上，紧紧抱住了苏浪的大腿。怎么回事？冷清秋面色一变，想要上前帮忙，却被一层金色的光幕弹飞出去。主人，不好啦！小花趴在苏浪头顶，看着棺材里的东西，吓得花容失色。棺材里有个老太婆在吸你们。她说她饿了几百年了。老太婆。苏浪低头看去，透过那条缝隙，借着破望金瞳，他看到一个穿着极其暴露，像是那种西域舞娘服饰的半透明虚影。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30多岁的美妇人，此刻正两眼放光地盯着苏浪，嘴角还挂着可疑的晶莹液体。纯阳圣体，结，好极品的补药。小伙子，别反抗了，乖乖进来陪本宫。乐呵。我靠，这大周的祖宗怎么是个女色鬼？苏浪头皮发麻，这特么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呀！叮，检测到超神级残魂波动。大周开国女皇武明空，状态极度饥渴，对阳气。警告，对方试图强行把你拖入极乐幻境。陛下，这是你哪门子的祖宗啊？苏浪死抓着棺材沿，试图抵抗那股吸力。那是高祖。萧凝霜虚弱地说道，眼神绝望中带着一丝羞耻。皇族秘史记载，他当年就是因为采捕太多男宠，才飞升失败被封印的。采捕，我警号人民币100分号。苏浪还没骂完，嗖，一股巨大的吸力传来，苏浪连带着抱着他大腿的萧凝霜，两个人直接被那只无形的鬼手硬生生地拽进了黄金棺材里。苏浪，冷清秋牙自欲裂，捡起掉落的秋水剑，一剑劈在光幕上，却纹丝不动。砰！棺材盖重新合上了，而在合上的瞬间，里面传来了苏浪最后的惨叫声：“师尊救命啊！这老太婆要脱我裤子！”棺材外，大殿内死一般的安静，只有小黑歪着脑袋看着那口还在有节奏震动的黄金棺材，露出了困惑的表情。震动频率高，节奏动次打次。姬红叶咽了口唾沫，弱弱的看向满脸黑线的冷清秋。冷风主公子他是不是又软饭硬吃了？冷清秋没有说话，他只是对着那口棺材举剑开始疯狂蓄力。开国女皇是吧？跟本座抢徒弟，就算是鬼，本座也要把你冻成冰棍。黑暗狭窄且充斥着一股浓郁到让人头晕目眩的异香，这是黄金棺椁内部。嘿，小郎君别躲呀！本宫虽然死了几百年，但这魂体可是能实能虚，不仅能让你体会到透心凉的快感，还能半透明的美艳妇人。大周开国女皇武明空此刻正漂浮在苏浪上方，她那张极具侵略性的美艳脸庞上满是饿狼看见小肥羊的贪婪。鬼手一挥，直接就想去扯苏浪那条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腰带。住手！你这不知廉耻的老妖婆！一声娇喝响起，原本已经软成一滩泥的萧凝霜不知哪来的力气，猛地从苏浪怀里窜出来，像只护犊子的小老虎，死死挡在苏浪面前。这是朕的神医，就算是高祖也不能动他。哦，小丫头片子脾气还挺大。武明空瞥了一眼萧凝霜，鬼眼中绿光一闪。身为大周子孙，见不到老祖宗不磕头也就算了，还敢跟老祖宗抢男人。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连口味都这么清淡，竟然还在忍着。说着，他手指轻轻一点，嗡！萧凝霜体内的龙性本银诅咒瞬间被放大了10倍。萧凝霜娇躯剧烈一颤，那种理智瞬间崩塌的感觉让他双眼瞬间迷离。他原本想要推开武明空的手，竟然不受控制的转身，一把抱住了苏浪的脖子，张开红唇就吻了上去。苏浪瞪大了眼睛，好家伙，这就是所谓的内忧外患吗？前面有个女鬼要采捕，怀里有个女帝要发情，外面还有个师尊在砍门，结，这就对了。武明空趁机欺身而上，整个人或者说整个鬼影直接压在了两人的身上。既然大家都有需求，那就一起乐呵吧，本宫这就进入你的识海，尝尝你的灵魂。阴冷的鬼气瞬间钻入苏浪的眉心，但就在这一刻，苏浪的嘴角突然勾起一抹计划通的狞笑。进来容易，想出去可就难了。系统给我干活了。叮，检测到神级残魂武明空主动入侵宿主识海，被动技能软饭硬吃触发。检测到宿主拥有纯阳荒古圣体加大周现任女帝之血，开启血脉压制模式。轰！苏浪的识海之中并不是武明空想象中的呆仔羔羊，而是一轮金色的烈日，那是纯阳圣体的本源具象化。啊，烫！刚刚钻进去的武明空还没来得及下嘴，就被那恐怖的纯阳之火烧得滋滋冒烟。你是个什么怪物？武明空间叫着想要逃跑，想跑，问过我的意见了吗？苏浪的声音在识海中回荡，宛如神明。他心念一动，怀里的萧凝霜突然发出一声高亢的龙吟，那是历代大周皇帝的血脉共鸣，以女帝之血镇压国运。老祖宗，既然不想体面，那晚辈就帮你体面。现实中，苏浪双手猛地抱紧怀里正在乱啃的萧凝霜，借助他身上的帝王龙气，通过两人紧贴的身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封印。这个封印直接将武明空的残魂死锁在了这口黄金棺椁之中。不，我是开国女皇，我是半步真仙，我不服！武明空惨叫连连，他的魂体在纯阳之火和黄道龙气的双重夹击下迅速缩小，从一个丰腴的美妇人变成了一个只有巴掌大小的
Q 版小幽灵。叮，恭喜宿主降服神级器灵武明空虚弱版，当前状态已强行绑定为太祖金棺的器灵，获得特殊能力大周国运掌控权。只要这口棺材在，你就是大周的太上皇。获得隐藏福利，可通过投喂纯阳之气，让老祖宗帮你打工，如操控阵法、指点修炼，甚至暖床。呼，苏浪长出了一口气，终于搞定了。他低下头，看着怀里还在不停蹭来蹭去、眼神迷离的萧凝霜。危机解除，但副作用还没消啊！苏浪，我要！萧凝霜的声音带着哭腔，那是一种被欲望折磨到极限的脆弱。在这狭小封闭且刚刚经历了一场精神大战的棺材里，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陛下，虽然我很想成全你，但是……苏浪感受着外面咚咚咚越来越剧烈的砍砸声，那是师尊爱的呼唤啊！要是现在办事，估计会被师尊连人带棺材一起劈成2半。啪！苏浪一巴掌拍了过去，忍着，等出去了，连本带利还给你。说完，苏浪猛地一脚踹向棺材盖。老祖宗，给我开门，不然烧死你！开，别烧了！呜！变成了 Q 版小幽灵的武明空，委屈巴巴地飘在角落里，赶紧操控机关。轰！那口严丝合缝的黄金棺椁终于再次打开。萧天策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一睁眼就看到烟尘中2个人影缓缓站起。苏浪衣衫不整，领口大开，露出了精壮的胸膛，脸上还带着几道可疑的红印子。而在他怀里，女帝萧凝霜更是龙袍凌乱，面若桃花，整个人像是没骨头一样挂在他身上，还需要他搂着腰才能站稳。这画面简直就像是刚在棺材里办完事出来一样。全场死寂，连正在举剑准备再砍一次的冷清秋手中的剑都僵在了半空中。哟，大家都在呢。苏浪淡定地挥了挥手，仿佛刚才在棺材里只是喝了杯茶。让各位久等了，主要是老祖宗太热情，非要留我们聊聊家常。苏浪，冷清秋深吸一口气，那眼神仿佛要吃人。你的手还要放在他腰上多久？可，师尊，这是符，是搀扶。苏浪赶紧解释，但手却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毕竟松开了女帝就得趴地上。陛下为了镇压阵法，耗尽了心力，现在虚弱得很。说完，他转过头，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还在怀疑人生的萧天策。皇叔啊！苏浪叹了口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刚才老祖宗说了，他说你长得太丑，影响大周皇室的颜值平均分，所以他老人家决定。苏浪打了个响指，那个只有他能看见的 Q 版武明空小幽灵立刻不情不愿地飘了出来，钻进了皇陵大阵的中枢。嗡！大阵金光再次爆发，这一次9条金龙不再是戏耍，而是带着实质般的杀意，齐齐锁定了萧天策，废除你的摄政王之位，剥夺你的皇室血脉，以及收回你贪墨的所有私房钱。不！萧天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那些金龙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随后像扔垃圾一样将他从皇陵大殿扔了出去。解决完麻烦，苏浪看着四周因为打斗而变得破破烂烂的祖宗灵位，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那个陛下，咱们好像把你家祖坟拆得差不多了。萧凝霜此时稍稍恢复了一点理智，他看着一片狼藉的皇陵，又看了看身边这个虽然混蛋但却充满了安全感的男人。突然他展颜一笑，那笑容妩媚至极，倾国倾城。拆了就拆了吧。萧凝霜凑到苏浪耳边，当着冷清秋的面，用一种足以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到的声音说道：只要你还在，朕哪怕把这江山都拆了给你玩，又何妨？咔嚓一声，冷清秋把旁边的一块石碑给捏碎了。姬红叶躲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幕，默默地拿出了一个小本本。情敌观察日记：今日女帝段位太高，公然在师尊面前起脸输出，建议今晚给公子的安神汤里加点猛料。苏浪怀里抱着软玉温香的女帝，背后感受着师尊那仿佛能把空气冻结的寒意。旁边还有个拿着小本本记录出轨证据的圣女。那个师尊，先把剑放下，有话好好说。苏浪吞了口唾沫，试图用笑容融化坚冰。徒儿，这不是世袭从权吗？陛下他体内毒素未清，站都站不稳，徒儿身为医者，总不能看着他摔在地上吧？哼！冷清秋冷笑一声，手中的秋水剑归鞘，发出咔嗒一声脆响，听得苏浪心惊肉跳。手感如何？大周女帝的腰是不是比为师的软？这是一道送命题，回答是当场去世，回答不是得罪女帝。就在苏浪大脑飞速运转准备狡辩啊不解释的时候，那是自然。萧凝霜竟然在他怀里扬起下巴，虚弱却不失挑衅地接过了话茬。朕乃真龙天子，又有龙珠护体，肌肤自有灵韵，岂是寻常宗门女子可比？说着，他还故意在苏浪胸口蹭了蹭，像只慵懒的波斯猫。萧凝霜，冷清秋周身灵气暴涨，头发无风自动。你别以为你是皇帝，本座就不敢动你。这是我玄印宗的弟子，是本座养大的徒弟。好了，两位姑奶奶。苏浪感觉头都要炸了，再不阻止，这皇陵怕是要进行2次爆破。他赶紧大喝一声：正事要紧，外面还有几万禁军等着咱们去收编呢。而且苏浪眼神一凝，因为他的脑海中那久违的系统提示音终于像连珠炮一样响了起来。叮！恭喜宿主完成史诗级副本任务，大周皇陵保卫战正在进行综合结算，
结算1好感度突破奖励，检测到宿主与大周女帝萧凝霜进行了深度肢体接触，包括但不限于抚摸龙骨、强行喂药、阵法共鸣，好感度当前75，情根深种，达成成就，女帝的御用靠枕。奖励1修为值增加中，奖励2被动技能帝王威慑，当你虎躯一震时，金丹期以下敌人自动跪下唱征服。结算2羁绊加深奖励，检测到宿主与师尊冷清秋发动了组合技，默契度爆表，好感度加5，当前85，生死相随。奖励天阶剑意感悟碎片 X3 自动融合，恭喜领悟阴阳合欢剑意，需两人配合，威力翻倍，副作用是剑气会带粉色。结算3特殊攻略奖励，检测到宿主以独特的物理说服手段成功收服神级残魂5明空，当前好感度50，想要更多，达成隐藏成就弃尸灭祖，竟然连祖宗都不放过。奖励神器部件黄金龙冠掌控权，附带技能强制关灯，把敌人拉进棺材里，强行进入 1v1 单挑模式，且在此模式下宿主全属性提升 50%。结算4吃瓜群众奖励，姬红叶好感度加5，当前65。奖励魔门秘术素女经全本，这是一本正经的双修辅助教材，请宿主带着批判的眼光学习。轰！随着系统结算完成，一股庞大到恐怖的热流瞬间在苏浪的丹田内炸开，那是来自女帝好感度的修为值，以及那本素女经带来的奇怪知识。苏浪闷哼一声，浑身金光大盛，原本已经是金丹6重的境界壁垒，就像是纸糊的一样，瞬间破碎。金丹7重，金丹8重，金丹9重，直到金丹境9重巅峰，只差半步便可碎丹成鹰。这怎么可能？感受到苏浪身上那冲天而起的恐怖气息，原本还在争吵的两女瞬间安静了下来。萧凝霜瞪大了美眸，难以置信地看着抱着自己的男人，刚刚才突破金丹6重，怎么眨眼间就快元婴了？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逆徒，你！冷清秋更是震惊，他身为元婴大能，最清楚修行的艰难，这家伙怎么感觉抱着女人就能变强？难道这就是纯阳圣体的真正奥秘？呼！苏浪缓缓睁开双眼，一道金芒闪过，他感受着体内那澎湃如海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自信且欠揍的笑容。系统，还得是你啊！只要软饭吃得好，成仙得道没烦恼。师尊，陛下。苏浪松开怀里的萧凝霜，整了整被撕烂的衣领，看到了吗？这就是爱的力量，只要咱们心连心，修为就能蹭蹭涨。呸！两女脸一红，同时啐了一口。好了，该出去收拾残局了。苏浪意气风发的一挥手，小黑过来，咱们风风光光的回朝。嗷呜！一直在旁边装死的深渊舔食者立刻屁颠屁颠的跑过来，趴下身子。陛下，请上车。苏浪极其绅士的伸出手。萧凝霜看着那张刚刚还把他欺负得死去活来的俊脸，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甜蜜和安全感。他没有拒绝，将手搭在他的掌心，借力跃上了兽背。师尊，你也来。苏浪又看向冷清秋，冷清秋白了他一眼，却也身形一闪，落在了后面。一行人骑着上古龙兽，从皇陵那破碎的大门轰然而出。此时皇宫广场上，数万禁军正群龙无首，乱作一团。萧天策被一条金龙甩飞出来，像条死狗一样砸在地上，虽然还没死，但修为已被封印。陛下驾到！一声尖细却洪亮的通报声响起。轰！只见一只体型庞大、浑身漆黑、头顶还打着粉色蝴蝶结的恐怖巨兽从皇陵方向狂奔而来。一个急刹车停在广场中央，烟尘散去，女帝萧凝霜立于兽背之上。虽然衣衫略显凌乱，但那股久违的压迫众生的帝王威严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盛。在他的身侧，一左一右站着两位绝世强者，一个是白衣胜雪、剑气凌霜的玄印宗瑶光峰主，一个是衣领大开、满脸坏笑的小白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看到女帝安然无恙且气场全开，那些原本动摇的禁军瞬间有了主心骨，齐刷刷的跪倒一片，声浪震天，众卿平身。萧凝霜深吸一口气，那股属于大周的国运金龙在他身后若隐若现。摄政王萧天策意图谋反，勾结魔道，罪不容诛，今已被朕的太傅苏浪亲自镇压，即日起废除其王位，打入天牢。太傅底下的文武百官都愣住了，什么时候多了个太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苏浪身上。苏浪骚包的对着众人挥手致意，嗨，大家好，在下苏浪，乃是陛下的贴身太傅，专治各种不服、奸职、妇科圣手。可，萧凝霜差点从兽背上栽下去，赶紧干咳两声打断他，传朕旨意，苏浪救驾有功，特封为大周护国神王，4居养心殿偏殿，见朕不跪，入朝不屈。全场哗然，护国神王，这可是异姓王的最高待遇啊！而且还赐居养心殿偏殿，那岂不是跟女帝住对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太傅，这分明是皇夫啊！冷清秋站在一旁，听着这道圣旨，手中的秋水剑再次发出了嗡鸣声。苏浪，他用传音入密，声音冷得像是含着冰渣子。护国神王偏殿，看来你是打算在大周当你的土皇帝了，不想回瑶光峰了是吧？
苏浪后背一凉，赶紧传音回复：冤枉啊，师尊，这都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徒儿的心永远属于瑶光峰，属于师尊。哼，最好是。冷清秋冷哼一声，今晚来我房间，本座要检查一下你的九转金身诀到底练到第几层了，竟然这么耐打啊！苏浪脸色一苦，检查身体，这不会是要被打断腿吧？怎么不愿意？冷清秋眯起眼睛，愿意，必须愿意。徒儿一定洗干净了去。苏浪秒耸，定，触发支线任务师尊的深夜审讯，任务目标在师尊的怒火下存活，并尝试反向推倒，成功奖励随机添接法宝 X1，失败惩罚变成太监3天。苏浪看着系统界面，欲哭无泪。系统，你这是在玩火啊！不过苏浪偷偷看了一眼身边虽然还在生气，但眼角眉梢都透着风情的师尊，再看看另一边虽然威严，但时不时用余光偷看自己的女帝，甚至还有那个藏在口袋里正探头探脑的 Q 版老祖宗武明空。哎，这就是强者的烦恼吗？软饭太多也是一种负担啊！苏浪感慨着，然后极其自然地把手伸到了身后，悄悄捏了一下师尊的手心。冷清秋身子一僵，这一次他没有甩开，只是脸颊微红，轻轻回握了一下，力道有点大，捏得苏浪骨头疼，但疼并快乐着。夜色如墨，大周皇宫却灯火通明。刚刚经历了一场政变的皇宫，此刻正处于一种兴奋与忙碌之中。苏浪此刻却正像个做贼的小偷，蹑手蹑脚地推开了养心殿东暖阁的大门。那是萧凝霜特意腾出来的客房，距离女帝自己的龙榻仅有1墙之隔。吱呀，门开了，一股幽冷的寒香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苏浪身上沾染的脂粉气。屋内没有点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苏浪看到一道曼妙绝伦的倩影，正背对着他端坐在窗边的梳妆台前。他并没有穿那身标志性的月白道袍，而是换上了一件极其单薄几近透明的冰蚕丝睡裙，湿漉漉的长发随意披散在肩头，水珠顺着发梢滑落，浸湿了背后的布料，隐约勾勒出那只手可握的腰肢和下方惊心动魄的弧度。美，冷艳入骨，却又透着一股刚出狱的撩人风情。师尊！苏浪喉结滚动，关上门，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徒儿，来领罚了，跪下。”声音清冷，没有一丝起伏。苏浪二话不说，极其丝滑地单膝跪地：“徒儿知错，徒儿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当众和女帝搂搂抱抱，伤了师尊的心。”哼！冷清秋缓缓转过身，月光下，他手里握着的不是秋水剑，而是一根不知从哪弄来的玉石戒尺。他赤着足，一步步走到苏浪面前，玉足轻点地面，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搂搂抱抱，我看你挺享受的呀，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听说你还要把这大周当成后花园。”每说一句，手中的戒尺就轻轻敲打着苏浪的肩膀，并不疼，但那股带着寒气的灵力顺着戒尺钻进体内，与苏浪体内的纯阳之火一击，反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酥麻感。师尊冤枉啊！苏浪抬起头，眼神真挚，一把抱住冷清秋纤细的小腿，脸颊贴在他微凉的肌肤上蹭了蹭：“徒儿，这也是为了宗门大计。徒儿是忍辱负重，牺牲色相，牺牲色相。”冷清秋被他蹭的身子一颤，原本冷硬的表情差点绷不住。他咬了咬下唇，努力维持着严实的威仪。既然是为了宗门，那为师且问你，你的九转金身诀练到第几层了？第3层，金刚不坏。苏浪老实回答。很好。冷清秋美眸微微眯起，手中的戒尺突然扬起。既然是金刚不坏，那为师帮你松松骨，应该也不碍事吧？先把衣服脱了，为师要验货。苏浪，脱衣服，在这里，隔壁女帝可还在呢。师尊，这不好吧？苏浪捂着领口，一副黄花大闺男即将被糟蹋的惊恐模样。徒儿怕羞，少废话。冷清秋俏脸微红，显然也是强撑着勇气。他手指一点，撕拉，苏浪那件原本就破破烂烂的长袍彻底报废，化作布条散落一地，精壮的上半身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空气中。因为刚刚突破金丹9重，他的肌肉线条流畅完美，皮肤下隐隐有金色的光泽流转，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与阳刚之美。冷清秋呼吸一滞，虽然在双修空间里见过，但此刻在现实中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这充满侵略性的男性躯体，他还是忍不住心跳加速，握着戒尺的手微微发抖。他深吸一口气，伸出微凉的手指，轻轻划过苏浪滚烫的胸膛，指尖所过之处，那里的肌肉瞬间紧绷。苏浪被这只冰凉的小手一摸，体内的火更旺了。他必须得忍住，任务是在怒火下存活并反向推倒，现在的火候还差点。啪！冷清秋突然一戒尺抽在他背上，这一次用了点力气，一道白印瞬间浮现，又迅速消失。果然皮厚。冷清秋轻哼一声，眼底闪过一丝报复的快意。刚才抱着女帝的时候不是很硬气吗？怎么现在不说话了？又是一下，让你住偏殿。啪！让你还要连本带利。他每数一条罪状就打一下。苏浪也不躲，反而配合着发出极其夸张的惨叫：啊！疼疼疼！师尊饶命，屁股要开花了！轻点，徒儿怕疼。呜呜！这叫声7分假3分真，剩下90分全是调情。门外，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正贴着墙角，
正是大周女帝萧凝霜。她听着屋内传来的啪啪声和苏浪那销魂的惨叫，忍不住捂住了发烫的耳朵。这冷清秋下手这么狠，不对，这声音怎么听着有点奇怪。屋内，苏浪身上连个印子都没有，倒是冷清秋自己打累了。他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那本就单薄的睡裙更加掩盖不住春光。装，接着装。冷清秋看着依旧活蹦乱跳的苏浪，气得扔掉戒尺。你根本就不疼，你是不是在嘲笑为师没力气？时机到了。苏浪眼中金芒一闪，他突然抱起，不再跪着，而是一把抓住了冷清秋还没来得及收回的手腕。师尊打累了吧？苏浪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声音低沉磁性。既然师尊检查完了弟子的防御力，那现在是不是该弟子检查一下师尊的心防了？你想干什么？冷清秋看着那双近在咫尺的金瞳，慌了。他下意识想后退，却发现身后已经是窗台，退无可退。当然是完成师尊刚才说的，清理门户啊！苏浪一步步逼近，纯阳圣体那滚烫的气息将冷清秋完全包裹。不过徒儿觉得用戒尺没意思，不如用这个。他抬起手，指尖金光一闪，并不是什么武器，而是之前在皇陵里悟出的阴阳合欢剑意。只不过这剑意此刻并没有杀伤力，反而化作了一朵粉色的剑气桃花，在两人指尖绽放。这剑意，冷清秋瞳孔微缩，感受到了体内极寒灵力与这股剑意的呼应，那种灵魂深处的渴望瞬间压过了理智。师尊，徒儿帮你修这剑意如何？苏浪不再犹豫，大手揽住他柔软的腰肢，用力一提，将他整个人抱到了窗台上。苏浪，你放肆！冷清秋惊呼一声，双手本能地抵在他胸口，却根本舍不得推开。隔壁还有人，你疯了？就是因为有人才刺激啊！苏浪凑到他耳边，轻轻咬了一口那如玉般圆润的耳垂。师尊也不想让女帝听到您求饶的声音吧？这一句话直接击溃了冰山师尊最后的防线，他浑身瘫软，再也维持不住那高冷的架子，眼中水雾弥漫，狠狠地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孽徒，若是敢出声，为师就杀了你！遵命，师尊。苏浪嘿嘿一笑，吻上了那张想念已久的红唇。这一次没有了阵法的束缚，没有了系统的警告，金丹9重巅峰的修为足以承受那极寒之体的反噬。窗外的月光羞涩地躲进了云层，屋内的温度急剧攀升。定，任务师尊的深夜审讯圆满完成。评价：完美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深度辅导，好感度突破90，心有灵犀。奖励：天阶上品防御法宝同心结。咚咚咚！就在两人即将坦诚相见，进行最后一步深入交流的时候，房门突然被人敲响了，极其不合时宜，极其煞风景。苏爱卿，门外传来萧凝霜那略带慵懒和一丝明显故意的声音。朕好像听到冷风主在打你，要不要朕进来给你上药？朕带了西域进贡最好的金疮药，专治肿痛。屋内动作僵住的两人，冷清秋猛地推开苏浪，手忙脚乱地拉好领口，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眼神却杀。女帝陛下，您这查岗查的也太是时候了吧？他现在就像是一个蓄满了能量的核反应堆，急需冷却棒。主人，您身上好烫哦！肩膀上变成了巴掌大小的龙血花灵，小花晃着白嫩的小短腿，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看着他，是不是想那种羞羞的事情了？要不小花帮你？说着，他竟然不知死活地把脑袋凑到了苏浪的耳边，伸出那条带着倒刺的粉嫩小舌头，舔了一下他的耳垂。嘶！苏浪浑身一激灵，差点没忍住，就在这就地正法了这朵花。去，你太小了！苏浪一把拎起小花的后颈皮，像扔玩偶一样把它塞进了怀里。那本宫呢？本宫可不小，本宫还是很有料的。就在这时，苏浪腰间那枚缩小成玉佩大小的黄金棺材突然震动了一下，一阵烟雾飘出 ，Q 版的武名空飘了出来。虽然身体变小了，但那副恶狼眼神可是一点没变。乖孙女婿，给老祖宗一口纯阳气吸吸吧，就一口，饿了几百年了，快饿瘪了。说着，他张开大嘴就往苏浪的丹田位置凑。卧槽，你往哪吸呢？苏浪吓了一跳，反手就是一个暴力敲在他半透明的脑壳上。给我老实待着，再敢乱动，我就把你这棺材拎进茅坑里抛个500年。武明空瞬间老实了，抱着脑袋委屈巴巴地钻回了棺材。哼，小气鬼，祝你今晚暴体而亡！苏浪没空理这两个活宝，迈开大步朝着不远处的养心殿偏殿冲去。那里还有一剂现成的解药在等着他。偏殿内红烛摇曳，气氛幽怨。姬红叶正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绯色纱衣，趴在软榻上，翘着2条光洁如玉的小腿，手里拿着一支毛笔，正愤愤不平地在小本本上戳来戳去，嘴里还念念有词：死公子，臭公子，有了女帝忘了圣女。刚才在隔壁叫的那么大声，肯定爽翻了吧？也不怕把腰闪了？我在写什么？我才不在乎呢！哼，那个小叶子，这么晚了还不睡，是在给本公子写情书吗？一道略带沙哑、充满了压抑磁性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啊！姬红叶吓了一手抖，毛笔直接在本子上画了一道长长的黑线。他猛地回头，只见苏浪正站在他身后，衣襟半敞，胸膛赤红，
那一双平日里总是带着3分戏谑的金瞳，此刻却像是燃烧着熊熊烈火，死死地盯着他，就像是一头急了的野兽。公子，姬红叶咽了口唾沫，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身子往后缩了缩。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多陪陪你的好师尊，还是说冷风主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把你赶出来了？这酸溜溜的语气，隔着2里地都能闻到陈醋味。他吃不吃得消，我不知道。苏浪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反手将门锁死，并且极其熟练地丢出了几个隔音阵盘，然后他一步一步逼近软榻。但是公子，我现在可是真的要炸了，你要干嘛？姬红叶看着他那副像是要吃人的样子，心跳快得像肋骨。他虽然平时满嘴跑火车，还整天想着吸人阳气，但真到了这种动真格的时候，他那合欢宗圣女的理论经验瞬间归零。你说呢？苏浪走到他边，单膝跪了上去，双手撑在他的身侧，将他牢牢禁锢在自己和软榻之间。滚烫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脸上，带着纯阳圣体独有的侵略气息。刚才在隔壁火被勾起来了，却没处撒。苏浪伸出手，手指轻轻挑起姬红叶精致的下巴，强迫他看着自己的眼睛。小叶子，你既然是合欢宗的圣女，专业的灭火工作应该很擅长吧？姬红叶脸红的能滴出血来，他想反抗，想推开，想说我不擅长，我是冒牌货。可是当苏浪的手指触碰到他肌肤的那一刻，他体内的媚骨瞬间酥了。可是公子，姬红叶咬着红唇，眼波流转，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人家现在还在生气呢，你都有了女帝，有了师尊，还要红叶干什么？我算什么？备胎吗？还是排遣寂寞的工具？傻丫头！苏浪低笑一声，这笑声像是带着电流，顺着他的耳朵钻进心里。他并没有急着下一步，而是低下头，埋首在他散发着桃花幽香的颈窝里，深吸了一口气。你是充电宝啊？充电宝？姬红叶愣住了。对啊，苏浪一边说着，一边极其不老实地把手从他的衣摆探了进去，熟门熟路地握住了那不盈一握的纤腰，掌心滚烫的纯阳灵力开始疯狂输出。你看，我现在体内能量过剩，快爆炸了，而你天生媚骨，是极阴体质，正好是个无底洞，我们这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叫阴阳互补，懂吗？随着灵力涌入，姬红叶发出了一声难耐的低吟，那股久违的充实感和暖意让他瞬间放弃了思考，什么情敌，什么吃醋，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此刻他只想更多。公子，你坏死了！他伸出手，无力地捶了一下苏浪的胸口，这动作与其说是拒绝，不如说是调情。随后那双手便极其诚实地环住了苏浪的脖子，双腿也本能地盘上了他的腰。这就对了。苏浪眼中金光大盛，被动技能软饭硬吃触发，检测到极品合欢体质正在主动迎合，开始充电。今晚咱们好好复习一下那本《素女经》里的知识点。第一课阴阳大磨盘。撕拉！随着一声清脆的裂帛声，姬红叶身上那件本来就没几两布的纱衣光荣牺牲了。与此同时，被丢在门口看大门的深渊舔食者小黑，他正无聊地趴在台阶上，用巨大的爪子拨弄着一块石头。突然，身后的店门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动静，像是猫叫，又像是砰咚呀。小黑的大耳朵动了动，硕大的眼睛里充满了困惑。主人他们在里面打架吗？听起来打得很激烈啊。女主人好像一直被人按在地上摩擦，太惨了。小黑默默地用爪子捂住了耳朵。可怕的人类！他决定以后一定要乖一点，不然也会被这样打。而在偏殿内的一个花瓶里，被插在里面的龙血花灵小花正扒着瓶口，瞪大了眼睛看着那张不断摇晃的大床，兴奋得满脸通红，头上还冒着蒸汽。哇，原来人类是这么修炼的，这姿势学到了。哇，公子的腰真好。那个是马达吗？姐姐也不错，声音好听，能不能再高一点？他看得津津有味，甚至还不知死活的给现场配音。加油加油，黑咻黑咻！这一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偏殿的红烛燃尽了一根又一根，而那个原本只是备胎的圣女，此刻却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叶扁舟，被苏浪这波汹涌澎湃的大浪一次又一次的推向了云端。不，满了，那里不可以。我错了，我再也不写日记了。你是神，你是我的神。姬红叶从一开始的半推半就，到后来的主动迎合，再到最后的哭喊求饶，他那所谓的天生媚骨，在苏浪狂暴的纯阳圣体面前被彻底碾压。轰！就在天快要亮的时候，苏浪体内的金丹终于在这次极致的阴阳交融中完成了最后的质变。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无底黑洞，不仅是怀里的姬红叶被瞬间抽空了一丝力气昏死过去，连带着旁边花瓶里的小花、门口趴着的小黑，甚至挂在腰间装死的武明空，都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吸力传来。叮！检测到宿主正在突破大境界，经验池一出，瓶颈破碎，碎丹成阴。一道璀璨夺目的金光从偏殿屋顶冲天而起，直接照亮了整个大周皇宫的夜空。与此同时，一股属于元婴期大能的恐怖威压，伴随着一声仿佛来自洪荒的龙吟声，瞬间席卷全城。这气息，隔壁东暖阁一夜未眠的冷清秋猛地推开窗户，看着那道金光，
美眸中满是震惊和一丝羞恼。这混蛋真的抱着女人就能突破？正殿龙榻上，正在梦中依然和苏浪纠缠不清的女帝萧凝霜也被惊醒。她看着窗外，感受着那股熟悉且让她心颤的气息，下意识地夹紧了双腿。元婴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了养心殿偏殿的窗棂，空气中还弥漫着昨夜那场荒唐战役后的麝香味和桃花香。呼，苏浪缓缓吐出一口气，这一口气息竟然凝而不散，在空中化作了一条淡金色的小龙，盘旋了一圈后才缓缓消失。这就是元婴期。如果说金丹期是修行的门槛，那元婴期便算得上是真正踏入了长生的殿堂。体内的金丹已碎，取而代之的是丹田内那个只有寸许高、通体散发着9色神光、长得和他一模一样的小苏浪。但是他的脑子里太安静了，以往每次突破，那个有些聒噪的机械鹰早就跳出来刷屏奖励了，可今天却死一般寂静。童子，系统爸爸，小甜心。苏浪在识海中试探性的呼唤，滋滋，警告，能源耗尽。因宿主昨日过度榨取奖励池，导致本系统核心算法过热，正在强制进入休眠升级模式。这一次不再是冰冷的机械音，而是一道略显慵懒，甚至带着几分娇嗔和疲惫的御姐音，听起来就像是刚熬了大夜没睡醒的起床气少女。卧槽，系统你是个妹子！苏浪惊得差点从软榻上跳起来。哼，谁让你乱叫爸爸的？本系统是这9天10地的法则化身。总之，我要睡了，别吵我。接下来的路你自己走，所有外挂辅助暂时关闭，只有基础功能保留。对了，那个纯阳圣体现在没我压着，副作用你自己受着吧。记得别死了，你是我选中的唯一的。声音越来越小，直至彻底消失。随后，苏浪眼前的淡蓝色光幕一闪，原本的功能、任务指引，甚至好感度实时提醒，全部变成了灰色的不可用。不是吧，这就断奶了？苏浪傻眼了，没了系统的好感度暴击加成，没了那些强制让对方无法拒绝的骚技能，以后怎么攻略那些高冷的女主？靠真诚吗？就在这时，身旁传来一声细微的嘤咛。苏浪回过神，低下头，只见姬红叶正蜷缩在他怀里，乌黑的长发散乱在红色的软枕上，原本白皙的肌肤上布满了昨夜疯狂留下的红痕，眼角甚至还挂着泪痕。即便在睡梦中，他的手依然死死抓着苏浪的衣角，像是在抓着唯一的救命稻草。如果是以前，苏浪可能只是看一眼好感度涨了多少，然后给他一点纯阳之气就完事。但此刻看着失去了系统数据标签的他，苏浪心中莫名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怜惜，不是对待工具人，而是对待一个把身心都交给了自己的女人。哎，没了系统兜底，这下欠的情债可得用心还了。苏浪叹了口气，轻轻拉过滑落的颈背，小心翼翼地盖住他那诱人的春光，右俯下身，在他光洁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姬红叶似乎感觉到了这股温情，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嘴角微微上扬，又往他怀里拱了拱。然而温情不过3秒，轰！偏殿的大门被人以一种极度暴力的方式拆了。漫天幕谢中，2道风华绝代的身影并肩而立。左边那位一袭月白道袍，手提秋水长剑，清冷的眸子如同万年雪山，正是师尊冷清秋。右边那位身披九龙地袍，虽然面色还有些许苍白，但那股久居上位的帝王威严却不减分毫，正是女帝萧凝霜。这就尴尬了。苏浪此时衣衫半敞，怀里还搂着一个衣不蔽体的女人，空气中更是弥漫着那种不可言说的味道。那个2位早啊！苏浪干笑一声，不动声色地将被子往上拉了拉，挡住姬红叶的脸。吃了吗？没吃的话，本神王给你们下面吃。吃你个大头鬼！冷清秋罕见的没有直接动手，而是身形一闪，直接出现在榻前。他那一双美眸死死盯着苏浪，眼底闪烁的不是杀气，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震惊与担忧。原因了。他伸出微凉的手，直接搭在苏浪的手腕上，探查了半晌，才长舒一口气。还好根基稳固，没有因为这种下流的修炼方式而导致走火入魔。下流！旁边的萧凝霜轻哼一声，冷风主这话就不对了，太傅这叫阴阳大道，若是没有这本事，朕现在恐怕还是个石雕呢。虽然在互对，但2人都没有像之前那样喊打喊杀。苏浪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这就是实力的好处。金丹期时，他是被保护的小奶狗，他们可以随便欺负，但踏入元婴期，在这个南荒之地，已经算是一方巨擘，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甚至保护他们了。好了好了，别一见面就吵。苏浪从榻上坐起，神色渐渐变得严肃。师尊，陛下，既然我现在也是元婴了，有些事情是不是该告诉我了？听到这话，冷清秋和萧凝霜对视一眼，2人眼中的敌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穿好衣服，出来说话。冷清秋转过身，随手丢给他一套崭新的道袍，别在这里丢人现眼。片刻后，养心殿的正殿之中，萧凝霜屏退了所有人。苏浪，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吗？冷清秋站在窗前，看着外面辽阔的天空，声音悠远。不就是南荒13州，还有其他的4荒？苏浪整理着衣袖，试探问道。冷清秋摇了摇头，眼中露出一丝向往和畏惧。我们所在的这片天地，
名为南荒一气之地。在这里，元婴期便是顶点了。哪怕萧天策卡在半步化神几10年不得寸进，就是因为这里的天道法则是残缺的。残缺？师尊之前好像提到过。苏浪皱眉，对。萧凝霜接过话茬，神色凝重。在南荒之外，横跨无尽死海，有一片名为中州神土的地方，那里才是真正的修仙大士。元婴多如狗，化神变得走，甚至还有传说中的炼虚和体气大能。而在那里，男人和女人的地位更加极端。苏浪心头一跳，什么意思？在我们南荒，虽然阴盛阳衰，但好歹还有男修；而在中州，冷清秋回过头，深深地看着苏浪。而在那里，法则扭曲，阴阳失衡更甚，男修要么沦为凡人，要么只能修那些不入流的旁门左道。女修虽强，却深受天道反噬之苦，也就是纯阴之毒。苏浪咽了口唾沫，这听起来像是天堂，但直觉告诉他这是地狱。冷清秋苦笑一声，但没有阳气调和，女修的修为越高，体内的阴寒之气积压就越重，也就是所谓的天道之极。为了延续传承和缓解痛苦，中州的那些古老圣地、皇朝女皇，他们会疯狂搜寻拥有特殊体质的男性，像你这种纯阳荒古圣体。冷清秋走上前，伸手抚摸着苏浪的脸颊，眼神复杂。一旦被他们发现，你会被抓回去，锁在深宫里，日夜不停地做那件事，直到被彻底榨干最后一滴。苏浪赶到后背发凉，系统这死鬼这时候跑路，该不会就是因为难度太高下跑了吧？那我是不是该狗在南荒别出去了？苏浪弱弱地问。狗？萧凝霜冷笑一声，你想狗，别人可不让你狗。那个乾隆秘境就是中州某个大势力遗落下的一块试炼碎片，如今秘境开启，势必会引来那边的接引使者。苏浪，你的纯阳之气已经在昨天暴露了，若是没有足够的实力自保。说到这里，萧凝霜突然霸气地上前一步，一把抓住了苏浪的手，你就只能做朕一个人的痉挛？朕哪怕倾举国之力，也会把你藏好。不行！冷清秋瞬间不乐意了，一把拉住苏浪的另一只手，回玄印宗，我瑶光峰有护山大阵，谁也别想动我徒弟。又是修罗场，但这一次苏浪听出来的不仅仅是占有欲，更是深深的危机感。两位姐姐，先别争了。苏浪深吸一口气，挣脱了两人的手，但随即反手一握，同时将两只手握在掌心。这一次他没有嬉皮笑脸，既然是必需品，那就说明我有谈判的资格。中州女修也好，接引使者也罢，想利用我苏浪，那就得看他们有没有那个本事，承受得住我的纯阳烈火。没了系统的一键升级又如何？软饭硬吃，靠的可不仅仅是外挂，是这身板，是这脑子，还有身边这些愿意为自己拼命的女人。现在苏浪眼神一凝，咱们先聊聊那个乾隆秘境，如果能拿到里面的天道碎片，我是不是就能补全这南荒的规则，甚至突破化神？只要够强，到了中州，到底是谁榨干谁还不一定呢。萧凝霜和冷清秋看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男人，心中微动。那个曾经只会躲在女人身后求抱抱的小男人，终究是长大了，想去秘境。萧凝霜点头，这次要走正门。正门？苏浪一愣，那我们上次是萧天策强行打开的通道。萧凝霜忍不住白了他一眼，那只能通往龙墓，而真正的天道法则碎片藏在秘境核心的试炼龙宫里，只有那里才有能够补全法则，甚至让人突破化神的机缘。之前我失败了，这次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次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中州的接引使。姬红叶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他裹着被子坐起来，声音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沙哑，神色却异常严肃。还有魔教。魔教？苏浪看向他，合欢宗不过是魔教放养在外的鱼饵。姬红叶眼神微冷，真正的七煞魔教总坛在魔渊之下，听说总坛那边来了个厉害的角色，甚至可能和中州某些势力有勾结，他们的目标也是法则碎片，想要借此打开魔界之门，彻底奴役南荒。好家伙，前有中州老妖婆要抓他当药渣，后有魔教疯子要毁灭世界。没了系统的苏浪，现在手里的牌只有一个软饭硬吃的被动，一群性格各异的老婆和一具随时可能发情的纯阳圣体。这局怎么破？苏浪闭上眼，沉默了片刻，再睁开眼时，那双晶瞳里重新燃起了那股熟悉的带着几分疯狂与不羁的光芒。管他什么中州还是魔教，只要是女的就是本神王的猎物，只要是男的那就统统打死。苏浪浑身元阴气的气势轰然爆发，收拾东西准备出发，这乾隆秘境的宝贝老子全都要。还有，苏浪一把揽过旁边的冷清秋和萧凝霜，又低头亲了一口姬红叶的额头，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既然系统跑路了，以后这纯阳圣体的灭火工作就得辛苦各位娘子凭真本事来帮我降温了。尤其是师尊，昨晚的检查还没做完呢，要不要在非洲上补上？半个时辰后，大周皇都上空，一艘被大周皇室修补升级过的非洲正破开云层，朝着西北方向疾驰而去。甲板上铺着厚厚的极地雪绒地毯，软榻是由深海温玉打造。此刻苏浪正毫无形象的呈太字形躺在那张宽大的软榻上，一脸生无可恋。热，真的很热。失去了系统的强制压制，那传说中令中州女修疯狂的二阶纯阳荒古圣体
此刻就像是一座活火山，在他的体内肆无忌惮地喷发着热浪。他现在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叫嚣着，需要阴气，需要中和，需要贴贴。师尊，能不能再来点那个冷气？苏浪偏过头，看着坐在左侧品茶的冷清秋，声音沙哑，带着一丝祈求。徒儿快熟了。冷清秋一身如雪的月白道袍，依然清冷的像是一朵高岭之花。他闻言，手中的白瓷茶杯微微一顿，抬起眼皮扫了苏浪一眼，伸出了如玉般的左手，并指如剑，轻轻点在了苏浪的额头上。刺，一缕极致的寒气注入，苏浪感觉脑门上像是被人拍了一块千年玄冰，那种舒爽感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极其可疑的啊！闭嘴！冷清秋脸颊微红，瞪了他一眼，忍着。哼，冷风主好大的威风。右侧传来一声慵懒却霸气的轻哼。萧凝霜换下了一身累赘的朝服，穿了一件贴身的玄金色劲装，长发高高竖起，少了平日里的帝王雍容，却多了一份英姿飒爽的御姐范儿。尤其是那双包裹在长裤里的笔直大长腿，正极其霸道地搭在苏浪的小腿上。苏爱卿是朕的神王，他身子不适，身为师尊不心疼，朕可是心疼得很。说着，萧凝霜从袖中掏出一枚散发着温润光泽的玉简，直接贴在了苏浪滚烫的胸膛上。这是皇室秘传的清心咒玉符，虽然比不上冷风主的寒冰真气，但胜在温柔。温柔。冷清秋手中寒气加重了几分，苏浪的眉毛瞬间结了一层霜。陛下若是觉得我太粗鲁，大可自己动手，只要不怕把你那点刚恢复的修为再被这逆徒给吸回去。你，苏浪躺在中间，左边是把脑门冻住的师尊，右边是拿腿压着他的女帝，典型的冰火两重天。但这并不是享受，是折磨啊。那个，我说两位。苏浪苦着脸，艰难的想要翻个身。咱们能不能和平一点？我这还是伤员呢。闭嘴！两女异口同声，默契度十足。就在这时，船舱的帘子被掀开，姬红叶端着一个精致的托盘走了出来。此时的她显然是经过了一番精心打扮，虽然脸上还带着几分欢好后的疲惫，但那一袭火红色的纱裙却将她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行走间环佩叮当，眼波流转，媚态天成。没了系统的数据显示，但苏浪仅凭那敏锐的雄性直觉就能感觉到，这丫头是在争宠。公子，姬红叶无视了两位大佬仿佛能杀人的目光，径直走到苏浪面前，跪坐在地毯上，将托盘举过头顶。红叶看公子体内燥热，特意酿了一瓶百花玉露酒，这是我合欢宗用来助兴，不对，是调和阴阳的圣品，喝了它应该会好受些。苏浪眼睛一亮，酒那可太好了，虽然不能真正灭火，但能麻痹一下神经也是好的呀。还是小叶子心疼本公子。苏浪挣扎着想要起身去拿酒杯，然而一只冰凉的手和一只温热的手同时伸出，半路劫走了那个酒杯。合欢宗的东西。冷清秋晃了晃酒杯，清冷的眸子看着那粉红色的液体，冷笑一声，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下什么乱七八糟的药，比如让你喝了之后眼里只剩下他的药。他师尊所言极是。萧凝霜难得赞同地点了点头，凤眸微眯，看着姬红叶，魔教妖女最擅长蛊惑人心，这酒朕替苏爱卿试毒。说完，这位平日里威严的大周女帝竟然一仰头，将那一杯粉红色的液体一饮而尽。哎，陛下别！姬红叶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她小脸瞬间煞白，那个酒劲儿有点大，而且它是什么？萧凝霜放下酒杯，不仅没觉得不适，反而咂了咂嘴，味道不错，甜丝丝的，也没什么奇怪的感觉。话音未落，萧凝霜那张原本有些苍白的俏脸，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上了一层红晕，她那双明亮锐利的凤眸突然蒙上了一层水雾，变得迷离起来。怎么有点热？萧凝霜感觉一股热流从小腹升起，瞬间冲散了他的理智。他看着眼前那个原本就让他有些心动的苏浪，此刻在药效的作用下，竟觉得他是如此的可口诱人，像是一块行走的大蛋糕。苏爱卿。萧凝霜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带着甜腻腻的颤音。他不再满足于用腿压着，整个人竟然直接像一只慵懒的大猫，顺着苏浪的大腿爬了上去。我去，这什么酒？苏浪看着画风突变的女帝，头皮发麻。这特么是玉露酒，这分明是……姬红叶捂着脸，小声逼逼。一般只有元婴期的长老想那什么的时候才会喝一小口，他一口干了一整杯。你不早说！苏浪想要推开身上的女帝，但此刻体内的纯阳圣体就像是感应到了食物，竟然不仅不排斥，反而欢呼雀跃地发热起来。完了，里应外合，给朕命令你！萧凝霜双手捧住苏浪的脸，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鼻尖，眼神迷离却又充满了占有欲。别动，让朕尝一口。冷清秋看着这即将上演的活春宫，气得浑身发抖。这要是传出去，大周女帝和护国神王在天上白日宣淫，大周还要不要脸了？玄印宗还要不要脸了？虽然他也很想，呸，他在想什么？争！秋水溅出鞘一寸，发出一声清脆的剑鸣，试图唤醒两人的理智。然而此时的萧凝霜已经被药力和纯阳气息双重冲昏了头脑，哪里还听得见？他已经吻了下去，不偏不倚，正中红心。苏浪大脑轰的一声，他原本极力压制的燥热
像是被丢进了一颗火星的炸药桶，瞬间引爆。理智，去他的理智！他猛地反手扣住萧凝霜的后脑勺，将被动化为主动，狂野的回应着这送上门来的美味。既然系统不管了，那老子就放纵一回。苏浪心中恶狠狠地想着。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无形的屏障突然笼罩了整个软榻，四周的温度骤降30度，从艳阳高照直接变成了寒冬腊月。冷清秋出手了，他并没有攻击两人，而是直接发动了他的绝对冰域。既然都这么热，冷清秋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大家都冷静一下。苏浪的眼神里写满了师尊你来真的，萧凝霜的眼神里写满了冷清秋朕要杀了你坏正好事到了。冷清秋无视了两人的抗议，站起身，长袖一挥，原本疾驰的非洲开始缓缓减速。他走到船头，看着下方的景象，眼神重新变得凝重而犀利。这才是我们现在该关心的事情。苏浪闻言，用体内的纯阳神火勉强融化了眼皮上的冰碴，艰难地扭过头看向下方。这一看，他体内的燥热瞬间被浇灭了一半。只见前方的群山之中，不再是那种郁郁葱葱的景象，大地像是被某种恐怖的力量撕裂开来，一道长达千里的巨大裂谷横亘在天地之间。裂谷之中魔气滔天，无数黑红色的闪电交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那就是乾隆秘境的真正入口——试炼之门。而在裂谷的两侧，密密麻麻地驻扎着数不清的营地，东边是各路正道宗门的旗帜，玄印宗、天剑门、紫霞宫；西边则是乌烟瘴气、血煞冲天，数杆黑底红纹的大旗迎风招展，上面绣着7种不同的恐怖图腾。而最让苏浪心惊的是，在那正斜两方营地的正中央，悬浮着一座巨大的白玉宫殿。那宫殿并非法宝，而是被几个身材高挑、浑身散发着强大且陌生气息的女修用灵力托举在空中的。她们每一个人的气息都至少在元婴后期，且那种气息充满了排斥与高傲，与南荒的天地格格不入。那是苏浪利用体温强行震碎了身上的冰块，搂着还在发晕的萧凝霜站了起来。中州接引使，没错。冷清秋转过身，看着已经恢复自由但还是赖在苏浪怀里的女帝，又看了看苏浪，接下来的路可就没有床上那么舒服了。怕吗？他问。苏浪深吸了一口气，感受着体内那9色元婴传来的渴望，以及身边3个女人的体温。他突然咧嘴一笑，笑得有些痞，有些狂。怕！苏浪伸手帮女帝擦去嘴角的酒渍，又对着师尊挑了挑眉。本神王这辈子只怕3件事：怕师尊哭，怕陛下累，以及怕软饭太硬崩了牙。但这一次，苏浪目光金光爆闪，看向那座高高在上的白玉宫殿。这口来自中州的饭，我苏浪吃定了。检测到极度装逼的情绪波动，系统休眠中被动记录装逼如风，长伴无声，能量正1%。脑海中突然划过一丝微弱的电流，苏浪嘴角弧度更大了。坐稳了，我们要闪亮登场了。苏浪猛地一脚踩在船头的粉色龙头之上，给我冲下去，直接撞在那座白玉宫殿的顶上，把他们的屋顶给我掀了。什么？3女大惊。然而合欢神州已经像是一头发情的公牛，带着漫天的粉色尾气，呼啸着，以一种极其羞耻却又霸道的姿势撞向了那群高傲的中州女修。轰！没有丝毫减速，那艘合欢神州就像是一枚因为失恋而报复社会的粉红导弹，狠狠地对在了那座高高在上的白玉宫殿顶上。哗啦啦，昂贵的白玉瓦片如下雨般坠落。原本神圣高洁、充满了中州上界威严的接引宫殿，瞬间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什么东西？何人如此大胆，竟敢袭击接引仙殿？烟尘散去，大殿中央原本正端坐着品茶、眼神睥睨的一群银甲女修，此刻一个个灰头土脸，直皱眉头。尤其是坐在首座的那位，她身材高挑，即便坐着也能看出那双惊人的长腿，身穿一套流光溢彩的银龙战甲，原本清冷高傲的脸蛋此刻黑得像锅底。她的茶杯里还飘着一块不知从哪掉下来的粉红色的船皮。放肆！银甲首领猛地站起，一股属于元婴大圆满，甚至隐隐触及化神边缘的恐怖威压瞬间席卷全场。不管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下界蝼蚁，今日本使必将把你碎尸万段，抽出神魂点天灯。那个，打断一下！一道懒洋洋的男声突然从那个大窟窿上方传来。只见那艘卡在屋顶上的粉色非洲边沿，一个衣衫不整、领口敞开，甚至脸上还带着几分事后慵懒气息的英俊男子，正趴在栏杆上，手里还摇着一把破扇子。他看着下方那群杀气腾腾的女修，没有丝毫恐惧，反而露出了一个极其灿烂的笑容。这位姐姐，不好意思啊，刚才刹车皮膜没了，这天降非洲，就算是在下给各位远道而来的见面礼，如何？够惊喜吧？刹车！银甲首领愣了一下，随即怒极反笑：男的，这肮脏的遗弃之地，竟然还有男人敢在本使面前如此油腔滑调。他嫌弃地挥了挥手，像是在驱赶苍蝇。来人，把他抓下来。虽然看着脏了点，但既然送上门来，正好去给后院的灵兽洗马桶。话音未落，他那敏锐的嗅觉突然动了动。空气中除了那股讨厌的桃花脂粉味，似乎还夹杂着一股极其特殊的味道，那是纯净到极致的阳气。等等，
银甲首领那双原本充满杀意和鄙夷的眼睛，突然爆发出2道绿油油的光芒。他脚下一踏，整个人化作一道银光，瞬间冲破屋顶，悬浮在非洲前方，甚至完全无视了站在苏浪身边的冷清秋和萧凝霜。他的眼里只有苏浪这味道。他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一抹极其陶醉，甚至可以说是变态的潮红。天呐，这纯度，这热度，纯阳圣体还是2阶，在这种废弃之地，怎么可能孕育出这种绝世珍品？他猛地伸出手，涂着丹蔻的指甲甚至有些微微颤抖，想要去摸苏浪的脸。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别洗马桶了，根本使回中州吧，只要你乖乖听话，做本使的专属炉鼎，本使保你享尽荣华富贵。苏浪看着眼前这个快要把口水滴到他脸上的女人，心里一阵恶寒。师尊说的对，中州这群娘们真的是饿疯了呀。这位大妈。苏浪后退半步，躲开了那只魔爪，极其无辜地眨了眨眼。虽然你长得挺别致，但想包养我，你也得问问我家里人同不同意啊。家里人？银甲首领这才把目光稍微挪了一点，看向苏浪身边的2个女人。就凭这2个，那个穿着白衣的女人手里的剑已经在冒寒气了，那个穿着金衣的女人虽然看起来醉醺醺的，但眼神像是在看死人，想带走朕的男人。萧凝霜此时酒劲正上头，加上刚才那场被打断的好事，憋了一肚子火。他歪歪斜斜地走上前，极其霸道的一把搂住苏浪的腰，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用一种迷离却蔑视的眼神看着对方。你算哪根葱？朕的男人也是你能碰的，你的男人。银甲首领看着苏浪那毫不反抗，甚至一脸享受被富婆包养的样子，顿时怒火中烧。暴殄天物，简直是暴殄天物！如此极品的圣体，竟然被你们这些下界蝼蚁给玷污了。来人，别我杀！女的全杀了，男的抢过来。是。下方的大殿废墟中瞬间冲上来7、8道流光，清一色的元婴女修，每一个人的眼神都绿油油的，盯着苏浪就像盯着救命仙药。公子，好多疯婆子！姬红叶吓得小脸煞白，紧紧抓着苏浪的衣角。慌什么？苏浪拍了拍他的手，脸上的轻浮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森寒的冷意。他上前一步，没有让冷清秋和萧凝霜动手，而是极其装逼的打了个响指，关门，放狗！嗷呜！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一直因为体型太大而被迫缩在非洲底舱里的深渊舔食者小黑终于找到了出场的机会。轰！那庞大的身躯直接撞碎了甲板，带着满身的黑色鳞片和狂暴的龙威，如同陨石般砸向那群冲上来的女修。这是上古龙兽！那群女修面色大变，想要后退，但还没完。苏浪站在船头，体内的元婴轻轻震动。没了系统，没关系，老子现在就是最大的外挂。师尊，借个剑。苏浪反手握住冷清秋手中的秋水剑，顺便摸了一把手，然后猛地将体内那已经憋坏了的纯阳之火灌入剑身。刚才你们不是说我是炉鼎吗？那就让你们尝尝什么叫烈火焚身。阴阳合欢剑意，火之极，斩！一道长达100丈的赤红色剑气斩向了他们。苏浪的纯阳之火有一个极其缺德的特性，破甲，尤其是对这种依靠阴气维持的防御阵法。滋滋滋，刺耳的腐蚀声响起。啊！我的衣服，这是什么火？为什么在烧我的灵力？好烫，烫死我了！仅仅一剑，那些气势汹汹的中州女修身上的战甲就像是遇到烈火的蜡烛，瞬间融化，一个个衣衫褴褛，春光乍现，不得不尖叫着捂着身子四散而逃。全场寂静，下方的正邪两派数万人看着这一幕，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那可是高高在上的中州使者呀，竟然被一招爆衣了！这变态是谁？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苏浪挽了个剑花，将剑插回师尊的剑鞘里，整理了一下衣领，对着下方目瞪口呆的众人，以及那个只剩下一套比基尼内甲正在风中凌乱的银甲首领，再次露出了那个标志性的人畜无害的笑容。不好意思，在下苏浪，乃是大周软饭王阿布护国神王。这位大妈，现在可以谈谈了吗？如果不谈，我这里还有一招水之极，专门负责卸妆哦。卸妆！听到这几个字，那原本就已经处于暴走边缘的中州接引使首领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作为一个元婴大圆满女修，她平生最在意的就是那张脸。闭嘴！闭嘴！给我闭嘴！她发出一声尖利的咆哮，甚至顾不上身上那几片还在随风飘扬的遮羞布，双手疯狂结印。本座要撕烂你那张臭嘴，把你做成人质！缚龙锁起！哗啦啦！随着他法诀打出，那座破烂的白玉宫殿废墟中突然窜出了18条银光闪闪、刻满了诡异符文的粗大锁链。这些锁链并非实物，而是灵力凝聚而成，顶端竟然都长着像蛇头一样的钩子，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小心！处于半醉状态的萧凝霜虽然神志不清，但护食的本能一流。他猛地推开苏浪，九龙地印轰的一声砸了过去。哪来的破绳子？想绑朕的男人？问过朕的印没有？当！沉重的地印与锁链碰撞，火星四溅。然而那九龙地印虽然威猛，但在接触到锁链的瞬间，上面的金光竟然暗淡了几分，仿佛遇到了什么污秽之物。哼！无知的下界蝼蚁！接引使首领狞笑一声，披头散发，状若疯魔。
这可是绝情宫专门为了捕捉特殊体质难修而炼制的法宝——困兽锁，专破纯阳护体，专污法宝灵性。一旦被缠上，越是挣扎，它就会收得越紧，并且会释放散阳散，让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卧槽，玩这么大！苏浪看着那像触手怪一样扭曲而来的锁链，非但没有害怕，反而挑了挑眉：“你们中州的富婆口味挺重啊。不过，拿这种类似狗链子的东西对付本神王……”苏浪身形一闪，并未后退，反而一步跨出，挡在了有些灵力不支的萧宁双身前。是不是有点太看不起我的牙口了？师尊，配合一下！苏浪反手一捞，准确无误地抓住了冷清秋那只持剑的手，纯阳逆转，大吞噬术！轰！苏浪的掌心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吸力，就像是一个无底的黑洞。那18条气势汹汹的困兽锁，在触碰到苏浪那只覆盖着金光的大手的瞬间，竟然发出了凄厉的哀鸣。滋滋滋！只见那原本用来捕捉难修，令无数中州男人闻风丧胆的阴毒锁链，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消融，而苏浪却像是一个正在吸面条的大胃王，一脸享受。吸溜嗝！苏浪再次极其不雅的打了个饱嗝，然后舔了舔嘴唇，一脸嫌弃的看着已经彻底石化的接引是首领，则味道一般，有点像过期了500年的臭咸鱼。大妈，下次能不能换个新鲜点的口味？全场死寂，无论是下方的正道弟子，还是魔教妖人，此刻都像是见了鬼一样，竟然被他吸了，这不可能！接引使首领踉跄后退，脸色苍白如纸。他的本命法宝被毁，心神受创，加上暴衣的羞耻和世界观崩塌的打击，让他整个人都在颤抖。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是什么人不重要。苏浪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在虚空之中，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重要的是，你们不仅没有送礼，还想绑架本神王。突然，一道娇媚入骨的笑声从西边的黑色阵营中传来。咯咯喽，难怪把人家的小叶子迷得神魂颠倒。哗啦，漫天黑色花瓣飘落。只见七煞魔教的阵营中，一顶由4个只穿着兜裆布的猛男抬着的黑色软轿腾空而起，轿帘掀开，一个身穿紫黑色高叉长裙，浑身肌肤白得像雪，嘴唇却涂成中毒般的黑紫色的妖艳女子赤足走了出来。她的身材甚至比女帝还要夸张，尤其是胸前那波澜壮阔的弧度，简直就是为了挑战男人的底线而生。而在她的眉心印着一朵血红色的彼岸花。七煞魔教总坛圣女幽夜，半步化神境的恐怖强者。她根本没看那些正道人士，甚至没把中州接引使放在眼里。那一双画着烟熏妆的狐媚眼，死死地粘在苏浪身上，带着赤裸裸的贪婪和食欲。中州那些老女人不懂情趣，只会用链子。小哥哥，不如跟姐姐走吧，姐姐不需要你做炉鼎哦。幽夜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手指，隔空对着苏浪抛了个飞吻。姐姐只想把你一点一点，慢慢的吃进肚子里，融为一体的那种哦。卧槽！苏浪倒吸一口凉气，这特么是来了个黑寡妇啊！你敢？这次不用冷清秋动手，躲在苏浪身后的姬红叶忍不住了。虽然她只是个分宗圣女，地位远不如幽夜，但这是她的男人。幽夜，你别太过分，他是我的。姬红叶从苏浪身后探出小脑袋，虽然腿还在抖，但声音却喊得很大声。哦，小叶子翅膀硬了。幽夜冷笑一声，当初本宫把你派到这里当卧底，你倒好，把自己搭进去了。正好，今日连你一起带回总坛受罚。话音未落，幽夜突然出手，他身后涌现出无数只黑色的鬼手，铺天盖地抓向苏浪和姬红叶。与此同时，那个刚刚回过神的中州接引使首领也咬牙切齿地祭出了一面古镜，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大家谁也别想得到。绝仙镜，照死他！轰！白色的毁灭光束，黑色的擒拿鬼手，同时从2个方向袭来。一瞬间，苏浪成了整个战场的靶心。完了，修罗场变成火葬场了。苏浪站在中间，看着两边那毁天灭地的攻击，怀里搂着醉酒的女帝，身边站着冷脸的师尊，背后还挂着个拖油瓶圣女。这要是换做一般人，早就吓尿了。但他不是一般人，都特么给老子闭嘴！苏浪突然一声暴喝，体内的元婴猛地睁开了双眼，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正是刚才从皇陵带出来的太祖金冠挂饰板。老祖宗接客了！苏浪像扔手雷一样，狠狠地把那个金色的小挂饰扔到了战场中央。啊！你说谁是出来卖的？一道气急败坏的御姐音响起，紧接着，咚！那个只有巴掌大小的金冠迎风暴涨，瞬间变成了一座如同山岳般巨大的黄金棺椁，轰然砸在正中央。大周太祖在此，谁敢放肆？棺盖横飞，一道恐怖的金色虚影冲天而起，正是被迫打工的武明空。虽然只是气灵状态，但在苏浪的纯阳之气加持下，他此时散发出的威压竟然硬生生达到了真正的化神气。啪！一只巨大的金色能量巴掌直接扇飞了那道毁灭白光，并且把中州接引使像拍苍蝇一样拍进了土里。啪！另一只手直接抓住了漫天的黑色鬼手，用力一捏。魔族的骚狐狸，你也配在本宫面前玩聊斋？噗！那边的幽夜魔女脸色一白，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倒飞出去。全场再次死寂，所有的目光都呆呆地看着那个站在金色棺材上，双手叉腰，霸气侧漏的半透明女皇。看什么看？武明空目光扫视全场，然后转过身，
对着非洲上的苏浪露出了一个极其谄媚，甚至有些狗腿的笑容。那啥，乖孙女婿啊，这个力道还满意不？刚才那一口纯阳气有点少，能不能再给点续费？众人，这就是传说中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苏浪看着那瞬间从 BOSS 变成打兽的武明空，满意地点了点头。他从女帝怀里抽出手，对着下方所有人，无论是那个被拍进土里的中州使者，还是那个吐血的魔教圣女，或者是那些惊掉下巴的正道宗主，朗声道：不好意思，现在这秘境入口我苏浪说了算，想要进去，男的交门票，一人一件天阶法宝，至于女的吗？苏浪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那些中州女修和魔教妖女身上扫过，必须经过本神王的摸骨体检，长得丑的、胸平的、屁股不翘的，一律滚回去。苏浪那嚣张至极的话语还在天空中回荡，然而想象中的排队交钱并没有出现，回应他的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沉默，紧接着是一种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的恐怖窒息感。咔嚓，那口刚刚还在大杀四方、威风凛凛的太祖黄金巨棺突然发出了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没油了的异响。站在棺材上的半透明女皇武明空原本霸气的身形闪烁了两下，随后那张 Q 版的脸上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那个乖孙女婿啊，本宫突然想起来锅里还炖着汤。噗一声轻响，巨大的黄金棺瞬间缩回巴掌大小，那个拽上天的祖宗直接钻回去装死。卧槽，售后服务这么差！苏浪手里抓着那块冰凉的棺材板挂件，嘴角抽搐，关键时刻掉链子，这是祖传的吗？还没等他吐槽完，哼，区区残魂也敢在定界盘面前逞凶！下方那个只剩下比基尼战甲、浑身狼狈的中州街银使、银月使，此刻脸上已经没了刚才的慌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扭曲的怨毒与冰冷。他双手托举着一个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圆盘，那圆盘转动间，周围的空间竟然开始凝固。南荒的天地法则本就残缺，此刻在这来自中州的重磅面前，竟然直接被镇压。风嗡，一道蓝色的光幕瞬间笼罩了整个非洲。噗，实力最弱的姬红叶最先扛不住，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跪倒在地，原本妩媚的脸蛋煞白一片。萧宁双身为女帝，有国运护体，但也闷哼一声，双腿颤抖，那傲人的脊梁被压得咯咯作响。这是法则压制。他咬着牙，眼中满是不甘，朕的龙气动不了了。就连修为最高的冷清秋，此刻手中的秋水剑也发出了悲鸣，他那一身凌厉的剑意竟然被硬生生压缩在周身3尺之内。苏浪，冷清秋一步跨到苏浪面前，用内纤细却坚定的背影挡住了漫天威压，声音虽然清冷，却带着一丝诀别。你走，我用秘法自爆，应该能炸开一条缝隙。走。银月使狞笑一声，手指隔空点向苏浪。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这定界盘已封锁方圆百里，就算是化神期也别想走。给我上！那2个女的，还有那个魔教叛徒，当场格杀。男的打断4肢，留一口气，带回中州。嗖嗖嗖！这一次不仅仅是那几个元婴女修，在那云层之上，竟然又降临了数10道身穿黑甲的暗卫，气息阴冷，杀意锁定。危机！绝境！系统还在休眠，祖宗没电了，老婆们被压制，这就是越级挑战的代价，这就是没了外挂后的现实。看着挡在身前瑟瑟发抖却不肯退缩的姬红叶，看着即便双腿打战也要维持女帝威掩护着她的萧凝霜，看着那个总是说着孽徒却随时准备为他去死的师尊，苏浪的眼神变了，原本的玩世不恭瞬间化为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戾气与疯魔。让女人死在我前面，我苏浪还要不要脸了？想抓老子当炉鼎？苏浪一把扯碎了身上那碍事的衣服，露出了精壮如龙的上身，体内的纯阳之火不再压制，而是疯狂逆转，开始燃烧本源精血。师尊，过来！苏浪一把抓住冷清秋的手，用力一拉。你要干什么？快滚啊！冷清秋急了，眼眶泛红。闭嘴，听我说。苏浪的声音嘶哑而霸道。这锅盘子是阴寒属性，只能压制灵力，压制不了纯阳气血。但我一个人的火不够，我要你们助我。助你？怎么助？萧凝霜此时也被苏浪身上的高温烫得一颤，强撑着走过来。人体合道。苏浪双眼赤红，如同一头绝境中的孤狼。师尊属冰为阴，陛下属龙为刚，小叶子媚骨为影，以我为阵眼，我们4个肉身结阵，把你们的灵力全部通过我的身体转化。苏浪低吼一声，猛地伸出双手，分别扣住了冷清秋和萧凝霜的命门，然后一脚将姬红叶勾到自己怀里，抱紧我。3女对视一眼，便宜你了，孽徒！冷清秋一咬牙，整个人贴在了苏浪左侧。若是朕死了，做鬼也不放过你。萧凝霜也不再犹豫，贴在了苏浪右侧。公子！姬红叶更是像八爪鱼一样抱住了苏浪。4人贴合的一瞬间，轰，并没有香艳的旖旎，只有痛。极热的纯阳之火以苏浪的身体为熔炉，疯狂抽取着3女体内的极寒、黄道、媚骨之力。呀！苏浪发出痛苦的咆哮，4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在他体内冲撞，他的皮肤开始寸寸皲裂，渗出金色的血液。他在用自己的肉身强行承受这种超越元婴期的力量负荷，他在燃烧寿元转化灵力给咱们。冷清秋感受到了
那个挡在他们中间的男人正在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他的心狠狠地疼了一下。这才是真正的他吗？平日里油嘴滑舌，关键时刻却把所有痛苦留给自己。苏浪，停下，你会死的！萧凝霜声音带了哭腔，高傲的女帝第一次感到害怕。死个屁！苏浪猛地抬头，那双原本金色的瞳孔，此刻竟然变成了诡异的一金一黑。中州老娘们，想看烟花吗？苏浪此时就像是一个人形核反应堆，抱着3个国色天香的大美女，但他现在的表情比恶鬼还狰狞。他将那混合了4人全部力量，被纯阳之火强行压缩到极致的一团光球汇聚在右拳之上，没有任何花哨的法术，就是最简单、最纯粹也最暴力的一拳。纯阳4项灭世拳，给老子碎！轰隆隆，这一拳轰出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一道金红交织带着粉色电弧的光柱直接洞穿了虚空。什么中州暗卫，什么护体法宝，在这股不要命的力量面前，统统如纸糊一般。咔嚓，银月使手中那引以为傲的定界盘出现了一道裂纹，紧接着砰，重宝炸裂，受到反噬的银月使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七窍流血，胸口那个原本傲人的起伏直接塌陷了一块，天空中那凝固的法则枷锁瞬间破碎。这怎么可能？远处的魔女幽夜手中的血骨掉在了地上，满脸惊骇。一个元婴初期带着3个女人，硬汉了中州规则，这还是男人吗？烟尘散去，非洲的甲板上早已一片狼藉。苏浪单膝跪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是血，但那脊梁依旧挺得笔直。冷清秋、萧凝霜、姬红叶3人虽然狼狈，发丝凌乱，但毫发无损地被护在他的身后。苏浪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对着空中那些已经被吓破了胆的中州女修，极其艰难地竖起了一根中指。怎么还没打够？要不再来？虚张声势！冷清秋一眼就看出来，苏浪已经是强弩之末，他的手颤抖着，想要去扶他，却又怕碰到他的伤口。苏浪，别动！苏浪低声传音，声音微弱的只有他们3人能听见。带着我进秘境，立刻，快！中州肯定还有后手。说完这句话，那个总是坏笑着的护国神王脑袋一歪，彻底倒在了那片温柔且破碎的怀抱里。苏浪，跑！冷清秋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那个总是站在他身后嬉皮笑脸喊着师尊救命的男人，此刻正像块烧红的烙铁一样软倒在萧凝霜怀里。他的皮肤红得滴血，金色的纯阳之火不受控制的从毛孔中喷出，将萧凝霜的衣服烧出了好几个大洞，露出了里面雪白的。该死，烫死朕了！萧凝霜疼得龇牙咧嘴，但抱住苏浪的手臂却死活没松开，那是一种即使被烫伤也要把它融进骨血里的偏执。别废话，跳！冷清秋反手一挥秋水剑，最后一道极其敷衍的寒冰剑气封住了身后想要追上来的银月使，然后他一把抓住萧凝霜的肩膀，顺便也把那个挂件一样的姬红叶踹了进去。3女带着一个昏迷的男人，义无反顾地扎进了那个充斥着时空风暴的黑色裂谷。撕拉，一阵天旋地转的撕裂感，仿佛被扔进了滚筒洗衣机里搅了半个时辰。砰，几声闷响，4个人像是叠罗汉一样，狠狠地砸在了一片柔软且潮湿的草地上。被压在最底下的深渊舔食者小黑吐出舌头，翻了个白眼。作为肉垫，他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量。这里是姬红叶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原本精致的魔女装都花了，看着周围那些长相奇怪，甚至还在流着粉色汁液的巨大植物，这是乾隆秘境的哪里？没人回答他，因为现场的另外2个人正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问题。谁？躺在草地上的苏浪此刻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灭世一拳的威风，他整个人蜷缩成一团，身上的衣物早就在刚才的时空穿梭中化作灰烬。此刻那一身精壮赤红的肌肉暴露无遗，但他似乎很难受，双手死死抓着身下的草皮，嘴里发出野兽般压抑的低吼，金色的汗珠刚冒出来就化作蒸汽，发出滋滋的声响。好烫！冷清秋刚伸出手想要探查他的经脉，指尖就被那一股狂暴的阳气给弹开了。这不仅仅是透支。冷清秋面色惨白，看着眼前这个快要自然的男人，声音都在抖。刚才那4项河道阵，它不仅吸收了我们的灵力，还吸入了你们2个体内的魅毒和龙毒，3种极端的燥热属性混在一起，再加上纯阳圣体的副作用。说人话！萧凝霜顾不上整理自己衣衫不整的龙袍，急得眼眶通红。朕该怎么救他？是用极品丹药，还是丹药没用？冷清秋咬了咬牙，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决绝。他现在就像个装满了岩浆的瓶子，塞任何药进去都会炸。唯一的办法，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同样一脸焦急的萧凝霜，又看了一眼旁边瑟瑟发抖的姬红叶，用最原始的办法物理降温，也就是人工疏导。疏导？萧凝霜愣了一下，看着苏浪那还在冒烟的身体，以及某些异常明显的生理反应。在这里光天化日，荒郊野岭，你想让他死吗？冷清秋冷冷地对了一句，已经开始解自己道袍上的系带了。中州那些人随时会追进来，等不到找房间了。萧凝霜看着那个随时可能暴毙的男人，一咬牙，妈的，朕的大周都差点亡了，还在乎这身龙袍？撕拉！他比冷清秋更干脆，
直接把自己那件破破烂烂的衣服撕了下来，铺在地上，把他抬上去。那我呢？我能干什么？姬红叶弱的举手。你，冷清秋瞥了他一眼，你在旁边警戒。还有，如果我们两个撑不住，你就上来当备用。备用。姬红叶欲哭无泪。草地上，苏浪依然在昏迷中，但他能感觉到，原本像是被扔进炼丹炉里炙烤的身体，突然被两股截然不同的，却同样救命的清凉气息包裹了。左边是一股带着幽香的极寒之气，即使在救人的时候，他的身体依然像冰一样凉，像是沙漠里的冰镇薄荷水。右边是一股霸道且滚烫的软玉温香。虽然女帝修的是火属性功法，但此刻为了救她，她竟不惜动用了体内的本命元婴去中和那股燥热。哼！苏浪发出了一声舒服的哼唧。这混蛋昏迷了还不老实。萧凝霜被苏浪下意识伸过来的大手捏了一下腰上的软肉，身子一酥，差点没趴在他身上。专心点！冷清秋双手抵在苏浪的胸膛上，白色的寒气疯狂注入，把你的龙气从他的丹田往下引，我要封住他的心脉，往下引。萧凝霜看了一眼那个位置，脸红的快滴血了。那里真的能动吗？朕没经验啊，没经验就学。冷清秋也没好到哪去，耳根子都在发烫。没看过那本《帝王起居注》呢？看了是看了，可是那上面画的……萧凝霜咬着嘴唇，最后心一横，死就死吧。他闭上眼，双手顺着苏浪滚烫的小腹按了下去。苏浪突然像只煮熟的大虾一样弹了一下。轻点，你要废了他吗？冷清秋急道。朕也是第一次上手啊。萧凝霜手忙脚乱。就在这两位南皇最有实力的女人为了怎么操作而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那个，要不我来。姬红叶蹲在一旁的草丛里，双手托腮，实在看不下去了。虽然我是魔教的，但论这个技术，合欢宗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冷清秋和萧凝霜动作一僵，齐刷刷的转头看向他，眼神里写着你怎么还在这，以及那你还不上来帮忙。半炷香后，这片丛林的画风变得极其诡异。高冷师尊负责暗柱上半身输送冷气，霸道女帝负责暗柱下半部分压制躁动，魔教圣女负责在一旁做技术指导，甚至还得时不时亲自上手演示一下正确的手法。苏浪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变成了一块被3个顶级大厨精心烹饪的五花肉，有人在冰镇，有人在火烤，还有人在做马杀鸡。这就是天堂吗？啪！一记耳光甩在他脸上，别一脸享受的表情。萧凝霜气喘吁吁，香汗淋漓，原本束好的长发早就散乱，几缕发丝粘在被汗水浸湿的锁骨上，美得惊心动魄，震得手都酸了。差不多了。冷清秋收回手，虽然还在极力维持那副清冷的模样，但那已经被扯得乱七八糟的道袍领口却出卖了他刚才的疯狂。火毒压下去了，但是他看着苏浪虽然不再发红，但依旧神志不清的脸，皱眉道：他透支的是神魂，想要醒过来，怕是还需要一味药。什么药？萧凝霜和姬红叶同时问。这地方叫乾隆秘境。冷清秋看向这片丛林的深处，目光幽深。既然是龙族的地盘，应该有还魂草或者龙魂果。我去！姬红叶第一个跳起来，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我的花妖对草木气息最敏感，我去找。我也去。萧凝霜整理了一下衣服，恢复了几分女帝的气场。朕有龙气感应，比你们都快，都不准走远。冷清秋沉声道：别忘了，还有追兵，我们3个轮流去，一个人留下来看住他。那谁先留？3个女人面面相觑，空气中弥漫起一股比刚才还要危险的火药味。就在这时，嗡！地上的苏浪腰间那个金冠挂件突然震了一下，一个微弱且带着几分猥琐的声音传了出来：那个，别争了，既然是为了救我乖孙女婿，本宫有个祖传的方子，叫大贝同眠疗法，要不了解一下？大贝同眠疗法。3个女人盯着那块会说话的棺材板挂件，眼神古怪。老妖婆，你虽然是太祖，但也不能为老不尊啊。萧凝霜最先炸毛，她整理着凌乱的龙袍领口，耳根红得像血滴子。朕乃95之尊，冷风主是一宗之主，就算是红叶这丫头也是圣女，这成何体统？哼，不知道谁才是老古董。PU 版武明空的虚影从挂件里飘出来，双手抱胸，一脸鄙视的看着自己的重重重重孙女，谁让你真睡了？思想真龌龊。本宫说的是三才聚灵，神魂共振。武明空飘到苏浪头顶，指了指他紧闭的双眼。他的身体虽然凉下来了，但神魂因为刚才强行透支，现在就像一块干裂的田地，光靠药物是灌不进去的，必须由你们3个分别释放出本源气息，构建一个高浓度的灵气温室，把它包在中间，用身体做导管，慢慢渗透。简单的说，武明空坏笑一声，就是你们3个得抱着它，把它挤在中间，不能留一点缝隙，像包粽子一样。冷清秋、萧凝霜、姬红叶，这我擅长啊。可是冷清秋看着苏浪苍白的脸，咬了咬牙，光靠气息渗透，速度太慢了，后面还有追兵，万一中州的人到了，那个……其实就在这时，一直趴在姬红叶领口的一朵不起眼的小红花突然动了动，噗！一阵粉红色的烟雾散开，一个只有巴掌大小，背着2片半透明叶子翅膀的小萝莉龙血花灵小花扑腾着翅膀飞了出来。哇！
主人要死掉了！小花一看到躺在地上的苏浪，立马眼泪汪汪。主人的根都蔫了！闭嘴！3个女人异口同声。呜！小花委屈地擦了擦眼泪。人家有办法可以让主人快点醒过来吗？你有办法？萧凝霜眼睛一亮，一把抓住小花的翅膀提溜起来。快说，朕赏你最好的花肥！别晃，别晃，要晕了！小花挣扎着从袖子里掏出一个晶莹剔透，还在散发着奇异幽香的小瓶子。那瓶子里的液体呈淡粉色，粘稠，甚至还在微微拉丝。这是人家的本命花蜜，龙血最神酿。小花骄傲地挺起小胸脯，这可是凝聚了这片乾隆秘境几千年的精华哦，专治神魂枯竭，甚至还能滋阴补阳。只是小花看了看苏浪，又看了看手里的瓶子，脸蛋突然变得粉扑扑的，扭捏起来。这个蜜太浓稠了，直接灌的话，昏迷的主人吞不下去的，需要有人用嘴渡给他，而且还要用舌头搅拌一下，化开药力。现场再次死寂。如果说刚才武明空的提议是温水煮青蛙，那小花的提议简直就是烈火烹油，嘴对嘴还得搅拌，怎么很难吗？武明空在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大，那小子都快挂了，你们还在这里推三阻四。哎呀，要是本宫有肉身就好了，这等好事，可这种苦活累活，本宫肯定第一个上。我来。姬红叶第一个举手，她本就是魔教妖女，这点事对她来说不算什么，甚至求之不得。你敢？不行！萧凝霜和冷清秋同时伸出手，把姬红叶按了回去。你是魔修，气息薄杂，别把她毒死了。冷清秋里有很正当，你是下属，这种事怎么轮得到你？萧凝霜理由很霸道。两女对视一眼，火花带闪电，那一起。不知道是谁提了一句。片刻后，苏浪躺在深渊舔食者那柔软温暖的肚皮绒毛上，左边是带着清冷雪莲香气的师尊，右边是带着高贵龙咸香的女帝，脚边还蜷缩着一只带着桃花媚香的圣女。3个绝色大美女按照武明空的粽子疗法，把她挤得严严实实。张嘴！冷清秋看着苏浪紧闭的嘴唇，深吸一口气，从那个小瓶子里倒出一点晶莹的粉色花蜜，含入口中，冰凉的舌尖卷过一抹甜腻。她缓缓俯下身，当2片微凉的唇瓣触碰到那滚烫的嘴唇时，冷清秋感觉自己的灵魂都颤了一下。她在心里默念了3遍清心咒，然后撬开了他的牙齿，花蜜渡进去，咕咚！苏浪喉结微动，下一个我来。萧凝霜早就等不及了，甚至有点迫不及待。他比冷清秋更霸道，含了一大口花蜜，直接捏住苏浪的下巴就附了上去。与其说是喂药，不如说是强吻。昏迷中的苏浪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眉头舒展了一些，甚至下意识的回了一口。呀，咬我舌头！萧凝霜抬头，捂着嘴，满脸通红，眼里却全是水雾。公子偏心！姬红叶不干了，从脚边爬上来。我也要喂！小花，给我倒满！好，姐姐加油！小花飞在半空中，尽职尽责的倒花蜜，这蜜很补的，多喂点。就连那只一直被压着的小黑，此刻也忍不住偷偷伸出长舌头，想去舔那个瓶子上滴落的一滴蜜。啪！被武明空一巴掌拍在脑门上。你也想分一杯羹？想得美！随着高浓度的龙血醉神酿不断输入，再加上3女身上源源不断传来的本源气息，苏浪枯竭的识海就像是久旱逢甘霖，金色的光芒开始在他皮肤下流转。那个有些暗淡的酒色原因，像是喝醉了酒的小娃娃打了个饱嗝，然后睁开了眼。呼！苏浪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他好像变成了一朵花，被好几只勤劳的小蜜蜂围着采蜜，一会是冰凉凉的薄荷，一会是热辣辣的辣椒，还有桃花味的，爽的他根本不想醒过来，但他还是醒了，因为某个部位实在是被挤压的太难受了。他缓缓睁开眼，入眼是一片粉红色的天空，以及3张近在咫尺甚至有些模糊的绝美脸庞。师尊的头发扫在他鼻尖上，女帝的大腿压在他肚子上，小叶子的手好像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卧槽！苏浪沙哑地吐出2个字，空气瞬间凝固。醒了！唰，就像是被按了弹射按钮，3个贴在他身上的女人瞬间弹开。整理衣服的整理衣服，看风景的看风景，擦嘴角的擦嘴角。那个冷清秋背对着他，声音有些发紧。你别误会，刚才是在治疗。对，治疗。萧凝霜赶紧附和，那是为了救你的狗命，是吗？苏浪撑起上半身，感觉除了有点腰酸，浑身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尤其是嘴里还残留着一股奇异的甜香。他舔了舔嘴唇，看着面前3个眼神飘忽的女人，突然露出了一个坏得冒泡的笑容。多谢3位娘子救命之恩，不过他伸出大拇指，轻轻擦过自己的嘴角。这药能不能再来一口？滚！3女羞愤大喊。就在这打情骂俏的温馨时刻，不想死就别闹了。一直没说话的武明空突然神色凝重地看向丛林深处，那片粉红色的雾气突然被搅动起来，一股令人作呕的腥风夹杂着中州特有的高傲威压，正快速逼近。那群疯女人追上来了。苏浪眼中的笑意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森寒的冷芒。他站起身，随意地披上一件从储物戒里拿出来的新袍子，活动了一下脖子，发出咔吧咔吧的脆响。既然醒了，
那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该换谁当猫，谁当老鼠了？呼！粉色的迷雾被一股狂暴的劲风粗暴地撕开，12道狼狈却杀气腾腾的身影呈扇形包围了过来。为首的银月使此刻形象可谓是艺术到了极点，他身上那套引以为傲的银龙战甲早就化作了废铁，此刻只勉强用几块巨大的胶叶和不知从哪撕下来的兽皮裹着关键部位，大片惨白的肌肤裸露在外，上面布满了刚才那一拳留下的焦黑灼痕，甚至左边的胸口上还挂着半截烧焦的布料。随着他的呼吸摇摇欲坠，太惨了。但比外表更惨的是他的眼神，那是一种混合了极致的愤怒、屈辱，以及在闻到苏浪身上那股更加浓郁醇厚的纯阳气息后难以抑制的贪婪。跑啊！怎么不跑了？银月使死死盯着那个刚刚站起来正在慢条斯理整理衣领的男人，他舔了舔干裂发紫的嘴唇，声音嘶哑的像砂纸磨过桌面。把我们的衣服烧了，看光了，玩够了，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师尊，他们眼神不对。萧凝霜此时也缓过劲来了，虽然还有些虚弱，但第一时间抽出了腰间的软剑，挡在了苏浪身前。朕怎么觉得他们不像来杀人的，倒像是来吃自助餐的？不仅是眼神，冷清秋手中的秋水剑微微震颤，发出嗡鸣。他们在结阵，绝情宫的绝情锁阳大阵专门针对南修，一旦成阵，不仅灵力会被封锁，连神魂都会被强行剥离，变成只会听命的行尸走肉。保护好公子！姬红叶从怀里掏出一大把补粉和符箓，紧张的像只炸毛的小猫。3个女人，哪怕各有伤势，哪怕刚才还在因为苏浪的吻技争风吃醋，但在此刻面对外敌，他们选择把那个男人护在身后。苏浪嘴角那抹完事不恭的笑意变得温柔了几分。这就对了，这才是软饭硬吃的最高境界。老婆肯拼命，说明这饭喂得香。但让女人挡在前面，尤其是面对一群如狼似虎的饥渴阿姨，这要是传出去，他大周第一神王的面子还要不要了？行了，苏浪伸出手轻轻拍了拍萧凝霜那紧绷的翘臀，又顺手揉了揉姬红叶的脑袋，最后极其自然地握住冷清秋持剑的手腕，往下一压。几个加起来几千岁的老妖婆而已，还轮不到你们出手。他拨开3女，迈着那种极其欠揍的步伐走到了队伍最前方，双手插在袖子里，歪着头，目光肆无忌惮地在银月使那几乎走光的身上扫了一圈，然后极其嫌弃地捂住了鼻子。我说大妈，虽然你这乞丐装挺有设计感，但是……苏浪指了指银月使的嘴角，眼神无辜。咱们能不能先把口水擦擦？滴到地上了，花花草草也是有生命的，毒死了多不好。你找死！银月使那张本就扭曲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最后的理智被这句嘲讽彻底击碎。结阵，给我压制住他，本座要生撕了他，把他那里切下来泡酒。轰！12名元婴女修同时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一张血红色的巨网从天而降，带着令人作呕的腥气和沉重的法则压力，瞬间封死了方圆10里内的所有灵气流动。苏浪身子一沉，这种感觉就像是突然被人扔进了深海，体内的元婴被死死压制，连那引以为傲的9转金身诀都变得滞涩起来。中州的阵法果然有点门道，这就是你的底牌。银月使看着苏浪微微弯曲的膝盖，狞笑着一步步逼近。没有了灵力，没有了那种诡异的火，你也不过就是一只强壮点的蚂蚁，乖乖躺下，让姐姐好好疼疼你。他伸出如鹰爪般干枯的手，抓向苏浪的喉咙，指尖闪烁着绿幽幽的毒光。身后的冷清秋刚要拼死破阵，却见苏浪突然笑了。在这个灵力全失的绝境里，他笑得无比灿烂，甚至带着几分兴奋。封锁灵力，封锁真火。苏浪松开了衣领，任由那一身精壮的肌肉暴露在血红色的阵法光芒下。没有了灵力的压制，他体内那刚刚因为喝多了蜜而无处宣泄的纯阳气血，反而像是脱缰的野马，彻底沸腾了。大妈，你好像忘了一件事。苏浪猛地踏前一步，这一步没有动用丝毫灵力，纯粹是肉身的力量。咚！大地龟裂，那张从天而降的血网竟然被这一脚震得颤了一颤。什么？银月使瞳孔猛缩。我是体修啊！苏浪的声音就在他耳边响起。太快了，没有了灵力的波动，单纯的肉身急速反而让人防不胜防。啪！一只滚烫的大手毫无花哨的穿透了银月使的护体毒气，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而且苏浪俯下身，鼻尖几乎贴到了银月使那惊恐的脸上。封锁了灵力，就意味着你们这些依赖法术的法师被我这个近战狂战士贴脸了。滋滋滋，那是烤肉的声音啊！银月使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因为苏浪的手太烫了。如果说之前的烫是开水，那现在就是浓硫酸。对于体内全是阴毒的中州女修来说，苏浪这种经过龙血花蜜提纯后的纯阳圣体，那就是剧毒。怎么可能？银月使感觉一股霸道热流顺着手腕钻进经脉，原本如一潭死水的丹田瞬间炸开了锅。痛苦？不，那是比痛苦更可怕的10000倍的痒，那是刻在骨髓深处被压抑了200年的空虚被瞬间点燃。松手，快松手！他原本要抓向苏浪喉咙的手，此刻却瘫软无力，反而像是在撒娇般的挠了挠他的胸口。松手！苏浪反手一扭，直接将这位元婴大圆满的高手按在了那棵流着粉色枝叶的大树上。
经典的壁咚姿势。刚才不是要泡酒吗？不是要好好疼疼我吗？苏浪看着他那双原本怨毒，此刻却逐渐迷离且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来，我就在这里，你动一个试试。他不仅没躲，反而还主动往前凑了凑。纯阳圣体那令人发狂的男性荷尔蒙气息，在如此近的距离下，简直就是生化武器。银月是浑身剧颤，双腿一软，竟然顺着树干滑了下去。他那几块遮羞布本就不牢固，这一蹭，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周围那12个正在维持阵法的女修看傻了，大姐头怎么跪了？而且那表情怎么看着有点像刚才那3个女人喝完药之后的样子？愣着干什么？杀了他呀！银月是凭借着最后一丝理智，尖叫着下令，但已经晚了。关门，打狗！苏浪头都没回，对着身后打了个响指。一直在装死的龙兽小黑，因为阵法只针对灵力不针对肉身，早就憋坏了。此刻听到命令，这头如同重型坦克般的深渊舔食者兴奋地咆哮一声：好！翻译，我要舔那个没穿裤子的。而苏浪的3个老婆也没闲着，敢对我的男人用这种眼神。冷清秋第一个冲了上来，虽然不能用剑气，但他身为风主，近身搏杀的技巧也是宗师级的。啪啪，2记清脆的耳光直接把2个想要偷袭的女修扇飞。萧凝霜更狠，他捡起一块石头，凭借着被苏浪强化过的身体素质，直接往那些女修的后脑勺招呼：让你封朕的号，让你觊觎朕的男人。梆梆2下，2个女修眼冒金星的倒下。姬红叶这丫头打架不讲武德，专门往人家遮羞布松的地方抓，让你胸比我大，让你腿比我长，这皮肤真差，给我下来吧你！眨眼间，这原本必杀的绝境画风突变，成了肉搏大战现场。而被苏浪按在树上的银月使，此刻已经是进气多出气少，他并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苏浪身上源源不断的纯阳之气给生生熏晕过去的。哼，中州高手！苏浪嫌弃的甩了甩手，小叶子搜身，凡是值钱的统统带走。是，公子。姬红叶兴冲冲的跑去摸尸摸战利品。然而就在苏浪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轰隆！乾隆秘境的大地突然剧烈震动，远处那条连接着皇陵的通道入口处突然炸开了一团血雾，一股比银月是恐怖100倍，甚至让整个秘境都在颤抖的气息缓缓升起。那是一种古老腐朽却又带着无上威严的龙威，以及一个极其熟悉的声音：苏浪，就算朕没了肉身，就算朕变成了鬼，也要把你这窃国贼碎尸万段。萧凝霜脸色一白，猛地看向那个方向，声音都在抖。这声音是皇叔，他不是被剥夺血脉废了吗？怎么会？不！苏浪眯起眼，看着远处那个浑身长满了骨刺、人不人龙不龙的怪物身影，那不是萧天策，那是当初困死玄印宗师祖的尸龙。苏浪一手捏着鼻子，一手嫌弃地扇着面前的风，眼泪都快被熏出来了。皇叔，我知道你恨我，但你这出场方式是不是太反人类了？你这是把大周皇陵下面的茅坑给炸了吗？前方的烟尘与毒雾中，那是一坨由无数腐烂的尸骨和扭曲的血肉拼凑起来的缝合怪。萧天策原本那张还算威严的中年帅脸，此刻像是融化的蜡油一样，镶嵌在一颗只有半边皮肉的巨型龙头侧面。每一次呼吸，那暴露在外的肺液都在发出拉风箱一样的破损声，喷出一股足以让元婴期修士都窒息的黄绿色毒雾。苏浪，龙头不动，动的是侧面那张萧天策的人脸。你这张嘴还是一如既往的臭，不过没关系，等朕把你嚼碎了咽下去，你就不会说话了。萧天策的声音不再是人的声音，而像是无数冤魂在金属管里尖叫。还有那个贱人，他那只剩下黑洞的眼眶转向萧凝霜，身为皇室血脉，竟然把真龙之气给了一个外人。你们这对狗男女，朕要让你们变成我身上的一部分，永生永世被尸毒腐蚀。皇叔，萧凝霜手里的剑在抖，是因为极度的生理不适合心寒。为了力量，你就把自己变成了这种令人作呕的怪物。大周的列祖列宗若是看到，别跟这坨烂肉谈感情，他已经不能称之为萧天策了。苏浪一把将萧凝霜拉到身后，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他能感觉到，即便没有灵力波动，这怪物身上散发出的死气浓郁的快要凝成实质了。这是一种能压制生机的力量。好！尸龙突然咆哮，尸毒吐息，大雨倾盆。那张巨大的龙嘴猛地张开，一道如同瀑布般的深绿色毒液，带着足以腐蚀金铁的恶臭，对着众人当头淋下。滋滋滋，周围的虚空都被这毒液腐蚀出了黑色的裂痕。快闪！冷清秋大喊一声，下意识的想要御气成盾。该死！那个银月使的破阵法还在，阵法是依托的脉布制的，虽然银月使晕了，但只要阵基不破，灵力压制就依然存在。来不及了！姬红叶惨叫一声，毒液覆盖的范围太大，他们现在的速度根本跑不掉。系统，救命！苏浪在心里狂吼。滋滋滋，系统严重故障，重启进度0%，检测到致死级危机，建议宿主下辈子注意点。我透你猴子！苏浪眼神一狠，扫到了那个已经翻白眼的大妈。银月使，废物利用，走你！苏浪浑身肌肉暴起，九转金身诀虽然没了灵力加持，但被动打磨出的肉身力量还在。他把银月使抡成了一个圆，高速旋转，全自动人体风火轮，给我挡！滋滋滋滋滋，漫天毒雨砸在高速旋转的银月使身上，
发出恐怖的腐蚀声。啊！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划破长空，原本被纯阳气熏晕过去的银月使直接被这强酸唤醒。他那经过千锤百炼的元婴期肉身，此刻成了最好的盾牌，背后的皮肤瞬间焦黑冒烟。你个畜生，放我下来！银月使疼疯了，手脚乱舞。坚持住，大妈！为了正义！苏浪咬牙切齿，手臂也被飞溅的毒液烫出了几个血泡。再挡一会儿，你这皮肤本来就不好，这就当换肤了。砰！最后一道毒瘤冲击结束，苏浪手里的人肉盾牌已经看不出人形了，甚至还有一股诡异的焦糊味。谢了。苏浪随手把只剩下半口气的银月使扔到一旁，然后看着那头正在蓄力第二发的尸龙，必须找到破绽。好，萧天策似乎看出了苏浪的窘迫，那半张人脸上露出了极度残忍的笑容。朕看你拿什么挡？骨刺，千本羽，咻咻咻咻！他背上的脊椎猛地抖动，无数根沾满了尸毒的尖锐骨刺，如同暴雨梨花针一般，无差别射向所有人。这物理攻击比刚才的魔法攻击更要命。完了！冷清秋眼中闪过一丝绝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苏浪脑海中那死寂的系统界面突然极其诡异地亮了一下红灯，像是接触不良的电流声。警告！检测到极高浓度秽土龙精尸龙核心，位置龙喉下方3寸，那个发绿光的地方。任务生成，掏出来，吞了它，系统重启进度可提升，若失败，全村吃席。声音断断续续，随即彻底黑屏。吞了它。苏浪看着那满身流脓的尸龙，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童子，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是吧？但眼下的局面容不得他犹豫。小叶子，放狗！苏浪大吼一声。啊！姬红叶一愣，让小黑上去顶住那些骨刺。他是龙重皮厚。姬红叶咬牙，立刻对身下的小黑下令：小黑，保护公子，冲！汪！深渊舔食者一脸懵逼，但主人的命令不可违。他悲壮的嚎叫一声，庞大的身躯像是一座肉山，猛地跃起，挡在了众人面前。噗噗噗噗，数百根骨刺扎进了小黑的皮肉里，把它砸成了一只巨型刺猬。就现在，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苏浪踩着小黑的脑袋，用力一蹬，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冲向了那头高达100丈的尸龙。他疯了！萧凝霜惊呼，主动送死。萧天策的残脸露出一丝不屑，来得好，到朕的嘴里来！他张开血盆大口，那如铡刀般的牙齿等着苏浪自投罗网。然而苏浪在空中强行扭腰，他没有冲向龙嘴，而是冲向了龙脖子上那个最恶心的毒瘤。我来帮你做个甲状腺切除手术。砰！苏浪直接抱住了那根龙颈。滋滋滋滋！啊！苏浪瞬间发出一声惨叫，疼，太他妈疼了！胸口和手臂接触到的皮肤瞬间被腐蚀，冒出青烟。但他的纯阳圣体也不是吃素的，在感受到宿主受到阴毒侵害时，纯阳之火被激怒了，不用苏浪控制，一股金色的火焰猛地从他体内爆发，以此抵抗那恐怖的尸毒。两股极致的力量在他合龙的接触面上疯狂对撞。好！萧天策也叫了，他感觉脖子上趴着一块烙铁，正在疯狂灼烧他的灵魂。滚下去！尸龙疯狂甩动头颅，带着苏浪在空中画出死亡的圆弧，一次次狠狠地撞向地面的岩石和巨树。砰砰砰！苏浪感觉五脏六腑都快移位了，血沫子顺着嘴角往下流，但他的一只手死死扣进了尸龙腐烂的肉里。还没完呢！苏浪双眼充血，盯着那龙喉下方闪烁着绿光的地方，那里面是系统重启的希望，也是唯一能杀死这怪物的弱点。师尊，老婆们！苏浪在疯狂的甩动中大吼：给我哪怕是1秒钟的机会，不管是骂他、打他，还是用鞋底抽他，哪怕是1秒钟！下方的3个女人看呆了，那个平时没个正经，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吃软饭的男人，此刻像个疯子一样挂在怪物的脖子上，鲜血淋漓，却死战不退。动起来！冷清秋一咬舌尖，用剧痛强行压榨出一丝潜力。他捡起地上不知道谁掉的一根断毛，没有了以往的仙气飘飘。萧天策！冷清秋助跑！投掷！你那张脸丑得让老娘想吐！噗！断毛准确无误地插进了萧天策那半张烂脸的鼻孔里。嗷！尸龙的动作出现了那所谓的1秒钟的僵直。就是现在，苏浪眼中的金光暴涨，他不再防御毒气，另一只手猛地探出，指尖并拢如刀，9转金身诀的力量汇聚在这一点。给我掏心窝子！扑哧！整只手臂，哪怕皮肉被毒液腐蚀的可见白骨，依然义无反顾地插进了那个发绿光的毒囊之中，手感极度滑腻，恶心至极。但苏浪抓住了一个硬硬的冰冰凉的东西，抓到你了！不！萧天策发出惊恐的尖叫，住手！那是朕的命！你命你大爷！苏浪面色狰狞，手臂发力，往外猛地一把，脓血飞溅，一颗拳头大小、散发着幽绿色死光的晶体被硬生生扯了出来。那是秽土龙精！好，失去了力量源泉，巨大的尸龙身躯猛地一僵，随后像是断了线的木偶，重重地砸向地面，尘土飞扬。苏浪从龙尸上滚落下来，浑身是血，皮肤大面积溃烂，看起来比僵尸还像僵尸，手里死死抓着那颗绿色的晶石。公子！苏浪！3女疯了一样冲过来！别过来！苏浪趴在地上大口喘气，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见。这玩意儿辐射太强，
会毒到你们。他看着手里这颗几乎能毒死1成人的东西，又想起了刚才系统那个缺德的提示，吞了它，我特吗？苏浪苦笑一声，看着自己这一身伤，为了这一口硬饭，老子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在萧凝霜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苏浪脖子一仰，直接把那颗剧毒无比的尸龙核心生吞了。1秒后，苏浪两眼一翻，浑身变绿，吐出一个绿色的烟圈。滴，检测到高危能源，系统强制重启中，进度1%、2%。警告：宿主肉身即将崩溃，需要更强的生命力进行对冲。更强的生命力，苏浪彻底失去了意识，但他的身体，那具此刻充斥着极阳和极死2股力量的身体，开始本能的向着周围生命力最旺盛的3个热源爬了过去。咚一声闷响，刚刚还霸气侧漏硬吞龙筋的苏浪，此刻像是一头失去了理智的野兽，四肢着地，喉咙里发出低沉且危险的喘息声。他的皮肤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一种诡异的惨绿色，无数黑色的死气缠绕在他身上，甚至开始腐蚀他身下的草地。好饿！苏浪双眼无神，只剩下2团燃烧的绿火，那是会吐龙筋里的贪婪意志正在疯狂反噬他的神智。姬红叶吓得缩了缩脖子，公子，我是小叶子。他话还没说完，苏浪鼻子动了动，似乎嗅到了空气中那股最诱人的同源气息。嗖，一阵腥风卷过，大周女帝萧凝霜甚至连剑都没来得及拔，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下一秒她就被一股巨大的蛮力死死按在了那棵巨大的树根之上。苏浪，你疯了！萧凝霜惊慌大喊，想要推开身上的男人，但此时的苏浪力气大得吓人，那是融合了真龙肉身之力的恐怖力量，根本不是现在的他能抗衡的。苏浪将脸埋在萧凝霜的颈窝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样子像极了瘾君子闻到了这一口特供龙的味道，那是萧凝霜体内的黄道龙气。对于正在被尸龙死气反噬的苏浪来说，这是唯一能让他解毒的血清。别咬那里！萧凝霜浑身一颤，感觉到苏浪滚烫的嘴唇正贴在他那敏感的锁骨上，那粗重的呼吸喷洒在肌肤上，烫得他心尖都在发抖。孽徒，松开他！旁边的冷清秋急了，清醒点！苏浪反手一挥，滚开！他是我的！一股黑色的气浪直接把冷清秋推开了几丈远。此时的苏浪眼中只有萧凝霜。给我！苏浪喉咙沙哑，大手猛地一撕，撕拉！萧凝霜身上那件本就破破烂烂的衣服，这次彻底报废了，雪白如玉的香肩以及那大片晃眼的春光暴露在空气中。但苏浪没有任何欣赏的意思，他猛地低头，张开嘴，近乎撕咬一般，一口咬住了萧凝霜的朱唇。萧凝霜瞳孔猛地放大，痛！他在吸血，不仅仅是血，他在苏浪的蛮横吸吮下，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想亲。萧凝霜非但没有躲，反而用大拇指抹掉了自己嘴角残留的血迹，那双总是充满威严的凤眸此刻却微微眯起，透出一股惊心动魄的魅意与危险的占有欲。他伸出手指，狠狠地戳了一下苏浪那个还在坏笑的腮帮子，朕的嘴都被你啃肿了，还没够，下次若是再敢把朕当猪蹄一样啃。他突然凑到苏浪耳边，温热的龙息喷洒在他耳廓上，声音低沉，朕就把你关进后宫，让你哪儿也去不了，天天只能伺候朕一个。咳。冷清秋重地咳嗽了一声，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他极其自然地走上前，伸出手，看似粗鲁，实则细心地替苏浪拉好了那件快要滑落的长袍领口，顺便挡住了萧凝霜那几乎要吃人的视线。陛下自重。冷清秋一边帮苏浪理顺乱糟糟的长发，一边冷冷地宣示主权。这是本座的猎徒，就算要伺候，也是先伺候本座。刚才若非本座护住他的心脉，陛下那一身霸道的龙气早就把他撑爆了。师尊此言差矣。苏浪享受着冷艳师尊难得的温柔服务，嘴上却不老实，顺势握住了冷清秋在自己胸口整理衣领的手，轻轻捏了捏那如羊脂玉般的指尖。弟子不仅心脉好好的，甚至感觉还能再战300回合。滑头！冷清秋白了他一眼，却没把手抽回来，反而反手扣住了他的手腕，脉脉含情变成了诊脉。别逞强！那尸龙的毒虽然压下去了，但隐患未除。就在这打情骂俏、气氛极其和谐且酸臭的时候，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孤寡系统？一道带着电流杂音，明显充满怨念的御姐音突兀的在苏浪脑海中炸响。这声音听起来极其疲惫，像是刚通宵加了3天班，全是想死的情绪。童姐！苏浪眼睛一亮，在脑海里狂喊：你终于活了！快，外挂续上！我要无敌！我要打10个！闭嘴！吵死了！系统御姐打了个哈欠，那颗龙筋太难吃了，本系统现在的状态就像是消化不良，功能模块大部分损坏，只剩下一个基础导航，而且电量告急，目前剩余3%。如果不及时补充能量，10分钟后我会再次强制关机，到时候别说找什么天道碎片了，你这具充满尸毒的身体立刻就会因为失去压制而原地爆炸！爆炸！苏浪嘴角抽搐，怎么充？还没找到电源插座啊！愚蠢的宿主，你身边不就是3个顶级的生物发电机吗？系统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玩味和戏谑。极阴之体、黄道龙气、天生媚骨，这都是最高级的能量源，只需要建立稳定的物理连接通道，
也就是贴贴。任务发布：人形自走充电宝，要求与至少2位保持高密度接触，直至抵达秘境核心。提示：接触面积越大，充电效率越高。如果能让他们情绪激动、羞耻、兴奋、吃醋，充电功率翻倍。苏浪听懂了，这特么哪里是系统任务，这分明是系统在给他发福利找借口啊！既然是任务，那他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了。苏浪立刻收敛了脸上的嬉笑，换上了一副极其凝重，甚至有些视死如归的表情。他突然反手，同时握紧了冷清秋和萧凝霜的手，用力之大，把2个正在互相瞪眼的女人都吓了一跳。怎么了？萧凝霜急问。不好！苏浪眉头紧锁，身子晃了晃，借势就往2人中间那极其狭窄的缝隙里挤。那尸龙的残魂在反扑，我的压制力正在消退。什么？二女大惊，必须要更高强度的灵力循环才能镇压。苏浪声音虚弱，得形成闭环。怎么个闭环法？姬红叶赶紧凑上来刷存在感。苏浪深吸一口气，眼神坚毅，我要把自己变成阵眼。师尊，你体寒，要在左边抱紧我的左腰，最好把脸贴在我的心脏位置，镇压心火。陛下，你龙气旺，要在右边搂住我的右腰，贴紧肝木之位。至于小叶子，苏浪看了一眼前面已经满了的2个坑位，叹了口气，你在后面推着我，不是，是贴着我的背，护住我的命门。这要是放在以前，冷清秋肯定一剑敲过去，骂一句不知羞耻；萧凝霜肯定一脚踹过去，骂一句大胆刁民。但现在冷清秋只是看了他一眼，冷哼一声至多，然后真的走到了左边，手臂穿过苏浪的腋下，紧紧环住了他的腰，整个人像是没骨头一样靠在他身上。那柔软的触感瞬间传遍苏浪半边身子。这样行了吧？若是敢乱动，他在苏浪腰间软肉上轻掐了一下。有你好看。萧凝霜不甘示弱，正是为了大局。他走到右边，更霸道，直接用双手锁死了苏浪的胳膊。那惊人的弧度更是毫不避讳地压在苏浪的手臂上，带来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敢嫌弃郑重试试？至于姬红叶，他早就轻车熟路了，直接像个树袋熊一样从后面抱住了苏浪的腰，脸贴在他宽阔的背脊上，小手还在他腹肌上不老实地摸了2把。公子身上真暖和。于是一个极其香艳、极其令人发指的人形坦克成型了。第一，接入多重高压电源，充电效率提升至300%，干得漂亮宿主，你简直就是为了吃软饭而生的天才。苏浪感受着被包围的窒息感，痛并快乐着，但他没有忘记正事。导航开启，随着电量回升，原本灰暗的秘境视野在苏浪脑海中清晰起来。一条闪烁着红光的路线图直通这片丛林的最深处，那一座悬浮在虚空中的道金字塔形祭坛，那里正是天道法则波动的源头。那个方向，苏浪指着前方，各位老婆，各位护法，我们要全速前进了。闭嘴，少废话。冷清秋脸有点红，毕竟这种姿势赶路确实太像某种奇怪的游街仪式了。走，4人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流光冲向丛林深处，绊住相后。一路上往左。师尊，你往哪挤呢？那边是石头，还不是因为你这逆徒非要走这条路。陛下，稍微松一点，血液不流通了，胳膊麻了。朕不管，松开了你就跑了。小叶子，手别往下伸，那是丹田，不是百宝袋。吵吵闹闹间，那座宏伟而古老的黑色祭坛终于近在咫尺。但就在众人准备登顶之时，嗡！一道半透明的灰色光幕，像是一个巨大的碗，倒扣在了祭坛周围，拦住了去路。光幕上流转着无数张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诡异人脸。心魔杖。冷清秋停下脚步，神色凝重。这是上古大能设下的精神屏障，只有内心毫无杂念或者道心极其坚定的人才能穿过，否则会被勾起心中最深的欲望，迷失在里面。杂念、欲望。萧凝霜看着那光幕，脸色有点难看。我们进不去。姬红叶也很识相，我的媚术就是玩这个的，我知道这玩意儿的厉害，难道要功亏一篑？第一，电量已充至15%，宿主，这就是最后的关卡了。系统御姐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却带上了几分蛊惑。普通人过这心魔障确实要清心寡欲，但你是纯阳圣体，还吞了龙精。本系统有个暴力破解版的方案，那就是让他们的情绪在瞬间达到极点，用爆发的荷尔蒙冲垮这个只会检测杂念的死板阵法。极点什么意思？苏浪有种不祥的预感，就是刺激他们，狠狠的刺激，让他们现在脑子里除了你装不下任何东西。简单的说，你要在这阵法面前做一个真正的修罗场之王。系统给出了具体操作指南，现在放开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这个阵法一次只能进2个人，让他们自己选，谁跟你进去双宿双飞，谁在外面喂蚊子。苏浪倒吸一口凉气，童姐，你这是嫌我活得太长了。苏浪深吸一口气，松开了紧抱着他的3个角色尤物，然后在3女疑惑的目光中，他背对着那心魔大阵，负手而立，眼神突然变得深邃而忧郁。这个阵法名为比翼双飞阵。苏浪张嘴就开始胡扯，面不改色。顾名思义，一次只能进2个人，也就是我加上你们其中的1位。果然，空气瞬间凝固了，3道目光像是3把利剑，同时刺向了苏浪，同时也刺向了彼此。我才不管什么阵。萧凝霜第一个开口，他整理了一下微乱的发丝，
女帝气场全开，向前迈了一步，直接站在了苏浪身侧。苏浪是朕的护国神王，当然是朕和他进去。这是国事。呵，国事。冷清秋冷笑一声，手中的秋水剑轻轻挽了个剑花，挡在了萧凝霜面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妻，总之长辈优先。这秘境凶险，这种冒险的事，自然是做师尊的替你们扛着。可是姬红叶弱的插了一句：“公子的身体刚才是我推过来的，没有我在后面，他万一到了怎么办？”修罗场瞬间爆发。看着这三个为了谁能跟苏浪去小树林而即将大打出手的女人，苏浪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坏笑。检测到强烈情绪波动、占有欲、嫉妒、焦急，能量值爆表，护盾破绽已出现。就是现在，苏浪根本没选，他猛地伸出双臂，将三人卷入怀中。小孩子才做选择，本神王全都要。轰！带着这股足以冲破天际的渣男气势，苏浪应声生地扛着三个尖叫的女人，像一颗炮弹一样，直接撞碎了那个还没反应过来的心魔大阵。砰！四个人像是捣大蒜一样，噼里啪啦地摔在了一座光洁如镜的黑色石台上。这一次落地姿势更惨，苏浪垫底，女帝压着苏浪的胸口，师尊坐在苏浪的大腿上，小叶子直接骑在了苏浪脖子上。脖子断了。苏浪拍着地面，艰难求救：“各位娘子，能不能先下来？这地有点硬，硌得我腰疼。”三女这才反应过来，还没等他们整理好那乱七八糟的衣服，那是什么？萧凝霜第一个抬起头，目光死死地锁定了石台中央，那里悬浮着一块只有指甲盖大小的透明碎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点像打碎的玻璃碴子，但它周围的空气正在疯狂扭曲，映射出无数张模糊的人脸，仿佛整个世界的真理都被压缩在那一小块东西里。天道法则碎片。冷清秋声音都在颤抖，眼中的渴望掩饰不住，只要得到它，别说修补南荒界壁，哪怕是立地化神也不在话下。这就是能救我大周的东西。萧凝霜也顾不上形象了，提起新换的裙摆就要冲过去，朕去拿。然而他刚迈出一步，呲，一道金色的雷霆毫无征兆地从那碎片中劈出，没有声音，却精准地轰在了萧凝霜面前的地砖上。啊！萧凝霜吓得花容失色，连退三步，那一抹龙气护盾竟然直接碎了。啧，这是天道碎片，不是地摊上的大白菜。苏浪脑海里系统姐姐的声音幸灾乐祸地响起，这块碎片的属性是真，什么意思？苏浪揉着老腰爬起来，看着那个冒烟的大坑，眼皮直跳。意思就是想要靠近他，必须面对真实的自己，在他10丈范围内叫做真言回廊，每走一步他都会拷问你的内心，如果你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系统吹了个口哨，刚才那道雷就是给骗子的奖励。这哪里是考验，这分明就是大型公开处刑现场啊！苏浪听懂了，这就是个强行玩真心话大冒险的陷阱，而且输了的代价不是喝酒，是被雷劈。我去试试。姬红叶壮着胆子走上前一步，轰！碎片发光，一道威严的声音在所有人脑海中炸响：“问心，你为何想要这力量？”姬红叶一愣，下意识地挺起胸膛，当然是为了复兴圣教，为了天下苍生不再受苦。噼啪，一道手腕粗的雷霆当头劈下。哎呀！姬红叶惨叫一声，头发瞬间被电成了爆炸头，嘴里吐出一口黑烟。说谎！那碎片上的声音没有任何感情。我错了，别劈了！姬红叶抱着头蹲在地上，哭喊道：“我想要变强，是为了把那2个老女人踩在脚下，然后把公子锁进地牢里，天天让他只跟我一个人双修。”嗡！雷霆消失了，那碎片似乎很满意，甚至闪烁了一下柔和的光芒，允许姬红叶前进了2步。全场死寂。萧凝霜和冷清秋的脸色黑得像锅底。老女人锁地牢，苏浪更是感到下体一凉。这就是你平时乖巧背后的真实想法。小叶子，你也黑化了呀？这算什么？冷清秋看着已经走了3步的姬红叶，脸红得快滴血了。这是逼良为娼，这种虎狼之词，成何体统？不成体统也得成。萧凝霜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魔教妖女都在往前走，朕堂堂女帝，难道还不如一个满脑子废料的丫头？她一步迈出，问心，你对那个男人到底是何企图？萧凝霜身子一僵，她下意识的想要拿出女帝的威严，她是朕的臣子，朕是爱才心切，想让她辅佐。呲，还没说完，电弧已经跳到了她鼻尖上。朕说还不成吗？萧凝霜吓得花容失色，闭着眼大喊：“朕想睡她，朕还想让她穿上那套露胸肌的衣服，跪在龙椅旁边给朕剥葡萄，最好是朕在上面，她在下面求饶那种。”全场再次死寂。苏浪目瞪口呆：“陛下，没想到你竟然是个这样的女帝，喜欢玩这一套。”萧凝霜喊完之后，整个人都熟透了，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完了，朕的一世英名。咳。冷清秋尴尬地咳嗽了2声，脚步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点。这也太社死了，如果让他把心里那些念头说出来，他这瑶光峰主也不用当了，直接跳崖算了。怎么，师尊怕了？苏浪虽然也很震惊，但这种时候怎么能不拱火？他笑嘻嘻地凑过去，要不徒儿帮您，比如您承认一下，那晚在梦里其实是您先动的手。你闭嘴！冷清秋瞪了他一眼。第一，
系统提示，因为2个女人都在想你的事情，导致现场荷尔蒙浓度飙升，电量暴涨至40%。宿主，别光看戏，该你了。苏浪指了指自己，废话，这阵法检测的是共鸣，你是纯阳圣体，他们的欲望都是指向你的，你不上去回应一下，他们就算把心里话说完了，也摸不到那个碎片。而且，难道你就不想借这个机会，听听这位高冷师尊的真心话？苏浪看了一眼还在犹豫的冷清秋，想，太他妈想了。师尊，请吧。苏浪做了个请的手势，咱们可是说好的，要给彼此修缮阵法，这时候退缩，是不是有点不讲义气？谁跟你讲义气？冷清秋一咬牙，豁出去了，只要拿到天道碎片，大不了事后把这几个知道他秘密的人全都毒哑。他一步迈入雷区，问心，在你的春梦里，主角是谁？冷清秋身子晃了一下，他本想含糊其辞说是个模糊的影子，但那雷霆已经悬在头顶，带着致命的威胁，是真的会劈坏道基那种。是。冷清秋声音细若蚊蝇，脸红到了脖子根。是苏浪，不够真诚。雷霆还在，你想对他做什么？冷清秋看了一眼苏浪，发现那逆徒正竖着耳朵在听，他心一横，闭眼大吼，我想让他把那些在梦里对我做过的事，在现实里全做一遍。我想让他叫娘子。萧凝霜惊呆了，只有苏浪捂着胸口，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原来你是这样的师尊。嗡，雷霆散去，天道碎片周围的扭曲屏障，因为这3个女人赤裸裸的，几乎能把空气点燃的真实欲望冲击，终于裂开了一道口子。好机会！苏浪再也不看戏了，因为再看下去，他怕这3个羞愤欲绝的女人会联手把他撕了灭口。都闪开！本神王要展现真正的技术了。苏浪顶着所有人的目光，大步流星地走向那块碎片。1步、2步、3步，雷霆没有劈他，因为这货根本没有丝毫掩饰。问心，你到底爱谁？苏浪站在碎片面前，3个女人瞬间抬起头，虽然还在社死的余韵中，但耳朵都竖得比兔子还高。这是送命题啊！苏浪看着那块映射着自己帅气脸庞的碎片，露出了一个极其灿烂且扎得明明白白的笑容。我不懂什么是爱，我只知道。他一把抓向那个碎片，掌心中纯阳之火与九转金身的力量同时爆发，声音如雷贯耳。我缠他们的身子，每一个老子全都要，少一个都不行。轰！也许是没见过如此坦诚、如此理直气壮的渣男，天道碎片剧烈颤抖了一下，他被这一句充满了真实与贪婪的豪言壮语给震懵了，防御机制瞬间瓦解。啪！苏浪的手死死地握住了那块象征着世界真理的晶体。第一，恭喜宿主通过真心话大冒险副本成功捕获天道法则碎片。但还没等苏浪高兴，一股极其恐怖、充满了中州法则气息的白色光柱突然从那被抓住的碎片中爆发，直冲天际，直接击穿了秘境的天穹。警告！警告！由于接触过度真实，已触发中州最高警戒，定位锁定南荒乾隆秘境，来访者皆因使大统领即将跨界降临。苏浪手里的碎片还没捂热，就变成了一个全幅广播的大喇叭。他看着头顶那迅速裂开的天空，以及那裂缝中探出的一只比狮龙还要巨大且涂着红色指甲油的女人手掌，那只从天之痕中探出的巨手就像是一座五指山，还没落下，恐怖的威压就已经让这座悬浮的祭坛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那是来自中州大能的降维打击。咔嚓！萧凝霜手中的天子剑崩出缺口，冷清秋的护体剑气瞬间溃散，姬红叶更是直接被压趴在地上，连动手指都困难。唯有苏浪，他手里那个刚抢来的天道碎片正散发着一种柔和的光晕，将他像个关系户一样护在中间，丝毫不受威压影响。这就是中州的女强人。苏浪没有逃，也没有用碎片去硬抗，反而背着手，歪着头，像个鉴宝专家一样，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那只越来越近的巨手。不得不说，这手很美，巨大却不显臃肿，皮肤白皙如玉，手指修长圆润，指甲上涂着那种正宫红的扣丹，透着一股摄人心魄的高贵与冷艳。只是手掌边缘似乎因为常年练功，有一层薄薄的茧子。啧。苏浪摇了摇头，发出了极为惋惜的声音。太粗糙了，简直是暴殄天物。声音不大，那只下压的巨手竟然极其人性化的顿了一下。粗糙。九天之上隐约传来一声带着怒意与疑惑的女声，好听但冷得像冰渣子。对啊，粗糙。苏浪非但没闭嘴，反而把手拢在嘴边当作扩音器，一本正经地喊道：这位姐姐，虽然你这一巴掌下来挺帅的，但是我看你这虎口位置发红，显然是肝火太旺，导致内分泌失调，皮肤缺水。再看你这指甲，虽然颜色好看，但光泽度不够，应该是最近熬夜太多，气血两亏吧。全场死寂，趴在地上的冷清秋绝望地闭上了眼。完了，你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吗？放肆！天空中的女人显然被激怒了，那巨手不再迟疑，带着捏碎一切的怒火，轰然抓下，目标直指苏浪这只嘴贱的蝼蚁。来得好！苏浪眼中金光一闪，就在那如同擎天柱般的食指即将把它碾成肉泥的瞬间，给老子停下！苏浪猛地跳起，整个人像是一只灵活的跳蚤，直接抱住了那根巨大食指。九转金身，纯阳高频模式。嗡！苏浪的双臂抱紧那根玉指，
体内的纯阳之火瞬间转化成了一种极高频率的波动，不是攻击，是推拿。姐姐，你这手指关节有点僵硬啊，是不是经常指点江山？累了吧？让弟弟给你松松土。滋滋滋，那股带着纯阳气息的热流顺着那根手指的毛孔疯狂地钻了进去。这种感觉对于那个身在中州的大统领来说极其怪异。痛吗？不痛，反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那原本要捏死苏浪的手掌，力量瞬间泄了一半。还没完，苏浪感觉到对方的犹豫，得寸进尺，他像爬杆一样顺着食指滑到了指根。哎呦，这里都起皮了，心疼死我了。苏浪张开嘴，狠狠舔了下去，舌灿莲花呀！一声哪怕隔着戒壁都能听出的尖叫响彻云霄。那只巨手猛地抽搐了一下，就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5根手指瞬间僵直，然后猛地握紧。苏浪正好卡在指缝里，香，那是真正的高阶女修字带的体香，比什么龙涎香高级了1万倍。苏浪脸都被挤变形了，但眼神依旧坚毅。变态，滚，给本宫滚！那个声音慌了，彻底慌了。他活了几百年，杀过人，屠过龙，甚至斩过魔，但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打法。这个下界的蝼蚁，他在亵渎，他在用一种极其下流的方式亵渎本宫的法体。最可怕的是，他那沉寂了500年的瓶颈，竟然因为这点刺激松动了。呼，那只巨手像是触电一样猛地松开，然后以一种逃命般的速度缩回了裂缝。哎，姐姐别走啊，这还有个全套疗程没做呢，半个卡再走啊！苏浪被甩了出来，在空中翻了个身，稳稳落地，手里还抓着一块刚才混乱中从对方指甲上抠下来的红色甲片。咔嚓，天空中的裂缝瞬间合拢，逃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句羞怒交加的狠话：你给本宫等着，这笔账本宫迟早亲自下来找你算。天地归于平静，微风吹过，苏浪整理了一下被捏皱的衣服，拿着那块还带着余温和香气的甲片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真香。然后他一回头，发现冷清秋、萧凝霜、姬红叶3个女人正呈三角形把他包围在中间，她们的表情很精彩，3分震惊，3分佩服，以及4分即将杀人的和善。苏神王，萧凝霜笑得很温柔，手里的断剑却在嗡嗡作响。刚才那纯阳高频模式怎么从来没见你用过？是不是觉得朕不配享受？逆徒！冷清秋手里拿着剑，轻轻敲打着掌心，舌灿莲花。为师以前倒是小瞧你了，公子。姬红叶在旁边磨牙，我也想要办卡，不给办的话我就咬死你。苏浪僵住了，他看了一眼手里的天道碎片，又看了一眼步步紧逼的3个女人，突然捂着胸口，两眼一翻，直挺挺地往地上一倒。啊，好强的反噬！不行了，我又昏过去了，只有抱抱才能醒过来。昏过去了。萧凝霜提着那把崩了口的天子剑，剑尖在地上画出一串火星。他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不省人事的苏浪，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冷笑。女帝转头看向冷清秋，语气看似请教，实则拱火。听说治疗这种心虚性昏迷，最好的办法是以毒攻毒，比如把他那根作恶多端的舌头割下来泡酒。陛下此法虽然解气，但太血腥。冷清秋玉指轻轻捋过耳边的乱发，声音清冷如冰，却透着一股让人头皮发麻的寒意。本座觉得他既然是因为纯阳反噬而晕倒，不如直接去世，切了那纯阳之根，一了百了，以后也就不会到处乱认姐姐了。有道理。姬红叶在旁边补刀，从裙摆里掏出一把修没用的金刚小剪刀，咔嚓咔嚓剪了2下空气。那个切下来能不能送给我？我想做个标本挂在床头。地上的尸体猛地诈尸，醒了，我醒了。苏浪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弹起来，双手死死捂住裤裆，一脸悲愤地指着这3个最毒妇人心：你们这是谋杀亲父！刚才可是我救了你们，我那是为了通过某种特殊的频率共振去瓦解敌人的防御体系，那是战术，懂吗？是高尚的战术。哼，战术！萧凝霜冷哼一声，上前一步，那只并没有穿鞋的狱卒毫不客气地踩在苏浪的脚面上，狠狠碾了一下。那朕怎么觉得？女帝微微轻身，那一双凤眸里燃烧着名为嫉妒的火焰。你刚才那一套舌灿莲花什么的，比对朕还要用心呢。平日里让你给朕按按肩膀，你都推3阻4喊手酸，怎么给别的野女人也手按，你就来劲了？那个朕看着都眼馋啊！致命送命题。冷清秋虽然没说话，但他默默地背过身，把自己那洁白的后脖梗露了出来，意思很明显，自己看着办。姬红叶更是直接在苏浪面前趴下了，摆出一个极其诱人的曲线，回过头眨眼：公子，人家腰酸要那个带劲的，全员索赔，赖是赖不掉了。苏浪深吸一口气，看了看手里那个还在发烫的天道碎片，又看了看这3个如狼似虎的女人。第一，系统提示建议宿主立刻履行技师职责，利用天道碎片的真实属性，配合按摩，可以快速提纯他们体内的杂乱气息，同时给本系统充满最后的电量。这可是双赢哦，不是4赢，这才是天道碎片的正确用法。系统都发话了，苏浪认命了。他抹了一把脸，换上了一副极其专业，甚至带着几分谄媚的笑容，2只手相互搓了搓，掌心再次亮起了金色的纯阳光芒。那个，既然各位老板不，各位娘子有需求，
本店今日开业大酬宾，来排队取号。10分钟后，祭坛画风突变，原本严肃的充满了洪荒气息的上古遗迹，此刻变成了一个露天高端养生会所。苏浪盘膝坐在中间，一声极力压抑却依然酥到了骨子里的闷哼声，从向来以高冷著称的冷清秋嘴里溢出。他正背对着苏浪，那一身破损的道袍已经退到了腰间，露出了那一整个光洁如羊脂玉般的背部，以及那2片线条优美至极的蝴蝶骨。苏浪的双手覆盖在他的肩上，师尊，这力道行吗？苏浪一边输出，一边还有闲心聊天。我看您这肌肉僵硬，显然是平日里端着架子太累了。那个天道碎片还在我怀里揣着呢，在真理面前就别憋着了。冷清秋的身子猛地一颤，那天道碎片的真实光环正笼罩着他们，身体根本不听使唤，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极其羞耻的诚实。左边再重一点。逆徒，你手往哪滑？那是太酸了。平日里那个喊着孽徒受死的师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色潮红，甚至为了配合苏浪的动作而微微挺起背脊的小女人。下一个，苏浪见好就收，主要是再按下去师尊就要融化了，该震了。萧凝霜早就等不及了，他直接一屁股坐在了苏浪面前的石台上，2条修长笔直晃人眼球的大长腿直接架在了苏浪的肩膀上，女王姿态极其嚣张。腿，萧凝霜命令道，朕刚才跑得急，足底筋膜有点紧，若是伺候的不好。话音未落，苏浪的手已经握住了那只玲珑剔透的玉足，纯阳指法一步登天啊！女帝的嚣张气焰坚持了不到半秒，瞬间崩溃，疼，不对，是酸死朕了！你这是什么指法？萧凝霜的脚趾蜷缩，死死扣住苏浪的肩膀，整个人都在往后仰，原本因为羞耻而紧绷的身体，在真实法则的强迫下彻底打开，这叫专治嘴硬。苏浪坏笑着，手指顺着脚踝上，陛下，这大腿内侧的肝经也不通啊，肝火旺，爱生气，还爱吃醋的通，你敢？那里，苏浪，你大逆不道！萧凝霜骂得有气无力，反而像是在撒娇。到了最后，这位大周女帝甚至主动把另一条腿也搭了上来，整个人像只被撸顺了毛的大猫，挂在苏浪身上哼哼唧唧。至于姬红叶，他在旁边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到我了吗？他搓着手。苏浪看了一眼系统进度条，电量99%，就差临门一脚了。小叶子，特殊照顾。苏浪对他勾了勾手指，你过来，把衣服拉开一点。啊，在这？姬红叶虽然期待，但也看了看周围，想什么呢？苏浪从怀里掏出那块滚烫的天道碎片，你的魅体特殊，最适合做容器。这块碎片能量太冲，我一个人吞容易消化不良，借你的那个心口窝暖一暖，我要把你做成增幅器，给我把电量顶满。增幅器？姬红叶似懂非懂，但下一秒，苏浪一只手按在他的后背，另一只手拿着那块闪烁着法则光芒的碎片，直接贴在了他那2团波涛汹涌之间，阴阳对冲，全功率充能。轰！苏浪、天道碎片、姬红叶3者瞬间形成了一个高能回路。呀！姬红叶的叫声最为高亢，简直就是升天。充能完毕，100%，系统全面重启，检测到宿主完成祭师的自我修养成就，正在整合天道碎片。轰隆隆，祭坛周围的虚空突然开始大面积崩塌，整个乾隆秘境因为失去了法则核心，终于撑不住了，完大了，要塌了！苏浪收回那只作恶多端的手，一把搂住那个还没回过神的姬红叶，又看了看地上2个瘫软如泥、衣衫不整的顾客。各位娘子，没时间回味了。苏浪大手一挥，直接将3个女人全部卷入怀中。身后，小黑怒吼一声，变身巨龙形态，坐稳了，我们要炸出去！轰隆隆，这哪里是逃命，这分明是坐上了一辆由于刹车失灵并且正在解体的过山车。乾隆秘境的天空像是破碎的镜面，一块块巨大的空间碎片裹挟着虚空风暴，毫无规则的乱砸下来。嗷吼！我想回家找妈妈。化身100丈黑龙的小黑，此刻虽然威风凛凛，但4个爪子倒腾的比风火轮还快。他一边发出惨叫，一边在那密集的空间裂缝中玩命的走位。而在他宽阔的背脊上，风景极其独到，风太大，听不见。苏浪盘膝坐在龙头位置，2只手各搂着一个摇摇欲坠的绝色美人，背后还贴着一个名为姬红叶的人形挂件。他扯着嗓子大喊：报警点，要掉下去了！这就是你乱摸的理由吗？左边，萧凝霜的长发在狂风中乱舞，那一身重新换上的龙袍在虚空罡风的撕扯下终于不堪重负，撕拉一声，一截绣着金龙的袖子飞走了，露出了整条白生生的如莲藕般的手臂。而苏浪的大手此刻正极其正直地扣在他那盈盈一握的腰肢上，手指似乎陷进去了几分。陛下冤枉啊！苏浪一脸浩然正气，这是离心力，是万有引力，我不抓紧点，你就被甩飞到空间夹缝里变成干尸了。说着，他又不得不用力往怀里紧了紧，一种惊人的弹性直接撞在他胸口。萧凝霜被挤得一声闷哼，脸红的像是要滴血。那你能不能别抓那里？那是软肉。右转，小黑右转。苏浪没空回答，猛地一拽左边的师尊冷清秋，
借着惯性强行避开了一道劈下来的紫色雷霆。啊！冷清秋一向稳如泰山的重心此刻也没了，整个人像是乳燕投铃一样扑进苏浪怀里。尴尬的是，为了稳住身形，他慌乱中伸出手想要抓个支撑点，好巧不巧，一把抓住了苏浪那刚才差点被去世的地方。风好像突然停了1秒。师尊，苏浪低头看着那个满脸错愕的高冷师尊，咽了口唾沫，声音沙哑：“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吧？有事回家再说可以吗？”那张中年不化的冰山脸，此刻烫得能煎鸡蛋。那是失误，别聊天了。背后的姬红叶带着哭腔喊道，他紧紧搂着苏浪的脖子，像个树袋熊。后面塌了呀！众人回头，只见刚才那个祭坛，连同那一片所谓的玉海灵，此刻像是一幅被烧毁的画卷，正在快速变成黑色的虚无。那个吞噬一切的黑洞，正张开大嘴，追在龙尾巴后面狂啃。跑不过呀！小黑一边哭一边飞，它的尾巴毛已经被吸进去几根了。第一，系统完全重启完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个令人安心的御姐音终于再次上线。这一次没有了之前的虚弱与电流声，清晰冷艳，带着一股俯瞰众生的傲慢。宿主，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区区空间坍塌就把你吓成这样，刚吃了天道碎片，你是打算留着过年吗？我也想用啊！苏浪一边承受着3个女人的洗面奶攻击，一边在脑海里吼：怎么用？我又没说明书。那个碎片赋予了你临时的法则免疫权限，只要你的速度够快，快到连法则都追不上你，就能直接撞穿这层不稳定的界壁。但是系统顿了顿，语气突然变得极其玩味，因为能量过大，你需要一个喷射口，确切的说，你需要把体内过剩的纯阳之气当成推进燃料，一次性爆发出来。爆发？从哪爆发？苏浪有种不好的预感，你的脚底板，或者是……算了，那样太丑，直接通过合体技引导到这头蠢龙身上吧，把你们4个人的灵力全部灌进龙脉里，给他加个涡轮增压。明白了，就是给小黑打鸡血。苏浪眼神一凝，都听好了，想活命的，把所有的灵力统统传给我，不管是龙气、寒气还是媚气，不想变成太空垃圾，就给老子用力顶。3女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在这种时候，只能选择相信这个总是创造奇迹的男人。来吧，嗡！3双玉手同时按在了苏浪身上，背后的姬红叶贴紧背心，左边的冷清秋扣住脉门，右边的萧凝霜抵住丹田，一股极其庞杂却又极其磅礴的能量洪流瞬间冲入苏浪体内。不够，苏浪感觉自己像个快炸的气球，但他还能撑。天道法则，给我开！苏浪怒吼一声，体内的天道碎片猛地亮起，将那3股狂暴的能量瞬间融合成了纯粹的金色动力。他猛地一拍小黑的龙角，小黑开启飞行模式 2.0， 给爷喷！嗷！我要裂开了！小黑突然浑身鳞片倒竖，那一股不知道被强化了多少倍的纯阳加天道混合能量，直接顺着龙角灌入他的4肢百骸。他的龙屁股后面，噗！真的喷出了一道长达1000丈的七彩尾焰，这推背感不是一般的大呀！苏浪只觉得眼前一黑，身上的3个女人被那恐怖的加速度硬生生拍进了他怀里，真的是严丝合缝，没有任何距离。师尊的脸贴在他的颈窝，他甚至能感觉到那温热的呼吸被压了回去。女帝的胸口压得变了形，紧紧贴合着他的胸肌，心跳声重合在一起。红叶在背后更是像张狗皮膏药，抠都抠不下来。黑色的虚空界壁被这条速度快到模糊的黑龙硬生生钻破了一个大洞，光，刺眼的光出来了。外界原本秘境入口所在的荒原，此刻正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修士。中州那些没被刚才那一波全灭的女修们，还在废墟上搭建临时的阵法，试图捞点好处。还有7煞魔教的人正在周围鬼鬼祟祟。突然，半空中的虚空像是一面镜子，被人从里面踹碎了。哗啦啦，一条喷着七彩尾气、快得像闪电一样的巨龙，带着一连串惨叫声冲了出来。然后刹车失灵，让开！没刹车呀！轰！那条龙精准无误地撞进了下方那群正在看热闹的中州女修阵营里，不知道砸坏了多少帐篷，压坏了多少花花草草。直到烟尘散去，全场数千双眼睛呆滞地看着那个大坑。大坑中央，小黑口吐白沫，翻着白眼，四脚朝天。而在龙肚皮上，一个露出精壮肌肉的男人缓缓爬了起来，身边个个都是衣衫不整，面色潮红，显然刚经历了一场极其剧烈的运动。尤其是那个平时高贵不可侵犯的大周女帝，此刻一只袖子没了，裙摆撕到了大腿根，正一脸虚脱地趴在那男人胸口大喘气。这画面信息量太大了，那是女帝陛下，那个是瑶光仙子冷清秋，还有那个魔教妖女。人群中有人惊呼。苏浪晃了晃脑袋，把粘在脸上的几根长头发拨开，看了一眼周围那数千双像是在看捉奸现场的眼睛，他深吸了一口气，既不解释也不遮挡，反而十分自然地搂紧了怀里的2个女人，又拍了拍背后姬红叶的屁股，示意她下来，然后对着全场露出了一个充满了神清气爽的微笑。哟，这么多人接机啊！那个苏浪指了指自己身上这一堆烂摊子，能不能先给点私人空间？我还要给几位娘子做个更衣后的全套 SPA。全套 SPA。嗡！空气中突然传来一声极其刺耳的风鸣，紧接着
地面上的废墟之中，早已埋设好的99811根血色长钉，同时爆发出冲天红光。咔嚓！刚刚死里逃生，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小黑，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血色大手狠狠拍在了地上。庞大的龙躯瞬间被无数血线缠绕，发出痛苦的哀鸣。噗！还在苏浪怀里没缓过劲来的萧凝霜和冷清秋再次受到重创，一口鲜血喷在了苏浪胸口。有埋伏！冷清秋脸色惨白，想要调动灵力，却发现体内的元婴仿佛被无数血色触手死勒住，连动一根手指都困难。哈哈哈！苏神王，好兴致啊！一阵娇媚入骨，却带着浓浓杀意的笑声响起。只见在那漫天血光之外，魔女幽夜正悬浮半空，手中把玩着一根还在滴血的阵旗。她的身后是七煞魔教倾巢而出的12位护法长老，以及数百名早就布好大阵的死士。真以为我们会傻傻的在外面干看着？幽夜眼神贪婪的在苏浪身上扫过。中州那些女人太蠢，只知道用蛮力。我们魔教最喜欢捡尸了，特别是像苏神王这样刚刚为了破开界壁而耗尽了灵力，身体被掏空的极品炉鼎。局面瞬间反转，这就是苏浪最虚弱的时刻。系统刚刚重启，还在自检，肉身刚刚经历了高技力过载，3个主力充电宝也因为刚才的爆发而全线哑火。捡尸！苏浪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眼神渐渐冷了下来。他动了动，发现这血色大阵竟然带着极强的腐蚀性，连他的纯阳皮肤都在冒着白烟。你想要那个碎片？苏浪问。碎片？幽夜舔了舔红唇，指着苏浪。不，小孩子才做选择。你吞了龙晶，拿了碎片，现在你的身体就是整个南荒最珍贵的人肉丹药。只要把你扔进炼丹炉，我不仅能突破元婴，还能直接打破这该死的南荒桎梏，晋升化神。化神这2个字一出，在场所有的修士呼吸都急促了。南荒千万年来的顶点就是元婴，之所以弱于中州，就是因为法则残缺，无人能踏出那一步化凡为神。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这个虚弱的男人身上，上！剁碎了他！幽夜一声令下，12名元婴后期的魔教长老同时祭出了本命法宝鬼哭狼嚎，魔气滔天。苏浪，走！萧凝霜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朕燃烧龙魂能拖住一息。闭嘴！苏浪突然一把将他按回了怀里。即使是在这种被几百把飞剑锁定的必死之局，他的嘴角竟然还在不可思议的上扬。第一，发现高危环境，检测到宿主体内天道法则碎片正在寻求载体，问是否进行法则融合。代价，因为南荒世界承受不住完整天道，你的肉身将成为唯一容器。简单的说，你会变得很烫，而且很硬。系统御姐那欠揍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硬！苏浪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光芒。那就让我看看，这所谓的南荒天道能不能硬得过这些烂番薯、臭鸟蛋。融合！轰！就在那些魔教长老的攻击即将把4人轰成碎渣的瞬间，苏浪的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碎了，又仿佛有什么东西觉醒了。一道金色的没有任何花哨的光环以苏浪为中心呈环形炸开。定！苏浪只吐出一个字：噗噗噗！漫天的飞剑、法宝、魔气在接触到那道金光的瞬间，就像是冰雪遇到了岩浆，连个响声都没发出来，直接气化。什么？幽夜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下一秒，一股令人窒息的仿佛整个世界都压在肩上的恐怖重力降临了。扑通！12名元婴后期的长老连惨叫都来不及，直接被压得跪在地上。而在风暴的中心，苏浪缓缓站起身。此时的他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他的皮肤如同流动的黄金，无数繁奥复杂的法则符文在他的肌肉纹理中游走。热！极其恐怖的热量啊！即使是有苏浪护持，贴在他身上的冷清秋和萧凝霜也感觉像是抱住了一颗小太阳。他们身上的衣物瞬间卷曲干枯，露出了大片大片通红的肌肤。热！苏浪，好热！萧凝霜难耐地扭动着身体，眼神迷离。这不仅是物理上的热，更是一种源自生命本源的渴望。忍着点！苏浪声音沙哑，如同金属摩擦。我在升级，恭喜宿主强行融合南荒本源，当前状态化神初期，说明你的身体现在就是南荒的界碑，法则不灭，你急不死，但副作用是你得时刻找人散热，否则会烧坏脑子。魔女！苏浪抬起头，那双唇金色的瞳孔里没有丝毫情感，只有无尽的威压。他伸出一根手指，那手指在空气中划过，竟然发出了切割玻璃般的刺耳声响，空间被划开了。你刚才说要把我扔进炉子里，嗖！苏浪消失了，是真正的化神期手段，空间折叠。下一秒，幽夜感觉脖子一凉，苏浪已经站在了他身后，那只燃烧着法则符文的大手没有任何怜香惜玉，一把扣住了他修长的天鹅颈。想借我的火晋升化神？苏浪贴在他的耳边，身上的高温瞬间让魔女的护体魔气如冰雪消融。正好本神王刚升了级，火气有点大，就拿你这个魔教圣女来试试水。是水！被苏浪单手掐住脖颈提在半空的幽夜，此刻哪还有半分魔门圣女的妖媚和嚣张？他感觉自己不是被人抓住了，而是被塞进了一个正在核聚变的太阳核心里。苏浪身上的金光不是普通的灵力，那是法则，是真理。对于修炼阴毒魔功的他来说，苏浪此时的每一寸皮肤都是剧毒。
放开我！幽夜浑身颤抖，护体魔气像是遇到了滚油的积雪，滋滋作响的化为白烟。烫，太烫了，经脉要融化了！烫！苏浪歪了歪头，那双如同神灵般淡漠的金瞳里闪过一丝戏谑。刚才不是你要把我扔进炉子里的吗？现在本座把自己变成了炉子，你怎么反倒不乐意了？说完，苏浪手臂一紧，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他体内那因为强行融合天道碎片而暴涨，几乎要撑爆血管的纯阳法则之力找到了宣泄口。轰！一股金色的流光顺着两人接触的皮肤，如同洪水决堤般蛮横霸道，不讲理地灌入了幽夜的体内。既然是魔教妖女，那本神王就大发慈悲，帮你杀杀君啊！幽夜昂起原本高傲的头颅，发出了一声足以让方圆10里所有男性修士腿软的尖叫。他的身体在空中猛地绷成了一张弓，黑色的紧身魔修长袍下原本流淌着黑色魔气的经脉，此刻竟然被硬生生地灌满了金色的光辉。那是极其残忍的换血，是用纯阳之力强行洗刷他的魔骨。满了呀，会坏掉的。幽夜翻着白眼，双手死死抓着苏浪的手臂，指甲嵌入他的肉里，却根本破不开那层法则精神，既痛苦的想要去死。别叫得这么难听！苏浪眉头一皱，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抬起，啪，一巴掌拍在他那不可描述的部位上，纯粹是为了震散他聚集魔气的丹田。我再给你治病，忍着！全场死寂。下方的萧凝霜和冷清秋已经看傻了。师尊！萧凝霜咽了口唾沫，看着天上那个像是个发光金人一样正对着魔女进行惨无人道折磨的苏浪，这就是化神期大能的战斗方式吗？为什么朕觉得这不像是在除魔卫道，反倒像是在霸王硬上弓？不知羞耻！冷清秋冷哼一声，手中的剑握得咔咔作响。这逆徒那是借着除魔的名义在找新的散热器。怎么，我们3个满足不了他还要去搞那个浑身魔气的脏女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名为原配愤怒的酸味。而在半空中，随着苏浪体内多余的躁动法则被宣泄出去，他眼中的金光逐渐收敛，恢复了黑白分明的清明。而手里的幽夜此时已经彻底瘫软如泥，一身魔功废了大半。但诡异的是，他体内的魔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苏浪同化后的纯净气息，就连皮肤都变得粉嫩透红。苏浪随手一甩，将昏死过去的幽夜像是丢垃圾一样丢到了小黑背上。恭喜宿主利用人肉转换器成功冷却体温，当前状态化神初期，已稳定。系统御姐的声音适时响起，带着几分慵懒和讽刺。不过别高兴得太早，你在这个位面超载了，超载！苏浪落在地上，一边享受着萧凝霜和冷清秋的死亡凝视，一边在心里问：什么意思？我现在不是南荒第一人了吗？正因为是第一人，南荒只是个残缺的下界，他的法则容器直到元婴巅峰。你现在的存在，就像是往一个玻璃杯里强行塞进了一个大铁球，世界会排斥你。系统话音未落，轰隆隆，原本被苏浪一拳轰开云雾的天空突然再次变色，但这次不是结云，而是空间裂痕，就像是一面破碎的镜子，整个南荒的天空出现了无数道黑色的口子。苏浪感觉一种莫名的推力正在把他往天上挤，仿佛这个世界在喊着滚出去。科普时间到了，土鳖宿主，系统打开了新的界面。修仙之路，化神不过是真正大道的门槛，在中州化神之后还有4大境界：一变虚期粉碎虚空，肉身虚化，能在大千世界随意穿梭；二合体期神魂与肉身完美归一，法相天地，滴血重生；三大成期法则大圆满，凡间极限，又称陆地真仙；四渡劫期，也就是等着挨雷劈过了就是仙，劈不过就是灰。苏浪倒吸一口冷气，所以我这刚出新手村，以为自己满级了，结果发现只是刚转职。没错，而且现在有个炼虚期的小麻烦正在跨界找你麻烦。还记得你刚才摸过的那个大姐姐的手吗？她的神念投影挤过来了。苏浪猛地抬头，只见在那最高的裂缝中，一只半透明的完全由星光组成的巨大虚影正在凝聚。那是一个女人，虽然看不清面容，但那身华丽到极致的地袍以及那双足以冻结灵魂的冷眸，正隔着亿万里虚空死死锁定了苏浪。下界的蝼蚁，宏大的声音响彻整个南荒，竟敢亵渎本宫的法体，哪怕隔着界壁，本宫今日也要废了你这肮脏的舌头。炼虚一怒，天地变色。那女人还没出手，仅仅是一道目光，扑通，苏浪身后的小黑直接吓尿了，把背上刚醒过来的幽夜又熏晕了过去。萧凝霜和冷清秋更是感觉神魂都要被撕裂，连站都站不稳，这才是真正的等级压制。苏浪感觉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哀鸣，那是高维生物对低维生物的降维打击。但苏浪不仅没跪，反而再次整理了一下衣领，顺便把他那已经被烫得破破烂烂的袍子敞开，露出了那充满了爆发力的胸肌和上面被女帝咬的牙印。他指着天上的那个虚影，笑得一脸灿烂，也笑得不知死活。大姐姐，这么远跑过来送快递啊？刚才摸了一下手，你就这么大火气？怎么这次投影过来是想让弟弟我帮你检查一下全身吗？全身检查这几个字在被撕裂的天幕下回荡，就像是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那个高高在上的虚影脸上。
找死！天上的那个女人再也维持不住那种漠视众生的高冷了。她伸出的那根星光巨指，原本是想像是碾死蚂蚁一样点死苏浪，但现在变了，手掌摊开，化作一道足以覆盖整座乾隆山脉的遮天光幕。炼虚法则，星河道观，没有任何花哨，那是纯粹的能量碾压，就像是一片真正的星海从9天之上砸了下来。扑通！哪怕是刚刚升级到化神初期的苏浪，在这股力量面前，膝盖也是猛地一软，脚下的山石瞬间粉碎成灰。他就像是一只被按在琥珀里的苍蝇，动弹不得。公子！身后的萧凝霜等人更是惨，连说话的能力都被剥夺了，只能趴在地上，眼睁睁看着那毁天灭地的光幕压下来。警报！警报！检测到炼虚初期，全功率打击，南荒界壁正在崩溃。如果你再不反击，这个世界会先把你这个超载元踢出去顶雷。系统御姐急了，语速快得像是机关枪。快用你的天道法则！你是地头蛇，他是强龙，用南荒的牌意反应恶心他，恶心他。苏浪半个身子已经被压进了泥土里，但他那张嘴依然比震惊还硬。懂了，不管是修仙还是打架，在这个领域，谁特么也别想比我更恶心。苏浪猛地咬破舌尖，纯阳精血喷出。南荒天道，听我号令！嗡！他体内的那个法则碎片像是被点燃了，作为融合了本源的尾借主，苏浪在这一刻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了这片被遗弃的大地。我不反抗你的力量！苏浪双手撑地，脖子上青筋暴起，但嘴角却露出了一个极其猥琐且疯狂的笑容。但我这地方穷乡僻壤，路不好走，姐姐你这投影这么金贵，小心踩到。呼！苏浪不仅没有用灵力去顶那个光幕，反而彻底放开了身心。纯阳圣体，万物内构，逆向污染。他把自己的灵魂、意识，甚至是那满脑子关于双修叠罗汉全自动包的黄色废料，全部打包混入他那滚烫的、充满了侵略性的纯阳神念中，主动迎上了那个洁白无瑕的星光投影。滋溜一声极其怪异的轻响，那个覆盖下来的星光大手在接触到苏浪神念的一瞬间变色了，从高贵的银白变成了那种带着旖旎气息的粉金。天穹之上传来那个女人惊慌失措的闷哼，这不是物理攻击，这是神魂交融。投影是神念凝聚的，这也就意味着这道投影和那个女人的本体是感官相连的。此刻的她感觉自己那纯净如雪的石海里突然闯进来了一个光着膀子、浑身发烫还一脸坏笑的无赖。那个无赖不仅在他的石海里乱窜，还对他的元神上下其手。你在做什么？女人的声音变调了，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颤抖和极度的羞耻。他感觉到一股无法言喻的热流顺着投影的连接线瞬间传遍了他在中州仙宫里的本体全身，那是苏浪的纯阳之火，也是苏浪那无孔不入的欲望。我在帮你检查身体啊，姐姐。苏浪此刻七窍流血，但笑得比魔头还猖狂。他死死抓住那道光幕，像是一个无赖抱住了一位女神的大腿，死也不松手。哎呦，姐姐你的肝火有点旺啊，肾水也不足，是不是几百年没男人滋润了？这投影的纯度也不行，太脆了，让弟弟给你加点料。混账，滚出去！女人尖叫。在中州那座神圣不可侵犯的接引仙殿深处，噗！一位身穿地袍、容貌绝世的女子猛地睁开眼，一口鲜血喷在了面前的玉案上。她那张冷艳的俏脸，此刻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浑身发软，甚至夹紧了腿。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在隔空对她做着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南荒，苏浪，本宫要杀了你！断！为了保住清白和道心，他不得不忍痛切断了自己那一缕耗费修为凝聚的神念投影。咔嚓！南荒的天空中，那个巨大的虚影瞬间崩碎，化作无数星星点点的光雨落下。赢了！下方的冷清秋和萧凝霜呆若木鸡，他们看不懂刚才那种高端局的神魂攻防，只看到苏浪对着天上那个女人吼了2句虎狼之词，然后那个恐怖的炼虚大能就好像是被非礼了一样，羞愤欲绝的逃了。这也行？噗！地上的苏浪也喷了一口血，但这次他是真的虚了，整个人像是被抽了骨头一样软倒在地。第一，恭喜宿主利用精神变态成功击退强敌，评级 DSSS 史诗级猥琐。系统给出了中肯的评价。别夸我！苏浪虚弱的摆了摆手，看着天空中正在快速愈合，但依旧有一丝极其危险气息残留的裂缝。童姐，别看戏了，那娘们切断连接前，好像给我留了个记号。苏浪拉开领口，在他的心口位置，赫然出现了一个淡红色的莲花印记，而且这印记正在发烫，每跳动一下，他就感觉体内的纯阳之气被抽走一丝。麻烦大了！系统幸灾乐祸，那是千机咒，中州那些战友与变态的女修最爱用的招数。简单说，就是个高精度的 GPS 定位器，外加阳气抽取泵，无论你逃到哪里，只要还在这个宇宙里，它都能找到你，而且它会不断蚕食你的修为，直到它把你抓回去，把你变成它的痉挛。苏浪头皮发麻，这是被榜一大姐盯上了，而且还是强买强卖那种。那怎么办？苏浪问。只有2个办法。第一，你就在南荒躲着，但南荒法则排斥你，而且你的阳气迟早被抽干，变成人干。第二，系统顿了顿，语气变得严肃，主动出击，趁着这个咒印还没完全生根，
去中州。只有到了那个法则完善的世界，你的化神期修为才能完全发挥，纯阳圣体才能找到更高阶的药引子来净化。而且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咒印是他下的，想要解开，你就得去把他说服。苏浪沉默了3秒，去中州？去送人头吗？那是炼虚期大佬啊，也不是现在就去。那个咒印还有3个月的潜伏期，这3个月是你最后的准备时间。苏浪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噩耗，公子，苏浪。冷清秋和萧凝霜终于从刚才的震撼中恢复，冲上来扶住他。你怎么样？萧凝霜眼圈红红的，刚才那个女人没事。苏浪强撑着露出一个笑容，伸手摸了摸女帝的脸蛋，一个被我魅力折服的疯女人罢了。他看向师尊，又看向小叶子。不过各位娘子，咱们的好日子可能要稍微暂停一下了。苏浪抬起头，看着那片已经彻底恢复平静，却将南荒再次封闭成牢笼的天空。世界变大了，我们这些做井底之蛙的得准备跳出井口了。3个月。苏浪低头看了一眼胸口，那个红色的莲花印记虽然暂时安静了，但他周围的皮肤依然隐隐作痛。这种痛感时刻提醒着他，在中州有一个炼虚期的疯女人正磨刀霍霍，等着把他抓回去切片研究。怎么这就淹了？冷清秋见他发呆，有些不自然地走过来，想要替他拉拢敞开的衣领，却又被那还没完全消散的法则高温烫得缩回了手。刚才那股对着上界叫板的嚣张劲儿呢？现在知道怕了？怕？苏浪回过神，嘴角一勾，直接抓住了冷清秋想缩回去的手，按在自己那烫得惊人的胸膛上。师尊，我这不是怕，我是在算日子。3个月后，要么我去中州把那个女人说服了，要么我就得在那边被做成人体标本。你也知道后果严重。萧凝霜此时也缓过劲来，他身为帝王，考虑的更实际。苏浪，虽然你现在是南荒无敌的化神期，但若是去了中州，光靠你这一身蛮力和那点下流招数，怕是刚落的就会被秒杀。女帝一针见血，之前的战斗，苏浪基本全靠纯阳圣体硬莽，或者靠系统的花式外挂恶心人。现在系统因为刚才的超载又开始装死，到了中州那种炼虚遍地走，合体多如狗的地方，这招显然不够用。第一，别看我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系统御姐那有些虚弱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刚才帮你净化魔女，融合天道，击退投影，能量早就透支了。那些什么好感度奖励、双修空间，你就别想了。现在的我，除了能陪你聊聊天，做个地图导航，基本就是个废桶。苏浪翻了个白眼，果然软饭硬吃才是王道，外挂什么的都是浮云。不过系统话锋一转，虽然不能直接给你发神器，但这里遍地都是顶级材料，你手里不就捏着一样好东西吗？苏浪低头看向掌心，那里躺着一枚指甲盖大小、散发着恐怖星光法则气息的红色甲片，这是刚才他拼死从那个炼虚期女帝手上抠下来的美甲。这玩意儿，苏浪捏了捏，硬度简直离谱。刚才他随手一划，连空间都被划破了。炼虚期大能的身体碎片，虽然只是投影凝结的，但却蕴含了他的本源法则。最重要的是，这东西和那个千机咒是同源的。如果你把它炼成武器，嘿嘿，系统的声音变得猥琐起来。只要这把武器攻击敌人，那个远在中州的女帝就会产生感同身受的幻痛。打别人等于打他，捅别人等于捅他，这不就是专为你这种变态量身定做的神器吗？卧槽！苏浪眼睛瞬间变成了探照灯，这设定太带感了，简直是精神控制加物理暴击的双重快乐。好！苏浪当即拍板，环视周围，目光在3个女人身上扫过。各位娘子，干活了！苏浪大手一挥，化神器的法则领域张开，直接在废墟中隔绝出一块绝对安全的真空地带。干什么？姬红叶有些紧张地抱着胸口。公子，我还没准备好，刚才下软了。想什么呢？我要炼气！苏浪将那枚红色甲片抛向空中，起火！轰！他掌心猛地喷出一股金色的纯阳之火，这火不同于普通的丹火，它是融合了南荒本源和苏浪纯阳精血的介于真火，也是唯一能融化那炼虚期法则的东西。滋滋滋，红色甲片在金火中剧烈颤抖，发出一声声仿佛女人尖叫的法则嗡鸣。他在抗拒，在挣扎，他岂会甘心被一个下界蝼蚁炼化？还在反抗？苏浪冷笑一声，额头见汗。单纯的纯阳之火太刚烈，容易把这东西烧废了。这玩意儿属阴，需要以柔克刚。师尊，寒气，快！淬火！苏浪大吼。冷清秋虽然不懂炼气，但听到苏浪的命令，没有任何犹豫，他立刻上前，极寒灵力如败炼般喷出，精准地缠绕在那团即将失控的红光上。滋！冰火激荡，那甲片瞬间软化了几分，开始从片状拉长，隐隐有了形状。还不够！苏浪看着那依然在躁动的红光，戾气太重，他是炼虚期，看不起我们的灵力，需要皇威压制。陛下，把你的一滴精血喷上去。精血！萧凝霜咬牙，精血是修饰根本，但他看了一眼苏浪那因为强行控火而青筋暴起的手臂，为了大周的男人，他猛地一掌拍在胸口，噗！一口金色的蕴含着大周太祖龙运的本源精血，化作血雾喷在了那团红光之上。嗷吼！红光中似乎传出一声龙吟，那是帝王与帝王的碰撞。高高在上的炼虚意志被这股更加霸道的下界龙血狠狠压了一头。成了，就差最后一步。
傅林。苏浪眼中金光爆射，现在的他只是个死物，想要让他如臂使指，必须赋予他灵性。而苏浪手里最好的灵性是什么？是他的天道碎片，以及小红叶的媚骨。小叶子，抱住他！啊！姬红叶看着那根已经在空中成型、烧得通红的长条状物体，吓得小脸惨白。抱住，会熟的，相信我，这是最后一步。苏浪语气不容置疑。姬红叶闭上眼，豁出去了。他张开双臂，以一种飞蛾扑火的姿态，将那天生媚骨的粉色灵韵毫无保留地撞向了那柄即将诞生的神兵。嗡！在那一瞬间，苏浪打出了最后的法诀：以纯阳为炉，以龙血为风，以寒冰为骨，以媚术为魂。别老子！您！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在晴空炸响，南荒的天道仿佛都嫉妒这件凶兵的诞生。光芒散去，一杆通体赤红、长约7尺的长枪静静地悬浮在苏浪面前。枪身并不是金属质感，而是像红玉一般晶莹剔透，里面流淌着如同岩浆般的金色纹路。枪尖处那枚炼虚期的指甲盖已经完全融入，化作一点极其妖艳的，仿佛带着鲜血的锋芒。但这还不是最骚的，最骚的是，当你握住它的时候，苏浪伸手握住枪杆，嗡，枪身竟然极其人性化的颤抖了一下，发出了一声类似女人轻哼的破空声，手感温润如玉，还带着一丝体温。好枪！苏浪抚摸着枪身，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让他甚至能通过这把枪隐隐感觉到遥远中某个女人现在正在洗澡。以后苏浪耍了个枪花，空气直接被撕裂出一道黑色的痕迹。你的名字就叫痛得要死，红莲逆鳞枪三女。这名字一如既往的土且直白。第一，恭喜宿主利用本系统提供的特殊淬火法，打造出尾仙气半部后天至宝，特效感同身受，持此枪造成的所有伤害，除了对本体造成暴击外，还会将被动反馈给原材料提供者，伤害转化率肉体伤害10%，精神羞辱1000%。苏浪满意的把枪往身后一背，这乃是枪啊，这是以后他在中州谈判调教的最大筹码呀。装备升级完毕，苏浪转过身，看着这一片狼藉的战场，眼神终于变得锐利且充满野心。各位，3个月太短，只争朝夕。那只手逃走的时候留下的气息很乱，我知道路怎么走了。苏浪指着南荒极西之地，那是传闻中除了乾隆秘境外另一处绝对的禁区，传说中上古修士飞升的通天塔。与其等着别人开门来抓，不如咱们带着这家伙。苏浪拍了拍身后的长枪，笑得格外灿烂，主动上门捅他一架。咚！紧接着，苏浪随身携带的迷你棺材像是因为里面的人受到了极度惊吓，啪的一声掀开了一条缝，一只半透明的小手伸出来，拼命想要把棺材盖合上。不去，死也不去！本宫就算魂飞魄散，也绝不回那个鬼地方。太祖武明空那带着奶音的咆哮声从棺材缝里传出来，充满了恐惧。苏浪挑了挑眉，老祖宗，您这反应有点大呀。苏浪把脸凑到棺材缝边，像是在哄骗把门反锁的小孩。刚才咱们不是还聊得挺好吗？您不是大周开国女皇吗？这天下还有您怕的地方？而且您不是一直在南荒土生土长的吗？屁的土生土长！武明空似乎急了，直接从棺材里飘了出来。此时的他因为之前帮苏浪打架耗尽了能量，维持着只有巴掌大小的 Q 版灵体状态，飘在空中像个暴躁的手办。他指着西边，小脸煞白。本宫，可老娘本来就是从那塔上跳下来的。萧宁霜一愣，皇奶奶，您不是太祖飞升失败才留下的残魂吗？那都是骗史官写的。武明空翻了个白眼，索性破罐子破摔。5000年前，我在中州混不下去了，被人逼婚，逼急了眼，老娘就从通天塔的中州出口顺着垃圾通道跳下来了。不然你们以为南荒这穷乡僻壤哪来的黄极金世经这种天阶功法？全场沉默。合着这位被大周子民膜拜了数千年的开国太祖，其实是个中州逃婚犯，还是跳垃圾通道下来的？原来是个海龟。他伸手捏住了空中小小指的武明空，像是捏着一只仓鼠。既然你是那上面下来的，那正好带路。我不。武明空在他手指间挣扎，张嘴就要咬。那个追杀我的家族就在塔顶守着，我现在这副鬼样子回去，分分钟被抓去当弃灵炼成夜壶。切！就在这时，苏浪脑海里那个一直装死的系统御姐突然发出了一声极其不屑的冷笑。区区中州也值得怕成这样？那里不过是苍茫九界里稍微大一点的养猪场罢了。当初本系统巅峰时期，别说通天塔，就算是神域天梯，也是想拆就拆，拿来当柴烧。童姐，您这就别吹了。苏浪在心里翻白眼，您那么牛，怎么现在还得靠我摸大腿充电？那是落魄。系统理直气壮，而且他说的也没错，通天塔确实是连接通道。不过以你现在的状态，系统扫了一眼苏浪，又扫了一眼周围那几个虽然美若天仙，但显然都不太省心的队友，你需要大量的补给品，路途遥远，车马劳顿，你的纯阳体现在就是个超级核反应堆，如果不随时添加冷却液和燃料，半路就得炸。补给。苏浪看了一眼还在那瑟瑟发抖的武明空，又看了一眼正满脸担忧的萧宁霜和冷清秋，突然他的衣摆被人拽了拽，低头一看，一只穿着粉色花瓣裙
只有小臂高的小萝莉正费力地举着一个小小的玉杯，那是之前收服的花妖，现在的神级灵宠小花。主人。小花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那一头粉色的头发还在往下滴着某种亮晶晶的液体。你是不是渴了？这是小花刚刚酿出来的特浓龙血蜜，喝一口能顶3天不饿，还能降火哦。这小东西自从被三女暴打一顿后，变得异常乖巧。苏浪接过那个大概只有指头大小的杯子，里面的液体呈现出琥珀色，散发着一股极其浓郁的异香。光是闻一口，苏浪就感觉体内躁动的法则之力平复了一丝。好东西！苏浪一口闷了，入喉顺滑，然后轰，一股热流直冲丹田。卧槽，有点补过头了。苏浪脸瞬间涨红，鼻孔里喷出2道白气。这哪里是降火，这分明是强力春药啊！不，强力补药呀！主人，小花捂着嘴，忘了告诉你，这是浓缩版，一滴要兑1缸水喝的。苏浪只觉得浑身燥热难耐，那把背在身后的红莲逆鳞枪都跟着嗡嗡作响，显然是感觉到了主人的亢奋。我也要喝。空中的武明空一看这架势，眼睛都绿了。他是灵体，最需要这种天才地宝来凝聚实体。给我一口，就一口，我就答应带路，给你个头。苏浪还没说话，冷清秋已经黑着脸走了过来，他伸出手，寒气森森地拎着苏浪的领子，眼神像是在看一只发情的公牛。喝多了。冷清秋语气危险，精力没处发泄了。师尊，这是意外。苏浪感觉不妙，正好萧凝霜也走了上来，他那件破碎的龙袍已经被他撕得只剩下贴身软甲。路途遥远，震得小黑飞不动了。既然苏神王精力这么旺盛，萧凝霜伸手一指，那就背着朕去。顺便，女帝凑到他耳边，咬牙切齿的低语，把刚才欠朕的龙气在路上慢慢还给朕。我也要。姬红叶不甘示弱地抱住苏浪的大腿，就连那飘在空中的武明空也嗅到了苏浪身上溢出的过剩纯阳气，竟然厚着脸皮一头扎进了苏浪的怀里，准确说是卡在了衣领里。好暖和，这里是风水宝地。武明空死赖着不走，我是老祖宗，尊老爱幼，懂不懂？这个位置是我的，滚出来！萧凝霜急了，那是朕的地方，先来后到，本座还是他师尊呢。看着这几个为了抢位子而差点打起来的女人和女鬼，苏浪深吸了一口气，感受着体内快要爆炸的能量。他猛地一跺脚，都别吵了。苏浪把身后的长枪往地上一插，眼神变得极其悲壮。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体是唐僧肉，不仅能修炼，能取暖，还能当充电宝。既然大家都要用，苏浪张开双臂，做出了一个极其大无畏的姿势。那就老规矩，不管是女帝、师尊、圣女，还是老祖宗，想蹭排队拿号，谁敢插队，本神王的枪可不认人。下一位，快点换班了。萧凝霜，你超时了。南荒极西，一片被称作陨仙大漠的死寂之地高空，小黑背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极其严肃、关乎生死的交接仪式。呼！萧凝霜满脸潮红，衣衫凌乱的从苏浪怀里爬出来，像是一条刚离水的鱼，大口喘气。不行了，这哪里是取暖，这简直是抽骨髓。苏浪，你的体温已经破200度了吧？230。苏浪面无表情，皮肤呈现出一种即将融化的暗金色，他就像是一个行走的核反应堆，周围的空气都在扭曲。体内的南荒本源和纯阳法则正在疯狂打架，如果不靠这几个极阴体质的老婆轮流吸热，他早就炸了。师尊，该你了。苏浪毫不客气地伸手。孽徒！冷清秋咬着牙，虽然满脸羞耻，但还是极其熟练地扑进了苏浪那个滚烫的怀抱。极寒元婴运转，不仅是降温，更是把自己当成了那个防止反应堆熔毁的控制棒。滋滋滋，两人接触的瞬间腾起大片白雾。舒服。苏浪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吟，这种在走火入魔边缘反复横跳的感觉，竟然莫名有点爽。到了。就在这令人脸红心跳的夹住冷却液过程中，一直在苏浪领口里当缩头乌龟的 Q 版武明空突然探出头，指着前方，那是我的伤心的，也就是你们要找的通天塔入口。众人抬头，瞬间窒息，只见在那漫漫黄沙的尽头，一根直径足有100里的黑色巨柱，上顶苍穹，下插黄泉，如同一根定海神针，贯穿了整个天地。而在那巨柱的底部，周围的空间密密麻麻全是裂缝，无数黑色的闪电像蛇一样乱窜，一种古老苍凉且充满了绝望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通天塔！萧凝霜震撼道。大周史书记载，这里是成仙路。成个屁的仙！武明空吐槽，这就一根连接2界的排污管道，上面的人往下扔垃圾，下面的人想顺着管道爬上去，结果大部分都被那层层的阵法和守护兽给吃了。守护兽！苏浪眯眼，不用武明空解释了。轰隆隆，地面开始剧烈震动，那通天塔底部的沙海突然炸开，一尊足有1000丈高，由无数断剑、枯骨和生锈铠甲组成的巨大傀儡缓缓站了起来。他没有头，胸口是一张燃烧着幽冥鬼火的巨嘴，手里托着一把长达数千米的早已断裂的生锈铁剑。好，下界蝼蚁进行！这一吼，声浪夹杂着炼虚期级别的残缺法则，直接把空中的小黑给震得翻了白眼。那是剑种守卫！武明空尖叫，缩回了苏浪衣服里，是用上界扔下来的废气仙气怨念化成的，皮糙肉厚，打不动的，快跑！
这玩意儿哪怕是当年的我全盛时期也不敢硬刚。跑！苏浪把师尊轻轻放到一边，从背后缓缓拔出了那杆通体赤红，还带着妖艳光泽的红莲逆鳞枪。老子现在这一身火正愁没地方泄呢。苏浪脚掌在龙背上一踏，砰！小黑再一次悲鸣着下坠，每次受伤的都是我。而苏浪整个人已经化作一颗金色的流星，迎着那尊千丈傀儡冲了上去。大铁疙瘩！苏浪手中的长枪发出兴奋的嗡鸣，那是渴望鲜血的颤抖。借你的身体，给爷试试枪。那傀儡显然没见过这么头铁的下界修士，挥动那把如同山脉般的生锈巨剑，横扫而来。来得好！苏浪不闪不避，体内的化神期纯阳之力不要钱一样灌入枪身，特效发动，感同身受。第一枪，钻！苏浪手腕疯狂抖动，长枪在空中化作千万点红芒，最后汇聚成一股极其恐怖的螺旋劲气。叮！红莲逆鳞枪精准地点在了傀儡那坚硬无比的金属膝盖上，看似坚不可摧的仙气残骸，在这把枪面前就像豆腐一样脆弱。但这只是开始。与此同时，亿万里之外，中州紫霄仙宫瑶池深处，水雾缭绕，仙音袅袅，一位身穿半透明金丝凤袍的绝色女子正慵懒地靠在白玉池边。她闭着眼，周围无数侍女正如履薄冰地伺候着。这就是那位之前投影下界却被苏浪非礼而气得吐血的紫霄女帝。那该死的下界蝼蚁！等那千机咒发作，本宫定要将你的神魂抽出来，点天灯10000年。他还在心里盘算着满清10大酷刑。突然，嘶！女帝猛地睁开凤眸，整个人像是一只炸了毛的猫，从水中弹了起来。就在刚才那一瞬间，她的左膝盖突然传来了一股极其剧烈且带着高频震动的刺痛感。什么东西？女帝惊怒，低头一看，膝盖完好无损，白皙如玉，但那股直达灵魂深处的酸爽和被侵犯感，却清晰的让她脚趾都扣紧了地砖。难道是那个混蛋？还没等她想明白，下界的苏浪已经杀疯了。给老子震！苏浪握着长枪，在那傀儡的伤口里搅动。哎呦，这大家伙还会叫！傀儡发出了低沉的金属轰鸣。而中州这边，扑通！那位高贵的女帝刚刚站起来，膝盖一软，直接跪在了水池里。啊！住手！她双手死死抓着池边的玉石，那种感觉又痛又麻，还带着一丝法则共鸣带来的该死的快感。苏浪！女帝咬碎银牙，脸色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但苏浪听不见。这一条腿废了，换个地方。苏浪一个瞬移，拔出长枪，对着傀儡那虽然没有性别，但位置极其敏感的胯下，眼神一凝，这个位置应该是阵眼核心吧。是我一招纯阳爆裂突刺，轰！那把名为痛得要死的长枪裹挟着红莲业火，对着那个部位狠狠地刺了进去。中州瑶池，呀！一声哪怕是整个紫霄仙宫都被震动的高亢尖叫穿透了大殿，门外的侍女们吓得跪了一地。陛下！殿内一片死寂，水面平静下来。那位统御亿万生灵的女帝此时正趴在池边，浑身抽搐，眼神涣散，两行清泪顺着眼角流下。她的一只手捂着小腹，另一只手在虚空中乱抓。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这该死的法则连接居然把那种地方也连上了。拔出来了！随着苏浪一声带着野性回音的怒吼，那杆通体赤红并在枪尖处冒着白烟的红莲逆鳞枪，带着大片破碎的阵法符文，猛地从那尊千丈傀儡的身下抽出。轰！并没有想象中的爆炸，那巨大的金属傀儡仿佛被抽走了灵魂。他那原本燃烧着鬼火的双眼，光芒瞬间暗淡，像是坏掉的灯泡闪烁了2下，然后熄灭。庞大的身躯僵直了片刻，紧接着咔嚓咔嚓，无数裂纹以那个被爆破的中心点为圆心，像蜘蛛网一样瞬间爬满了他那巍峨的全身。轰隆隆，就像是一座崩塌的铁山。这遵守了通天塔几千年的化神期巅峰守卫，在苏浪那直击灵魂的一枪下，变成了一堆真正的废铜烂铁，轰然倒塌，激起万丈尘埃。呼！苏浪把枪扛在肩上，感受着枪身传来的那种震颤，不仅没有疲惫，反而觉得浑身通透。第一，检测到高频反馈信号，来自中州紫霄仙宫的好评已送达，信号特征极度抽搐，且带有强烈杀意。系统御姐吹了个口哨，宿主干得漂亮。那边的服务器好像瘫痪了，据我推测，那位女帝陛下现在的状态大概需要换一条裙子，外加换一池水，才一次就瘫了。苏浪撇了撇嘴，一脸嫌弃，炼虚期大能也不过如此嘛，抗击打能力太差，这要是放在咱们南荒，那就是身娇体弱，是病得治。身后的3个女人面面相觑，她们看着苏浪那把长枪，又联想到刚才那个傀儡倒下的姿势，不知为何，明明是场硬仗，她们却感觉脸红心跳，好像刚看了一场什么不正经的动作片。行了，别回味了。苏浪大手一挥，化神期领域撑开，吹散烟尘，露出那傀儡倒塌后地面上那个直径只有1米、黑黢黢还往外冒着寒气的洞口。这就是入口，这是不是有点小？萧凝霜皱眉，身为女帝，她习惯了走正门，走大道，这就是所谓的通天路，怎么看着像是个狗洞？我都说了这是排污口。1岭里的武民空探出头，嫌弃的捏着鼻子，这是逆行通道，正规的门在云端上面锁着呢，只能走这里，而且这里因为常年堵塞，
可能会很难进。苏浪眼神一亮，这种事本神王最擅长了。苏浪掂了掂手里的枪，那上面还残留着炼虚期的法则波动，正是最好的开路钥匙。小黑变小点，苏浪一声令下，那条累得半死不活的黑龙瞬间缩小成了一条迷你泥鳅，钻回了苏浪的袖子。各位娘子，苏浪转过身，露出一个极度让人不安的笑容。抓紧我，这通道里面是乱的，待会儿要是挤着了，谁要是掉队了，可别怪我照顾不到。三个女人虽然心里发毛，但动作整齐划一。师尊抱左手，女帝抱右手，圣女轻车熟路抱后腰，出发。四人合体，化作一道金色的流星，直接扎进了那个黑黢黢的洞口。通天塔内部没有光，只有无尽的罡风如同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而且这地方果然如武明空所说，是个排污管道，里面充斥着从上界倒下来的废弃法则碎片、断裂的法宝残渣，甚至是上古神兽的粪便化石。这些东西经过千年的堆积，已经像结石一样堵死了上升的道路，过不去啊！萧凝霜看着前方那堵得严严实实的垃圾墙，急了，连空间瞬移都用不了，没路。苏浪在黑暗中双眼冒光，没有路，那就打出一条路。苏浪举起手中的红莲逆鳞枪，这把枪里可是融合了中州女帝的一部分，在这个由中州法则构建的塔里，它就是最高权限的通行证。既然堵了，那就给你通通。嗡嗡嗡，枪尖高速旋转，形成了一个红色的法则钻头，噗呲噗呲，轰隆。苏浪就像是一个暴力拆迁队，他不管前面是什么，什么千年寒铁废渣钻，什么上古阵法残片钻，什么化神期妖兽的骨头统统钻烂。他一路向上狂飙，手里的枪震的那叫一个欢快。但有人不欢快了，中州紫霄仙宫刚被侍女们七手八脚抬出浴池，换上了干爽凤袍，正准备吃一颗丹药压惊的女帝陛下，刚刚坐稳，丹药还没进嘴，那股该死的感觉又来了。这次还是在全身，因为苏浪正在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开路，每一次都会化作精神上的感同身受，无死角的反馈到他的身上。哐当，女帝手里的茶盏飞了，她整个人在龙椅上弹了起来。别！女帝抓着龙椅的扶手，她的脸红的已经不像是正常人类了，眼中水雾弥漫，只剩下想要杀人却又使不上劲的绝望。苏浪，你这个死老鼠！本宫一定要！门外的侍卫和侍女们吓得瑟瑟发抖，面如土色。陛下这是在练什么神功？听着怎么像是走火入魔了？通天塔内，阿嚏！苏浪打了个喷嚏，奇怪，这地方怎么这么热？他揉了揉鼻子，手里的动作却没停。刚才感觉不错啊。随着最后一层坚硬的垃圾屏障被打穿，一缕久违的极其浓郁且带着仙气的纯净灵光从上方洒落下来，视野豁然开朗。他们终于穿过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垃圾通道，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充满机械感和符文光芒的金属大厅。这是真正的界域中转站。但还没等他们高兴，警报！警报！检测到非法入侵，检测到下界污染物携带者，防御协议启动。大厅四周成千上万个刻着紫色雷纹的炮口同时伸出，死死锁定在了苏浪的身上。而大厅中央，一个穿着女仆装、身材火辣但表情冷漠如冰的机械傀儡少女缓缓降落，她的手里拿着一份通缉令，上面的画像正是苏浪，下面的批注是一行鲜红的大字：特级变态，死活不论。苏浪理了理乱糟糟的头发，露出一个极其欠揍的笑容。这位铁娘子，我如果在这儿开启最大功率……苏浪坏笑着，他是不是得当场水漫金山？那个悬浮在空中的机械女仆歪了歪头，她那双毫无感情的红宝石电子眼里流过一串蓝色的数据流。第一，语音语义分析中检测到低俗词汇，判定目标具有强烈的生殖、崇拜倾向与不可控的交流幻想，危险等级提升至变态 max。苏浪嘴角一抽，你这翻译系统是谁写的？能不能正经点？不论你是谁。机械女仆抬起手臂，那个看起来纤细白嫩的手腕瞬间咔嚓一声翻转，变成了一个黑洞洞的闪烁着离子蓝光的三管加特灵灵能炮。根据中州仙盟发布的 S 级通缉令，紫霄女帝悬赏你的项上人头，而本塔主武家则对你的尸体比较感兴趣。抹杀程序启动。轰！没有任何废话，漫天的灵能光束像雨点一样泼洒下来，每一道光束都足以洞穿元婴后期修饰的护体法盾。小心，这是灭神光，专门针对元神的。缩在衣领里的武明空间叫起来，完了完了，我就知道家里人守在这儿，这铁鸽子是我二叔做的守门员，只有打碎核心才能停。核心！苏浪手中长枪一转，在身前舞出一个密不透风的红色火轮，叮叮叮叮叮，那些灭神光打在红莲逆鳞枪上，全部被那层属于女帝法则的红光给弹开了。不愧是女帝的指甲盖，防反效果拉满啊！苏浪眼神一亮，看着那些光束四散飞溅，把周围的墙壁打得千疮百孔。但是苏浪突然感觉手里的枪震动了一下，不是他主动震的，而是枪身内部传来了一声极其清脆却又决绝的崩断声。下一秒，枪身上那种暧昧的温热感消失了，原本妖艳的红光也暗淡了几分。虽然还是一把神兵，但却失去了那种仿佛握着美人玉手般的灵性。第一，系统提示很遗憾，您的远程调教外挂已到期。对方显然不想再被你白嫖快感，
他动用了某种秘术或者神器，强行断开了与这枚指甲的连接，系统幸灾乐祸。现在这只是一把单纯的硬一点的枪了。中州紫霄仙宫，女帝正脸色苍白地收回一把剪断了红线的金剪刀，她吐出一口鲜血，那原本高贵的凤袍已经被冷汗湿透，但她的眼神却是前所未有的冰冷和怨毒。断了，终于断了。她摸了摸还在隐隐作痛的膝盖和小腹。苏浪是吧？女帝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本宫倒要看看你拿着把死枪到了中州怎么死。来人，传令下去，开启困仙锁，回到通天塔。切断了。苏浪愣了一下，旋即撇嘴，切的倒是快，玩不起是吧？行。苏浪眼神变得凶狠起来，本来想走技术流，既然没外挂了，那就只好让这位铁娘子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暴力美学。苏浪双脚在地面猛地一踏，轰！那坚硬的特种合金地板直接被踩出2个大坑，他整个人顶着那密集的火力网不退反进，像是一辆人形重坦，硬生生地撞了过去。公子的肉身好硬！姬红叶在后面看得目瞪口呆，那些灭神光打在苏浪身上，发出金铁交鸣的脆响。南荒本源加持下的半部化神肉身，此刻硬度堪比仙气。给老子过来！苏浪瞬间秃脸，一把扣住了机械女仆那个正在开火的加特林手臂。警告！遭遇近战压制，动力如过载。苏浪猛地发力，咔嚓！那条精密的机械手臂直接被他像掰甘蔗一样给生生扯了下来，电火花四溅，动作太僵硬了。苏浪一枪柄砸在机械女仆的脑袋上，把她那完美的合金脸蛋砸进去一个坑。而且这衣服设计的也不合理，这么紧身，方便散热吗？撕了！苏浪反手一扯，机械女仆胸口那块用于保护动力核心的装甲板直接被暴力掀开，露出了里面正在疯狂旋转、闪烁着红光的球形反应堆。这就是核心。苏浪看着那个散发着毁灭气息的红球，机械女仆显然不打算坐以待毙。第一，判定无法力敌，自毁程序启动，倒计时3、2，想炸！武明空在后面尖叫，那是虚空爆裂雷，炸了咱们都得完蛋。炸个屁！苏浪冷笑一声，在我面前玩球，你还嫩了点。苏浪伸出手，极其流氓地把那只还带着纯阳高温的大手直接覆盖在了那个正在读秒自爆的动力核心上。纯阳法则，强制吸能。嗡！就像是一个强力吸尘器遇上了一堆灰尘，那个即将爆炸的能量球像是被人扼住了咽喉，所有的暴躁能量顺着苏浪的手臂疯狂地涌入他那本就欲求不满、时刻处于亏空状态的纯阳圣体中。有点麻，像跳跳糖。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不习惯低调。既然通缉令都发了，那就让这场中州首秀。苏浪一脚踹开了青铜大门，来得更猛烈些吧。轰！巨大的青铜门像是一张被暴力踹开的巨嘴，重重地砸在两侧的金石墙壁上。烟尘散去，没有想象中的刀光剑影，也没有预想中的尸山血海，迎面扑来的是一股夹杂着灵果香气、妖兽烤肉味以及脂粉气的极其奢靡的红尘气息。卖报！中州修仙日报特大新闻：紫霄女帝今日无故旷宫，瑶池传出奇怪惨叫，疑似练功走火入魔。震惊！某神秘男子在下界竟敢对女帝神念不轨，现已列入仙盟 S 级通缉令，悬赏1亿极品灵石。喧闹沸腾，这里根本不是什么荒郊野岭，而是一个巨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广场。天空中无数流光溢彩的飞梭如鱼群般穿梭。广场中央，一座足有1000丈高的巨大水晶屏幕上正滚动播放着一张全息影像通缉令。那画面赫然是一个男人光着膀子对着天空竖中指的特写，旁边配文：苏浪，男，对高贵女性有极强的破坏欲，危险程度变态级。而此时大门的动静吸引了广场上数万修士的目光，空气突然安静了3秒，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看着那个站在青铜门口，衣衫褴褛，左手牵着一个高冷道姑，右手搂着一个暴衣女王，背后还背着一个魔教妖女的男人。最重要的是，他的脸和屏幕上那个变态重合了。卧槽，是他，就是那个值1亿灵石的变态，他竟然从排污通道爬上来了。人群瞬间炸锅，但还没等那些散修冲上来抢悬赏，嗡，几十道强横至极的气息瞬间锁定这里。一群身穿紫金战甲、胸口绣着5字的执法修士从4面8方包围而来，领头的是一位须发皆白、面容威严的化神期巅峰老者。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大坑，又看了一眼那扇被踹歪的大门，脸皮疯狂抽搐。好胆！老者一步跨出，威压如山，竟敢强闯我武家，不仅打坏了守卫塔林，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带这么多女人招摇过市，当这天武城是你家后花园不成？苏浪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威压，不仅没跪，反而伸出一根小指头掏了掏耳朵。哎呦，好大的官威啊！苏浪另一只手把玩着那把已经没了连线功能的红莲逆鳞枪，一脸无所谓地看向那个老头。如果我没猜错，这地方还真算是我家后花园。放肆！老者大怒，手中祭出一尊金光闪闪的宝塔。老夫武震天，武家长老，在这天武城，谁敢说是你的家？来人，给我把这个下流胚子拿下，把他的那根作案工具纸枪也给我没收。等等！苏浪突然抬手大喊一声：武震天是吧？那你爹是谁？你爷爷又是谁？你知道你家老祖宗小时候尿床喜欢画什么地图吗？
一派胡言！武震天气得胡子乱颤，老夫的太爷爷乃是武家战神武无敌，老祖宗更是传说中那个不能提名字的禁忌，岂是你个下界土鳖能议论的？不能提名字。苏浪笑了，他突然把手伸进了自己那个已经被扯得松松垮垮的衣领里，在3个女人惊恐的目光中掏啊掏，最后像拎一只小鸡仔一样拎出了那个一直躲着不肯露面，只有巴掌大小的 Q 版萝莉武明空。来，苏浪把拼命捂着脸的武明空举到面前，对着那个气势汹汹的武大长老晃了晃，大侄孙子，你看这是谁？全场死寂。武震天那原本还要落下的手僵在了半空，他瞪大了浑浊的老眼，死死地盯着苏浪手里那个正在疯狂蹬腿企图钻回衣领的小东西，那眉眼还有那灵魂深处让他这种武家血脉本能的想要下跪的威压，这不可能。武震天哆哆嗦嗦地指着武明空，您是那个5000年前因为逃婚离家出走带走了家族镇宅之宝黄极金世经的大姑奶奶。哎呀，烦死了！武明空见躲不过去了，索性不装了，他飘到半空，双手叉腰，虽然是 Q 版，但架子端得很足，对着武震天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痛骂。武无敌，那个小鼻涕虫的重孙子，怎么长的？长得跟他一样磕碜，那个破塔能不能收起来？晃下本宫的眼了，看见祖宗还不跪下，是不是想让本宫把你也写进族谱的不孝子孙一栏里去？扑通！虽然不可思议，虽然这画风很崩坏，但那种来自血脉的压制是做不了架的。武震天腿一软，竟然真的带着几10个执法队员哗啦啦跪了一地。参见大姑奶奶。武震天磕了个头，一脸懵逼。您这是？他看了看只有巴掌大，而且看起来显然只剩下灵魂体的武明空，又看了看那个正一脸欠揍背着手站在旁边的苏浪，一个荒谬的念头在脑海中升起。姑奶奶，您怎么会在这个男人的衣服里？而且还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苏浪那宽松的领口上。武明空脸一红，正想解释这是没办法，这是权宜之计，苏浪却抢先一步，他极其自然地伸出手，重新把武明空抓了回来，塞回怀里，还拍了拍，然后对着地上的一群孝子贤孙露出一个极其令人遐想的笑容。问得好！苏浪把萧宁霜搂紧了点，又用眼神示意冷清秋给他把衣服拉好，摆出一副这家里我说了算的姿态。我和你们老祖宗的关系吗？这么说吧，你们老祖宗虽然只剩灵魂了，但晚上也是怕冷的。我呢，体质特殊，火力旺。这一路走来，苏浪意味深长地顿了顿，指了指胸口的位置，他一直都睡在我这儿，没有我这口纯阳之气养着，他早就魂飞魄散了。所以，苏浪挑眉看着那个已经快要裂开的武震天，按照辈分，你们是不是该管我叫一声？苏浪掂了掂手里的枪，叫我一声姑爷爷。姑爷爷这3个字就像是一道9天神雷，把武震天劈得外焦里嫩。现场数万名吃瓜修士的下巴更是掉了一地。武家是谁？中州3巨头之一，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下界飞升上来的，穿的像个叫花子的野男人，张嘴就要当武家长老的姑爷爷，这操作已经不是狂了，一派胡言。武震天还没反应过来，他身后一个穿着金甲的年轻天骄先炸了，那是武震天的儿子武战，哪来的下界野修，竟敢亵渎我武家先祖，给我死！轰！武战手中长戟一抖，元婴后期大圆满的修为爆发，那一戟刺出，虚空都在震颤。别动！那是武震天刚想阻止，但已经晚了。苏浪稍稍把衣领敞开了一点，然后那只原本还在挣扎的 Q 版萝莉武明空就被他很是随意的挡在了脸前面。卧槽！看到那张熟悉的刻在武家祖祠正中央画像上的脸，正在冲锋的武战吓得魂飞魄散，他在半空中强行扭腰，把这一击硬生生的给收了回去。噗！灵力逆流，这位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少主直接喷出一口鲜血，像只断线的风筝一样从天上栽了下来，脸着地摔了个狗吃屎。全场，哎呀，这孩子怎么行这么大的礼？苏浪依然保持着那种要把人气死的笑容，单手托着已经没脸见人的武明空。看来你们家教还是挺严的嘛，还没过年呢就给祖宗磕上了。武震天的脸黑得像锅底，他盯着苏浪，准确的说是盯着苏浪手里的人质，那是货真价实的祖宗气息，如假包换的黄极金世经本源波动。可是阁下，武震天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杀意，咬牙切齿的说道，即便您手中真的持有我族先祖的残魂，这也不是你能羞辱武家的理由，把老祖宗交出来！武震天眼中金光爆闪，往前逼近一步，化神巅峰的威压如海啸般压来。若是把老祖宗交还给我武家供奉，我可以送你回下界，但你若敢挟天子以令诸侯，老夫手里这镇魔塔可不认得什么亲戚。威胁，赤裸裸的威胁。萧凝霜和冷清秋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他们现在灵力耗尽，苏浪虽然强横，但也只有化神初期，根本打不过这种巅峰老怪。交出去！苏浪却笑了，他低下头看了看手里那个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 Q 版萝莉。明空啊，你大孙子让你过去呢。苏浪用手指戳了戳武明空的软乎乎的脸蛋，你要不要去那个什么塔里待着？听说里面环境不错，只是没有纯阳之气息而已。武明空猛地一哆嗦，没阳气息？开什么玩笑？他在太祖金棺里憋了5000年，早就饿疯了。要不是苏浪这口变态级的纯阳之气吊着，
他现在就是一阵风吹散了都莫蒂尔库去，跟那些冷冰冰的牌位待在一起，绝对不行！我不去！武明空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叫，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这位曾经威压中州的一代女帝，竟然死死抱住苏浪的手指，像只树袋熊一样顺杆爬，嗖的一下，重新钻回了苏浪那个充满捍卫和阳刚之气的衣领里，甚至还从里面探出一个小脑袋，对着他们喊道：“别管我，我就住这儿了，谁也别想把我从这里拔出来，这儿暖和。”武震天那张老脸上的肌肉疯狂抽搐，感觉自己三观碎成了粉末。老祖宗说他不回来，就要戴在那个野男人的胸口里，还说那儿暖和，听到了？苏浪摊了摊手，把衣服拉好，还不忘拍了拍那个微微鼓起的位置，这是他自己选的，毕竟老人家嘛，怕冷，离不开我的体温。你们这些当晚辈的要懂得体谅。你，武震天气得捂着胸口，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哪是老祖宗，这简直就是给武家抹黑啊！这要是传出去，武家先祖赖在一个下贱男人的衣服里不肯出来，武家的脸往哪搁？我看你分明是用了什么妖术控制了老祖宗。武震天眼中杀机毕露，敬酒不吃吃罚酒，众将听令，布阵，把这个亵渎先祖的狂徒轰隆！就在武家准备动手的瞬间，天空中那个巨大的通缉令全息屏突然像是受到了什么干扰，滋啦滋啦几声后，画面变了，不再是苏浪那张竖中指的帅照，而是一个极其威严却带着森森含义的大红色杀字。紧接着，天穹撕裂，一艘足有万丈长、通体由紫水晶打造、散发着恐怖地威的战舰，如同一座倒悬的山岳，应声生地挤进了天武城的上空。那不是战舰，那是紫霄女帝的清征行宫绝情号。紫霄仙盟办事，闲杂人等退散。一道尖利高傲的女声响彻云霄，哗啦啦，成千上万名身穿紫衣、气息强大的女修如蝗虫般从战舰上飞落，瞬间将整个广场围了个水泄不通。为首的一名女子手持金色剪刀法宝，眼神怨毒地锁定了地上的苏浪。苏浪，你逃不掉的，女帝有令，不论你是谁的人，不论你躲在哪，只要还是个男人，就要把你抓回去，不仅要剁碎了喂狗。那女修咬牙切齿，显然是听说了女帝受辱的内幕，还要把你的魂抽出来，镇压在瑶池茅房底下，受万年羞辱。这是多大仇多大怨啊！镇压在茅房，太狠了吧！这局面瞬间变成了死局，前有武家想要清理门户，后有紫霄女帝想要赶尽杀绝。苏浪好像真没路了。萧凝霜紧张地抓紧了苏浪的手臂，怎么办？要不我和师尊自爆给你杀出一条路？自爆什么自爆？苏浪翻了个白眼，在女帝挺翘的鼻梁上刮了一下。败家娘们，好好看着，这就给你们表演一个软饭硬吃的高级教学。苏浪非但没怕，反而转身把后背留给了那漫天的紫霄仙盟女修。他看向正一脸纠结准备看戏的武震天，大孙子。苏浪突然换上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指着天上那艘不可一世的战舰，看见没有？那娘们是来抓我的。武震天冷笑，那是你活该，恶人自有天收，老夫正好省了力气。糊涂啊！苏浪猛地一拍大腿，声音悲愤，他抓我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看了他一眼，但这不仅仅是抓我，这是在打你们武家的脸啊！你想想。苏浪指了指自己那还鼓鼓囊囊的衣领，你们老祖宗在哪？在我怀里。紫霄那娘们要抓我去干什么？要去填茅房。苏浪声情并茂，痛心疾首。那要是让他把我抓走了，岂不是等于把你们武家的老祖宗也一起抓去填了茅房？什么？武震天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他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自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姑奶奶跟着这个男人一起背，这武震天的手开始抖了。这还没完呢，苏浪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机会，继续火上浇油。你也知道，现在外面都在传我和女帝有点那个啥，这明显是情债。如果今天你们武家眼睁睁看着我，也就是你们老祖宗现在唯一的房东，被另一个女人当众抢走，还是在你们天武城的地盘上。苏浪扯着嗓子对着周围那几万个举着流饮石正在直播的修士大喊，大家评评理啊，这算什么？这不就是说武家怕了紫霄女帝？这不就是说武家老祖宗连自己的眼连自己的宿主都护不住？这以后中州谁还把你们武家当巨头？干脆改成缩头乌龟算了。这能忍？我是忍不了。大孙子，你能忍吗？苏浪这一番连珠炮逻辑虽然强盗，但杀伤力爆表，尤其是周围那无数道聚集过来的充满怀疑的目光，让极度好面子的武家上下瞬间涨红了脸。这要是真让紫霄仙盟在武家大门口把人抓走了，武家的脊梁骨就断了呀！岂有此理！虽然明知道这小子是在激将，但这阳谋太他妈毒了。紫霄仙盟的人动手！天上的金剪刀女修可不管这一套，谁敢拦阻，视为向女帝宣战！杀！数百道流光带着杀气直冲苏浪而来。苏浪动都没动，反而悠哉地从储物戒里掏出一把瓜子，分给了旁边的师尊和女帝。就在那金剪刀即将刺中苏浪眉心的瞬间，嗡！一座万丈高的金色宝塔虚影轰然砸落，像是一个巨大的罩子，把苏浪等人死死护在中间。当！金剪刀崩飞，武震天站在塔顶，须发皆张，手中拐杖重重一顿。他也不想救，但他没办法呀，老祖宗还在那个混蛋怀里揣着呢。放肆！武震天对着天空中的战舰发出一声震动全城的咆哮。当我们武家没人了吗？
在老夫的地盘上抢人，就算是紫霄女帝亲至，也得给我下来走2步，下来走2步。那个手持金色剪刀的女修，也就是紫霄仙盟第1行刑官，听到武震天的咆哮，竟然扑哧一声笑了。他笑得花枝乱颤，胸前的铠甲都在震动。不只是他，天上那几千名紫衣女修都在笑，眼神里都是轻蔑。吴老头，金剪刀女修伸出一根手指，极其随意地拨开了指尖的一缕发丝，语气慵懒：“谁给你的勇气，敢对着我们仙盟的战舰吼？就凭你那一身老掉牙的化神期修为，还是凭你们武家那群？”他目光扫过广场上那些虽然愤怒，但显然底气不足的男性弟子，嘴角勾起一抹讥讽：“只会看家护院、繁殖后代的男人们！”轰！这话一出，就像是一记耳光，狠狠抽在武震天和所有武家男儿的脸上。武震天握着拐杖的手都在抖，气抖冷。怎么？金剪刀女修脸色突然一冷，手中的剪刀法宝寒光爆闪。不服？在中州，公狗都知道见到母狗要夹着尾巴，你一个男修长老，不过是家族推出来的门面罢了，真以为自己说了算？女帝要的人，你也敢拦？姐妹们！他猛地一挥手，给我打！出了事，本座担着，先把这群只会狂吠的男人给我轰开。是。漫天女修齐声交喝，无数道紫色的流光、飞剑、符箓，像是下雨一样，无视了武家的防御阵法，直接往那些男性弟子头上砸。惨叫声瞬间响起，这哪里是两军对垒，这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家暴现场。武震天撑起的金色宝塔虚影，在那金剪刀的连续攻击下，竟然开始出现了裂痕。苏浪躲在塔下面，手里还抓着一把瓜子，却忘了嗑。他有点懵，他回头看向冷清秋，至尊，这就是你说的大事？冷清秋面色凝重，挡在苏浪身前，我早就说过，在中州，男人的地位只取决于他的利用价值。下一秒，一道几乎要冻结灵魂的恐怖气息突然从天武城的最深处爆发，不是化神，那是半步炼虚，哪个不知死活的？一道霸气侧漏，充满了御姐磁性，却又带着无尽杀意的声音从虚空中炸响。啪！一个足有磨盘大小的青色巴掌印，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半空，然后重重地抽在那个手持金剪刀的女修脸上。啊！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行刑官，直接被这一巴掌抽飞了3000米，整个人镶进了远处的一座钟楼里。紫霄仙盟的攻势瞬间停滞。谁？所有人惊恐地看向武家深处，只见一条完全由灵力凝聚的金光大道从内城铺展而来，一个身穿绣着9条金凤的大红长袍，身材火爆到爆炸，脸上戴着半张面具的女人，踩着一双恨天高，一步步走了出来。她每走一步，武震天和那些男性弟子的腰就弯下去一分，那种发自骨子里的敬畏根本装不出来。家主！武震天也不成塔了，直接转身对着那女人深深一拜。是武家那个女疯子武曌。旁边被打飞的金剪刀女修吐着血爬出来，看到这女人，眼里全是惊恐。武曌，武家现任家主，中州出了名的护短狂魔，他的目光像是有 GPS 导航一样，瞬间穿越了数千米的人海，死死锁定了正准备把最后半颗瓜子塞进嘴里的苏浪。那一瞬间，苏浪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误入了狼群的小绵羊。那个女人的瞳孔瞬间缩成了针芒状，然后放大，那是见到了极品猎物的眼神，那是饿了3天的人见到了满汉全席的眼神。呼，香风扑面，苏浪还没反应过来，那女人已经瞬移到了他面前，两人的距离只有不到10厘米。苏浪甚至能闻到她身上那种带着淡淡血腥味的，如同熟透了的红酒般的香气。武曌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像是个变态一样，对着苏浪脖颈间散发出来的纯阳热气，陶醉的吸了一大口。啊，这该死的，甜美的阳气！他睁开眼，眼白里竟然泛起了诡异的红血丝。吴老头！武曌头也不回，一只手已经极其不老实地搭在了苏浪的肩膀上，指甲轻轻划过他的锁骨。这次你立大功了，竟然给本宫捡回来这么一个极品顶炉！苏浪浑身汗毛炸立，这女人的手劲极大，他竟然完全挣脱不开。咳！苏浪干咳一声，那个大妹子，请自重，我是你们武家老祖宗的房东，不是什么顶炉。房东？武曌挑了挑眉，眼神迷离地看着苏浪，舔了舔红唇。什么房东？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的肉。老祖宗？他嗤笑一声，吴老头老糊涂了，你也跟着糊涂。我家老祖宗5000年前就失踪了，就算真的回来，武曌那只手顺着苏浪的锁骨往下滑，直奔胸口，也不会看上你这种下阶的小弱鸡。这肉质，这硬度太完美了，只要吸了你，本宫体内的阴毒，他根本不在乎苏浪怀里有什么老祖宗。在纯阳圣体的致命诱惑面前，祖宗能治他的阴毒吗？祖宗能让他突破炼虚吗？不能，但苏浪能。啪！就在武曌的手即将触碰到苏浪胸口那个微微鼓起的小包时，一只肉乎乎的小手突然从苏浪的领口里伸出来，狠狠地拍掉了武曌的手。紧接着，一个只有巴掌大 Q 版但眼神极度嫌弃的小脑袋钻了出来。武曌是吧？武明空双手叉腰，漂浮在苏浪胸口，对着那个比自己大了无数倍的曾孙女怒目而视。谁让你摸她的？她是你能摸的，没大没小。静！武曌的手僵在半空，他愣愣地看着那个飘在空中的散发着纯正黄道龙气的小东西。这气息，这长相，虽然变 Q 了，但这确实是挂在祠堂正中央
那个让他从小膜拜到大的太祖奶奶。太祖！武曌那张魅惑众生的脸上表情瞬间崩坏。您真在他衣服里？废话！武明空白了他一眼。我不住这儿住哪？这儿暖和，还防震。倒是你！武明空指着武曌那一身快要开叉到大腿根的红袍，一脸恨铁不成钢，穿成这样像什么话？还敢对你姑爷爷动手动脚？这可是救了老祖宗病的人，这口洋气！武明空像是宣誓主权一样，小小的身子往苏浪胸口上一趴。是我的，只有本宫能吸，谁敢抢，我就把他逐出族谱。武曌被骂懵了，但很快他反应过来了，他的目光在 PU 版老祖宗和帅得发光的苏浪之间来回游移，一个惊人的、大胆的，甚至有点违背祖宗决定的念头在他脑海里炸开。既然老祖宗都说这儿暖和，那就说明这男人的纯阳之气连灵魂体都能滋润，那对肉体的效果岂不是？咕咚！武曌极其响亮地吞了一口口水，他突然对着苏浪和武明空极其标准地行了个万福礼，脸上那要吃人的表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孝顺。既然是姑爷爷，武曌抬起头，眼神火热，那都是一家人。既然姑奶奶您说这儿暖和，他一步步逼近苏浪，那强大的半部练虚气长把周围的冷清秋和萧凝霜都挤开了。那身为晚辈，我也想进去尽尽孝心。苏浪尽孝这几个字让苏浪的头皮像试过了一遍高压电，还没等他拒绝，呼，一阵带着滚烫气息的香风直接把他整个人包裹住了。武曌那张美艳到近乎妖异的脸几乎是瞬间贴到了苏浪的鼻尖上，太快了，快到苏浪连护体罡气都没来得及撑开。武曌的声音沙哑黏腻，像是沾了蜜糖的蛛丝，他那双原本还是正常黑色的瞳孔此刻已经扩散到了极致，里面只有2个疯狂旋转的血色漩涡，还有苏浪那张倒映在漩涡中心的脸。您知道吗？我每天晚上都冷得睡不着，骨头缝里像是塞满了冰渣子，怎么暖都暖不过来。他一边说着，那只保养的像是极品白玉一样的手死死扣住苏浪的肩膀，指甲鲜红如血，且长得有些不正常，此刻正一点点刺破苏浪的衣服，深深陷入他的皮肉里，甚至勒出了血痕。疼！但这女人完全没有松手的意思，反而因为闻到了苏浪血里的阳气味道，眼神变得更加狂热。好香，血是烫的，肉也是烫的，呵呵呵！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低笑声从他喉咙里挤出来。武曌突然低下头，像是一只嗅到了肉味的大猫，在那道刚抓出来的血痕上狠狠吸了一口。嘶！他浑身剧烈颤抖，脸颊瞬间涌上2团诡异的潮红，就像是久旱逢甘霖，又像是瘾君子吸到了第一口烟。太棒了，就是这个味道，只有这个才能救我。他猛地抬起头，那眼神已经不是看长辈了，甚至不是看人，那是看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救命稻草。别动，让孙女好好疼你。武曌一只手扣住苏浪的腰，另一只手极其霸道地探向那个还被武明空霸占着的领口，把这个老鬼扔出去吧。孙女我更懂得怎么侍奉长辈。他嘴角甚至拉出了一条晶莹的丝线，这是尽孝，这特么是吃人啊！你别过来！怀里的武明空吓得发出了土拨鼠尖叫，死死抓着苏浪的胸肌不放手。这是我家，不准你进来，滚出去！冷清秋和萧凝霜终于反应过来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让2个女人同时炸毛，离他远一点！枪！轰！寒冰剑气与黄道龙拳同时轰向武曌的后背，没有任何留手，只取要害。面对这种顶级病娇，稍微留手苏浪就没了。然而面对身后的必杀一击，武曌头都没回。造蛇！轰隆！一股猩红色的实质化的恐怖气浪以他为中心骤然爆发，这不是灵力，这是纯粹的煞气和阴气。噗！本就强弩之末的冷清秋和萧凝霜像是被火车撞了一样，直接喷血倒飞而出。这就是中州半步练虚的实力，哪怕不算法宝，光靠等级压制就足以秒杀状态不佳的他们。别碍事，谁敢碰我的东西，我就把他的皮剥下来做灯笼。武曌的声音阴冷的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但下一秒，当他转头看向苏浪时，表情瞬间无缝切换成了那个乖巧却扭曲的孝顺孙女。碍事的人都飞了，现在没人能阻止我尽孝了。他嗤笑着，整个人几乎是挂在了苏浪身上，那滚烫而丰腴的娇躯，哪怕隔着破烂的衣物都能感受到惊人的弹性和热度，甚至他的腿已经不知不觉地缠上了苏浪的腰，像是一个死扣，跑不掉了哦。您是我的，您身上的每一滴血，每一缕气都要喂给我。眼看着那张红唇就要映上来，轰隆隆，天空再次震动。紫霄仙盟那边的战舰群显然不想看这出家庭伦理剧，开炮！那个刚刚爬出来的金简刀行刑官捂着肿胀的脸颊怒吼：不管是谁，女帝有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连武家那个疯婆子一起轰！咻咻咻咻！数百道紫色的凌厉重炮拖着毁灭的尾焰，无差别地覆盖了苏浪和武曌所在的区域。我透！苏浪瞳孔一缩，这火力覆盖，他现在可没有无敌外挂，但比他反应更快的是那个病娇。武曌眼中的迷离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打扰了进食的极致的暴虐。烦死了！他猛地从苏浪身上弹起，原本柔弱无骨的身躯，这一刻仿佛化身为上古魔神。他抬起头，那头长发在狂乱的铃压下根根倒竖，化作血红。本宫不是说了吗？谁也不能抢我的！
东西！轰！只见他双手虚空一抓，天武城广场下方的地脉大阵竟然被他硬生生抽离了出来，无尽的红色煞气在他手中凝聚成2把100丈长的血色弯刀，给我碎！刷刷，2刀斩出，没有花里胡哨的技巧，只有力劈华山的疯狂。血色的刀光逆流而上，像是2轮升起的血月，什么灵力重炮，什么阵法护盾，在这一刻就像是豆腐渣一样被切开。轰轰轰轰！那艘紫霄仙盟的前锋战舰，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一声，直接被这恐怖的刀气在空中切成了4段，炸成了一朵绚丽的烟花，全场死寂。这就是五疯子为了抢个男人，直接把紫霄女帝的船给剁了。还没完呢，武曌立在半空，身后是一片火海废墟，眼神扫过天上那些还没被击落但已经吓傻了的紫衣女修，敢觊觎我的电池，死！消！他身影消失了，下一秒便是单方面的屠杀，快得连苏浪的神识都跟不上，只看见天空中像是在下饺子一样，那些高傲的仙盟女修一个个惨叫着被扔下来，当然都被很有分寸的避开了脸，只打断了腿。短短时息，清场。呼！半空中的武曌长吐出一口浊气，似乎发泄了一通后，他的理智稍微回来了一点点，但也只是一点点，因为消耗巨大，他体内的阴毒反是更加剧烈了。他缓缓转身，看向地面的苏浪，眼神比刚才更加饥渴，更加露骨，更加不可理喻。这下真的清静了，再也没有人会打扰我们了。嗖！他瞬移回苏浪面前，这次没有丝毫犹豫，趁着苏浪还在震惊他的战斗力，他一把扣住了苏浪的手腕。不等苏浪拒绝，他两眼一黑，因为阴毒反是彻底爆发，再也支撑不住，整个人像是一滩滚烫的岩浆，软绵绵的倒了下去。然后精准无误地把脸埋进了苏浪的小腹，甚至在昏迷前，双手还死死地抱着苏浪的大腿，那架势仿佛那就是他的氧气罐。沉默了许久的低电量系统突然诈尸，恭喜宿主捕获神疾病交易之，检测到对方因为过度缺氧，正在昏迷中本能地开启强制吸取模式。温馨提示，建议您别动。苏浪僵在原地，低头看着挂在自己腿上怎么甩都甩不掉的绝美挂件，又看了看周围一群目瞪口呆的武家孝子贤孙，他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那个大孙子，这事儿你管不管？轻点台，别扯着当。哎呦卧槽，大孙子你看着点路。天武城武家家主请功，奉七无。苏浪是被4个元婴期长老，像是抬皇上或者说抬连体婴儿一样，小心翼翼地抬进来的，没办法，根本分不开。武曌就像是焊死在了苏浪身上，苏浪试过，就算是用巨力去掰，镇娘们的牙齿都不带动一下的，甚至发出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为了避免在大庭广众之下射死，也为了保住自己的那条裤子，苏浪只能妥协，让人把这尊挂件连同自己一起抬回来。砰！殿门重重关上，隔绝了外面那群武家子弟八卦又敬畏的眼神。偌大的寝宫里只剩下苏浪以及一屋子令人窒息的红色的纱帐，红色的地毯，红色的蜡烛。这里不像是女人的闺房，倒像是一个用来举行某种邪恶献祭仪式的婚房。那个大妹子到家了，能松开了吗？苏浪被扔在那张足有10米宽的巨大的铺满软毛的云榻上，他试探性地拍了拍怀里那个绝美的后脑勺。武曌没醒。家，他呢喃着，原本只是死死抱着的动作突然变了，就像是一只回到了窝里的小兽，为了把猎物摆放得更舒服一点，开始在他的身上扭动。祖宗帮忙啊！苏浪绝望地戳了戳衣领里的 Q 版萝莉，你这不知道第几代的孙女要吃人了，别找我！武明空死抓着衣领内侧，把自己缩成一个团，瑟瑟发抖。这丫头是个疯子，我刚才看到了，这屋子墙上挂的全是刑具，她要是发起疯来，连我也得被做成标本。你自己惹的烂桃花，自己评。说完，这怂货直接切断了神识连接，装死去了。警告，宿主纯阳库存已下降至30%，检测到目标武曌，吸取效率正在因环境舒适而加速，建议宿主立刻寻找破局之法。提示，您左手边3点钟方向的梳妆台上检测到特殊高阶灵纹反应。苏浪心头一跳，他艰难地扭过头，顺着系统提示的方向看去，那是一张巨大的由万年血檀木打造的梳妆台，上面没有胭脂水粉，只有一把金色的剪刀，几个诡异的瓶子，以及一支笔，一支通体雪白，像是用某种生物的脊骨磨制而成，笔尖却红得像血一样的毛笔。它静静地悬浮在笔架上，哪怕隔着几米远，苏浪都能感觉到它上面散发出的那种极其不正经的波动。那是什么？苏浪伸长了手，够不着，但他现在和武曌贴得太紧，2个人的灵力在疯狂交互。苏浪心念一动，大挪移术起，嗡！那支笔受到召唤，化作一道流光，一下飞到了苏浪手里，入手温润，像是摸在女人的皮肤上。笔杆上刻着2个扭曲而古朴的小篆，话痨。物品名称：画地为牢，改天阶上平宝器。原主武曌。功能介绍：这本是武家用于绘制高阶阵纹的法宝，但经过长期且特殊的改造，这支笔内部注入了极强的阴煞魅毒。特效1：敏感1000倍，凡是被此笔画过的地方，痛觉与触觉将放大10倍，哪怕是呼吸都能让人颤栗。
特效2：言听计从。若是配合特定的奴文，画在特定部位，可强制目标身体处于绝对僵直状态，方便施术者进行某些长时间的操作。备注：这似乎是这位病娇女家主专门准备的聘礼之一。苏浪看完了系统介绍，手一抖，差点把笔扔了。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但下一秒，苏浪眼神变了，强制僵直。他看向怀里还在像八爪鱼一样蠕动的武曌，如果不让他僵直，自己这根人参今天真要被炖汤了。对不起了，大妹子。苏浪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既然是你准备的凶器，那就别怪我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系统有没有能让他松开的正文？正在检索，方案已生成上古静置，散宫苏古文，绘制部位小腹下3寸，关元穴与中极穴之间，绘制时长3息。小腹下3寸。苏浪低头，那个位置此刻正被那件开了叉的大红色凤袍遮得严严实实。不管了，再不画就要被吸干了。起开！苏浪费力地抽出左手，那雪白细腻的肌肤滑腻的惊人，但他现在顾不上享受手感，直接掀起那红色的裙摆，哗啦，布料翻飞，一抹触目惊心的雪白暴露在红色的烛光下，没有丝毫赘肉的小腹，因为常年的修炼而有着极其漂亮的马甲线，再往下是平坦而紧致的小腹肌。苏浪握紧了手里的话痨笔，体内仅剩的纯阳灵力灌入笔尖，嗡，那血红色的笔尖陡然亮起，像是一根烧红的烙铁，发出一阵轻微的嗡鸣声，可能会有点热。苏浪自言自语，对着那处致命的雪白狠狠落笔。吃，笔尖接触皮肤的瞬间，就像是滚油滴进了雪堆里。原本处于深度昏迷，正在本能索取的武曌，突然像是被电击了一样，整个人猛地向上一挺，那原本紧闭的双眼瞬间睁开，瞳孔剧烈收缩，只有纯粹的生理上的失控。这是10吗？那是灵魂都在发抖的颤栗，10倍的敏感度啊！加上苏浪那滚烫的纯阳灵力，这种感觉就像是用一根极细的羽毛，在他的灵魂深处最痒的地方疯狂地挠了10000次。别动，忍着！苏浪额头上全是汗，手很稳，龙飞凤舞，笔尖在他的肌肤上游走，留下一道道闪烁着金色光芒的符文。每画一笔，武曌的身子就剧烈抽搐一下。不要，好痒，好怪，在奇怪的地方写上去了。他的声音从刚才的霸道病娇变成了带着哭腔的求饶，甚至那张咬着苏浪的嘴也因为过度的刺激不得不松开，转而发出急促到极点的喘息。松了！苏浪大喜，趁热打铁，最后一笔。他手腕一抖，笔尖顺势下滑，在正文的收尾处重重一点，凤轰！那个金色的正文瞬间没入他的皮肤，武曌那紧绷到了极致的身体，就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样，瞬间瘫软如泥。那双死死箍着苏浪大腿的手臂也无力的滑落。呼！苏浪像是从鬼门关爬出来一样，手脚并用，连滚带爬的从他身下钻了出来，整理好自己已经被扯成了露脐装的衣服。真他妈要命！他抹了一把冷汗。然而还没等他那口气松到底，床上那个刚刚被封印了的女人突然动了。武曌缓缓撑起上半身，那一头红色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在光洁的背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小腹上那个还在散发着余热的印记，又看了看手里拿着笔站在床边一脸警惕的苏浪。这一次他眼里的血色褪去了，也没有了之前的暴虐和疯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到了神明般的极致的狂热与迷恋，还有一抹娇羞到了极点的绯红。这算是？他伸出手指，颤抖着抚摸着那个印记，抬起头，那双眸子里仿佛要滴出水来。姑爷爷，您还没过门是不是？他伸出舌尖，极其色气地舔了舔嘴角。太心急了点。苏浪，不对劲，这剧本不对劲，这特么不是封印阵法吗？怎么看起来像是盖了个章，激活了什么更不得了的隐藏属性？哈呀！一声千回百转，足以让任何男人骨头酥麻的喘息打破了寝宫内诡异的寂静。武曌瘫软在云榻上，他没有因为那个耻辱的印记而发怒，也没有因为被强制封印了修为而暴走。相反，他那一双修长的腿正在无意识地磨蹭着，眼神迷离，脸颊潮红，就像是被刚喂饱了的大猫收起了所有的爪牙，只剩下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温顺。咕咚！苏浪喉结滚动了一下，握着笔的手微微有点抖。这反应不对啊！按照正常剧本，这时候反派女魔头不应该羞愤欲绝，喊着我要杀了你之类的吗？那个苏浪试探性的往后退了半步，举起手里那支笔，虚张声势的晃了晃。大妹子，清醒点了吗？这个阵法叫圣人贤者模式体验版，就是专门治你这种那个啥上脑的。现在是不是感觉心如止水，特别想去写作业？武曌的视线随着苏浪手里那支笔的晃动而移动，那是画下那个印记的笔，是赐予他那一瞬间灵魂升华的圣物。心如止水，武曌撑着身子，像是一条美女蛇一样，慢慢地一点点地向床边挪动。不，武曌爬到了床边，仰起头，那张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掌握着无数生杀大权的家主脸庞，此刻正卑微地贴在苏浪的膝盖上，并没有止水。他伸出舌尖，有些痴迷地舔了舔苏浪破碎的裤脚，声音颤抖，而且泛滥成灾了。苏浪，这天没法聊了，这画的根本不是什么封印，这是个大功率开关吧。第一，系统终于憋不住了，弱弱地弹出一条提示：温馨提示宿主，
您似乎忽略了世界观设定，在中州，男修地位低下，能在那方面征服甚至打上烙印的男性，会被女修视为绝对的雄主。通俗点说，他把你刚才的行为当成了一种极其强势的求偶仪式，而且因为您的纯阳之气正好是他的解药，这种烙印对他来说就像是瘾君子随身带了个永远吸不完的那啥。现在的他对您的好感度不是满了，是爆表了。建议顺着演，不然这疯批要是反应过来您只是想跑，可能会直接黑化，把您锁进地牢。我特吗？苏浪看着脚下这个已经开始抱着自己大腿蹭的武曌，心里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软饭硬吃，这特么是逼上梁山啊！砰！就在这时，原本紧闭的店门被人从外面暴力撞开了。家主，您没事吧？一大群头发花白的武家长老，手里拿着各种法宝，像是来抢险救灾一样冲了进来。为首的正是拄着拐杖的武震天。他们刚才在外面听到了奇怪的地方这种虎狼之词，虽然大家都是成年人，但这动静听起来，家主像是被欺负的一方啊。要知道这男人可是下界来的通缉犯，万一要是挟持了家主，用了什么邪术？小子，快放开我家家主！武震天一声怒吼，下一秒就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鸭子，所有的声音都卡在了嗓子眼里。几十个长老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势，眼珠子却差点瞪得掉出眼眶。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那个杀伐果断，以铁血暴君著称，据说连当朝摄政王都被他剁过一根手指的家主武曌，此刻正跪在地上，抱着那个衣衫不整的男人的大腿，脸上一副意犹未尽，被人始乱终弃的小媳妇表情。而那个男人，那个才华神出期的下界软饭男，正一脸不耐烦地用那根看起来就很不正经的笔戳着家主的脑袋。出去！苏浪心很累，他真的只是想静静，但他这句有气无力的出去，听在已经完全自我攻略的武曌耳朵里，那就是雄主的威严被打断的不悦。唰！前一秒还是一滩春水的武曌，后一秒猛地转过头，眼神变得比万年寒冰还要冷厉，眼底那抹红色的杀意再次浮现。谁让你们进来的？他的声音虽然还有些沙哑，但那种常年身居上位的威压，配合此刻那种好事被打断的暴躁，竟然比平时更可怕。没看见本宫在办正事吗？武震天等人浑身一抖。办正事？这姿势是办正事？这分明是您在办事吧？家主！武震天擦了把冷汗，目光艰难地从苏浪破损的衣领处移开。我们是担心此人对您不轨。不轨？武曌冷笑一声，重新站起身。虽然衣衫凌乱，但他依然如同女王般傲立。除了他的手依然死死抓着苏浪的袖子，就像是抓着主人的牵引绳，生怕他跑了。什么不轨？武曌微微扬起下巴，一脸骄傲地宣布：“这是姑爷爷对本宫的恩赐。传令下去，从今天起，天武城进入1级战备状态，开启玄武定海大阵。任何人，包括紫霄仙盟，若敢再对姑爷爷出手……”武曌回头看了苏浪一眼，那一瞬间的眼神变换，从杀神秒变舔狗，速度快到出现了残影。杀无赦！至于那个敢对姑爷爷开炮的女人，武曌伸出那只刚才差点插进苏浪胸口的手，轻轻整理了一下苏浪的领子，语气温柔的像是能滴出水，把头剁下来做成夜壶，给姑爷爷送去当见面礼。全场石化，苏浪更是嘴角抽搐，别，大可不必，谁家好人用人头当夜壶啊？我是变态我还是你有病？都听懂了吗？见众长老发呆，武曌眉头一皱，轰！半步练虚的威压如同大山般砸下。懂了！一群长老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往外跑。太可怕了！家主疯了！这苏浪到底下了什么蛊，竟然让这只母老虎变成了护食的看家狗？店门再次关上，武曌抓着苏浪拿笔的手，慢慢地引导着往自己的领口深处探去。这里还有这里都空着呢，得画满才行，不然……他突然凑到苏浪耳边，温热的气息混杂着那句足以让苏浪社死的话：“我就出去告诉全天下，说老祖宗也是您的通房丫头。”衣领里正听得津津有味的武明空：“噗，谁是通房丫头？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玩意儿！我这就出来清理门户，别动！”苏浪一把按住想要跳出来拼命的 Q 版祖宗，他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完全处于理论无敌、实操百给状态的病娇女王，心中长叹一口气：行，想花是吧？想玩大的是吧？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纯阳泼墨法。好！苏浪嘴角勾起一抹邪笑，手中的话痨笔突然转了个笔画。既然你想进修艺术，那为师不，那是姑爷爷就好好教教你。把衣服撕了，我们开始上课。撕拉！一声昂贵锦缎崩裂的脆响，在这空旷而充满暧昧气息的寝宫内显得格外刺耳。那件象征着武家无上权柄，足以抵挡化神期全力一击的极品法宝九凤朝阳袍，此刻顺着武曌那如同凝脂般白皙的肩头滑落，堆叠在他那双魂元修长的腿边，形成了一片红得惊心动魄的火海。烛火摇曳，红纱轻舞，失去了外袍的遮掩，这位让整个中州闻风丧胆的铁血女王，此刻只剩下一件勉强能遮住要害的薄如蝉翼的肚兜。大片大片雪白细腻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因为体内阴毒的反噬，这些皮肤上隐隐泛着一层诡异的青紫色寒霜，但那不仅没有折损它的美感，反而透着一种令人想要狠狠蹂躏的破碎感。这就是你的觉悟？苏浪扫过眼前这具堪称完美的娇躯，他没有急着动笔，
而是像是在欣赏一件等待着色的瓷胚。光是撕了衣服可不够，既然要上课，那就要有学生的姿态。武兆贵坐在云榻中央，长发散乱，他那一双原本充满了杀伐与疯狂的眼眸，此刻却被一种近乎扭曲的崇拜和渴望所填满。他仰着修长的脖颈，那上面因为苏浪纯阳气息的靠近而泛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听到苏浪的话，他不仅没有丝毫羞愤，反而伸出舌尖，极其色气地舔过自己干涸的红唇，喉咙里发出一种如同幼猫讨食般的呜咽。好的，老师。他双手撑在身后的床沿上，极其顺从地挺起了那足以傲视群芳的胸膛，将那道如同天鹅般优雅的锁骨和深邃的事业线毫无保留地送到了苏浪的笔尖下。这里要写上你的名字吗？不止。苏浪嘴角勾起一抹邪笑，手中的笔尖轻轻点在他锁骨的窝线处。笔尖落下的一瞬间，武兆背脊猛地反攻，发出一声让人骨头酥麻的尖叫。那种感觉就像是1000只带着火焰的蚂蚁顺着他的毛孔钻进了骨髓里，不仅痛，而且痒，更有一种灵魂都要被点燃的快乐。憋着。苏浪的声音变得低沉而严厉，但他手中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止。笔走龙蛇，金色的灵力顺着鲜红的笔尖流淌而出，在他的锁骨、胸口乃至那平坦的没有一丝赘肉的小腹上，留下了一道道繁复而霸道的金色符文。这些符文不是简单的涂鸦，而是系统出品的上古纯阳镇魔阵。每一笔落下都会伴随着滋滋的响声，一股股黑色的阴毒煞气从武兆的体内被逼出，化作黑烟消散。而随之而来的是他原本青紫色的皮肤开始恢复那种健康的白里透红的光泽。哈呀，好烫，要坏掉了！武兆剧烈的喘息着，汗水瞬间打湿了他额前的乱发，顺着脸颊滑落。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扔进了炼丹炉里，里里外外都被这个男人给炼化了一遍。那种从未体验过的从灵魂深处泛起的归属感，让他彻底迷失了，哪怕是神魂也被刻上老师的形状了。别装死！苏浪一边话一边抽空敲了敲自己的胸口，用神识传音给那只一直在装死的 Q 版萝莉。看看他阴毒入体至少100年了，要不是碰上我，他这身子骨不出10年就得废。你在那儿看得津津有味，是不是也该交点学费？一直躲在领口里，透过缝隙死死盯着这一幕的武明空，此刻整张小脸红得像个熟透的番茄。下流，无耻！武明空双手捂着眼睛，但指缝却开得大大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我是为了监视你。苏浪手腕一转，笔锋一勾，直接从武兆的胸口滑到了他光洁的后背，顺着那条完美的脊椎线一路向下，直到尾椎处才堪堪停笔。当最后一笔落下，武兆整个人猛地绷紧，随后彻底脱力，如同一滩烂泥般瘫软在苏浪怀里。他全身上下此时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金色符文所覆盖，那些符文仿佛有生命一般，在他的皮肤下游走、呼吸，与他的血脉彻底融为一体。他身上的阴煞之气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磅礴的、充满了生机的纯阳生机。他的修为瓶颈竟然在这一刻出现了松动，半步炼虚的壁垒裂开了。这就是纯阳。武兆趴在苏浪腿上，眼神迷离地看着自己手臂上流转的金光，那种困扰了他100年的阴冷痛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暖意和充实感。他缓缓抬起头，这一次他的眼神里不再有那种要把人吃掉的病态，而是变成了绝对的臣服。那是飞蛾见到了唯一的火光，是信徒见到了活着的神明。他像只小狗一样，脸颊在苏浪的手掌心里蹭了蹭，声音温顺的让外面的长老听到估计会当场吓死。身上还有很多地方是空的，比如腿里侧，还有……他羞涩的夹了夹腿，眼波流转。不画满吗？画个屁！苏浪没好气的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把笔随手一扔，差不多得了。你当我的灵力是大风刮来的？知不知道为了给你排毒，老子费了多少精华？苏浪确实有点虚了，给一个半步炼虚的强者进行全身阵法刻画，消耗堪比打了一场硬仗。但他不能露怯，这时候必须立位。他一把揪住武兆那头火红的长发，迫使他仰起头看着自己。听着，阵法我已经给你刻好了，只要你不想着逆反，不想着把我做成标本，这阵法就会源源不断的为你通过灵气转换纯阳之力，助你突破炼虚期。武兆的瞳孔猛地一缩，助他突破炼虚，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诱惑？但是苏浪语气一冷，眼中的玩世不恭瞬间化为凌厉。如果让我发现你还有什么歪心思，我就引爆阵法，到时候你会死得很难看，懂？武兆疯狂点头。您是我的再生父母，不是我的主，从今天起，武家就是您的后花园，谁敢对您不敬，我杀他全家，此消女弟也不行。这病娇的忠诚度显然是刷爆了。苏浪满意地点了点头，行了，既然都是一家人，有些话我就直说了。苏浪目光扫过这奢华的寝宫，最后落在武兆手上那枚光滑流转的储物戒上，语气变得极其自然。你看，为了给你治病，我不光灵力亏空，连带着我那几个朋友也受了惊吓，还需要大量资源来安抚。你作为晚辈，是不是该有所表示？武兆1秒钟就听懂了苏浪的言下之意，没有任何犹豫，他直接撸下手上那枚代表家主信物的储物戒，双手捧过头顶，甚至因为担心苏浪不满意，还从旁边抓了一把开启武家核心宝库的阵法令牌，一起堆在苏浪面前。姑爷爷，
不，主人，这些够吗？不够的话，我这就让人去把城里几大商会给抢，真用过来。苏浪神识一扫那储物间，好家伙，极品零食堆积如山，各种天阶丹药像是糖豆一样乱放，甚至角落里还扔着几件伪仙器。到底是中州土豪。苏浪压下嘴角的笑意，故作深沉地挑拣了几样，这鸡瓶、天阴玄髓和这块悟道古玉，还有这些修复神魂的养魂木，还有这些和这些，我拿走了。这几样东西正好对应了师尊的寒冰功法升级，女帝的黄道龙气稳固，以及怀里这个快要消散的老祖宗的神魂修复。毕竟自己吃肉也得给后宫团喝汤不是？此时寝宫外，一群武家长老正趴在门缝和墙根底下，听得面红耳赤，老泪纵横。听听听听，武震天激动的拐杖都在抖，这动静，这惨叫，家主这也太投入了。没想到啊，那个下界来的苏浪竟然真的降服了这头母老虎。天佑武家，天佑武家呀！看来咱们武家要有小少主了。就在这时，殿门轰然洞开，一脸神清气爽的苏浪背着手走出来，身后跟着低眉顺眼、满脸潮红、眼神却锐利如刀的武曌。都在看什么？武曌冷冷一扫众人，还不快去准备宴席？恭迎姑爷爷入主天武城。另外，他看了一眼远方的天空，目光阴冷。给紫霄仙盟传的话，想动我的男人，让那个只会用剪刀的老太婆自己来，否则我武家战舰必亲临瑶池，教他做人。武家贵宾楼气氛冷得像是掉进了万年冰窟。吱呀！随着大门被苏浪推开，几道仿佛能杀人的目光瞬间锁定了他。那是坐在正厅里的冷清秋、萧凝霜，甚至连一直负责吃瓜记录的姬红叶，此刻也是一脸幽怨，手里那本情敌观察日记都被捏出了皱褶。他们听到了武曌那没有任何隔音阵法掩饰的尖叫声，浪得半个天武城内环都能听见。哟，都还没睡呢。苏浪干笑一声，还没来得及迈进去一只脚，哼！一道带着极寒气息的冰凌精准地扎在他脚尖前1寸的红木地板上。睡。冷清秋坐在主位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冻成冰坨的茶，似笑非笑地看着苏浪。我们哪敢睡啊？苏大祭司的授课声那么洪亮，连这贵宾楼的战法都被震得嗡嗡响。怎么，课上完了，身子骨还硬朗？萧凝霜虽然没说话，但他身边盘旋的那9条迷你金龙，此刻正龇牙咧嘴地冲着苏浪身后的方向低吼。那里，武曌正低眉顺眼地跟着。此刻见这几个阶下囚敢对主人阴阳怪气，他瞬间从乖巧模式切换到了疯狗模式。放肆！武曌一步跨出，半步练虚微压，轰然爆发，满头红发无风自动，眼神如刀。你们算什么东西？敢跟主人这么说话？我看你们是不想要舌头了。轰！贵宾楼的防御阵法在这股威压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冷清秋和萧凝霜脸色一白，修为的巨大差距让他们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但两女眼中的傲气却丝毫未减，反而硬顶着威压站了起来。眼看这修罗场就要变成全武行，苏浪反手就在武曌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收回去！怎么跟长辈说话的？苏浪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这是你师奶，还有你，不知道该算什么的姨奶。武曌不仅不怒，反而像是得到了奖赏一样，身上的煞气瞬间消散，温顺地哦了一声，乖乖退到苏浪身后，还顺势又蹭了蹭他的后背。这极具反差的一幕让屋里的3个女人看得眼角直抽搐。行了，别一副审犯人的表情。苏浪大步走进厅内，很是随意地往那张太师椅上一摊。我知道你们在气什么，觉得我贪欢，觉得我不知羞耻。错，大错特错！苏浪猛地一拍桌子，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痛心疾首。你们以为我想这样吗？我这是在忍辱负重。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在这个吃人的中州给你们挣一份保命的家底。哗啦啦！伴随着他的怒吼，苏浪直接把储物戒倒了过来。一瞬间，无数流光溢彩的宝物像是不要钱一样倾泻而下，眨眼间就在众女面前堆成了一座闪闪发光的小山。浓郁的灵气瞬间液化，让整个房间都飘起了灵雨。那些东西放在南荒，任何一样都能引起宗门大战。这是天阴玄髓，而且是万年年份的。冷清秋的视线瞬间被其中几个冒着白雾的玉瓶吸引，连呼吸都急促了。这东西对他的极寒体质来说，简直就是第2条命。那是上古龙骨碎片，还有帝皇道运结晶。萧凝霜也不淡定了，死死盯着那几块散发着恐怖威严的筋骨。看着被镇住的众女，苏浪心里暗爽，果然超能力在修仙界也是通用的。如果不够，那就说明钱给的不够多。这些都是那女疯子的聘礼，赔礼。苏浪有些心虚的改了口，随后坐直了身子，表情变得严肃。不开玩笑了，中州很危险，你们也看到了，要是紫霄那个老太婆亲自来，咱们只有跑路的份，所以今晚别睡了。苏浪拿起一瓶天阴玄髓，走向冷清秋，又把龙骨丢给萧凝霜，最后把养魂木塞进怀里给武明空。趁着武家的大阵还在，全员提升。可是冷清秋拿着那瓶至宝，虽然心动，但还有些迟疑。这些灵物药力太猛，没有半年闭关，我们根本炼化不了，甚至可能爆体而亡。谁说要半年？苏浪嘴角勾起那抹标志性的坏笑，身上的纯阳之火轰然升腾，金色的火焰在他掌心跳动，
将那些狂暴的灵药包裹其中。来，排好队，一个个来。1个时辰后，贵宾楼内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且香艳，并没有什么大被同眠的乱象，因为苏浪确实在干正事。萧凝霜盘膝坐在左边，那块上古龙骨悬浮在他头顶，苏浪的一只手按在他的丹田处，滚烫的纯阳龙气如同大坝决堤般涌入他的体内，强行将那狂暴的骨骼精华一点点碾碎融合。萧凝霜的袍子已被汗水湿透，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惊人的曲线。那种力量被强行灌入的感觉，让他想起了当初苏浪给他治病时的场景，羞耻又有些食髓之味。而冷清秋则背对着苏浪坐在右边，苏浪的另一只手抵在他光滑的背脊上。那天阴玄水太过寒冷，如果不靠苏浪的纯阳之火中和，他一口吞下去就会变冰雕。忍着点湿尊，寒热交替是正常的，别乱动，不然火气走差了，烧坏了衣服我可不管。苏浪一边操控着2条完全相反的灵力流，一边额头冒汗。这也就是他纯阳圣体如今大成，加上吸收了天道法则，否则同时帮2个属性冲突的人突破，早就走火入魔了。至于武明空，这货正抱着比他人还大的养魂木，飘在空中疯狂啃噬，一边啃一边发出满足的吧唧声，身体肉眼可见的变得凝实，甚至开始有了温度。武曌蹲在角落里，指甲把名贵的红木地板挠出了一道道沟壑，看着苏浪的手贴在那2个女人的身上，他眼里的红光闪了又灭，灭了又闪。那是我的，我的，他碎碎念着，好几次想扑上去，但想到苏浪那个引爆阵法的威胁，又硬生生忍住了。不急，反正主人说了，等他们完事了，还得给我补魔。轰！就在黎明破晓时分，2道恐怖的气息同时从萧凝霜和冷清秋身上冲天而起，黄道龙气化作实质的金龙，极寒兵器凝聚成漫天飞雪。这2股力量在苏浪的调和下，竟然诡异的共存了，甚至隐隐有了太极阴阳互补的趋势。咔嚓，某种瓶颈破碎的声音响起，萧凝霜睁开眼，双瞳如金，气势如虹，化神初期。冷清秋周身剑意更是化作寒霜领域，方圆10丈皆为冻土，我也破了，剑意也更进了一步。苏浪收回手，长出了一口气，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半，但他看着眼前这2个终于拥有了自保之力的女人，还是满意地点了点头。行了，收工。苏浪擦了把汗，正准备站起来活动一下僵硬的老腰。那个老师，一直蹲在墙角的武曌不知何时像鬼魅一样飘到了他身后，他那一头红发垂落在苏浪脖子上，带来一阵酥痒。他们都喂饱了。武曌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危险的颤抖，指了指自己领口处那个微微发亮的阵法印记。该轮到孙女了吧？刚才您给他们人工导入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我也要。而且他伸出双手，直接从后面搂住了苏浪的脖子，整个人挂了上去，在他耳边轻咬道：我要双倍的量。双倍。苏浪感受着后背传来的惊人弹性，以及武曌那条极其不老实正试图顺着他腰带往里钻的大腿，头皮发麻。这女人真的是饿疯了，那是双倍的事儿吗？那是想要他的老命。松开。苏浪艰难地把武曌那颗在他脖颈间乱蹭的脑袋推开一点。大庭广众之下，像什么话？这里哪有外人？武曌媚眼如丝，不仅没松手，反而变本加厉地对着苏浪的耳朵吹了一口热气。师奶们都完事了，甚至连那只老鬼都吃饱了，就剩我一个还在饿着肚子。姑爷爷，您不能偏心眼啊！偏心？苏浪嘴角抽了一下，他目光越过这个粘人的鬓角，看向房间最角落的阴影处，那里一个穿着粉色罗裙、抱着刘颖诗和记仇小本本的身影，正蹲在地上画圈圈，肩膀一抽一抽的，身上散发出来的幽怨之气都快赶上万年厉鬼了。姬红叶此刻就像是个没娘疼的小白菜，没办法，在这个化神多如狗、炼虚遍地走的中州高端局里，他确实成了吉祥物，甚至连吉祥物都算不上，充其量是个战地记者。苏浪叹了口气，猛地伸手，嗡，一股柔和的吸力爆发，直接把角落里的姬红叶给抓了过来。呀！姬红叶惊呼一声，下一秒就撞进了一个滚烫的怀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大猪蹄子已经极其熟练地捏住了他的后颈皮。这儿还有张嘴饿着呢，你没看见？苏浪捏了捏他软乎乎的脸蛋，我就算了吧。姬红叶吸了吸鼻子，红着眼眶想要挣脱。我修为太低，又不像女帝姐姐有黄道龙气，也不像师尊有极寒剑意，这种高端局我配不上，我还是去给你们把门吧。那语气酸的能倒牙。配不上。武曌在旁边冷笑一声，极其挑剔地打量了一眼姬红叶，确实也就那身媚骨还凑合，勉强能当个通房丫鬟。姬红叶身子一僵，脸色煞白，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这简直是暴击，来自半步炼虚强者的降维打击。啪一声清脆的响声，苏浪反手就在武曌屁股上又是一巴掌。闭嘴，这是你红姨。苏浪瞪了武曌一眼，随后看向怀里的姬红叶，眼神变得玩味起来。谁说你是废柴？咱们小叶子的潜力那可是很大的。只不过苏浪手里光芒一闪，刚才从武曌储物界里顺来的那一堆宝物中，突然飞出一颗粉红色的散发着极其浓郁香气的珠子。这珠子一出来，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变得粘稠了几分，甚至让人有一种想要宽衣解带的冲动。这是？武曌眼睛猛地瞪大。九尾天狐的本源妖丹，这东西不是在我家宝库最底层压箱底吗？你什么时候拿的？苏浪没理他，
直接把珠子塞到了姬红叶的手里。拿着，这玩意儿是当年武家先祖斩杀的一头炼虚期九尾天狐留下的，里面全是媚术法则和精纯修为，专业对口，正好给你用。姬红叶捧着那颗烫手的珠子，手都在抖。炼虚期的妖丹，这一颗下去不得把它撑爆炸了？公子，这太贵重了，而且我也吸不。嘘！苏浪伸出手指抵住他的嘴唇。我说你行，你就行，你自己吸血时会爆体，但这不是有我吗？苏浪看了一眼旁边一脸不爽却又不敢发作的武曌，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小武啊，现在给你个机会。苏浪指了指姬红叶，这小狐狸一会吸收妖丹，肯定会引起能量暴走。你体质强，来，你在后面抱他，当压阵的。而我，苏浪指了指自己，我在前面，我们一起连个大周天。你体内的纯阴之气，通过它传给我；我体内的纯阳之气，通过它传给你。而这中间产生的过剩能量，苏浪捏了捏姬红叶那几乎要滴血的耳垂，就便宜这只小狐狸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汉堡修炼法。冷清秋和萧凝霜正在调息，听到这话差点走火入魔。这特么是正经修炼法，这就是把你家中间爽吧？怎么样？苏浪看着眼神开始发直的武曌，你要是不愿意，愿意。武曌眼睛都绿了，能和主人灵肉不对，灵气交融，哪怕隔着个人，那也是通的呀。那还等什么？布阵！苏浪大喝一声，得嘞！武曌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瞬移到姬红叶身后，一双大长腿盘住姬红叶的腰，双手死死锁住。忍着点！武曌在他耳边低笑，而苏浪面对着姬红叶，把嘴张开，吞下去。姬红叶颤颤巍巍地把那颗九尾天狐妖丹放进嘴里，轰！丹药入口即化，一股恐怖到极致的粉红色洪流瞬间在他体内炸开。姬红叶那娇弱的身躯，肉眼可见的像是充气一样鼓胀起来。啊！太满了，眼看着就要爆体！贴住！苏浪低喝一声，一把抱住姬红叶，而身后的武曌也同时狠狠挤压。嗡！一个极其诡异却又充满了天地至理的三才循环瞬间形成。武曌的极阴之气像是一把大锤，狠狠夯实着姬红叶体内暴乱的妖力。苏浪的纯阳之火像是一个熔炉，疯狂炼化着其中的杂质。姬红叶卡在中间，啊！他在痛苦与快乐间疯狂摆动，修为狂涨，元婴初期、中期、后期、大圆满。不！一声轻响，化神！那道在中州卡死了无数天骄的天堑，在这种变态的汉堡包模式下，竟然像张窗户纸一样被捅破了。一条虚幻的粉红色的九尾天狐虚影在姬红叶身后浮现，那一瞬间，他的气质变了，变得极其妖媚，甚至让冷清秋都感觉到了威胁。但这还没完，来了！苏浪瞳孔一缩，经过姬红叶这道过滤器转化后，一股极其精纯的融合了天狐妖力、武曌纯阴之力、红叶媚骨的三重混合能量，如同海啸般反冲回苏浪体内。这股能量太补了，补到苏浪感觉自己的天灵盖都要被掀开了。大爷的，好像玩脱了！苏浪脸色涨红如猪肝，体内的纯阳圣体因为受到这股刺激，开始疯狂运转，发出核反应堆过载般的轰鸣。咔嚓咔嚓！苏浪体内那道一直卡着的化神初期到中期的瓶颈瞬间粉碎。化神中期还没停，化神后期气息一路飙升，直到化神后期大圆满，距离巅峰只差一线。哈呀！终于随着最后一丝药力被榨干，扑通扑通，三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姬红叶早就瘫软的翻白眼了，虽然突破了化神，但显然是撑坏了。武曌则是满脸艳足，像是个吸了那啥的瘾君子，挂在苏浪背上怎么都不肯下来，嘴里还念叨着好好宝。而苏浪他浑身金光璀璨，气息比刚才恐怖了10倍不止。他缓缓睁开眼，双目之中隐约有2朵红莲火在跳动。爽！滴！系统在低电量模式下弹出一行字：恭喜宿主达成成就左右逢源肉体版，获得特殊 buff 中州软饭王，只要周围有修为比你高的女性，你的回蓝速度提升500%。苏浪这系统是懂侮辱人的。轰隆！就在苏浪准备把背上那个沉甸甸的武曌扒拉下来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贵宾楼都在摇晃。家主，不好啦！门外传来武震天带着哭腔的嚎叫，天塌了！紫霄仙盟的主力真的来了，12金钗亲至，而且女帝好像御驾亲征了。轰隆隆！这一声巨响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猛烈，整座天武城的护城大阵像是一块被巨锤砸中的玻璃，头顶的蓝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漫天压抑的紫色云霞，那是紫霄仙盟标志性的紫气东来意象，只不过这次带着足以碾碎一座城池的杀意。走，出去迎客！苏浪大袖一挥，带着一种暴发户般的嚣张，率先踏出了贵宾楼。身后红光满面的武曌，媚骨天成的姬红叶，以及虽然刚才有些吃醋，但此刻依旧持剑在手的冷清秋和萧凝霜，组成了一支堪称中州最强软饭硬吃天团。天武城上空，12艘刻着金色凤纹的巨型战舰一字排开，黑洞洞的灵力炮口早已充能完毕，锁定了下方的武家大院。在最中间的那艘旗舰上站着12名身穿金色紧身战甲、气息恐怖的女修，她们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接近化神巅峰的波动，
正是紫霄女帝麾下最锋利的刀12金钗。武家，给脸不要脸！为首的一名金甲女修面容冷峻，手持一柄燃烧着紫色火焰的长枪，声音裹挟着滚滚雷音，响彻全城。女帝有旨，武家包庇天极，通缉犯苏浪，与罪同罚。紫霄法旨，逆贼受死！天空中12道身披鎏金战甲的倩影，如12颗陨石坠落，恐怖的灵鸦连成一片，还没落地，地面上的汉白玉地砖已经寸寸皲裂。哼！苏浪冷笑一声，体内的纯阳圣体运转到极致，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行走的金色小太阳。手中的红莲逆鳞枪发出一声渴望鲜血的嗡鸣，牛牛冲撞！轰！他并没有使用什么花里胡哨的神通，而是凭借着这具比蛮荒凶兽还要强横的肉身，硬生生撞进了一道落下的光柱之中。愚蠢！为首的金钗大统领眼中闪过一丝蔑视。困！随着他手中令旗一挥，12人身形瞬间移位，无数道紫色的雷霆锁链凭空浮现，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当头照下。给老子开！苏浪一枪捅出，枪尖上的红莲业火疯狂旋转，那是他最喜欢的高频模式。这一枪若是换作以前，顺着因果线，足以让那远在瑶池的女帝当场跪下唱征服。当一声巨响，枪尖点在雷网的核心节点上。然而苏浪预想中女帝的那声娇喘并没有出现，甚至连周围的空间波动都很平稳。第一，系统提示宿主别试了，那个婆娘在第70章就把网线拔了，现在这枪就是个没网的单机版神装，只能物理输出。切，差点忘了，无情的女人！苏浪心中吐槽，但手上的动作却因此慢了半拍。就这半拍的迟疑，高手过招便是致命破绽。这金钗统领眼中寒光一闪，手中金刺毫不留情地穿过枪影的空隙。噗！苏浪只觉左肩一凉，护体金光竟然被刺破了，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浮现，紫色的雷劲顺着伤口疯狂往经脉里钻。苏浪闷哼一声，借力向后倒飞10丈，脚在地上离出2道深深的沟壑。主人！后方正准备看戏的武曌眼里的红光瞬间炸了，他身上的衣服无风自动，那一头红发瞬间变长，如血蛇狂舞，赶上我的私人物品，你们找死！咔咔咔！从武家大宅的地底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击扩声，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被这血腥味唤醒了。那是武家的底蕴。别动！苏浪猛地抬手止住了准备发疯的武曌，也按下了即将暴走的武家底蕴。他伸手在肩膀上抹了一把，将沾满鲜血的手指放进嘴里，轻轻舔了一下，那种带着铁锈味的刺激感让他的眼神逐渐变了，变得凶厉狂野，有意思。苏浪舔着嘴角，笑得那12金钗心头一毛。好久没遇到能破防的对手了，总是虐菜也挺无聊的。他站直了身体，手中的长枪重重往地上一戳，嗡！一道赤红色的领域以他为中心猛然张开。与此同时，把奶加上！苏浪头也不回地吼了一句。身后，武曌、冷清秋、萧凝霜、姬红叶4女同时一震，虽然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但那股众州软饭王的 buff 羁绊让他们本能地运转起了功法。轰！半步练虚加上3位化神的灵力波动，如同4条大河，虽然没有直接灌入，但仅仅是散溢出的灵气场就让处于中心的苏浪回蓝速度爆表，正500%，正800%，正1000%。现在苏浪重新举枪，枪身上的纹路亮得刺眼。既然那个女人断了连接，那这笔账就由你们这些爪牙来肉偿吧。体修奥义，原子崩坏！轰！他消失了，凭空消失在12人的神识感应中。结阵，玄武臂！金钗统领面色大变，大声厉喝。12人瞬间合拢，一面巨大的紫色光盾挡在身前。可是苏浪的身影极其突兀地出现在光盾内侧，就在统领的鼻子尖前面，不到3寸。怎么可能？你是怎么进来的？统领惊恐地瞪大了眼，看着那个男人脸上那邪魅至极的笑容。走进来的。苏浪咧嘴一笑，手中那把由女帝指甲炼制的长枪，虽然断了感官连接，但上面残留的帝王气息却是通行的唯一密钥。他们的防御防得住外人，防不住自家主子的指甲盖。砰！枪杆狠狠抽在统领那坚硬的金甲胸口，这一枪叫震战打击。嗡！极其高频的震动瞬间穿透了他的护体罡气，在数万人的注视下，金钗统领那件号称水火不侵的精灵战甲，就像是被抖散了架的积木，每一个零件都在震动中解体，瞬间崩飞。里面那件单薄的紫色紧身内衬，在这高频震荡下，就像是一层薄纸，撕拉裂了啊！统领发出一声羞愤欲绝的尖叫，双手死死护住胸前，整个人被这股怪力抽得倒飞而出，狠狠撞在武家大门那块以德服人的牌匾上。第一个，苏浪挽了个枪花，目光扫过剩下那11个已经看傻了的金钗，阵法乱了哦。接下来，他伸出舌头，有些变态的舔了舔枪尖上残留的那一丝女帝指甲的气息。轮到谁来试枪了？下一个是谁？苏浪那轻飘飘的声音伴随着枪尖上那极其变态的舔舐动作，在天武城上空回荡。被点名的剩下的11位金钗，此刻却像是见了鬼一样，脸上的高傲瞬间崩塌。他们的大统领堂堂化神巅峰强者，竟然一招都没走过，就被那个男人直接包了个精光。那满天飞舞的金甲碎片，不仅仅是防御被破，更是紫霄仙盟的脸面被人在地上疯狂摩擦。该死！
这淫贼手里的枪又古怪。副统领尖叫一声，虽然羞愤，但战斗本能还在。不要跟他近身，散开！用雷法远攻，布阵，紫霄神雷影。剩下11人瞬间化整为零，分散在半空，手中的令旗疯狂舞动，轰隆隆，漫天紫云翻滚，成百上千道如水桶粗的紫色狂雷锁定苏浪那金光闪闪的身影，如天罚般劈下。远攻！苏浪抬头看着那密密麻麻的雷霆，嘴角勾起一抹嘲弄。你们是不是忘了这把枪是用什么做的？他没有躲，反而单手举枪直指苍穹。避雷针模式开！滋滋滋！那原本带着毁灭气息，足以将化神期劈成焦炭的紫霄神雷，在接触到红莲逆鳞枪气息的瞬间，就像是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妈。所有的雷霆竟然自动转弯，顺着枪尖温顺地滑了下来，然后通过苏浪的身体导入地下。我看你们就是给爷来充电的。苏浪浑身电弧缠绕，像是一个掌控雷霆的战神。还给你们！他手腕一抖，枪身猛地一震，被吸纳的雷霆之力被他这核能充电宝加倍反弹。雷鸣、电光毒，颗颗钻！轰！苏浪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的电钻旋风，瞬间冲破了雷网。不啊！没有任何悬念，近身即是噩梦。苏浪的身影在11人之间疯狂穿梭，这一枪太垮！砰！第二个金钗的护肩炸裂，这一枪不够细腻。当！第三个金钗的裙甲崩飞。啧，你这个款式有点老啊，帮你改改。撕了！第四个金钗的内衬化做布条，这根本不是战斗，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充满了恶趣味的强制卸甲。伴随着震动声和布帛撕裂的脆响，原本杀气腾腾的战场画风逐渐变得不可描述起来。不到10息，原本高高在上的12金钗，此刻就像是被一群无形的咸猪手蹂躏过一样，一个个衣衫褴褛，满脸羞红的从天上下饺子，不堪一击。苏浪落地，挽了个漂亮的枪花，枪尖斜指地面。他身后数万名吃瓜修士、武家众人，就连刚才还杀气腾腾想护食的武曌，此刻也是目瞪口呆，眼里的红光都愣是变成了某种学到了的亮光。这就是姑爷爷的手段，太艺术了。而此时，那艘一直悬停在最中央，如同沉默巨兽般的紫色旗舰终于动了。他看不下去了，再不出来，紫霄仙盟的底裤都要被这小子扒光了。嗡！一股让整个天地都瞬间凝固的恐怖威压，毫无征兆的降临。咔嚓！苏浪脚下的汉白玉广场瞬间下沉了3寸，这威压远超半步炼血，甚至连苏浪体内的纯阳之血都被压得流动缓慢了起来。既然想见阵，那就抬起头来。一道冷漠到极点，却又带着一种莫名磁性，足以让人骨头酥软的声音，直接在苏浪的识海中炸响。紧接着，一道穿着紫色地袍的高挑身影，踩着虚空，一步步从战舰上走了下来。每走一步，脚下就生出一朵紫色的莲花，步步生莲。这是炼虚期大能的法相，紫霄女帝青灵。她脸上并没有戴面纱，露出了一张足以让天地失色的绝美容颜。只不过那张脸上此刻冷得像是一块万年不化的玄冰，尤其是在看到苏浪手里那杆枪的时候，他的眼角明显地极度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陛下，好久不见。苏浪顶着那如同泰山压顶的威压，反而还得寸进尺地把手里的枪往前递了递。这见面礼，本神王用着很顺手。女帝那双紫色的眸子里杀意瞬间实质化。好，很好。她的声音里却透着刺骨的寒意。上次让你这蝼蚁逃了，今天朕倒要看看，把你的舌头割下来，把你的这具纯阳身体炼成朕的炉鼎，你还能不能这么嘴硬？他伸出一根修长如玉的手指，对着苏浪轻轻一点，没有任何光影特效，但苏浪周围的空间突然像是一个盒子一样，被人从外面锁死了。空间法则，画地为牢。这就是炼虚期吗？随手改写空间法则，苏浪心中警铃大作，这一次是真的踢到铁板了，想瞬移都施展不出来。眼看那个看不见的空间牢笼正在急速收缩，要将苏浪挤压成肉泥。你敢！一声带着疯狂和凄厉的尖笑从苏浪身后爆发，轰！一道红色的身影带着不要命的决绝，直接撞在了那个空间牢笼上。武曌，老太婆！武曌七窍流血，却死死挡在苏浪面前，像是一只护崽的母兽，冲着高高在上的女帝咆哮：这是我看上的男人，你想把他做成炉鼎，先跨过我武家的万千尸骨！咔咔咔！伴随着武曌这疯狂的嘶吼，整个天武城的地底再次传来了剧烈的震动。这次不仅仅是震动，是大地裂开了。好！一声充满了古老腐朽气息的怒吼从地底深渊传出，一只长满了黑毛的巨型干尸大手从地缝里探了出来，一把抓住了女帝的空间牢笼，噗！硬生生捏碎。武家那位埋在地下不知多少年的初代始祖棺材板压不住了，轰隆隆！那只从地狱深渊探出的长毛枯手在捏碎了女帝的空间牢笼后并没有停下，伴随着泥土翻动声，半个天武广场直接塌陷。一具足有10丈高，浑身缠满暗红色生锈锁链，皮肤呈青黑色的巨人干尸缓缓从地下爬了出来。他的双眼空洞，只有2团绿色的鬼火在跳动，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只有纯粹到极点，仿佛能压他苍穹的气血之力。体修极致，肉身合体境、炼虚境和体境、大成境、渡劫境。前文讲过，怕你们忘了，提醒一下，不是水字数。好，
巨人干尸对着天空中的紫霄女帝发出了一声足以震碎低阶修士神魂的咆哮，那口气带着一股埋了上万年的陈年口臭，瞬间把天上的紫气都冲散了一半。这是一直躲在苏浪衣领里装死的武明空，此刻透过缝隙看到那具干尸，两只小手死死捂住了嘴，眼泪瞬间就下来了。三太爷，您怎么把自己练成铁血尸杀了？这就是当年那个为了让我逃婚，独自一人拦下中州圣地的武三通三太爷。武明空的哭喊声被淹没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因为天空中的女帝动了。哼，这就是武家的依仗。紫霄女帝站在莲花之上，眼神淡漠地看着那头正在挥舞拳头的师祖，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也敢对朕呲牙。正好今日朕就把你们武家连人带粉一起扬了。紫霄法则，9天玄雷法。轰！他玉手一挥，不再是之前的法术，而是真正的天地法则。万千雷霆化作一把长达万丈的紫色雷剑，直接刺穿了云层，带着灭世之威，对着那师祖的天灵盖狠狠插下。与此同时，噗！地上的苏浪怀里一沉，刚才透支生命替他出头的武曌终于撑不住了，他全身的皮肤都在渗血，那是承受炼虚期法则反噬的代价。原本妖艳绝美的脸庞，此刻苍白的像纸一样，气息更是若有若无。但即使这样，他那只手依然死死抓着苏浪的衣襟。主人，武曌的瞳孔有些涣散，却依旧痴痴地看着苏浪，嘴角努力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没事，别怕，孙女皮厚，死不了，只是他身体一阵剧烈的抽搐，阴气开始从骨髓里爆发，只是好冷，真的好冷。因为重伤，他体内的极阴之毒彻底失去了压制，正疯狂吞噬着他仅剩的生机。照这样下去，不出10息，他就会变成一具冰雕。冷个屁！闭嘴！苏浪眼睛红了。从穿越到现在，他苏浪一直奉行的是软饭硬吃，别人流血我流汗的原则。没想过这个女人会傻到拿命给他挡伤害，哪怕她是中州让人闻风丧胆的疯子，哪怕她是图谋他身子的病娇，但此刻他只是挡在自己身前的盾。老子是纯阳圣体，有我在，阎王爷也带不走你。苏浪没有任何犹豫，在数万人的注视下，在漫天雷霆与狮吼的背景板中，他猛地低下头，狠狠地霸道地吻住了武曌那张冰冷且沾满鲜血的嘴唇。武曌瞬间瞪大了眼睛，瞳孔里满是难以置信。主人吻我了！在几万人面前，轰！随着两人嘴唇的接触，苏浪体内正处于过在边缘的纯阳精血不再是一丝一缕，而是如同泄洪一般，顺着舌尖疯狂灌入武曌的体内。这是最原始、最高效，也是最香艳的输血方式。口肚阳元，滋滋滋！武曌身体瞬间冒出了大量的白雾，那种极致的阴冷遇到了极致的阳热，他的身体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被扔进了冰水里，剧烈颤抖起来。哼！一声根本压抑不住的销魂入骨的阴鸣声直接响彻全场，盖过了雷声，也传进了天上正在施法的紫霄女帝耳朵里。女帝手中的法诀微微一僵，她低下头，看到那个刚才还在对自己放狠话的男人，此刻正旁若无人地抱着另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做着那种不知羞耻的事情。亲上了，还把手伸进了人家的破烂衣服里，在后背游走。一股从未有过的暴怒的火焰直接从女帝的胸口烧到了天灵盖。放肆！在朕的面前，你竟然敢去死！轰！那天上的雷剑猛地偏转方向，不再管那头笨重的师祖，而是带着毁灭一切的杀意，直接劈向正抱着武曌乱啃的苏浪。不好！旁边的冷清秋和萧凝霜脸色惨白，想要救援根本来不及。然而面对着绝杀一击，苏浪怀里的 Q 版武明空突然跳了出来，手里挥舞着那个刚被他吃剩下的半截养魂木，声嘶力竭地喊道：三太爷，那雷劈的是您孙女婿，给我削他！听到那声熟悉的三太爷，那个原本只会咆哮的巨人师祖，那双鬼火跳动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迷茫，紧接着变成了极其拟人化的暴怒。他还记得，谁敢动家里的小辈，谁就得死。好，师祖动了。他在千钧一发之际，那庞大的身躯竟然爆发出了类似瞬移的速度，直接挡在了苏浪和武曌面前。他张开那张足以吞下半个城门的血盆大口，对着那劈下来的9天玄雷，一口吞了，生吞雷劫，全场死寂。就连紫霄女帝都看傻了，那可是蕴含了炼虚法则的劫雷啊！就这么当辣条吃了。师祖嚼了2下，似乎觉得味道有点冲，打了个带着电弧的饱嗝。然后这个身高10丈的巨尸竟然弯下腰，把满是腐肉的大脸凑到苏浪面前，确切的说是凑到武曌的胸口前，两只绿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武曌那虽然重伤，但此刻还在起伏的胸脯。呼哧呼哧，师祖的鼻孔里喷出2道白气，他伸出一根胡萝卜粗的手指，有些猥琐的想要去戳一下，似乎在确认这个后辈是不是活过来了。啪！苏浪腾出一只手，一巴掌把那根巨大的手指拍开。看什么看？苏浪一边继续给武曌渡气，一边没好气地骂道：老不休的，那是你能摸的吗？这是老子的私有财产，去，把天上那个飘着的紫皮娘们打下来，打赢了，老子回头给你烧100个纸扎的比基尼美女。师祖那原本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亮度堪比2个1000瓦的大灯泡。他猛地直起腰，转身看向空中的紫霄女帝，这一次那气势不一样了，充满了干劲。
充满了对美女的渴望。好，为了美女，冲啊！轰！狮祖双腿微曲，地面崩碎，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冲天而起，直接跟女帝玩起了近身肉搏。混账！这是什么肮脏的秘术？空中传来了女帝气急败坏的怒吼。他发现这个狮祖不仅皮糙肉厚打不动，而且打法极其下流，专攻下三路，招招都不离他的裙底。呼！趁着两大巨头掐架，苏浪终于松开了武曌的嘴唇，一条暧昧的银丝在两人之间拉长，随后断裂。武曌眼神迷离，脸颊红得像是要滴血。他身上的伤势虽然没全好，但在纯阳之血的灌注下，阴毒已经完全被压制，甚至还有了一种要突破的征兆。好甜！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眼神里的病娇火光不仅没灭，反而有了燎原之势。主人的是甜的。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双手再次缠上苏浪的脖子。不够，还想要，还要更多。要你大爷！苏浪腿都软了，这一口血味出去，他感觉自己起码虚了3天。看着头顶被打得节节败退的女帝，又看了看怀里这个喂不饱的狼，还有旁边2个眼神越来越危险的师尊和萧凝霜。苏浪知道，不彻底解决这个烂摊子，今晚这天武城怕是要变成他的火葬场。系统有没有能一锤定音的卦？第一，检测到宿主不仅没死，反而因刚才的亲密治疗吸收了武曌体内大量的极阴死气。极阴死气加纯阳圣体等于。提示：您现在是一颗行走的人形阴阳炸弹。建议，既然上面那个女人断了连接，那您为什么不上去给她手动连上呢？苏浪眼睛一亮，妙啊！苏浪一把将武曌扔给旁边的萧凝霜，照顾好这疯婆子。然后他提枪，抬头看向空中那个不可一世的身影，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坏笑。老祖宗，抱住他的腰，别让他跑了。姑爷爷我要来给他打一针特效药了，滚开，死变态！天空中，紫霄女帝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脸上，此刻写满了惊恐与羞愤。她堂堂炼虚期大能，紫霄仙盟女帝，此刻竟然被一具不知死了多少年，浑身散发着腐朽尸臭的干尸巨人，像是抱布娃娃一样，死死从后面箍住了纤细的腰肢。无论他怎么爆发法则之力，那带着暗红色锁链的干枯大手就像是焊死在了他身上，甚至那干尸还在用全是骨头渣子的下巴蹭他的脖颈。好，美女香！狮族有些迷离的低吼着，显然是为了那100个纸扎比基尼美女的承诺，拼了老命在索人。就是现在！下方，苏浪悬停在他面前，腾出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女帝那滚烫的脸颊，笑容恶劣的像是个刚得逞的恶霸。怎么样，这一针够劲吗？女帝艰难地睁开迷离的双眼，眼角的泪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朕要诛你9族，还嘴硬！苏浪眉毛一挑，老祖宗，松开一点！他对身后的狮族喊道。好，这么快？狮族有些遗憾地松开了一点手臂。女帝失去了支撑，扑通，整个人滑了下来，直接跪在了苏浪面前。好死不死！他这一跪，枪身更近了一步。女帝死死咬住下唇，直接咬出了血。她双手抓着苏浪，指甲深深嵌入，不想让自己继续掉下去，因为再掉下去就真的要穿透了。此刻下方，天武城内数十万修士，以及那剩下被打落在地正捂着胸口疗伤的12金钗，全都看傻了，全都忘了呼吸。他们那个至高无上，哪怕看一眼都觉得是亵渎的紫霄女帝，此刻正跪在那个男人的脚下，那个姿势，那个表情，那个叫声，我眼花了。武震天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而此时正在贵宾楼门口被萧凝霜扶着的武曌也醒了，他一睁眼就看到自家雄主正在天上降服那个老太婆，而且用的是他最熟悉的那杆枪，干得漂亮！武曌虽然虚弱，但那股疯劲儿还在。主人，把阵纹刻在他脸上。天空中，女帝似乎听到了这句挑衅，羞耻心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也成为了压垮他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苏浪，他抬起头，眼神破碎，却又带着一种即将同归于尽的决绝。既然你这么喜欢羞辱我，那朕就让你永世不得超生。嗡！他体内的子府突然逆转，一股毁天灭地的自爆波动从他体内传出，他竟然要炸了自己的炼虚法相，拉着苏浪一起死！卧槽，玩不起！苏浪面色一变，这疯娘们比武曌还狠啊！炼虚法相自爆，方圆百里连蚂蚁都得死。想自爆？问过我的意见吗？苏浪眼神一厉，中州软饭王 buff 瞬间超频运转，吸星大法改专吸疯婆娘！轰！他直接按在了女帝的脑门上，给老子吸！女帝那刚刚凝聚起来准备自爆的恐怖灵力还没来得及炸开，就像是开了闸的洪水，顺着苏浪的手掌疯狂倒灌。不，这是朕的修为！停下，那里不行！灵魂要被吸走了！女帝的眼神从决绝变成了惊恐，最后变成了空洞的颤栗。她在被掠夺，不仅是灵力，还有她那高高在上的气运，乃至对身体的控制权。短短3息，刚才还要毁天灭地的女帝彻底软了，像是一滩紫色的烂泥，瘫软在苏浪怀里。人已经废了，暂时的。哥，苏浪打了个饱嗝，紫色的气体从他嘴里喷出来，那是精纯到极点的炼虚本源。他感觉自己现在的修为已经不是什么化神巅峰了，那层膜随时都能捅破。呼！苏浪单手抱着瘫软昏迷的女帝，把枪收了起来。他
他点评了一句，然后低头看着下方那些已经石化的紫霄仙盟修士。现在，苏浪举起手中还滴着女帝鲜血的长枪，笑得像个魔王。你们的主子已经是我的俘虏了，还有谁想上来试一针？天地之间，除了风声，就只剩下苏浪那充满恶趣味的嘲弄声。曾经高悬于9天之上，视众生如蝼蚁的紫霄女帝，此刻正如同被抽了骨头的蛇，软绵绵地挂在苏浪的手臂上。那件象征着无上权威的紫金色地袍，早已在刚才的能量风暴中凌乱不堪，露出大片大片令人呼吸凝滞的雪白肌肤，甚至她的脸颊上还残留着异样潮红，眼角挂着泪痕，嘴角还流着苏浪渡过去的阳气。这哪里是女帝？这分明就是一个刚被恶霸强占了的通房丫头。怎么？苏浪挑眉，手中那杆还沾染着女帝鲜血的长枪在空中挽了个血色的枪花。没人说话，既然没人敢上来试枪，那就给本神王跪下！轰！苏浪并没有动用威压，他只是稍稍释放了一丝手里那只俘虏的气息。扑通扑通扑通，那剩下的11个原本不知所措的金钗，就像是被剪断了线的木偶，面如死灰，齐刷刷地跪了下去，手中的兵器掉了一地。陛下，败了！那个无敌的紫霄女帝被一个下贱男人那样了，他们的三观碎了。不仅是他们，就连那艘一直沉默的紫霄旗舰上面的无数随从女修也都吓得跪伏在地，瑟瑟发抖。苏浪很满意这个效果。好，美女呢？身后那个巨大的狮祖不满地戳了戳苏浪的后背，发出一声如雷般的闷响，打断了苏浪的装逼时刻。这老怪物指了指天上那些衣衫褴褛的金钗，又指了指地下，两眼放光，那意思很明显，要不就把这些真家伙给我吧。滚犊子！苏浪没好气地踹了这巨狮一脚，反正得自己脚底发麻，那是给你不知道第几代的重重孙女留的苦力，赶紧回得下去，回头我就给你烧100个，不，1000个，各种款式都有，这总行了吧？好，这还差不多。狮祖心满意足，深深地看了一眼被苏浪抱在怀里的女帝，虽然有点遗憾这极品肉票不能分一口，但既然是后世孙女婿的，那就算了。轰隆隆，大地裂开，这具从远古爬出来的体修天花板拖着那一身生锈的锁链，极其听话地钻回了坟里。尘埃落定，苏浪单手抱着女帝落回了贵宾楼前，刚一落地，一股浓烈的酸味和杀气就扑面而来。把它给我！武昭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挣脱了萧凝霜的搀扶，摇摇晃晃地冲过来。他那一双红色的眸子里，此刻全是嫉妒到发狂的火焰，手里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剔骨刀。我要剁了他！居然敢用这种姿势勾引主人！他的丹田脏了，我要把那里挖出来，剁碎了喂狗！疯批美人在线发疯，虽然重伤，但那半步练虚的杀意可不是闹着玩的。怀里的女帝虽然昏迷，但似乎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身体本能的往苏浪怀里缩了缩，发出一声虚弱的呜咽。不要！这声音软糯无助，听得苏浪骨头都要酥了。行了行了，把刀收起来！苏浪眼疾手快，一把扣住武昭的手腕，顺势把这个重伤的病娇也搂进怀里。这是战利品！苏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而且是最好的人形电池。你也知道，我的纯阳体质是个无底洞，这老娘们是炼虚期，法力精纯。回头我要是把你吸干了，可，我是说要是把你喂饱了还不够，不就得靠他接力吗？这是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做储备啊！听到幸福生活和接力这几个词，武昭那血红的眼睛眨了眨，杀气瞬间少了一半。他看了看苏浪，又看了看怀里那个像烂泥一样的死对头，突然诡异的笑了。也是，他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在女帝那吹弹可破的脸上狠狠掐了一把，留下一道青紫的指印。既然主人喜欢用这种高阶玩具，那就把它锁在我床边，平时给我当洗脚臂，晚上给主人当炉鼎。要是敢不听话，武昭舔了舔刀刃，笑得极其阴森，我就把他的经脉抽出来给主人织毛衣。苏浪，织毛衣可还行？既然说好了，那就赶紧进屋。苏浪脸色突然一变，变得赤红如血，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他体内的能量压不住了。女帝的本源太霸道了，如果不想办法炼化，他就要变成这广场上最绚丽的人体烟花了。全部人跟我进屋，尤其是你，师尊、凝霜、布阵、护法、朱星。片刻后，天武城贵宾楼最深处的密室中，厚重的禁制大阵升起，隔绝了外界所有的窥探。一张巨大的白玉床上，苏浪盘膝而坐，浑身冒着金色的蒸汽，而在他怀里依旧抱着那个软弱无骨的紫霄女帝。没办法，红莲逆鳞枪的因果吸取还没断，一旦分开，两人都要遭反噬。受到苏浪体内纯阳高热的刺激，一直昏迷的女帝终于悠悠转醒。她一睁眼，看到的就是苏浪那张放大的带着邪气的脸，以及周围那一圈正虎视眈眈，眼神像是在看红烧肉一样的女人们。记忆瞬间回笼，屈辱、败北，当众被那个苏浪！女帝悲愤欲绝，刚想要调动灵力拼命，却发现自己的丹田空空如也。不仅如此，全身的经脉都被一种霸道的金色火焰给封死了。别说拼命了，他现在连动一根手指头都费劲。醒了！苏浪低下头，因为体内能量暴走，他的声音沙哑低沉，带着一种野兽般的压迫感。他伸出手捏住女帝精巧的下巴，迫使她看着自己。醒了就配合点，朕配合你大爷！
杀了朕，有本事就杀，杀你！苏浪打断了他的话，眼神下移，落在他那微微起伏的胸口上。杀了你，谁来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再说了，苏浪另一只手极其放肆地揽住他毫无防备的腰肢，凑到他耳边，恶魔低语：陛下，您也不想您这一身练虚气的修为彻底废了吧？也不想被刚才那个要抽你金枝毛衣的疯婆子扔进乞丐窝里吧？女帝身子猛地一僵，她看到了旁边武曌那手里还在反光的剔骨刀。堂堂女帝，若是落得那种下场，比死还难受。你想干什么？女帝的声音在颤抖，带着从未有过的恐惧和示弱。很简单。苏浪咧嘴一笑，身上那滚烫的纯阳气息像是海啸一般爆发，瞬间淹没了整个密室。全喝下去。苏浪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他猛地运转起纯阳之力。各位老婆，助我一臂之力，镇压这个女人的意志，我要强行冲关！轰！整个贵宾楼再次震动。而在密室之外，刚刚逃过一劫的姬红叶正红着脸，一边拿着留影石对着不断震动的大门猛拍，一边在那个小本本上奋笔疾书。情敌观察日记第10086页，今日中州紫霄女帝被捕获，目测已沦陷，主人越来越强了，看来我的通房丫鬟地位不保，得赶紧去找些大补的腰子。嗡嗡嗡！密室内金色的禁制如同倒扣的大碗，将一切声浪和春光死死扣在里面，空气烫得能煎熟鸡蛋。苏浪此刻就像是一个正在融化的小金人，他体内的三股能量，自己的纯阳，武曌的极阴死气，女帝的炼虚本源，正在把他的丹田当成敌听，疯狂蹦迪。快点！苏浪眼球暴突，感觉下一秒自己就要原地升天。那个谁，紫霄老娘们，把嘴张开，配合阵法运转。这功法叫天地阴阳大磨盘，你是磨盘眼，我是推，可我是推磨的。紫霄女帝瘫软在白玉床上，她虽然修为被封，身子发软，但那股刻在骨子里的高傲还在。她死死咬着牙关，一双紫眸含泪，却依然恶狠狠地瞪着苏浪。呸！无耻淫贼，朕就是死，就是自断经脉，也不会跟你练什么推磨。哪怕你得到朕的人，也别想得到朕的，得不到你的心。旁边正用剔骨刀修指甲的武曌突然冷笑一声，他抬起那张还带着病态潮红的脸，悠悠地打断了女帝的贞烈誓言。没事，主人，他的心我要了，挖出来爆炒，听说补气血。至于人，武曌那双血红色的眸子在女帝身上极其下流地扫了一圈。主人，有一种秘术可以把人练成只会听话的肉傀儡，正好我这几天学了点皮毛，要不？他举起刀对着女帝的膝盖骨比划了一下，先卸条腿助兴。女帝浑身一僵，疯子，这一屋子都是疯子，别吓他，吓坏了肉酸不好吃。苏浪强忍着爆体的痛苦，伸手一把捏住女帝那精巧的下巴，手指用力，迫使她张开嘴。陛下，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且苏浪凑近他，两人鼻尖对着鼻尖。你体内也被我的枪，不是被我的气息入侵了，如果不倒出来，你会变成一个比这疯婆子还要渴望男人的。可你想在那几万手下面前当众发情吗？这一句话直接击碎了女帝的防线。当众那样？不，绝不，那是帝王的尊严，比命还重要。你保证？女帝声音颤抖，眼里的贞烈终于变成了屈辱的妥协。只是炼化能量，当然。苏浪笑得人畜无害，我这人最讲义德，只不过治疗过程可能稍微有点撑。话音未落，苏浪再也忍不住了，轰！他猛地一指点在女帝的眉心，紧接着周围的萧凝霜、冷清秋、武曌三女同时出手，按照苏浪传授的口诀打出3道法印，轰在两人身上。天地阴阳大磨盘启动。阵法启动的瞬间，苏浪体内那股几乎要将他撑爆的恐怖能量找到了宣泄口，如大江决堤，如银河倒灌，全部顺着两人的连接点疯狂涌入女帝的身体。呀！女帝瞬间绷直了身子，那张绝美的脸蛋瞬间扭曲，不是痛，是撑，装不下，会漏的。她的神魂在颤栗，经脉在尖叫，那些能量里不仅仅有纯净的灵力，还夹杂着苏浪那霸道的、不可一世的、充满了侵略性的纯阳意志。每一丝能量流过，都像是在他的身体里打上了苏浪到此一游的标签。忍住！苏浪厉声喝道：“别吐，这可是亿万修来的本源。”女帝她翻着白眼，被迫当了一个么的感情的过滤器，被苏浪在那个看不见的磨盘上来回碾压。原本冰冷的炼虚法力，在苏浪的纯阳之火中一点点被炼化，变成了两人都能吸收的金紫色的阴阳胜利。时间一点点流逝，1个时辰，2个时辰，密室里的温度越来越高，墙壁都开始融化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异的、令人面红耳赤的甜腻香味。终于，在经历了9981次的碾压后，轰！一道耀眼到无法直视的光柱从苏浪的天灵盖冲出，直接轰碎了密室的屋顶，直冲九霄。咔嚓！苏浪体内那道卡住他许久的，其实就这2天的事，从化神到炼虚的天堑碎了，就像是被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轻松的不真实。一股属于炼虚期的，甚至超越普通炼虚的恐怖气息在他身上凝聚。第一，恭喜宿主吞噬炼虚本源成功，极阴死气转化完毕，纯阳圣体进阶，大日焚天体初阶。当前境界半步炼虚，肉身成圣，只需感悟法则即可飞升。
苏浪睁开眼，眼中的世界变了，不再是凌厉的流动，而是无数条可以被他随意拉扯揉捏的法则丝线。他握了握拳，感觉现在的自己能一拳打爆以前的10个自己。呼，低头，紫霄女帝此时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或者说是被玩坏了。她四肢摊开，眼神空洞而迷离，舌头无意识地伸在外面，嘴角挂着晶莹的丝线。原本那个高贵冷艳、不可一世的女帝没了，只剩下一个满脸写着阿黑岩刚学的新名词，不知道的去查。被打上了苏浪烙印的女人，苏浪有些心虚地帮她把舌头塞回去，又帮她拉了拉那根本遮不住什么的破布条，这就晕了，才9转而已。看来这中州人的身体素质有点虚啊，还需要多练练。旁边负责护法的3女也都是满身大汗，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虽然主要是累的，但那种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冲击，让他们现在看苏浪的眼神都像是要吃人。主人，武曌丢掉了剔骨刀，他爬了过来，就像是一条嗅到了绝顶美味的蛇。他看了看那个已经被玩废了的女帝，眼神里虽然还有嫉妒，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抑制的亢奋。您吃完了前菜，是不是该吃主食了？他抓住苏浪的手，直接按在了自己的良心上。阵法可是还没画满呢，您说过的大腿内侧。苏浪刚想说话，我也要。旁边向来矜持的师尊冷清秋突然也扑了过来，直接抱住了苏浪的一只胳膊。孽徒，你刚才修炼溢出来的阳气，把为师的寒毒又勾起来了，必须负责。萧凝霜不甘示弱，还有朕黄道龙气也乱了，得平复。苏浪看着眼前这一群如狼似虎的女人，又看了看自己这刚升级完还在硬化冷却期的身体，突然觉得中州这个副本虽然怪好打，但这善后工作是真的费腰啊。等等，暂停一下。面对冷清秋、萧凝霜和武曌这3张近在咫尺、写满了所求的绝美容颜，苏浪猛地往后一缩，双手护住身下，发出了一声惨烈的叫停。空气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暧昧甜腻几乎要凝固了。怎么了？武曌眯起眼睛，那双刚恢复神采的血瞳里闪过一丝危险，舌尖轻轻舔过嘴角。主人，您刚才吸收了那么多，身子不是很硬朗吗？难道是？他眼神下移，语气变得极其微妙。不行了，我不行。苏浪差点被气笑了，刚要为了男人的尊严重振雄风，突然嗡，他的身体表面猛地弹出一道红色的警示光圈，这光圈像是一个保护罩，直接把他和那3个如狼似虎的女人隔开了3尺。紧接着，一个慵懒中带着一丝沙哑、御姐范儿十足的声音直接在他脑海里响起：得了吧，小浪浪，你现在的肉身刚刚完成圣体化重组，处于极度不稳定的冷却期，现在要是敢动真格的，你会直接像个烂西瓜一样炸开，到时候满屋子都是你的那个啥。苏浪一愣，系统脑海里的声音打了个哈欠，似乎刚睡醒。重新介绍一下，本小姐充能完毕了，之前那是节能模式，现在才是我的完全体。苏浪他看了看被光圈挡在外面正一脸懵逼的3女，赶紧借坡下驴，摆出一副极其痛苦且深沉的表情。都别动，本神王正在感悟大道法则，此乃圣人贤者光环，凡人勿近。那个武曌，先把那老太婆拖出去关起来，别让她死了。青秋、凝霜，你们先去门口护法，我要闭关复盘一下刚才的战斗。3女虽然一脸幽怨，眼神里写满了这男人是不是想赖账，但感受到苏浪身上那股确实很不稳定且滚烫的气息，只能不甘心地退了出去。随着密室门关上，苏浪这才松了一口气，直接瘫在白玉床上。童子姐，解释一下。苏浪在识海里问道，既然你升级了，那之前的那些奖励呢？我现在除了这具身体硬点，好像穷得叮当响啊。之前给的什么封神腿、棉花指，甚至合欢宗的媚术呢，很久没见过了。还有给的法宝呢，甚至很多都没用过啊。脑海里那个御姐音沉默了2秒，然后有些尴尬地咳了一声。那个，实话跟你说吧，之前给你的那些功法道具，其实都是我从我家老头子的藏宝库里顺出来的。苏浪偷的。哎呀，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那是贱。系统御姐理直气壮。结果上次因为给你发奖励太频繁， IP 地址暴露了，我被老头子抓回去关了禁闭，我的小金库被冻结了，所以以后那些乱七八糟的道具奖励，包括之前的，大概率是没有了。苏浪眼前一黑，完犊子，合着自己一直傍的不是什么大能，是个离家出走的败家富2代，现在卡被停了。别灰心嘛，系统似乎感觉到了宿主的怨念，赶紧找补。虽然实物奖励没了，但我人还在啊。我现在的权限虽然不能直接给你发快递，但我可以帮你魔改你的身体啊，也就是这个纯阳大日焚天体，这是我家那边的顶级血统，老头子查不到，只要你不断找厉害的女人互动，我就能帮你无限解开基因锁。总之就是装备流，如果不让走了，姐带你走肉身成圣流，够意思吧？苏浪嘴角抽搐，行吧，肉身成圣也行，反正我现在也挺硬的。他接受的很快，毕竟软饭硬吃才是核心，系统只是个辅助。那说说现在的局势吧。苏浪坐起身，眼神变得凝重起来。我现在练虚，肉身成圣，是不是可以在中州横着走了？那紫霄女帝都被我秒了。听到这话，脑海里的御姐发出了一声极其不屑的嗤笑。横着走，我的傻弟弟，你是不是飘了？
你真以为子潇那个老女人就是中州的天花板了？你知道中州有多大吗？还有，你以为你刚才是凭实力赢的？要不是武家那个老僵尸帮你锁人，要不是你有把枪正好是人家指甲融合的，你早就被他的炼虚法则碾成渣了。随着系统的吐槽，一道清晰的信息流传入苏浪脑海。之前讲过好几遍了，中州修仙界炼虚合体大成渡劫，子霄女帝是什么修为？炼虚中期而已。子霄仙盟也不是什么大势力，他是这一代的掌门人，也就是个高级 CEO。而在他头顶上，那些躲在洞天福地，把自己埋在土里延寿的老不死们，才是真正的地狱。比如武家那个爬出来的绿毛师祖，那是合体期肉身，要不是没脑子，10个女帝也不够他锤的。子霄仙盟这种势力，至少藏着3个以上的合体期老怪。苏浪听得头皮发麻，3个合体期，这特么是捅了马蜂窝了呀！这还不算完，系统语气变得有些幸灾乐祸。你今天不仅睡了人家现任 CEO， 还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开了直播。子霄仙盟的那群老怪物，估计已经在接棺材板了。这仇恨值，你算是拉满了。那现在怎么办？苏浪摸了摸下巴，眼神里并没有多少恐惧，反而闪烁着一种亡命徒的兴奋。趁他们还没醒，直接杀去子霄仙盟老巢，把他们祖坟刨了。不愧是你，系统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但在那之前，你需要先把今天的战果消化一下。还有，外面好像有点动静。系统话音刚落，轰！密室的大门被重重敲响，是那种带着焦急的要把门砸烂的力道。主人，是武昭的声音，哪怕隔着禁制，都能听出他语气里的颤抖。出事了！那个子霄老太婆醒了，而且她好像变异了。苏浪眉头一皱，变异？修为都被我吸干了，还能怎么变？他身形一闪，撤去禁制，推开大门。慌什么？天塌了，有姑爷爷顶着。苏浪走出密室，入眼便是一脸惊恐的武昭。此时的武昭已经换了一身红衣，伤势好了大半，但此刻他指着关押女帝的偏殿方向，手指都在抖。不是天塌了，是那个女人。她刚才突然醒过来，不仅不记得要杀我们，还对着我喊姐姐。而且她现在的智商，武昭指了指脑袋，好像只有3岁。苏浪，炼虚本源被抽太狠，直接给抽成傻子了。第一，系统提示：恭喜宿主触发隐藏成就，格式化女帝。子霄女帝因神魂与本源双重枯竭，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记忆封闭，当前状态白纸一张，且对拥有她气息的你具有雏鸟情节。苏浪的嘴角慢慢勾起，这剧情是不是有点太妙了？走！苏浪大袖一挥，脸上的笑容变得无比灿烂。去看看咱们这位新入伙的小女帝。天武城贵宾楼西偏殿，这里原本是用来关押那些极度危险的犯人的，四周刻满了锁灵阵和困神咒。我也不知道这些玩意儿的名字是哪来的，虽然俗，但是一听就知道是干啥的。但此刻站在门口的苏浪却觉得自己走进的不是什么牢房，而是一个巨婴托儿所。范！只见那个曾经高坐9天云端，哪怕看人一眼都像是施舍的紫霄女帝，此刻正缩在墙角，身上的紫色地袍已经被她自己撕扯得更不像样子，大片雪腻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她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恐惧，手里正抓着半截被苏浪打断的阵法灵石，放在嘴里像仓鼠一样咔嚓咔嚓地啃着，一边啃还一边嫌弃地吐掉碎渣，眼里含着委屈的泪水。这跟在苏浪身后的武昭手里那把本来打算用来给女帝割腰子的剔骨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他设想过无数种折磨这个死对头的场景，让他下跪，让他求饶，甚至把他做成提线木偶，但唯独没想过对方变成了智障，这让他有一种蓄力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这就是你说的变异？苏浪嘴角抽搐，看着那个正把灵石渣弄得满脸都是的女帝。童子姐，你确定这是格式化？不是直接把 CPU 给烧坏了？不仅烧坏了，还顺便恢复出厂设置了。脑海里的系统御姐一边嗑着虚拟瓜子，一边吐槽：你把人家吸了个干干净净，现在的他神魂强度也就是个3岁小孩，不过这身体嘛，还是熟透了的炼虚气。这就是传说中的合法萝莉？不对，御姐深萝莉心。宿主，你甚至可以教她闭嘴，我是正经人。苏浪正义凛然地打断了系统的虎狼之词。就在这时，角落里的女帝似乎闻到了什么，那是刻在她骨子里最渴望最熟悉的味道，苏浪的味道。确切地说，是苏浪体内那还没有完全消化的属于他自己的本源，以及那让他上瘾的纯阳之气。女帝那双原本迷茫空洞的紫色大眼睛瞬间亮了。奶瓶？苏浪，谁是奶瓶？还没等苏浪反驳，嗖，一阵香风扑面来。虽然脑子坏了，但这炼虚气的肉身爆发力还在。苏浪只感觉眼前紫影一闪，下一秒，一具温热、柔软且充满了弹性的娇躯就已经像是一只考拉一样，手脚并用，死死地挂在了他的身上。抓住了！女帝把脸埋在苏浪的脖颈处，像是小狗一样疯狂地嗅着，发出满足的哼哼声。好香，是大饭。苏浪整个人都僵住了，尤其是感受到胸口传来的那2团惊人的压迫感，以及这疯女人2条大长腿正毫无顾忌地盘在他的腰上，这姿势是不是有点太犯规了？放肆！一声尖叫打破了旖旎。武昭疯了，
他看着挂在苏浪身上像个树袋熊一样的死对头，眼睛瞬间充血。那是我的位置，下来！我不，刚才还像个小白痴一样的女帝，在涉及到护士这个问题上，竟然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他回头冲着冲过来的武曌龇牙咧嘴，发出一声凶狠的低吼：“哈！坏姐姐，想抢我的饭，咬你！”说完，他居然真的张开嘴，不是用法术，而是最原始的，嗷呜一口咬向武曌伸过来的手。嘶！要不是武曌躲得快，这半步练虚的手指头估计真得少一根。你管谁叫姐姐？武曌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看起来顶多20多岁样貌，实际年龄几百岁的女帝：“你这老太婆，我都得管你叫阿姨，不要脸，装嫩，给我死来！”武曌抄起旁边的花瓶就要砸，哇！一声惊天动地的哭声，直接把房顶的瓦片都震碎了。女帝哭了，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撕心裂肺，一边哭还一边把眼泪鼻涕往苏浪新换的衣服上蹭。呜，爸爸，他欺负我！苏浪、武曌，空气突然安静了。武曌举着花瓶的手僵在半空，脸上的表情像是吃了苍蝇一样精彩。爸爸，他看向苏浪，眼神极其复杂。主人，您口味这么重，虽然我知道您喜欢玩花的，但这个伦理根是不是有点超前了？滚蛋！苏浪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这是雏鸟情节，因为他睁眼第一个看到的是我，而且我身上有他的能量，别胡思乱想。苏浪有些头疼地拍了拍怀里还在抽泣的女帝的屁股，好了，别哭了，再哭把你扔出去。喂，那个红头发的坏姐姐！听到威胁，女帝的哭声瞬间止住了，她抬起头，红红的眼睛看着苏浪，然后伸出粉嫩的舌尖，极其自然地舔了舔苏浪的下巴。那给吃的，要那种热热的。武曌，民警号，刀呢？我的刀呢？想吃？苏浪叹了口气，他伸出一根手指，运起体内刚刚转化完成的大日焚天纯阳气，指尖上一缕金色的火苗跳动。吃这个？这是糖？女帝眼睛一亮，根本不知道这是能烧死人的纯阳真火，张口就咬住了手指。哟！苏浪浑身一颤，像是触电了一样。女帝吃到了好东西，腮帮子一鼓一鼓，脸上露出傻笑。甜的，还要？她吸食着那缕纯阳之气，原本干涸的经脉开始得到滋润，那种本能的满足感让她整个人都在微微发颤。第一，系统提示您正在对目标进行饲养，从现在起，她就是一只只会听从饲主命令的炼虚级看门鸡。虽然没脑子，但如果遇到危险，你可以直接要把它扔出去，喊一声关门放狗，效果拔群。你给我好好说话，别模仿什么机器人了！苏浪内心大吼。不过听着系统的馊主意，苏浪看着怀里这个已经被彻底养废了的中州女帝，突然觉得这样似乎也挺好。这可是全天下最强的保镖啊，还是随身携带，哪怕是晚上暖床都不会反抗的那种。从今天起，苏浪摸了摸女帝那一头柔顺的紫发，像是在撸猫。你就叫二丫吧。噗！旁边的武曌终于忍不住笑喷了。二丫？堂堂女帝叫二丫，贱民好养活吗？苏浪笑得很鸡贼。二丫？女帝眨了眨眼，虽然觉得这个发音有点土，但只要有好吃的，叫什么都行。二丫？行，管饱。就在苏浪准备进行更深一步的投喂教学时，轰隆隆，原本平静的天武城上空突然传来一阵如同雷鸣般的战鼓声，那是只有战争才会敲响的撼天鼓。报！殿外，武震天几乎是滚进来的，脸上惨白如纸。家主，不好啦！怎么了？天又塌了？武曌现在心情极差，冷冷问道。比天塌了还严重。武震天哆哆嗦嗦地指着外面，紫霄仙盟的那几个太上长老，也就是埋在棺材里的老祖宗，诈尸了整整三个合体期的大能，他们抬着棺材杀过来了，说要……武震天偷偷看了一眼舔手指的女帝，说要迎回女帝，然后把玷污女帝的那个淫贼挫骨扬灰。轰隆，三口漆黑如墨、散发着腐朽死气的巨型棺材，直接撞碎了天武城的护城大阵，如同三座太古魔山悬停在贵宾楼的上空。黑云压城，那恐怖的威压不再是单一的法则，而是三种截然不同却同样让人绝望的领域：雷霆、寒霜以及剧毒的紫雾。合体期，这才是中州终极势力真正的底蕴。哪怕寿元将尽把自己埋进棺材，一旦掀开盖子，依旧能让天地变色。武家小儿，交出女帝！中间那口雷纹棺材轰然炸裂，一个干瘦如柴、浑身缠绕着紫色雷蛇的老者漂浮而出，声音如滚滚天雷。否则，今日血洗天武城，鸡犬不留！我看谁敢！红影一闪，一身红衣，虽然重伤，但气势依旧癫狂的武曌，提着剔骨刀挡在了苏浪面前。三个老不死的东西，不在土里等死，敢来我武家撒野！他眼里的血光在跳动，想动主人，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哼，不知死活的后辈。左边的寒冰棺材开启，走出一个拄着冰拐的老妪，满脸褶子，眼神阴毒。就凭你这个刚摸到半步炼虚门槛的小丫头，就算你家那个绿毛僵尸爬出来，也就只能挡住一个。动手！别废话，把那个玷污女帝的男修抽筋扒皮，点天灯！轰！三道毁灭性的光柱齐射而下，直指苏浪、武震天等一众武家长老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完了，三大合体期旗帜，这是死局啊！然而
处于风暴中心的苏浪却淡定的像是在逛菜市场，他一只手搂着武曌的腰，把这只要拼命的母老虎按住，另一只手正被挂在他胸口上的那个紫发考拉死死抱着。二丫，苏浪低头对着正在啃他手指头的女帝吹了口气，别吃了，那是给你补充智商的，不是磨牙棒。看来苏浪抬头看着天上那3个杀气腾腾的老家伙，嘴角勾起一抹极为欠揍的笑容。咱们家里来客人了，二丫，你看那3个老头老太婆，他们吵吵闹闹的，想抢你的糖吃，还说要把你的大饭饭给砸了，你说怎么办？原本还眼神迷离，只顾着吸吮苏浪纯阳之气的二丫，动作瞬间停住了。他那双紫色的大眼睛迷茫的眨了眨。抢糖砸饭碗，好，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前一秒还是一只只会撒娇的软萌萝莉，后一秒坏淫。女帝松开嘴，2颗尖尖的小虎牙露了出来，敢抢二丫的饭，打死你们！没有任何法术前摇，没有任何废话。嘣！苏浪只感觉胸口一轻，一道紫色的流光直接无视了那漫天的威压，一头撞向了那个最嚣张的雷文老者。太快了，什么东西？雷文老者瞳孔一缩，刚要防御，啪！一个响亮到整个天武城都能听见的大嘴巴子狠狠抽在了他那满是褶子的老脸上。老者被抽得像个陀螺一样在空中转了800圈，几颗带着血丝的牙齿飞溅而出，全场死寂，几万修士的下巴都脱臼了。那是女帝，那个如同野兽般骑在自家太上长老脖子上，正疯狂扯着人家胡子的是高冷无双的女帝。揪掉，都揪掉！二丫一边拔草一样拔着老者的胡子，一边大哭大叫：让你吵，让你抢糖，坏老头啊！陛下疯了，陛下疯了呀！那老者痛得惨叫连连，想要反击，却发现这疯丫头的力气大得吓人，2条大长腿像铁钳一样夹着他的脖子，差点把他这把老骨头给夹断了。混账！那个男修到底对陛下做了什么邪术？另外2个太上长老又惊又怒，快先制住陛下！2人对视一眼，撤掉对下方的攻击，寒冰法则和剧毒法则同时发动，化作2条锁链去捆绑发疯的女帝。他们毕竟是合体期，而且二丫现在没脑子，只会凭 A， 一旦被控制住必败无疑。嘿，2打1，不讲武德呀！下面的苏浪双手插兜，摇了摇头，别看了。他突然转身，对着武家后山那片塌陷的废墟，气沉丹田，大吼一声：老祖宗，别睡了！只要把这2个老灯干废，我给你烧1000个，不，我给你烧整个极乐阁的花魁手办，不仅穿黑丝，还能动，会跳科目3的那种。空气凝固了一瞬，咚，大地巨震，咚咚，一股带着狂喜、急不可耐，甚至有点猥琐的湿气冲天而起。好，为了花魁，冲啊！废墟炸开，那尊10丈高的绿毛狮祖像是一条看到了肉骨头的疯狗，拖着生锈的锁链，一个超级弹跳，直接上了天。目标正是那个老太婆。什么怪物，滚开！寒冰老妪面色大变，手中拐杖刚要点出，砰！狮祖那如同门板一样大的巴掌直接呼在了他的脸上。简单粗暴，没有任何技巧，全是想看花魁跳舞的动力啊！老妪直接被打进了地底，砸出了一个人形深坑。好，狮祖并不满足，转身又是一个恶狗扑食，把那个用毒的老者按在地上摩擦，一边揍一边回头冲着苏浪眨那只剩下眼白的眼睛。一定要会动的呀，不会动我不给钱。放心，带声控的都行。苏浪竖起大拇指，乱了，彻底乱了。原本是一场足以灭世的高端局，此刻硬生生变成了流氓打架。天上，女帝骑在雷文老者脖子上拔毛，地上绿毛僵尸按着2个合体期大能爆锤。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苏浪正从储物戒里掏出一把瓜子，递给旁边的武曌和3女，来看戏，别浪费了，这好位置。武曌握着剔骨刀的手都在抖，他看着那个把自家太上长老当狗遛的僵尸，又看着那个毫无形象像疯狗一样的女帝，三观稀碎。主人，武曌深吸一口气，眼里的崇拜简直要溢出来。您这手段简直是把中州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啊，这就崇拜了。苏浪嗑开一个瓜子，喂到武曌嘴里，顺便不小心碰到了他柔软的嘴唇。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噗！天空中那位不可一世的雷文合体期老祖，此刻正仰面喷出一口带着电弧的老血。他的下巴，那个保养了3000年、视为威严象征的白色长须，此刻已经光秃秃的一片，连带着下巴皮都被薅红了，看起来像个没毛的红屁股猴子。而在他头顶，那个曾经高贵典雅的紫霄女帝二丫，正手里抓着一大把白毛，像是个献宝的二哈一样，兴奋地从天上跳下来，一头扎进苏浪怀里。范范，给范范，毛拔光了，我也要，我也要。二丫还没蹭够，那边把寒冰老妪砸进地里的绿毛狮祖也兴奋地挥着巨大的手，指着那被他锤成猪头的对手，意思是我表现也不错，会跳舞的花魁别忘了。苏浪看着眼前这一幕，淡定地从储物戒里掏出一根万年灵参，随手用纯阳之火烤了烤，塞进二丫嘴里。干得漂亮，下次记得把眉毛也拔了，凑一对。二丫抱着灵参，虽然觉得不如苏浪的手指头好吃，但好歹有股纯阳味，立刻乖巧地缩在苏浪怀里，咔嚓咔嚓啃了起来。此时天上的雷文老祖捂着光秃秃的下巴，气得浑身都在抖，连元神都要裂开了。耻辱，岂止大辱！堂堂女帝
竟然认贼作父，竟然帮着外人薅自家长辈的胡子。他看向另外2个也是狼狈不堪的同伴，那个用毒的老祖此时正被师祖身上的尸气熏得翻白眼，寒冰老妪更是半截身子埋在土里。武家的这个老僵尸太硬了，合体期的肉身加上那种为了看花魁跳舞而爆发出的变态动力，根本打不动。大哥，不能这么下去了！寒冰老妪从坑里爬出来，满脸泥土，哪里还有半点大能的风范，尖叫道：“点生仙香吧，这已经不是我们紫霄仙盟能处理的了。这个苏浪太邪门了，要是让上头知道我们把紫霄搞成这样，大家都得死。”听到点香2个字，雷文老祖面色一变，眼中闪过一丝肉痛和恐惧，但看了看下面那个正拿女帝当宠物养的男人，他咬了咬牙：“点，请天虚神教的巡查使降临。”3人没有任何犹豫，同时也从怀里掏出一根漆黑如墨、散发着法则波动的香，灵力点燃，嗡，一道青烟并没有随风飘散，而是笔直地刺入了苍穹深处。第一，脑海里苏浪那一直嗑瓜子看戏的系统突然坐直了。哟，摇人了！我就说嘛，紫霄仙盟这种在中州只能算乡镇企业的小中型门派，背后肯定有跨国集团罩着。苏浪挑眉，乡镇企业合体期坐镇都只能算乡镇，当然紫霄仙盟不过是附庸在天虚神教下的一个打工仔，负责在这个区域收保护费而已。现在他们搞不定你了，自然要叫总部的高管来平事儿。准备好，这次来的可能就不是合体期这么简单的货色了。苏浪闻言不但没慌，反而理了理衣领，把你2丫抱得更紧了点。高管，男的女的？重点是这个吗？就在1人1同扯皮的时候，轰隆隆，原本就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天空，突然被人像是撕布一样，硬生生扯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这裂缝一出，天地间的灵气瞬间静止了。那3个老祖的合体期法则，在那道裂缝一出的气息面前，温顺的像是见到了猫的老鼠。紧接着，一艘奢华到让人想骂街的巨大宝船缓缓从裂缝中探出头来，船头是一颗巨大的龙头，龙眼是2颗真正的星辰内核。船身上刻满了苏浪看不懂，但只看一眼就觉得头晕目眩的高级正文：紫霄分舵，这就是你们供奉的香火。一道清冷带着几分嫌弃的女声从那宝船上传来，这声音不大，却直接让地面上的3个紫霄老祖当场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在了虚空之中。醉休叩见瑶光圣女，圣女恕罪，非是我等无能，实在是遇到了妖孽啊！雷文老祖一把鼻涕一把泪，指着下面的苏浪，此子不仅夺了我紫霄基业，还用邪术把女帝弄成了痴呆，更是对我等进行人格侮辱。圣女明鉴啊！宝船上珠帘掀开，一个身穿越白色流云裙、脚踏虚空的女子走了出来。她并没有女帝那种高高在上的帝王气场，她看起来很普通，但这种普通却是一种返璞归真的道。她就像是这天地的一部分，只是站在那里，周围的空间就在主动讨好她。第一，扫描结果大成期，划掉，看起来是合体大圆满，但身上有顶级秘宝压阵，战力不详。评价真白富美，比2丫这种暴发户强了100个档次。建议虽然你现在挺硬，但也不建议硬碰硬，建议用你的长处。苏浪嘴角勾起，长处？那我可太长了。妖孽！那被称作瑶光圣女的女子目光越过跪着的3条老狗，淡淡的落在了苏浪身上，准确的说是落在了苏浪怀里那个正啃手指的2丫，以及苏浪那即使极力收敛，依然如同暗夜篝火般明显的体质上。他的眼神波动了一下，那是一种闻到了红烧肉的味道。这体质，圣女从天而降，竟然没有理会那3个求救的老家伙，直接落到了苏浪面前10丈处。这距离对于大能来说已经贴脸了。近看之下，苏浪才发现这女人长得极其正气凛然。如果说女帝是那种让人想征服的冰山，那眼前这位就是那种挂在庙里让人磕头的神像，神圣不可侵犯。但苏浪也是老油条了，一眼就看出了他眼底深处藏着的那抹渴望，那是中州女修通用的绝症。缺氧，小家伙！圣女无视了旁边拿着剔骨刀警惕的武曌，无视了那个10丈高的绿毛僵尸，直接对着苏浪开口：紫霄这烂摊子，本座没兴趣管，他们既不如人，死了也是活该。听到这话，跪在天上的3个老祖心都凉了。大势力都这么无情的吗？但是圣女话锋一转，修长的手指虚空一点，指了指苏浪的心口：你，本座要了，正好本座缺一个是要的，卢童，跟本座走，紫霄这事儿平了，如何？卢童旁边的武曌瞬间炸毛了：你想屁吃？这是我的主人，想抢人？问过我武家没有？圣女瞥了他一眼，轻蔑一笑：半步练虚的小丫头，倒是有点意思，但在天虚神教面前，武家算个什么东西？他手掌轻轻一翻，震轰，仅仅是一个字，武曌、师祖，甚至包括冷清秋和萧凝霜，瞬间感觉像是有整片天塌了下来。砰砰砰！除了拥有纯阳圣体的苏浪，所有人全部被压得单膝跪地，动弹不得。这就是顶流势力的压迫感。那对法则的运用和身上的宝贝，完全是降维打击。怎么样？圣女一步步走到苏浪面前，伸出手想要挑起苏浪的下巴，是跟我回去享福，还是在这里被这群老家伙撕碎？你也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这一身阳气，在这里
就是行走的唐僧肉。苏浪看着那只伸过来的玉手，他没躲，他笑了，笑得比圣女还灿烂。姐姐说的对，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识时务。苏浪突然一把抓住了圣女的手，入手温润如玉，却凉得像冰。第一，检测到目标天虚神教瑶光圣女，体质九阴绝脉，未完全觉醒，正处于发作边缘。弱点，这女人虽然看起来神圣，但其实汉了500年了，比二丫还饥渴，而且她修的是太上忘情道，一旦动情会非常刺激。哦，苏浪眼里的光更盛了，汉了500年的神圣仙子，这不是专业对口吗？既然姐姐这么看得起我，苏浪不仅没松手，反而极其大胆地用大拇指在她的手背上摩挲了一下，发动了纯阳微电流按摩术。那我自然是要跟姐姐走的。不过苏浪凑近她那张神圣不可侵犯的脸，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姐姐的手这么凉，回去当炉童恐怕不够，得当暖手宝才行啊。嗡，那股顺着手指传导过去的纯阳电流虽然微弱，但对于汉了500年的圣女来说，不亚于一道惊雷劈在天灵盖上。圣女那万年不变的冷漠脸上，极其突兀的泛起了一抹极其不自然的红晕。她想抽回手，但身体却没动，因为太暖和了，太舒服了。这小混蛋有点东西。指尖相触的那一刹那，只有一声极轻极细，却像是电流窜过脊椎骨的音。这声音太小了，小到连跪在那儿的3个紫霄合体老祖都没听见。但苏浪听见了，不但听见了，他还极其敏锐地感觉到被他握在掌心里的那只温润如玉的柔仪，文化人才会用的词儿，在他发动纯阳微电流的瞬间，微不可察的缩了一下，但也仅仅是一下，随后就是更用力的，仿佛溺水者抓住了浮木般的反握。冷，苏浪感觉自己握着的不是人的手，而是一块在万年冰泉里浸泡过的玄冰，那种直透灵魂的寒意，若是换个普通话神器来，哪怕不被冻成冰雕，经脉也要废掉一半。但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大夏天爆了个空调，爽的一批。看来姐姐病得不轻啊。苏浪不但没撒手，反而甚至得寸进尺地伸出食指，在他那苍白的几乎透明的手背血管上轻轻画着圈。九阴绝脉，先天有缺，这500年来每逢月圆之夜，是不是感觉骨髓里像是有蚂蚁在爬？特别是丹田下3寸，是不是凉得像塞了块冰？甚至苏浪凑近他那张完美无瑕，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脸，坏笑道：连道心都开始出现裂痕，每当想要斩断情丝的时候，反而会越想越躁动。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瑶光圣女那双原本古井无波，仿佛看透了世间沧桑的眸子，此刻却像是平静的湖面被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那张万年不变的高冷面瘫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叫做被戳穿心事的慌乱。怎么可能？这可是他天虚神教太上忘情道最核心的隐秘，哪怕是在总部，也没几个人知道他卡在瓶颈是因为这个下界的小男人，怎么一眼就看穿了？而且那种从2人掌心交接处传来的热流，太霸道了，就像是一股温热的岩浆，顺着他冰封了500年的手臂经脉，蛮横不讲理地冲了进来。所过之处，那些平日里顽固不化的不知名的毒素，竟然像是遇到了克星一样，滋滋作响的化解消融。舒服，一种久违的让他差点没忍住叫出声的暖意，瞬间包裹了全身，他的腿甚至都有些发软了。瑶光圣女红唇微张，想要保持身为上宗巡查使的威严，但发出来的声音却带着一丝诡异的沙哑和颤抖。你懂医术？略懂。苏浪谦虚地摆了摆手，但那只抓着圣女的大猪蹄子是一点没松，甚至还暗示性地捏了捏。主要是我这人体质特殊，专治各种高冷、不孕、咳，不是，只要疗程跟得上，不管多深的寒毒，本神王都能给你倒得干干净净。这一语双关的骚话，要是换了别人说，早就被圣女一巴掌拍成肉泥了。但现在感受着源源不断传来的救命热量，瑶光圣女竟然犹豫了。她发现自己竟然舍不得松手，哪怕理智告诉她应该立刻镇压这个轻薄之徒，但身体却极其诚实的，甚至主动往苏浪那边凑了半寸。这就是阳气吗？真香啊！荒唐，简直荒唐！就在这暧昧气氛快要拉丝的时候，旁边那个早就看傻了眼的紫霄仙盟雷文老祖终于忍不住咆哮出声。他的下巴还是秃的，眼睛却已经充血了。什么情况？说好的请上宗圣女来镇压妖孽，来给他们出气，来血洗天5城呢？怎么一见面2人就拉上手了？这特么是在打仗，还是在相亲现场？圣女大人！寒冰老妪顾不得一身泥土，尖叫道：此子乃是万恶之源，他手里沾满了我紫霄仙盟的鲜血，他甚至把女帝陛下请圣女立刻出手，将其诛杀，抽取神魂点天灯啊！别和他废话了，这种妖言惑众的小白脸，直接杀了最省事。3个合体期老祖，你一言我一语，唾沫星子横飞，试图唤醒圣女的杀心。然而瑶光圣女连头都没回，她的眉头微微皱起，那一瞬间的暖意被打断，让她心情变得极其恶劣，就像是一个刚吃到第一口糖的孩子，突然被人打掉了饭碗。聒噪！她淡淡的吐出2个字。下一秒，她那只空着的左手极其随意的反手一抽，啪！虚空震荡，一个几乎凝成实质的100丈掌印，如同拍苍蝇一样，直接把正在喋喋不休的3大老祖
同时拍进了地里，是直接拍进了岩层深处。啊！3声惨叫合成了一声，原本就已经是一片废墟的广场，瞬间多出了3个不知道多深的大坑。世界安静了，武震天咽了口唾沫，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太残暴了，这就是上宗大能吗？打合体期跟打孙子一样，一群废物，没看到本座正在办正事吗？瑶光圣女冷哼一声，这才转过头重新看向苏浪。此时此刻，他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种俯视蝼蚁的淡漠，而是一种饿狼看到了极品肥羊的绿光。小家伙，他努力控制着想要把苏浪直接打包带走的冲动，声音清冷，装的，你的体质对本座确实有点用，所以本座可以免你一死。甚至他扫了一眼远处那群紫霄仙盟的残兵败将，这群垃圾你想怎么杀就怎么杀，紫霄仙盟的库房你随便搬，本座都不过问。只要他反手扣住了苏浪的手腕，五指用力，那修剪圆润的指甲甚至因为激动而掐进了苏浪的肉里。你现在马上跟本座回房间，本座要……他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咽火，看看你的药效是不是真的那么足？这哪是邀请，这分明是强抢。第一，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您已经成功从必杀名单晋升为 VIP 特工药渣预备役。但这女人胃口很大，不把你那点纯阳存货榨干，她是不会放人的。而且她的段位可比二丫那个没脑子的高多了，她是想把你圈养起来当私人专属的充电宝。苏浪心里冷笑，圈养我，想得美，老子是软饭王，又不是软禁王。去房间。苏浪挑眉，没有拒绝，但也没有马上答应。他突然把另一只手伸向旁边，把一脸不爽的武曌以及那个还在啃手指的二丫给拉了过来。跟你走可以，但我这人有个毛病。苏浪一本正经地说道，我恋家还认床，而且我不喜欢一个人睡。这2个，他指了指2大护法，是我的随身挂件，特别是这个小的，他要是离开我超过3步，就会大哭大闹，随地大小，总之很难搞。所以要走一起走，甚至我们全家都要走。瑶光圣女眉头一皱，她目光落在二丫身上，那一瞬间，她的瞳孔微微缩了一下。之前离得远没在意，现在近距离一看，这张脸，这种虽然变傻了，但依旧散发着淡淡法则气息的肉身。紫霄，瑶光圣女愣住了，这不就是紫霄仙盟那个心高气傲，每次去总部汇报工作都要装的人5人6的女帝吗？怎么变成这副德行了？而且这女帝现在居然正像只树袋熊一样，手脚并用挂在这个男人身上，一脸警惕地冲着自己。呲牙，哈，似乎是感受到了威胁，二丫突然松开苏浪的手指，冲着瑶光圣女发出了一声充满占有欲的低吼。坏，松开，这是二丫的饭，咬死你！说着，他真的把脑袋凑过去，张开那口亮晶晶的白牙，对着瑶光圣女那只还没松开的手就是一口。当一声金铁交鸣的脆响，二丫捂着嘴，眼泪汪汪的退了回去。太硬了，这坏女人的皮好厚，有意思。瑶光圣女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她看着眼前这个奇葩的组合，一个纯阳变态，一个病娇红毛，一个变成了智障的炼虚分部 CEO。好，瑶光圣女点头了，都带上，反正本座的船够大，只要你。她那只手猛地一拉，把苏浪拉得贴在了自己身上，温热的气息打在苏浪耳边，今晚能让本座暖和起来。轰隆，巨大的龙头宝船破开云层，像是一座移动的空中宫殿，带着令人窒息的灵压缓缓升空。地面上那位原本还没过足影的绿毛师祖，看着自己的财神爷要走，急得直跳脚，喉咙里发出不舍的低吼。老祖宗，看好家！苏浪站在船头，一手搂着挂在他身上的二丫，一手对着下方挥了挥。你的花魁手办已经在路上了，我不仅让他们会跳舞，还给他们装了最新款的叫魂阵法，保您满意。好，孙女婿慢走，常来玩啊！师祖兴奋地捶了几下胸口，激起漫天烟尘，甚至还很懂事的把刚才被打进地里的3个紫霄老祖又踩进去几寸。宝船之上，相比于外面那惊心动魄的景象，船舱内部却是另一番洞天，奢华只能用奢华来形容。地面铺的是万年暖玉，墙壁镶的是东海鲛珠，连用来当摆设的花瓶里插的都是外界抢破头的6品灵草。这就是大企业的排场吗？苏浪啧称奇，这里摸摸那里看看，他怀里的二丫更是早就松开了口，像只进了粮仓的老鼠，盯着那几颗发光的夜明珠流口水。要不是苏浪拦着，他早就把那些柱子给啃了。土包子！武曌抱着肩膀跟在后面，手里依然紧紧握着那把剔骨刀，眼神死死盯着走在前面的瑶光圣女的背影。这种只有钱没有品位的装修，也就是暴发户审美，比不上我武家底蕴深厚。虽然嘴硬，但刚才那个阵字让他深刻意识到了彼此实力的差距，那是境界的鸿沟，不是靠发疯就能抹平的。到了，走在前面的瑶光圣女停下脚步，她转过身，原本清冷如仙的面容，此刻却泛着一种极不正常的潮红，像是喝醉了酒，又像是发了高烧。她直勾勾地盯着苏浪的心口，那里纯阳之气正如同黑暗中的火炬般熊熊燃烧。你们2个，圣女指了指武曌和二丫，声音带着一丝竭力压制的颤抖，就在外舱待着，这里有灵果灵酒，随便吃。至于你，他那根葱白如玉却冰冷刺骨的手指勾住了苏浪的腰带，微微用力，跟我进来。有些
疗程，本座已经一刻都等不了了。武曌瞬间炸毛，你敢？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嗡！圣女仅仅是一个眼神，一道柔和却不可抗拒的空间结界瞬间成型，直接将武曌和想要跟进去蹭吃的二丫隔绝在外，在这里乖乖看着。说完，他猛地一拉，砰！苏浪甚至没来及发表意见，整个人就被拽进了那一间充斥着淡淡冷香的内舱。紧接着是一股足以冻结灵魂的恐怖寒气铺天盖地而来。这内舱哪里是房间，简直就是一个冰窖，四壁都是蓝色的玄冰，中间一张巨大的寒玉床上，甚至还冒着丝丝白气。姐姐，这也太冷了吧！苏浪打了个寒战，纯阳体质本能的运转，体表腾起金色的护体火光。冷吗？瑶光圣女转过身，她没有废话，直接伸手，呲啦，那一身象征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月白色流云裙，被她自己极其粗暴地撕开了一个口子，露出了如玉般洁白却毫无血色的香肩。然后是锁骨，再往下是一大片让人眩晕的雪白风景，但这风景却像是被冰封的雪原，散发着让人绝望的寒意。冷就对了，因为这里，圣女抓住苏浪的手，直接按在了自己那起伏剧烈的心口上，没有任何衣物阻隔，掌心贴着那如同冰块般的心跳。这里已经冻了500年了。他的眼神在接触到苏浪体温的瞬间涣散，喉咙里溢出一声难耐的低吟。那声音又媚又哑，根本不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能，倒像是一个在沙漠里渴了3天的旅人看到了绿洲。帮我用你的火烫化它。他整个人顺势倒在苏浪怀里，那冰冷的娇躯像是一条蛇，死死缠住了这个散发着高热的大火炉。他的腿更是毫不客气地盘上了苏浪的腰，这是一个极度危险却又极度诱惑的姿势。第一，系统警告，目标瑶光圣女体内的9阴绝脉彻底爆发，如果不及时输送阳气，它会直接冻成冰雕。当然，如果你输出不够，你也可能会变成冰棍。这是一场拼刺刀的硬仗啊！小浪浪，拼刺刀！苏浪笑了，他这人最不怕的就是硬仗。既然姐姐这么急，那苏技师今天就破例加个钟。苏浪反客为主，他那支按在圣女心口的大手猛地一震，嗡！纯阳高频模式 Max 啊！圣女猝不及防，整个人像是触电了一样，在苏浪怀里剧烈一弹，那张清冷的脸上原本的端庄瞬间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震惊和羞耻。这是什么手法？好厉害！这叫苏氏融冰掌。苏浪坏笑着，另一只手也没闲着，直接扣住了他那纤细却充满了力量感的腰肢。别动，才第一档呢，你这情况得下点猛料。轰！一股金色的纯阳洪流不再是涓涓细流，而是如同高压水枪一般霸道地冲进了圣女那早已枯竭闭塞的经脉之中。水火交融，阴阳碰撞，那一瞬间产生的白色蒸汽直接炸满了整个房间。瑶光圣女死死咬着苏浪的肩膀，眼泪直接飙了出来。太烫了，原本折磨了她500年的寒毒，在这股霸道的力量面前发出滋滋的哀鸣。而在外面，隔着那道透明的结界，武曌瞪大了眼睛，看着里面那个白雾缭绕、人影交叠的场景。虽然听不到声音，但看到那个高高在上的圣女正像只虾米一样在自家主人怀里乱颤，脸上那表情更是贱人。武曌气得用剔骨刀疯狂砍着结界，放开我主人，那是我的位置。我的旁边，二丫正啃着灵果，她歪着头看着里面，眼神迷茫。爸爸和姐姐在打架吗？滋滋滋！内舱之中白雾弥漫，这不是普通的雾，而是极致的极寒之气遇到霸道的纯阳真火瞬间气化产生的凌厉蒸汽。如果你仔细听，还能在蒸汽喷涌的声音中听到一种很有节奏的嗡嗡嗡。寒玉床上，那位让中州无数修士顶礼膜拜、高洁如云端仙子的瑶光圣女，此刻正死死咬着苏浪的肩膀，10根葱白的手指在他后背抓出了一道道血痕，转眼又恢复如初。他在发抖，不是冷，是被那股不讲道理的热流烫的。苏浪的大手就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紧紧贴在他那冻结了500年的心口，就像是用重锤轰击他那封闭的经脉防线。太快了！圣女终于松开了牙齿，扬起那张早已布满汗珠和红晕的脸，原本清冷的眸子此刻雾气蒙蒙，带着哭腔求饶。停一下！他是真的感觉自己要化了，不仅仅是体内的寒毒在融化，连带着他苦修了500年的太上忘情道心，也在这个男人蛮横的入侵下变成了一滩烂泥。停！苏浪挑眉，额头上的汗珠滴落在圣女那剧烈起伏的雪腻肌肤上。技师手册第1条，服务开始，概不退款，中途停车是另外的价钱。而且姐姐，苏浪坏笑着凑到他耳边，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顺着他那撕裂的流云裙滑了进去，扣住了他冰冷的后腰。你的寒毒虽然化了，但还没排出来呢，这叫做赌不如输。现在停车，你会炸的。瑶光圣女浑身一僵，炸！确实，她感觉到体内那一冷一热2股恐怖的气息正在丹田处疯狂对冲，就像是2个顽童在把她的身体当战场。如果现在苏浪撤火，她不仅会走火入魔，恐怕还会直接变成废人。那怎么办？这一刻，这位合体期大圆满的高管像个无助的小女孩，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看起来最不正经的技师或者医生身上。简单。苏浪嘴角上扬的弧度扩大，
既然上面出不去，那就往下。话音未落，苏浪体内的大日焚天体毫无保留的爆发，轰！整个人化做一个金色的小太阳。他把圣女整个人抱了起来，让她背对着自己，忍着点，这叫苏氏打。可，苏氏通拜手，给爷开！苏浪双手成爪，如同2条火龙，瞬间覆盖了圣女身上的36处大穴，推拿按压，每一次下手都带着精准到极致的纯阳灵力啊！一声根本压抑不住的高亢尖叫，穿透了内舱的静止。瑶光圣女整个人工成了虾米，那种酸爽，就像是被丢进了油锅，又像是被抛上了云端。体内的淤积了500年的寒气，终于找到了宣泄口，顺着苏浪疏通的渠道疯狂排出。与此同时，舱外透明结界前，5兆的剔骨刀已经砍卷刃了。他整个人贴在结界上，双眼充血，看着里面那个姿势极其下流的画面。虽然因为水雾看不太真切，但那瑶光圣女白花花的后背，还有那2条无助乱蹬的大长腿，以及那脸上迷离崩溃的表情，作为过来人，5兆太熟悉那是什么感觉了。不要脸，这哪里是治病，这分明就是在呀！那是我的位置，那个豹子是我的。5兆极度的指甲都掐进了手掌里。旁边正抱着一串葡萄狂炫的2丫也被里面的动静吸引了。他眨巴着紫色的大眼睛，指着里面那个满脸潮红正张着嘴喘息的瑶光圣女，好奇地问道：红头发姐姐，里面那个白衣服姐姐是在尿床吗？5兆他顺着2丫的手指看去，只见寒玉床上都是寒液化作的水渍，但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画面简直没眼看。第一，恭喜宿主！苏浪的脑海里童子姐吹了一声流氓哨，目标瑶光圣女的寒毒已被排出80%，同时检测到这女人的道心防线已经全面崩塌。现在她不仅离不开你的火，她整个人都离不开你了。友情提示，由于她修的是忘情道，一旦动情就是干柴烈火，比病娇还要恐怖，你要小心了，她可能会把你当成人形抱枕。走哪抱啊？呼！苏浪长出一口气。此时治疗终于结束了，他松开手，怀里的瑶光圣女像是一滩软泥，顺着他的身体滑了下去。他的头发被汗水打湿，粘在脸上，眼神涣散，嘴角甚至还在无意识的抽搐。好热！他呢喃着，本能的又蹭了过来，抱着苏浪的大腿不肯撒手。结束了吗？他仰起头，那种曾经的高高在上荡然无存，只剩下一股子媚到骨子里的水灵。我还没完呢。苏浪看着外面那个快要气炸的5兆，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他突然抬手打了个响指，啪！那道阻隔内外的透明结界虽然没破，但传音静止，开了。瑶光姐姐，苏浪一边帮圣女整理那件根本遮不住什么的破烂裙子，一边故意大声说道：你这寒毒排得差不多了，但是刚才我看你身上……苏浪指了指那一片狼藉的床单，好像有点失禁了呀。这就是中州大能的体面吗？你原本还沉浸在余韵中的圣女，听到这极其羞耻的评价，尤其是发现外面的5兆正一脸鄙夷地看着那一滩，羞耻心瞬间爆炸，把他的理智炸了回来。他尖叫一声，想要用手去捂住那片床单。不许看，那是寒气，是水汽凝结的，不是你想的那个。他解释的苍白无力。苏浪趁机把他扶起来。好了，我又没嫌弃你。瑶光圣女身子一软，她看着眼前这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坏男人，在感受着体内那暖洋洋的舒畅，最后看了一眼外面那个眼红的想杀人的5兆，不知怎么的，一股从未有过的名为利和占有的快感压过了羞耻。他突然笑了，笑得风情万种。他伸出双臂，主动勾住了苏浪的脖子，整个人挂在他身上，挑衅地看了一眼外面，然后在苏浪唇边轻轻一吻。你是我的专属暖炉，谁也抢不走。2丫不行，外面那条疯狗也不行。咔嚓，窗外5兆手里的剔骨刀终于断了，红影一闪，5兆就像是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红发狮子，提着半截断掉的剔骨刀，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他的眼睛红得能滴出血，死死盯着那个正挂在自家主人身上，衣衫不整，满脸春色，还敢挑衅自己的白衣女人。骚狐狸！5兆的理智彻底崩断了。给我从主人身上滚下来，那是我的专用座驾。面对这半步练虚的癫狂一击，挂在苏浪身上的瑶光圣女不仅没有躲，反而把大长腿在苏浪腰上盘得更紧了。她甚至还故意把脸在苏浪脖梗处蹭了蹭，发出一声腻死人的轻哼。暖宝宝，你看这疯狗好凶哦，人家好怕。嘴上说着怕，他那只空着的玉手却极其随意地向后一挥，嗡，一股和体气大圆满的法则波动。虽然因为刚刚被疏通过而有些疲软，但那毕竟是大能的底蕴。定，空间凝固。5兆保持着那个挥刀砍人的姿势，硬生生定在了距离床边3尺的地方。除了那双眼珠子还能转，浑身连根睫毛都动不了，这就是等级压制。啧，小妹妹！瑶光圣女居高临下的看着5兆，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抢男人，凭你！本座也就是现在腿有点软，不然刚才那一巴掌就把你拍进墙里，抠都抠不下来了。你！5兆虽然动不了，但喉咙里发出了如野兽般的嘶吼，那眼神恨不得把圣女身上的肉撕下来2块。好了，处于风暴中心的苏浪终于开口了。他现在痛并快乐着，左边是如胶似漆的冰山圣女，
前面是想把他大卸八块占为己有的病娇，这福气一般人的腰子真顶不住。苏浪叹了口气，大手在瑶光圣女那毫无防备的屁股上重重拍了一记，啪，还有水波荡漾。圣女浑身一颤，刚才还要蔑视的女王气场瞬间破功，满脸羞红的软在苏浪怀里，眼泪汪汪的瞪着他。你打哪里呢？打的就是你！苏浪板着脸，进了我的门，不管是圣女还是女帝，都得听家法，把神通收了。这是自己人，定坏了你赔啊！瑶光圣女委屈的咬了咬嘴唇，放在平时，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早被灭族了。但此刻那种填满的感觉，让她对眼前这个男人产生了一种极其变态的服从感。哦，她不情不愿的一挥手，禁制解除。嗖，刚解开禁制，5兆就扑了上来，但他直接扔了刀，像个八爪鱼一样，极其精准地抱住了苏浪的一条大腿。既然上面被占了，那就占下面，主人是我的。5兆死死抱着苏浪的大腿，把脸贴在上面疯狂摩擦，像是要蹭上自己的气味，哪怕是一根腿毛都是我的，谁也别想独吞。看着身上这一上一下2个挂件，苏浪彻底无奈了，这哪里是修仙，这分明是身上长了2个名为欲望的肿瘤。嘿咻！就在这时，门口探出了一个小脑袋，二丫嘴里还叼着半串葡萄，看着里面这叠罗汉的造型，紫色的大眼睛里闪过一丝智慧的光芒。他哒哒哒的跑进来，看看挂在脖子上的圣女，又看看抱大腿的5兆，似乎觉得自己如果不加入就亏了点什么。于是他张开手臂，找准了唯一空闲的苏浪的后背，二丫也要举高高，砰，一个练虚期的肉弹冲击，苏浪差点被这3座大山给压断气，前拥后抱，腿上还挂一个。第一，恭喜宿主达成成就，人形立牌，检测到您当前的幸福指数过高，建议您注意节制，毕竟这3个女人的榨取力加起来能把这艘船的动力炉都吸干。还有，别光顾着乐。船停了，系统的画像是一盆冷水，苏浪这才感觉到身下的巨大宝船不知何时已经停止了震动。到了。苏浪费劲地从温柔乡里抽出手，透过破碎的大门看向窗外，只见外面的云层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血红色，一股浓烈的带着硫磺味和铁锈味的杀伐之气扑面而来。这不是紫霄仙盟的地盘，也不是什么仙家福地，而是一片悬浮在虚空中的巨大战场废墟，无数残破的古老战旗插在浮岛上，上面绣着的不是任何宗门的标志，而是一个巨大的滴血的镜子。这里是瑶光圣女终于抬起头，她看了一眼窗外，原本迷离的眼神瞬间清醒了一半，甚至还带着一丝凝重。中州禁地，修罗血海的边缘，把船开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难道还没等他说完，咚一声闷响，像是某种重物落在了甲板上，紧接着一个阴恻恻的像是用骨头摩擦出来的声音穿透了层层阵法，直接在船舱内回荡。结，瑶光丫头玩得挺开心啊，让本座看看是什么样的绝世炉鼎，能让你连教规都忘了，甚至还要带回去私藏。交出来吧，这种极品正好用来给本座的血鹰换个口味。听到这个声音，瑶光圣女的脸色瞬间变了，她下意识地把苏浪抱得更紧了，那是一种护食，也是一种恐惧。该死，视教里的刑罚长老血手人屠，那个修童子功修到变态，专门猎杀纯阳体质的老怪物，他怎么来了？苏浪眉毛一挑，猎杀纯阳体质修童子功的老太监。苏浪感受着外面那股令人作呕的气息，拍了拍身上挂着的3个挂件，好了，都下来，该干活了，等爷把这老烟狗收拾了。苏浪凑到圣女耳边，又看了一眼地上的5兆，这床既然这么大，晚上咱们4个人一起睡。那扇原本就已经阵亡的大门，此刻彻底化作了齑粉，一股带着浓烈血腥味的红色雾气如同有生命一般从走廊里涌了进来，瞬间将那充满暧昧气息的粉色内舱染成了地狱般的暗红，寒意刺骨，甚至比刚才瑶光圣女爆发的寒毒还要阴冷10分。结，血雾散开，一个身穿大红血袍，满头白发，却长着一张婴儿般细嫩脸庞的老者背着手飘了进来，他手里攥着2个核桃大小的头骨，一双倒3角的蛇眼里闪烁着变态的绿光，死死盯着正把手放在圣女大腿上的苏浪，那种眼神就像是饿了3辈子的狼看见了一块冒油的五花肉。这就是那个纯阳体。老者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神色，好浓郁的阳气，若是吃了你，本座的先天童子功定能修到第9，重大圆满，到时候大成期也不是梦。瑶光圣女脸色瞬间煞白，下意识的想要挡在苏浪身前。血手长老，这是本座带回来的人，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被称为血手人屠的老者怪笑一声，目光阴恻恻的扫过瑶光那衣衫不整的模样，眼底闪过一丝浓烈的嫉妒和厌恶。瑶光，你身为圣女，竟然破了忘情道心，在船上养男人，教主若是知道了，定会将你剥皮抽筋，扔进万蛇窟。不过嘛，他舔了舔猩红的嘴唇，只要你把这小子交给我，让本座吃个痛快，本座或许可以当作没看见。休想！旁边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5兆炸了，他可是半步练虚，哪怕打不过，气势不能输。老东西，你算哪根葱？5兆护在苏浪左边，手里没有刀，直接凝聚出一把血色气刃，想吃我主人，先把你那一嘴牙崩了。就连正在吃葡萄的二丫也感觉到了这老头的恶意，他呸的一声吐掉葡萄皮，
像只小野猫一样挡在苏浪前面，龇牙咧嘴。坏老头，二丫咬你！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一红衣白衣子3个角色身影，对面的携手长老不仅没怒，反而那张婴儿脸上扭曲的更加厉害了，那是嫉妒的嫉妒。3个，竟然有3个女人护着你！他那尖细的嗓音都破音了，手指着苏浪，气得浑身发抖。本座苦修3000年，守身如玉，从未让任何女色近身。你个小白脸，何德何能？该死，该死啊！所有不知检点的男女都该死！轰！合体期巅峰的威压，混合着那股怨气冲天的童子杀气，直接让整个宝船都开始晃动。这老太监破防了！啧！就在3个女人准备拼命的时候，一只大手却轻轻拨开了他们。苏浪从后面走了出来，他一边整理着刚才被圣女扯乱的领口，一边用一种看可怜虫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个快要气炸的老者。童子姐，扫描一下。第一目标：天虚神教刑罚长老，血手人屠，修为和体气巅峰，功法：先天童子不灭体，需保持处男之身，且越压抑越变态，威力越大。弱点：这货因为汉了3000年，心理极其扭曲，看不得别人恩爱。简单来说，就是个顶级的单身狗红眼病。建议，既然是拼刺刀，那就像个爷们一样，用你最擅长的暴击他的灵魂。苏浪乐了，这弱点简直是送到嘴边的肉啊！我说老头。苏浪双手插兜，语气轻佻到了极点。你刚才说你守身如玉3000年，引以为傲。血手长老一愣，随即傲然挺胸。不错，本座元阳未现，纯净无瑕。噗嗤，苏浪没忍住，笑出了声。他笑得肩膀抖动，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你笑什么？血手大怒，没，就是觉得。苏浪擦了擦眼角，叹了口气。活了3000年，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连那种云端漫步的滋味都没尝过，你管这叫修仙？这特么叫……苏浪眼神一厉，字字诛心。白活了！啊呀！闭嘴！血手长老像是被踩了尾巴，直接暴走了。邪门歪道，乱我道心，给本座死来！血海滔天，童子拜观音！轰隆！他双手结印，身后的血雾瞬间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面目狰狞的血鹰虚影，带着令人作呕的腥风，对着苏浪当头砸下。这血鹰所过之处，连空间都被腐蚀得滋滋作响。瑶光圣女大惊，小心，那是他的童子真血，沾之即腐。他刚要出手，苏浪却没动。腐蚀？就这？让你看看！苏浪猛地张开双臂，体内大日焚天体毫无保留的爆发。来，老婆们，借点力！苏浪一手搂住瑶光圣女的细腰，一手拽过旁边的五罩。不，他居然在这一刻，在战斗的最中心，当着敌人的面左右开弓，在两女脸上狠狠亲了一口。啊！两女懵了。第一，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高强度秀恩爱行为，中州软饭王 buff 3倍超频启动，正在抽取爱意能量。嗡！一股金粉色的火焰以苏浪为中心轰然炸开，那不是普通的火，那是混合了苏浪的纯阳以及3女那浓烈到拉丝的爱意法则的阴阳合欢，大日惊艳，这也是俗称的现充的光芒。给老子烧死这个单身狗！苏浪一拳轰出，金粉色的火柱化作2条纠缠在一起的比翼鸟，迎着那狰狞的血鹰撞了过去。是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那种滚烫的油泼在雪地上的声音。那个蕴含了老者3000年苦修，号称无物不腐的血鹰，在碰到这股恋爱酸臭味火焰的瞬间，怕了。他就像是看见了阳光的厉鬼，发出凄厉的尖叫，瞬间消融。不可能！本座的童子功法是无敌的。血手长老看着那只冲面门而来的粉色火焰，眼里第一次露出了惊恐。那火焰里蕴含的情绪，让他这个单身了3000年的老光棍破防了，从灵魂深处破防。啊呀！火焰吞噬了他，并没有烧毁他的肉身，而是在疯狂灼烧他的道心。那种看别人恩爱的痛苦，比杀了他还难受。好热，好嫉妒！为何本座没有老婆？为何在撕心裂肺的惨叫中，这位天虚神教的刑罚长老就像是一个漏了气的气球，体内的合体期修为顺着那些被现充光芒烧出来的洞疯狂外泄。眨眼间，他瘫倒在地上，虽然没死，但道心碎的连渣都不剩了，修为直接跌落到了化神期。苏浪收回拳头，还意犹未尽的在瑶光圣女的腰上捏了一把。这就是童子功。他走到那个已经哭成泪人，正趴在地上怀疑人生的血手长老面前，居高临下：老头，下辈子投胎记得先谈个对象再修仙，不然容易被狗粮噎死。我不活了，3000年啊，整整3000年！为了这口真气，老夫连母蚊子都没正眼看过。凭什么？你可以左拥右抱？满目疮痍的船舱内，那个曾经凶名赫赫的血手人屠，此刻正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地上撒泼打滚。道心崩塌的威力比走火入魔更可怕。他看着眼前那个还在搂着圣女腰肢的男人，眼泪鼻涕把那一身血袍都糊住了，心态崩了，彻底崩了。别哭了，再哭也是单身狗。苏浪走过去，有些嫌弃的用脚尖踢了踢老头还在抽搐的屁股。老头，虽然你做人很失败，但你的遗产应该挺丰富的吧？苏浪弯下腰，没有任何尊老爱幼的觉悟，手法熟练的像是从他在南荒出道第一天就练出来的摸尸大法。拿来吧，你呲了！老者手指上那枚血红色的储物戒被硬生生撸了下来。我的积蓄，那是我的棺材本。血手长老想要反抗，
但现在他也就是个心碎的化神期老头，被苏浪那一身霸道的纯阳气息一冲，瞬间软得像面条。棺材本，苏浪掂了掂戒指，神识强行破开禁制，往里扫了一眼。嚯！苏浪眼睛亮了，不愧是顶级宗门的长老，这也是个攒钱不花的守财奴啊！极品灵石30万，万年补肾草500株，各类不仅限于正道的合欢双修秘籍、珍藏版，却未拆封100本，以及一大堆乱七八糟却灵气逼人的天才地宝。啧，苏浪拿出那本《玉女心经》图解版，当着老头的面晃了晃。我说长老，你这童子功练的不老实啊！收藏这些东西是为了深夜独自一人时那个奖励自己。噗！血手长老再次仰天喷出一口老血。杀人诛心，这特么是杀人诛心啊！我那是为了批判性研究。老头声嘶力竭的狡辩。行，研究。苏浪随手把秘籍扔向身后，然后他弯腰捡起地上那2个一直被老头盘的包浆的白骨核桃，入手冰凉，却蕴含着一股极为精纯的神魂力量。第一，检测到双子鬼王头骨，半部炼虚级法宝，评价虽然有些阴邪，但若是用来磨牙。苏浪转身直接塞给了旁边早就眼巴巴看着的二丫。给你了，虽然不能吃，但舔着玩还是可以的。啊呜！二丫接过2个骷髅头，像是得到了什么绝世宝贝，立刻塞进嘴里，一边一个把玩起来，发出一阵咯吱声。血手长老两眼一翻，那是他祭炼了800年的本命法宝啊，就这么被拿去当磨牙棒了。嘎嘎！老头抽搐了2下，彻底气晕了过去。主人！这时一直趴在地上装死的武曌终于爬了起来，他拍了拍身上的灰，眼神不善地看着旁边整理衣衫的瑶光圣女。这老东西怎么处理？剁了喂狗，还是把他剩下的修为吸干？他显然还在为刚才这老头打断他争宠而生气。不可！瑶光圣女拦住了他。此时的圣女气质已经变了，那种高高在上的神性少了些，却多了一股让人移不开眼的经过滋润后的妩媚。她很自然地走到苏浪身边，像个小媳妇一样帮他理了理衣领，声音慵懒。他毕竟是教内的刑罚长老，死在外面，魂灯一灭，总部那些老不死的一定会查到底。到时候他看了一眼苏浪，你就没法安稳地吃软饭了。那姐姐的意思是？苏浪反手搂住他的腰，毫不避讳地当着晕倒老头的面调情，带回去。瑶光圣女嘴角勾起一抹腹黑的弧度，就说他修炼童子功走火入魔，神志不清，疯了。他眼中闪过一丝冷光。船外那些随行的弟子侍从早已在刚才的大战中被吓破了胆，此刻正跪在甲板上瑟瑟发抖。哼，这才是真正的上宗手段。不过苏浪很喜欢，那就按姐姐说的办。苏浪打了个响指，体内的纯阳经验飞出一朵，落在晕倒的携手长老眉心。我也给他加到保险，这道火种会慢慢烧掉他剩下的记忆，从此以后他就是个只会流口水的老年痴呆。做完这一切，宝船再次震动，缓缓转向。这一次不是去什么紫霄分舵，也不是回南荒，而是直指中州腹地，那个无数修士向往的修炼圣地——天虚神教总坛。入夜，宝船顶层最奢华的观景台，微风拂过，星河璀璨。苏浪躺在特制的白玉宽榻上，手里拿着一杯瑶光圣女珍藏的醉仙酿。左边，二丫正抱着他的腿当枕头，嘴里还在嗦那个骷髅头，睡得哈喇子直流。右边，武曌虽然不爽，但也只能给他捏着腿，眼神时不时飘向内舱。而在他对面，换了一身全新紫色纱裙，显得更加神秘诱人的瑶光圣女，正跪坐在案几前，亲手包着一颗晶莹剔透的灵葡萄。浪，他改口改得很自然，前面就是中州的边界了。到了总坛，你的身份好办。苏浪张嘴接过他未来的葡萄，连着他的指尖一起含了一下，坏笑道：就说是你捡回来的，贴身男宠，还是专治你那方面冷淡的神医？瑶光圣女脸一红，嗔了他一眼，风情万种，都没个正经。我是想让你做可清长老，以你的实力和肉身强度，加上我这个担保人，没人敢查你。只要你……他突然放下葡萄，像一只猫一样爬了过来，趴在苏浪胸口，眼中波光流转。只要你晚上记得常来给我复诊，毕竟500年的寒毒不是一次就能清干净的，你说是吧？他伸出手，指尖在苏浪的腹肌上画着圈，最后停留在下面的位置，暗示，赤裸裸的暗示。第一，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成功打开新副本中州软饭硬吃之旅，任务发布：前往天虚神教总坛。目标1：操控总坛的宝库。目标2：解决那位还没见面的教主大人的某种难言之隐。友情提示：这个教主比瑶光还劲爆哦。苏浪眼神一凝，比瑶光还劲爆，好说。苏浪抓住圣女那只乱动的手，翻身将她压下。既然到了新地图，那咱们是不是得先预习一下入教仪式？入什么？夜色正好，宝船震动，这次是真的震动。前往中州的路注定不会平静，也注定会很费腰。晨曦微露，云海翻腾，巨大的龙头宝船终于穿透了最后一道空间壁垒，一片悬浮在9天之上，宛如神国般的浩瀚大陆映入眼帘。这就是天虚神教的总坛。不得不说，中州的大企业就是不一样，连看大门的石狮子都是活的麒麟兽，空气里的灵气浓郁的深吸一口都能醉氧。船头甲板上，苏浪扶着老妖走了出来，
深深吸了一口这带着金钱味的空气，发出感慨：不容易啊！这就是用亿万子孙换来的门票吗？他身后一双微凉的玉手轻轻伸过来，替他揉着后腰。瑶光圣女此时换了一身紫色的贴身长裙，却掩盖不住那股自内而外散发的妩媚风情。她嗔怪地白了苏浪一眼，眼波流转间全是水意，还好意思说昨晚是谁叫嚣着要1v3？结果后半夜，苏浪老脸一红，咳嗽一声，那叫战术性透支。行了，准备入关。圣女收起玩笑，神色恢复了几分威严，但手依然挽着苏浪的胳膊没松开。前面的天虚圣门有照妖镜和骨灵检测，你的身份我也安排好了，记住，你现在的名字叫苏长生，身份是……他看了一眼旁边流口水的老头，南荒隐士神医，来者止步！一声如雷般的断喝炸响，数名身穿银甲、脚踏飞剑的执法弟子拦在了宝船前。领头的一人气息雄浑，是化神中期的强者，在中州，这只是看门的护卫队长，此乃神教中的。是圣女殿下的船。那护卫队长看清船头标志，脸色一变，连忙收起兵器，但这目光一扫，看到圣女正亲密地挽着一个小白脸，整个人瞬间傻了。他看见了什么？那个号称冰清玉洁、修绝情道的圣女大人恋爱了，还倒贴？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下酒！一声暴喝传来，武曌提着刀站在船头，一身红衣，杀气腾腾，直接把那队长吓得哆嗦了一下。圣女殿下，这几位是？队长擦着冷汗问道。瑶光圣女恢复了高冷，指了指苏浪，这位是本座在南荒请来的绝世神医，专门为了治疗刑罚长老的顽疾。神医？队长狐疑地看了苏浪一眼，长得这么帅，这哪里像医生？这分明像是个面首，而且那个被链子拴着的，不是血手人涂长老吗？怎么不信？苏浪微微一笑，上前一步，他一脚踹在那个正在流口水的血手长老屁股上。老东西，给这位官爷表演个才艺，比如背个惩罚口诀。血手长老目光呆滞，被踹了一脚后，条件反射的流着口水傻笑，嘿嘿，17的7，27 48，姐姐好白，还要全场死记。那护卫队长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曾经凶名赫赫、只小儿夜啼的刑罚长老，那个修童子攻修成变态的老怪物，现在居然是个只会算错数的智障。看清楚了吗？苏浪背负双手，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棍模样。血手长老这是练功走火入魔，伤了脑干，这叫先天童子痴呆症。除了本神医的独门纯阳脑震荡疗法，无人能治，还不快开门，耽误了长老的病情，你担待得起吗？这一通胡扯，配上苏浪那自带的 BGM 气场，竟然把这群看门弟子唬得一愣一愣的。最主要是圣女大人在一旁不仅没反驳，还一脸崇拜地看着这个骗子。这谁敢拦？请进！队长颤抖着手打开了禁制，宝船长驱直入。第一，恭喜宿主成功打卡中州新地图，检测到软饭值大幅提升，原因看门狗都知道你是圣女包养的小白脸了，名声大噪。系统吐槽你这软饭吃的是越来越光明正大了呀。苏浪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童子姐，你懂什么？在中州，颜值即是正义，长得帅那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说话间，宝船已经飞越了外门群山，来到了一座悬浮在云端深处的粉色岛屿上。这岛上的灵气浓郁成了雾，漫山遍野种满了极其珍贵的合欢花。这里是我的行宫绝情岛。瑶光圣女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教规森严，男子一般不能进入核心区域，所以委屈你先在我这里藏娇一段时间。金屋藏娇，到底谁藏谁啊？苏浪刚想吐槽，突然轰，一股极其恐怖的带着蛮荒气息的黑色震波从这神教总坛的最深处，那座最高的通天峰上爆发开来，整个天地瞬间失色。苏浪体内的纯阳圣体在这股震波下竟然本能地产生了剧烈的应激反应，甚至连怀里的系统都诈尸了。警告！警告！检测到极度危险的极音波动。这股味道，卧槽！宿主，大伙儿来了！这哪里是什么难言之隐，这分明是那边的水箱炸了。苏浪面色一凝，因为他看到身边的瑶光圣女脸色大变，甚至顾不得刚才的暧昧，声音都在颤抖。糟了，是教主，是那个东西，又压不住了。苏浪，快！他猛地抓住苏浪的手，就像是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你的火，快跟我走！去主峰，这次要是炸了，半个中州都得被淹了。苏浪还没反应过来，二丫要助我！他只来得及喊了一嗓子，整个人就被心急如焚的圣女拉着，化作一道流光，直冲那风暴的中心。极阴，水箱炸了，淹没中州。苏浪的脑子里闪过这些词，再联想到那个比圣女还劲爆的教主设定，他的嘴角不仅没有恐惧，反而勾起了一抹极其不怕死的弧度，有点意思。看来这教主水不少啊！童子姐，这特么就是你说的水箱？苏浪扯着嗓子大骂，脚下是一片遮天蔽日的黑色海啸，漆黑粘稠的液体翻滚奔腾，散发着比万载玄冰还要森冷的死亡气息，那是连虚空都能冻碎的寂灭之水。哪怕苏浪有着大日焚天体护身，一靠近那黑色巨浪边缘，表皮都起了一层霜茶。怀里的二丫被冻得哇哇直哭，只有旁边的瑶光圣女咬牙顶着刺骨奇寒，御风向前突进。快走！要是教主镇不住九幽重水，
半个中州的活物都会在1刻钟内融化，穿过厚重水幕，在水眼最中央的区域。苏浪以为会看到一个被走火入魔折磨的死去活来，迫不及待想要被安抚的美艳怨妇，但他只看到在一朵残破白莲之上坐着一个女子，一条2指宽的雪白眼纱蒙住了双目。女子气质出尘，安详文静，端起手边还在沸腾的灵茶浅尝。这极具冲突的安静中，透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惊悚感。她的一截裙摆早已溶解在黑色重水中，双足皮肉正以极其惨烈的速度化为白骨，而骨髓间又有恐怖的生机疯狂长出新肉。就这么反反复复经历削骨断肉的极刑，她竟然没有露出一丁点痛色，只是笑盈盈地拨弄茶叶，完全是个不知道痛楚与绝望的真疯子。教主，弟子回来了。瑶光圣女落在黑水之外，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没有任何此前的张狂与腹黑，她连身躯都在发抖，那是在纯粹等阶面前的恐惧臣服，大成巅峰威压。苏浪心里猛地敲起警钟，往后退了半步，护住怀里的二雅。这个女人有一种俯瞰世间万物皆是耗材的究极冷血。盲女偏过头，雪白眼纱精准地朝向苏浪的位置，红唇勾出温润春风般的浅笑，圣体无缺，精粹阳血沸腾如旭日，绝佳的影子。多谢圣女走这一趟了。听到这话，苏浪暗中松口气，果然需要本神王的无上圣体帮忙，还算识相。苏浪整理好皱巴巴的外衣，极其风骚地摆出一个站姿。可美女教主别急，苏某手法过硬且易者人心，不论双人修炼还是瞎眼女子，极其温柔地打断他的废话。来人，端神炉过来，把这株绝世活肉拿去洗洗，不用剥皮，直接去头去脚，取胸腹那段最沸腾的药材下锅，加入4钱凝血砂，熬炖大火3个时辰，应可暂时镇住重水原眼。女子的嗓音宛然悦耳，字眼却充斥着修罗道上的刮骨钢刀之意。教主，你不可以！圣女伸出手，却又不敢违抗。一旁的10余位机械盲眼神官立刻领命跃出，直奔苏浪围去。去头去脚，拿来下火锅熬炖。这女人怎么一点常理都不讲，都不谈点条件的，这就开火吃肉了？草，谁给你的胆子要切老子？苏浪背后的纯阳虚影怒声狂笑，金色神光拔得而起，想要炸开水域脱困。可是没等他拳风轰出，瞎眼女子的纤细右手只是极其优雅的凌空一转，这方天地重力全部停摆，大日焚天体的威能竟像烛火撞入怒海，完全动弹不得半分。一条条阴森诡异的锁魂水鞭冲水而起，强行把苏浪4肢百骸倒扣死捆，硬拽到半空中成倒悬之势。太浪费了！瞎眼教主素手一摆，让所有死士退开。那股毁天灭地的纯阳之力竟然勾起了他巨大的求知欲。火烤太耗是药性，这种千万年一见的自适应人形风阵神器，不把它生吃物，尽其用，岂不是暴殄天物？随后一节直接从黑海源头接出的万钧水管被招出，直接对着倒吊状态的苏浪脑门，完全就是用大铁管子强灌活物的恶魔操作，粗暴蛮横且无人权。大量的巨寒冰魄疯狂往他的纯阳身体内倒流，企图以纯粹碾压将其作为水库过滤闸。骨肉在撕裂般的痛与生生不息的大日烈火间轮回撞击，痛到天灵盖发懵。苏浪这等向来掌控战局老赖之人，终究在等级沟壑下吃了闷棍。而在同时，提示阴疯了般狂飙响起：第一，特级警告！特级警告！宿主不逃开的话，刑神会被炼去填了马桶洞。此时奶怕系统这高高在上的富婆也是火烧眉毛之色，一长串恐怖的大地图信息伴随着阵痛敲进了苏浪那几欲分裂的神识海。更新大型长轴最高核心线绝密，这是整个大世界9阴魔气泄洪管道节点。中州正在慢慢死去，天地漏了9个比陨星都大的黑洞水龙头眼，需要不停用生命精华镇守方可延迟其吞灭此方世界。大长期主线任务更新，成为唯一的大气运火殿，横推阵沙掌控这等被天地漏洞稀释控制的最高位疯婆子，不堵住这中州上空倒扣的水眼，别说你的命，这个宇宙所有的双修炉鼎老婆全都连骨头都不存，全部毁灭蒸发。系统御姐疯狂给新方案并催促求存手段，现在绝境自保破危之策刷新完毕，别被炼制成阵眼了。反客为主去收走水路引水泄乏，这种极端憋屈强加于身的惨不忍睹之感，让这位极度嚣张且霸道不妥协男人火到极巅。真当我只是随波逐流到处混橘子的废人废物不成？这瞎眼怪既然想拿大铁桶硬冲大日圣谷，那就撑死你们！我要让你体会到底什么叫过饱和烫心神阳。轰！苏浪到悬之时睁大狂化之眼，大成女君又怎么了？照样给小爷服！咕噜噜，漆黑的重水顺着那根粗暴的黑水晶管子疯狂灌入苏浪的天灵盖，痛冷，就像是把1万根烧红的冰针顺着血管硬生生地扎进了每一寸骨髓。换做普通人，早已在这一瞬间神魂俱灭，化作这黑水的一缕冤魂。但苏浪是谁？他是拥有系统的挂逼，更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想要抽干老子，想要拿老子当过滤器。苏浪倒悬在半空，脸孔充血狰狞，那双金色的瞳孔中2团沉寂的大日经验被极致的寒冷彻底激怒，轰然引爆。系统提示：大日焚天体超频模式已启动。既然不想被冷死，那就把这水烧干。反向输出阀门全开，给老子逆转！苏浪喉咙里发出一声如同荒古凶兽般的咆哮，
轰！原本正在疯狂吸取他阳气的那根黑水晶管子突然猛地一震，紧接着原本漆黑如墨的管壁瞬间变得赤红，然后发白，最后亮得像根 LED 灯管。端坐在残破白莲上的盲眼教主，那只拿着茶杯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他看到了那个被他视为极品耗材的男人，体内突然爆发出一股连他都感到心悸的恐怖热量。那不是垂死挣扎，那是反攻，有点意思。他嘴角刚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竟然还能……噗！话没说完，他手里的茶杯直接炸了，因为那股恐怖的纯阳洪流顺着管子逆流而上，直接轰进了他控制整个大阵的核心阵眼，而他就是阵眼本身。啊！一声即使是修了1000年无情道的疯子也忍不住的惨叫，瞬间穿透了层层重水，太烫了，就像是被人往食道里强行灌了一整桶滚烫的铁水。砰！那根连接两人的黑水晶管子因为承受不住这种极其变态的冷热交替，当场炸成了漫天粉末。哗啦！束缚苏浪的水鞭同时也化作蒸汽消散，苏浪落地，但他没有逃。正如系统所说，这是世界的大漏洞，也是最大的机遇。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这疯娘们是水龙头的开关，要想活命，就得把这个开关给焊死。想把老子去头去尾炖汤。苏浪浑身冒着金色的蒸汽，每走一步，脚下的九幽重水就发出滋滋的哀鸣，自动让开一条路。他此刻就是一个行走的核反应堆。他一步步走向那个瘫倒在莲台上的女人。盲眼教主此时哪里还有半点从容？他那洁白的眼纱已经被汗水浸透，露出了下面因为剧烈痛苦而颤抖的睫毛。他身上的那件单薄白衣更是因为刚才的热浪冲击，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一句让人血脉喷张却又冷得可怕的娇躯。你做了什么？他声音沙哑，失去了以往的平静，反而多了一丝惊恐的颤音。1000年来，他早就失去了痛觉，也失去了温度，但现在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扔进火炉里的雪糕，从内到外都在融化。做了什么？苏浪咧嘴一笑，那笑容在金光的映衬下邪气凛然。他一把抓住了教主那只好不容易长出新肉，却又因为刚才的反噬而变得血肉模糊的脚踝，冷得像是一块万年玄冰。我是医生，我在治病啊！大胆！教主大怒，想要调动大乘期法则镇压，但他惊恐地发现，体内那些平时如臂施指的法则之力，此刻全都被苏浪那霸道的纯阳气息搅成了一锅粥，根本聚不起来。放肆的是你！苏浪根本不给他机会，没有任何怜香惜玉，双掌带着璀璨到极致的金色符文，狠狠拍在了教主的小腹。教主猛地仰起头，雪白的脖颈绷成了一道绝美的弧线。他张大了嘴，却发不出声音，意识开始模糊。他引以为傲的理智，在那股仿佛要将灵魂都烫穿的高温面前土崩瓦解。他只觉得小腹处有一个太阳在炸开。苏浪也没好受哪里去，他现在就是在走钢丝，一边是足以冻结灵魂的九幽寒气，一边是自己快要爆炸的纯阳之火。他在用自己的身体当导体，强行中和这两股毁灭级的能量。别动，忍着！被这一吼，教主竟然真的不动了。他那双一直被蒙住的眼睛，那一层神秘的雪白眼纱，因为汗水悄然滑落，露出了一双苏浪从未见过的，只有眼白，却像是蕴含了整片星空的诡异眸子。但此刻那双眸子里没有杀意，好热！他下意识地反手抱住了身上的这个大火炉，这才是活着的感觉吗？他呢喃着，两行清泪从眼角滑落。不知过了多久，随着嗡的一声轻响，周围那咆哮翻滚，仿佛要吞噬天地的黑色海啸突然安静了，沸腾的水面开始平息，那股让人窒息的极阴寒气也被压制回了地底深处。而在莲台之上，两个人影依旧紧紧纠缠在一起。呼！苏浪大口喘着粗气，感觉身体被掏空，差点就把他的老底都给抽干了。现在连手指头都动弹不得的教主，浑身的皮肤都呈现出一种健康的，甚至有些过分红润的粉色，哪里还有半点之前那病态疯批的样子？这分明就是一个刚被狠狠疼爱过的娇弱小女子。喂，醒醒！苏浪伸手拍了拍那张吹弹可破的脸蛋，虽然服务态度不怎么样，但好歹没收你钱。教主的睫毛颤了颤，记忆回笼，一股前所未有的羞耻感瞬间冲击了他1000年来的淡漠心境。他张开嘴，想要说我要杀了你，但发出声音连自己都陌生。别拔！教主意识已经模糊了。苏浪头皮发麻，不想拔，这可由不得你。虽然现在的姿势很旖旎，虽然身下这位是大乘期巅峰的超级富婆，但他是个随时会把人冻成冰雕的疯子啊！而且那九幽重水虽然退去，但周围的寒气依旧能冻碎元婴。给我松开！苏浪运转九转金身诀，想要强行起身，然而那个刚才还软绵绵寒冷的女人，在这一瞬间却爆发出了属于大乘期的恐怖蛮力，死死锁住了苏浪。那双全白的眼睛死死盯着苏浪，没有丝毫的情欲，只有一种发现稀世珍宝的贪婪，科学狂人的贪婪。这就是纯阳吗？他虽然虚弱，但语速极快，仿佛在记录实验数据，能与九幽寒气发生中和反应，且持续输出。这种续航能力比天虚石强100倍。如果把你做成阵眼，哪怕切成片，分装在9个阵眼里，或许都能用个300年。苏浪，切片还要分装？我把你当病人，你拿我当耗材？
苏浪气笑了，行，既然你想拿我做实验，那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大日焚天，爆破模式。苏浪没有任何犹豫，心念一动，教主体内帮他压制寒毒的那股庞大纯阳之气，原本是温顺的，但此刻听到了主人的指令，轰！他们化作了无数根滚烫的小刷子，在他的神经上疯狂乱窜。教主整个人猛地绷直，像是一只被扔进开水里的虾米。那张原本恢复了冷酷理智的脸，瞬间再度崩溃，满脸潮红，冷汗直流。你 baby， 他颤抖着，终于无力再锁住苏浪，整个人瘫开在莲台上，大口喘息。这叫医嘱。苏浪趁机起身，整理好那被扯得乱七八糟的衣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记住了，只有听话的病人才有药吃，想切片，信不信我先让你这辈子都离不开树叶。就在两人对峙之时，哗啦，远处的水幕结界终于彻底消散。教主苏长生，瑶光圣女的声音传来，带着焦急和担忧。但当他看清莲台上的景象时，脚步瞬间定在了原地。只见平日里威严如神，坐在莲台上哪怕断腿都不会皱眉的教主大人，此刻正衣衫不整，满脸春色，浑身瘫软的躺在那里。而那个苏神医正一脸恶霸欺负良家妇女的表情，还在整理裤腰带。圣女倒吸一口凉气，治病？你管这叫治病？这分明是把人给办了呀！而且教主大人好像还没生气。坏！就在圣女发愣的时候，一个紫色的身影从她身后窜了出去。二丫看到苏浪跟别的女人叠罗汉，尤其是苏浪身上还沾着那个女人的寒气味道，她那不怎么灵光的脑瓜子瞬间判定这是个抢食的。哇呀呀呀！二丫像颗紫色炮弹冲上莲台，松口！这是范，你是谁？躺在地上的教主虽然虚弱，但神识还在，他还没来得及调动威压。二丫不管那个，上去对着教主那还沾着黑水正在复原的脚踝就是一口，嘎嘣，牙崩了。教主的大承期骨头太硬了，哇呜！二丫捂着嘴哭了，场面一度十分混乱。一个是瘫软的大成教主，一个是哭泣的弱智炼虚女帝，一个是懵逼的合体圣女，而苏浪站在中间，如同这个修罗场的王者。好了，闹够没有？此时缓过一口气的教主终于开口了，他重新摸出一块白纱，极其优雅的将眼睛蒙上。虽然衣衫不整，虽然刚才被虐得死去活来，但一旦这白纱戴上，那个高高在上的大承期巨头又回来了。都退下！他声音轻冷，但当那被遮住的视线扫过苏浪时，明显停顿了一下。你留下！瑶光圣女欲言又止，但终究不敢违抗，只能给了苏浪一个你多保重的眼神，然后拖着还在试图咬人的二丫退了出去。怎么？苏浪双臂抱胸，倚着柱子。教主大人没吃饱，还要再来个疗程？教主深吸一口气，压下丹田里那股依然让他心悸的残留热量。本座名叫淡台烬。他突然报出了名字，这在中州是一个禁忌的名字。苏长生是吧？不管你是从南荒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从今天起你就是本教的。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措辞。炉鼎不行，这家伙太硬，容易崩牙。道侣更不行，他修无情道的，特级维护师。但台烬冷冷说道，本座会给你圣子的待遇，宝库资源随你调用，没人敢动你，条件只有一个。他伸出那只纤细苍白的手，指了指自己，每个半月必须来这里帮我，若是敢逃。但台烬嘴角勾起一抹病态且危险的笑，我会在你的阳气里种下同生咒，我若是压不住寒气死了，你那引以为傲的纯阳东西就会第一个砰的一声炸成碎片。苏浪下意识夹紧了腿，这女人真毒啊！成交！苏浪也不墨迹，不过既然我是特级技师，得加钱。苏浪狮子大开口，我要进教内密库挑选3样东西，另外他指了指二丫，我要带她走，她的奶粉钱你报销。但台烬看了一眼那个智障女帝，眉头微皱，似乎觉得有点眼熟，但也没多想。可交易达成，苏浪转身就走，极其潇洒。然而当他刚跨出水幕的那一刻，身后的淡台烬突然摘下了白纱，那双全白的诡异眸子里倒映着苏浪的背影。他轻轻按着自己的小腹，那里一颗金色的火种正在缓缓跳动。逃！他喃喃自语，嘴角扬起一抹疯狂。怎么可能让你逃？这么好的标本，等利用完了，一定要把它解剖开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也是金色的。